你再说一遍，居然想让我家巧巧嫁给他家那个傻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呸！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这事儿没门。泥巴墙围起来的四方小院里，一个年逾40左右的妇人正叉着腰大骂，如同一个泼妇一般唾沫横飞。而站在他面前的，则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妇人，看样子应该是媒婆来的。在他身后呢，还站着一个姑娘，看起来不过16、17岁的模样。她正在用一种极为嫌弃的眼神看着媒婆，面色带怒。哎呀，江家嫂嫂，你也犯不着朝我吼啊！这门亲事是你们家那口子从小就和人家说好了的呀，等到萧家老四满了18岁就拜堂成亲的。你瞧，当初请老村长写的定亲书还在呢，这按了手印的。这不，萧老四已经满18了，这才找我过来说亲，不是？媒婆是有备而来的，从袖子里拿出来一张泛黄的、已经皱巴巴的纸来。江大娘见状，心里都咯噔一下，伸手就要去夺那定亲书。媒婆也是个精明的，哪能轻易让她抢了去，赶忙塞回了袖子里。这是老村长亲手写的，做不得假。老村长德高望重，如今都已经90岁了，还记得当年的事儿呢。前些日子还问了2嘴。江家嫂嫂，这白纸黑字的，你要不再想想？仙鹤村的老村长在村子里是很有话语权的，90岁高龄了还能保持头脑清晰，村子里的人颇为尊敬他，有什么事情都请他来做公证。我不管，我不认，他萧河川是个傻子，根本就配不上我，反正我不嫁，死也不嫁。江大娘看女儿哭成这个样子，那叫一个心疼啊！她也不愿意女儿嫁给那个傻子，她女儿这么乖巧漂亮，值得更好的。我呸！有定亲书又怎么样？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家那口子早几年人都没了，这是他按的手印，又不是老娘我按的，我凭啥认呢？哼！再说了，那会儿也没发现他萧鹤川是个傻子呀。你们谁家有闺女愿意嫁给一个傻子当媳妇儿啊？谁愿意谁嫁去。我记得林媒婆，你们家不就有个女儿？你这么帮着萧家，你让你女儿嫁去？哎，说的是你们江萧两家的事情，你扯别人做什么呀？既然如此，那我去把老村长和萧家人都请来，你同他们说去，好好的掰扯清楚。刘媒婆心想，真是钱难赚，屎难吃啊！要不是萧家老二媳妇是她亲戚，她才不想管这闲事呢。于是半个时辰后，江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老村长来了，萧家人也来了。既然老村长您也来了，那我今儿就把话撂这儿。我家巧巧是不可能嫁给他们家老四的。我劝有些人呢，还是死了这条心的好。我家巧巧好好的一个黄花闺女，凭什么嫁给一个傻子？哼！也别拿什么定亲书跟我说事儿，有什么冲我来就成。我们家大勇去得早，我一个女人当家，也别看我孤儿寡母的，就好欺负。萧父知道这事儿他们家的确理亏，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当初定下亲事，是因为早年他和江大勇是特别好的兄弟，俩人喝了点酒，喝高兴了，一时兴起就把这事儿给定下了。当年他家老四萧鹤川2岁未满就能完整写出自己的名字了，这事儿满村人都知道，都夸他日后是进士及第的面相，传得有声有色的。也正因如此，江大勇这才看上了他家老四的潜力，提前给女儿谋前程。不成想后面居然出了点意外。几年前萧鹤川上山以后，不慎摔坏了脑子，自此变成了一个心智如同孩童的傻子。老村长叹了口气，看了看气势汹汹的江大娘，以及小声啜泣的江巧巧，还有低着头不说话的萧成。他心想，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吧，毕竟人家好好的一个闺女，确实没理由嫁给一个傻子，让人往火坑里跳不是。他虽然年纪大了，但脑子还是拎得清的。老村长正欲开口，可就在这时候，一道突兀的女声插了进来，音色还带着些许稚气。我嫁，江巧巧不嫁，我愿意嫁。只见江家院子的柴房里面走出来一个身形单薄瘦弱的少女，好似风一吹就能倒似的。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家的养女江穗。死妮子，你这时候跑出来凑什么热闹？啊，丫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老村长年纪大了，耳朵不太灵醒了，
于是让江穗再说一遍。老村长，江巧巧不愿意嫁给萧河川，但我江穗愿意。我虽然是江家的养女，但我也姓江不是？当年要不是我爹把我捡回来，说不定世上已经没有我这么个人了。我爹去得早，他生前是个最讲诚信的人，我不愿意他在九泉之下还背上个不讲诚信的帽子，所以我决定代替江巧巧嫁给萧河川。你当真愿意？江穗用力的点点头，已经打定了主意。话说这江穗在15年前是江大勇在山脚下的土地庙里捡的，那时候孩子尚在襁褓之中，江大勇是个老好人，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回了家。谁知道遭到了江大娘的强烈反对，夫妻俩当时还因为这事大吵过。至于后面为什么江大娘又妥协了，这大家就不知道了。事情反转太快，吃瓜群众们表示这热闹越看越起劲。萧父和几个儿子也是懵了，一时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反转砸得反应不过来。正当他们愣神之际，江穗已经走到他们跟前。萧叔，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嫁给萧河川，您表个态吧。萧父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还是三儿子最先反应过来。江穗，你等我们先捋捋啊，一会儿给你答复。爹，这是怎么个情况？这江穗该不会是吃错药了吧？是啊，这事儿要不回去和娘商量一下再说吧。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事儿能行。江穗看起来身板是小了点，可也不缺胳膊少腿的，老子有个媳妇儿总比没有的好吧。三个儿子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萧父头都大了。他想了想，觉得老三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事儿他做不了主，还是回去和他媳妇儿商量商量的好。片刻以后，四丫头，这么的，你先等我们回去好生商量商量，明日再给你答复，行不？江穗也知道这成亲是大事，得斟酌。小程啊，我看这丫头就挺好的，是个好孩子，面相也是个有福气的，我觉得这事儿可行。你回去啊，跟你家翠菊好好商量商量，难得人家姑娘不嫌弃呀。老村长十分看好，刚刚江穗那一段话触动了他，他觉得江穗是个品行不错的好孩子，聪明，还会为自己打算。人群见状也开始跟着起哄。小程啊，还犹豫什么呢？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就是啊，江穗配你家傻儿子也足够了。萧成尴尬地笑着，带着三个儿子就先回了家。老村长也起身走了。村民们见热闹差不多散了，都跟着散了，但都惦记着事情的后续呢。现在只剩下江大娘和江巧巧母女还在傻愣着，人都走光了，江大娘才反应过来。小蹄子，你长本事了是吧？你怎么这么下贱，上赶着给傻子当媳妇儿？老娘养了你10几年，也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江大娘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原本是想着把江穗养大了，好多换点彩礼来着。当年她死活不同意江大勇把江穗留下，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还回了娘家。还是她娘劝她把孩子留下见养着长大，花不了多少钱，大点了还能帮着干家务。虽然是个姑娘，可以后长大了可以换彩礼啊。那些个地主老爷出手可大方了呢。现在好了，这死丫头上赶着把自己嫁出去，还选了个萧家，这萧家能有几个银子给她？这白养了10几年，岂不是更亏了？我这是为了你们好，如果你们不怕被村里人的口水淹死的话。再说了，我也是为江巧巧考虑，她不是正和隔壁村的张秀才情投意合吗？要是这娃娃亲的事情不小心传到她耳朵里，她这读书人自诩清高，想得多，难保不会对江巧巧生了芥蒂。我这个节骨眼代替她把这事儿了了，岂不是堵住了村里人的嘴？这事自然也传不到张秀才耳朵里去了，反而还会成为一桩美谈。看你是想多要几个银子呢，还是想江巧巧得偿所愿，顺利嫁给张秀才？你们自己掂量。哎呀娘，江穗说的对，这事儿啊可不能让张秀才知道。他想嫁给傻子，就让他嫁呗。这萧家虽然不富裕，可是他们儿子多，党正啊。这儿子娶媳妇儿，彩礼钱总得准备吧？难道还想空手套白狼不成？其实彩礼少点也无所谓，难不成你想看着你女儿错过张秀才，以后嫁给泥腿子，一辈子在地里刨食不成？说着，江巧巧又要哭了。江大娘这辈子就生出来这么一个女儿，宝贝得很，还指望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好，娘的乖乖，娘都依你还不成？江巧巧这才笑了起来。你也别急着高兴，萧家那边要不要你还说不准呢。
要是不肯要你，你就等着给别人做妾去吧。说完，江大娘便带着宝贝女儿回屋去了，只剩下江穗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吹风。江穗深呼出一口气，也回了柴房。房间里堆满了柴火，只有角落里面有一张小木床，上面铺着单薄的被褥。他坐在床边，心里也没底。其实就在几天前，江穗因为得了风寒，晚上高烧不退，但是陈金花那个杀千刀的就是不肯给他抓药，以至于原来的江穗直接烧得意识不清，最后产生惊厥，人就这么没了。于是21世纪的江穗因为不慎落水而亡，灵魂就穿越到了这具身体上。他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结果就在刚刚，他居然听见了萧鹤川这个名字，一下子就让他想起来他在穿越之前看过的一部古早言情文，类似于腹黑霸道王爷爱上我这种。只不过他江穗在书里面根本都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路人甲。但是这个萧鹤川不一样，他虽然在书中也不是男主男二，但也是有戏份的，后期会成为男女主的助力。原身是江家的养女，在养父去世以后便受尽了养母陈金花的搓磨，也就是江大娘。江穗眼看着就满15了，前段时间陈金花还计划着给她找个人家嫁了。镇上还有县里有好几个地主喜欢养姨娘，个别几个还有特殊癖好，但是出价高。江穗没有金手指，身在这异世无依无靠，她总得替自己寻个出路。眼下嫁给萧鹤川就是最好的出路。她的户籍文书捏在陈金花的手中，要是不想办法摆脱，日后就算是跑了，她一个没有身份的孤女，在这异世也是寸步难行。按照时间算，这个时候萧鹤川已经满了18岁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恢复正常。他只需要在此之前顺利的嫁给他，然后处理好和萧家人的关系，当个贤惠的妻子和好儿媳，给自己一个保障。但如今就是不知道萧家那边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同不同意还是个未知数。想到这里，江穗的内心也在打鼓，要是不成的话，他也不能坐以待毙，即使当黑户也得跑路了，总比嫁给变态地主强。与此同时，萧家这边也已经商量上了。萧母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里头有了考量。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哎，娘，你都不考虑考虑的吗？就冲着江穗不嫌弃我儿傻这一点，他就值得。我看也甭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找陈寡妇谈去。萧母起身，拎着萧父的衣袖子就往外走，那气势10头牛都拉不回。很快便来到了江家，3个人坐下，开始商量江穗和萧鹤川的婚事。陈金花一开口便是10两银子的彩礼，我的个乖乖，10两都够建好几间房的了。对于农村人来说，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这有的家庭就是所有积蓄加起来也没有10两啊。5两，就5两。你周身打听打听，谁家娶媳妇儿能有我这个数的？房内的3人是僵持不下，房外江巧巧正在听墙根儿，江穗也没闲着，在他耳边是各种给他分析，句句离不开张秀才，说的江巧巧是害怕极了，生怕自己这好姻缘没了。谈了半天，两家是不欢而散，谁也不让步。陈金花坚持要10两，萧母也不惯着他。最后还是江巧巧和他娘闹上了一通，一哭2闹3上吊的，这陈金花也没了办法，主动去找萧母妥协去了。随着陈金花的妥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5两银子的彩礼把江穗嫁给萧鹤川，请来了老村长作证。陈金花当场拿出江穗的户籍文书给萧母，还有他的生辰8字。当年江大勇捡到江穗的时候，襁褓之中便放了他的生辰8字，他是被人故意遗弃的。村里的师爷当场就给2人合了8字，不合不知道，一合吓一跳。江穗和萧鹤川的8字放在一起，真乃天作之合。师爷直言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么相配的8字了。萧母听了以后那叫一个高兴啊，笑得眼睛都快要合不拢了。翌日，萧父便拿着江穗和萧鹤川的户籍文书去了县里登记造册。2人过了官府文书以后就是夫妻了。江穗以后便是萧江氏，是萧家的人了。3天后便是一个极好的日子，萧家人怕夜长梦多，便选择了在这日简单的摆上几桌酒席，热闹一下。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江穗便起来了。陈金花给他煮了一碗面，居然破天荒的在里面卧了个鸡蛋。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身打着好几个补丁的红衣裳扔给江穗。
这红衣裳因为年头已久的原因，布料有些脆了，还褪色了。好歹是个大喜的日子，江穗还是穿上了这身破旧又不合身的嫁衣。她在现代也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终极的梦想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多存点钱，等到老去以后当一条咸鱼，吃喝不愁，到处旅游。现在穿越到了书里，也依旧是这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子如履薄冰。就冲着书里那一句状元郎萧鹤川品德俱佳，温文尔雅，且至纯至孝，江穗就准备赌一把，赌他以后发达了也不会抛弃糟糠之妻。他不求他多爱自己，只求以后能让自己过上咸鱼的生活就行。江穗初来乍到，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出去。他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身换洗的破衣裳，就这么进了萧家的门。萧家人在看见江穗独自一个人进入到萧家院子里的那一刻，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不同的想法。此时天刚刚擦亮，来萧家帮忙做事的街坊邻居们都还没来，就只有萧家自己人。萧母在看见单薄的江穗穿着不合身的破旧嫁衣站在那里的时候，鼻子一酸，心想这孩子也是个可怜的。萧家的几个儿子都在，还有那个最小的女儿也在，但唯独不见萧鹤川。二嫂周氏和三嫂刘氏对视了一眼，看着江穗这寒酸模样，前者没什么表示，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后者则是撇了撇嘴，看起来气不太顺的样子。萧母率先走过来，拉着江穗的手把她往屋子里带，低头才发现这丫头的鞋子已经破到鹿脚丫子了，她心里头又是一酸。兰兰呐，你去把娘给你的那双新鞋拿出来，先给你四嫂穿着，赶明儿娘给你做一双新的。萧兰兰闻言用力的点点头，然后毫不吝啬的从自己的小衣柜里头翻出了那双新纳的布鞋给了江穗。四嫂，给，快换上吧。江穗看着怀里崭新的布鞋，再看看自己脚上的破布鞋，有些窘迫尴尬。你们两个年岁相仿，我估摸着脚也差不多大。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一会儿大家都来凑热闹看新娘子呢，也不能叫你太失了体面不是？碎丫头你就先换上吧，在这等着，娘去就来。来，丫头，你也别嫌弃这是娘当年嫁给你爹的时候穿的嫁衣，虽然就是旧了点，可是比你身上穿的这身还是体面的。你呢也别多想，咱们不是怕人家看了我们萧家的热闹，我倒是怕你被人家笑话了。今儿个你是新娘子，就该高高兴兴体体面面的不是？萧母生怕江穗多想，忙跟他解释清楚，就怕他误会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怕他给家里丢脸才这样的。说实话，江穗看着萧母一来就这么替自己考虑，心里头说不感动是假的，他能感觉得到萧母是真心的。谢谢您。谢什么？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快换吧，我们在外边等着你啊。萧母说着带小女儿出去等着了。江穗出来的时候和之前的寒酸模样比起来好多了，至少衣服没有那么不合身了，脚上也穿了新鞋子，体面多了。萧母看着自己的杰作，十分满意的点点头。面对他们打量的目光，江穗感觉到有些不自在。就在此时，一道好听的青年男音响起，给人一种纯净无瑕的感觉。娘，这就是我媳妇儿吗？江穗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个1.8米大高个的男子蹦蹦跳跳的朝着他而来，眼里是探究和好奇的目光。他虽然穿着一身青灰色的短褂，但丝毫不影响他身上的气质。如果不是提前知道的话，谁能看得出来他是个傻子呢？是啊，鹤川，这就是你以后的媳妇儿了。你可别忘了娘教你的，要对媳妇儿好，不能让媳妇儿受委屈，知道没？萧母对自己这个傻儿子也是耐心的教导，哪怕他的心智总是停留在6、7岁的水准，他也没忘了教导他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了，娘，我一定会对我媳妇儿好的。嘿嘿。萧鹤川认真的回答，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江穗突然感觉手一暖，一只大手包裹住了自己的手，握得紧紧的是萧鹤川，他主动握住了自己的手。江穗有些僵住了，心里头砰砰直跳。行了，外边凉，你快带媳妇儿回屋里休息去，照顾好你媳妇儿，听见没？他走在前面，1.8米几的大高个儿，后背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江穗走在后面，任由他拉着自己，内心五味杂陈。萧母和萧父看着俩人的背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萧家几个儿子也互相对视了一眼，都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
真好，四弟也娶着媳妇儿了，大家伙这心里啊，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了。媳妇儿，别站着啊，你坐。他让自己坐下，转身便去桌子上的茶壶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出来。媳妇儿，喝水。啊，你的手好凉啊。萧河川刚刚很细心的注意到自己小媳妇儿的手是冰凉的，娘说了，冷就要喝热水，多喝热水就不冷了。他也时刻记得娘说的，照顾好自己媳妇儿。江穗见他这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笑起来有2个小梨窝，甜甜的。谢谢。媳妇儿，你笑得真好看。江穗端着茶杯的手举在半空，他抬头看萧河川，少年长着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唇红齿白，皮肤白皙，俊美非常。此刻因为羞红了脸，更显不凡。江穗说不惊艳是假的，书里的萧河川一出场，其长相气质便让一众贵女倾倒，更别说他还文采斐然，但偏偏公子清傲，更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也很好看，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说真的，江穗是想都不敢想，不久以后萧河川要是恢复了正常，那该是有多么璀璨夺目啊！原著中江巧巧最后可是肠子都悔青了。被江穗这么一说，萧河川脸更红了，他伸手捂着脸背过身去，别扭的样子，感觉他才像个小媳妇儿。之后萧河川一直在房间里陪着江穗，小嘴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江穗也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外面来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了，大家分工明确，烧火的烧火，洗菜的洗菜。农村就是这样，你帮我家，我帮你家。没一会儿，窗户外2个小萝卜头在敲窗子。小叔，快出来玩，要放炮仗了！萧河川一听，眼里一亮，立马起身就要走，但又想到自己的小媳妇儿还在，娘交代他要陪着自己的媳妇儿，可他又想出去看放炮仗，一下子陷入了两难。江穗觉得好笑，但又想看看他会怎么办。萧河川内心几番挣扎，还是被自己的童心未泯给打败了。媳妇儿，我想出去玩，可以吗？好，你去吧。得了媳妇儿的首肯，萧河川瞬间横扫委屈，乐呵的就去找自己的小伙伴们会合去了。但他也不忘给媳妇儿找个伴，居然把萧兰兰给找了过来。萧兰兰本来在洗菜，连手上的水都还没擦干净的。兰兰，你帮我陪媳妇儿好不好？等我玩好了我就回来。萧兰兰无奈，他这个四哥如今更像是他的弟弟一样，他只好先答应他，先帮他陪媳妇儿。正好萧兰兰也想和自己这个新来的四嫂联络一下感情，他这个四嫂比他还要小1岁呢。娘说他是个可怜人，人家不嫌弃我四哥傻，咱也不能嫌弃人家，要对人家好才行。四嫂，四哥让我来陪你说会儿话。萧兰兰觉得江穗还挺懂理的，性子看着也很温和，应该比二嫂和三嫂好相处。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在一块儿就是好说话。萧兰兰也和她说起了家里的人。萧母一共生了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萧琴今年已经25了，有个儿子今年5岁，叫萧远，小名狗蛋儿。他媳妇因为难产去世了，至今还没有续弦。老二萧冕今年23岁，他媳妇是周氏，2人成婚3年了还没有怀上孩子，迷信也信了，土方子也试了，可就是怀不上。2口子着急上火，没少吵架。周氏也因为怀不上孩子，总是被村里人说闲话，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不太爱说话的性子，就会埋头干活，总是一脸苦瓜笑。老三萧毅今年20，娶妻已有半年，他媳妇刘氏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胎已经坐稳。2口子新婚不久，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可三嫂刘氏是个喜欢管闲事的，啥事情都想掺和掺和，没事就喜欢和一群妇人在一起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老四萧鹤川今年18岁，据说他这个名字是老村长给起的，本来是叫萧成的，可老村长觉得这孩子这么聪明，这个名字配不上他，于是给他改成了萧鹤川来着。最后便是最小的幺妹萧兰兰，今年16岁。说到萧兰兰，已经到了说亲事的年纪了，可是因为她的八字带克，说是克夫的命。十里八村的适龄男子一听，一个个都谈之色变，躲得远远的。
古人本就最相信这些了，萧兰兰这个客服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这说亲之事也就走投无门了，可是愁坏了萧父萧母。但好在兰兰的上头有4个哥哥，就算是嫁不出去，以后也不至于生活没个着落。外面的炮仗已经放完了，萧鹤川捂着耳朵乐呵呵地跑进屋里，喜悦地和江穗分享自己的快乐。媳妇儿，你听见没有？炮仗的响声好大啊！江穗点头笑着，看着他这未来的夫君天真无邪的模样，心里想着，若是等他以后好了，这样的笑容就看不见了吧。江穗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后萧鹤川好了，他就和他说清楚，待他以后功成名就，要是遇见了真心喜欢的姑娘，他愿意和离，只要给自己一笔能安身立命的分手费就行，绝不纠缠。不过他现在根本没敢想，这男人他一旦沾上了，便是一辈子。中午吉时到了，俩人简单的拜了堂，老村长也来了，萧父萧母让俩人给老村长磕了个头。黄昏时候酒席结束，邻居婶子们帮着把院子打扫干净，萧家几个兄弟们去还桌椅板凳了，房间里就剩下江穗一个人。江穗也没闲着，出去帮着一起扫地。二嫂周氏见状，催他回房间去。你今个是新媳妇儿，好好坐着就行了，不用你扫地。哎呦，二嫂啊，都是乡下人，哪那么多讲究啊？我这现在还揣着崽儿呢，不也一样跟着干活？也不见谁心疼我呀。多个人干更快，大家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不好吗？再说了，人家新媳妇儿勤快还有错了？三嫂，知道你劳苦功高，你去休息吧，又没人说你。哎呦，我哪敢呢？都是萧家的儿媳妇儿，要是二嫂干我不干，一会儿人家又该说我的不是了。刘氏撇撇嘴反驳：“瞧瞧，这又当又立的，啥都让他说了。”萧兰兰干脆也不和他掰扯了，挪到江穗的耳朵边，小声的嘀咕：“看见了吧，四嫂，三嫂就是这样，惯会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平日里就属她最懒。今儿个外人多，她就想着表现自己有多么的贤惠能干。换做平时啊，叫她端个菜她都不情不愿的。哼，我说你个小姑娘家家的，还没有嫁人呢，就学着背后嚼舌根，这可不好。那也是跟你学的，全家就你最爱嚼舌根子了。嘿，怎么就跟我学的了啊？你咋好的不学惯学坏的？好了好了，别吵了，一会儿娘听见了又该骂你们了。江穗通过这短短10分钟的掰扯，也算是明白了，三嫂事多话也多，喜欢阴阳人。小姑子和三嫂啊不对付，两人这算是日常斗嘴。二嫂便是和事佬，眼看着矛盾加剧了，就出来拉拉架，顺便搬出婆婆来。婆婆是能镇住他们的人。果然萧母被搬出来了，就都老实了。看来平日里萧母的威信立得可足，也看得出来萧母是个精明的，不然也镇不住自己这2个儿媳妇。媳妇儿，洗脚啊！娘说了，晚上睡觉前要洗脚才能上炕睡觉。你先洗，我后洗。这洗脚水谁让你打的？没人让我打呀，我自己要打的。娘说了，要对媳妇儿好。萧鹤川别的没记住，只记住了他娘反复叮嘱的要对媳妇好。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让媳妇受欺负受委屈。江穗看着他认真的表情和真诚的目光，他知道小孩子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的，他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江穗总不能浪费人孩子的一番好意呀，于是脱了鞋子开始泡脚。冰凉的脚泡进温暖的热水里，连着身上的寒气都被驱散了。萧鹤川拿了干帕子给他，给媳妇儿擦脚油。这帕子都是萧母准备的新的。萧鹤川十分细心的发现，媳妇儿的脚环上居然有只蝴蝶。媳妇儿快看，你脚上有蝴蝶。这不是真的蝴蝶，而是胎记，从出生的时候就有的。啊？什么叫胎记啊？这让江穗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倒真是犯了难。就在这时候，萧母来了，她见门虚掩着，便直接进来了。江穗看见萧母，便准备起身。别，你泡你的，娘呢有事儿和你说。河川呐，你先去你大哥那儿找狗蛋玩会儿再回来，乖啊。等他走了，江穗才问：萧婶子，啥事儿啊？怎么还叫婶子呢？我可不高兴了啊。娘，这才对嘛。你这个丫头啊，说话的音儿还怪好听的，又软又糯。
萧母被四儿媳这一声娘喊的是浑身舒畅。这四儿媳看着就是个省心的懂事，估计以后不会让她操什么心。说着，她从怀里拿出一个灰布缝的荷包，里面鼓鼓胀胀的，一股脑儿塞进江穗怀里。娘，这是什么呀？这里面啊是100文钱，拿着给你做梯级，你可别嫌少啊。你的情况娘也知道，到咱们家来委屈你了。这钱呢是我盘算了一下今儿人情剩下的，拿一点出来给你，平时想吃啥就买点啥。不过你可得藏好了啊，也别告诉你那2个嫂子知道，明白不？萧母也不是偏心，老二家的和老三家的嫁进来的时候，娘家都多少有点陪嫁，不像江穗就光人一个。这100文也不多，就是个零花，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娘，这不行，我不能要。人家把自己娶回家就花了一大笔银子了，他本来就不好意思。他也不是不知道，平日里谁家娶媳妇儿基本都是3两彩礼，而他却是5两。人家已经很看得起自己了，这钱拿了怪不好意思的。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行就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哎，可不和你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我走了啊，你自己藏好。江穗还在泡脚，一时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无奈的笑了。他这算是摊上好人家了，有个好婆母啊。江穗把荷包藏到了柜子底。不久萧河川就回来了，他自己打水洗脸洗脚，完事后躺在炕的里侧盖好被子，乖巧的不行。哎，媳妇儿，你不冷吗？快上来躺着呀。江穗吹了灯，在萧河川身边躺下，浑身僵硬。他睡在最边边，2人之间的距离感觉还能躺下一个人。媳妇儿，你离我那么远做什么？咱们得靠在一起睡才暖和。此时的萧河川不懂什么男女之防，主动贴了过来。江穗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好在萧河川贴的不是很紧，只是和自己肩膀挨着肩膀。萧河川的脚碰到江穗的脚，还是冰凉的。黑暗中他眉头一皱，媳妇儿，你脚好冰啊，我给你捂捂。萧河川说完，直接抬着他的一双脚往自己的小腿里一捂，严严实实的。江穗当场石化了，感觉心都到嗓子眼了。黑暗中，江穗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了，他的脸也悄悄地红得像个煮熟的虾子一样。这一刻，他的心也被暖到了。也不知道以后萧河川好了，还会不会有这么贴心。自从穿越到了这意识，江穗的神经已经紧绷了好多天。随着脚上的温度逐渐升高，浑身都跟着暖和了起来。神经放松以后，困意也逐渐袭来。而身侧传来了萧河川均匀绵长的呼吸声，他已经睡着了。没过多久，江穗也沉沉地睡去了。翌日一大早，萧家众人都陆续起来，周氏正在烧火煮饭，萧母去菜园子里摘白菜去了。昨儿个办宴席还剩下一些鸡鸭鱼肉的，这2天得解决掉，不然坏了就可惜了。刘氏打着哈欠起来，第一时间往厨房里面钻。哎呀，二嫂啊，咱们今天早上吃啥呀？娘说早上吃面条，昨个剩下半锅鸡肉，煮个汤做鸡汤面吃。哎呦，吃鸡汤面好呀，那我可得多吃点儿，我一个人得吃2个人的量呢。二嫂啊，你记得多擀点面条啊，我去打水洗洗脸先。刘氏这副姿态让周氏心里窝火，他回头看了一眼，刘氏哼着歌，心情好得很的样子。可偏偏人家现在怀着孩子，是个金疙瘩，说话做事都是理直气壮的。周氏烦躁地把铁钳给扔在角落，发出啪嗒的一声响。萧兰兰一回来就看见这一幕，立马就知道肯定是三嫂又指使人家做事了。房内，江穗被村子里的狗吠声给吵醒了，一睁开眼就看见一张放大的俊脸。萧河川已经起来了，自己穿好了衣裳，正趴在炕边看他媳妇儿呢。他算是发现了，他媳妇儿虽然瘦，可是越看越好看呢。媳妇儿，我是不是吓到你了？没有，我准备起床了。萧河川闻言这才重新笑了起来，于是2人开始大眼瞪小眼。江穗准备起床，萧河川却不打算走，气氛一时间凝固住了。媳妇儿，你不是要起床吗？怎么不动了？河川，你得先出去，我要换衣裳，你在这不太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啊？哎呀，就是不方便，你听话，你先出去好不好？江穗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只能耐心哄着吧。萧鹤川虽然不太明白，不过他还是听话的出去了，因为娘说了要听媳妇儿的话。院子里，萧兰兰刚回来，正在晾衣裳。刘氏见无事，便凑到了小姑子身边。哎呀，你瞅瞅，都起来了，你那个四嫂还没起呢。让我说呀，这以后也不见得比我好哪儿去。三嫂，瞧你这话说的，这才第一天你就这么说四嫂，人家累了就不能多睡会儿啊？只许你赖床呗？嘿，那能一样吗？我这不是怀着孩子觉多吗？再说了，他干啥了他就累了？那你没怀的时候觉也多呀，不也3天2头的喊累？萧兰兰就不爱惯着他这臭毛病，这不，刘氏立马被噎住了，觉得没意思，转身想去找周氏抱怨，结果一掉头，发现萧鹤川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后边。哎呦我的妈呀，可吓死我了！孩子都让你吓出来了，你怎么走路没声啊？哼，你说我媳妇儿坏话是不是？谁说你媳妇儿坏话了？你听错了吧？我就是听见了，你不许说我媳妇儿坏话。不说就不说嘛。没想到你这傻子还挺会心疼人的。说谁傻呢？你再说一遍。萧兰兰一听刘氏说自己的四哥傻，立马火就来了。刘氏赶紧开溜往厨房里面钻。真是的，本来就傻嘛，还不让人说了。刘氏嘀嘀咕咕的进了厨房，周氏听见了他的声音，脸上露出不耐烦。哎，二嫂，你说娘干嘛非得花这么多银子给老四娶个媳妇儿啊？难不成他还指望两人给他生个孙子不成？就老四那个样暂且不说，他都不懂男人女人那点事儿，就说老四媳妇儿那小身板儿啊，这一看也不是个好生养的呀。刘氏怀了个孩子真是不得了，一天天的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他这也是蠢呐，跑到周氏面前来拱火了。周氏可是3年都没有生出来孩子，看见他这小人得志的样子就生气。对，就你好生养，谁能生得过你啊？真是的。本来就是，还不让人说了，我又没说错。周氏不想理他，不再搭腔，只是一个劲儿的搅和着锅里的面。很快，萧母从菜园回来了，抱着个大白菜，还有2根萝卜。恰好江穗这时候也换好衣裳出来了，他脱掉了昨天的嫁衣，穿上了自己那从江家带来的打满补丁的旧衣裳。哟，穗穗起来啦？昨晚上睡得还行不？冷不冷？娘，我睡得很好，一点也不冷。听见娘俩说话的声音，好事的刘氏立马从厨房里钻了出来。哟，四弟妹啊，你这怎么还穿着以前的旧衣裳啊？那昨儿娘给你的衣裳和鞋子多好看呢！哎，尤其是那双鞋，上头还绣了花呢，咱们可都是没有的。昨天他看见的时候，心里头就老不得劲儿了。他嫁过来的时候可没有，只有一双黑布鞋。结果这老四媳妇偏偏就不一样，娘偏心她，才来就给2双新鞋，还那么好看，她心里能舒服吗？三嫂，我怕弄脏了，所以没穿。哎呦，那不早晚都是要脏的，与其放在屋子里落灰，还不如穿在自己脚上呢。刚好我昨儿也没看清楚，那鞋的颜色和样式可真好看，你快穿出来叫我仔细看看呗。二嫂也说好看呢，二嫂你说是吧？刘氏笑得跟什么似的，拔着嗓子喊周氏。这小算盘打的萧母心里门儿清，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说他也想要吗？说婆母偏心吗？还把老二家的拉上一块儿，这点小聪明算是被他玩明白了。但周氏才刚被他得罪了一波，这会子哪能顺他的心思？三弟妹，我可没说，你别带上我。哼，这个周氏真是个猪脑袋，没看出来我在给他谋福利吗？一点都不配合。哎呀，行了行了，都有。过几天去镇上，我多买几双鞋底子，再扯点鞋面子，给你们一人做1双，省得你们觉得我偏心。哎，谢谢娘，那我可等着穿新鞋了。得逞的刘氏一下子尾巴就高兴地翘了起来，哼着歌回厨房里头看火去了。江穗刚来，他还在适应期，所以话比较少，多听多看为主，先弄清楚一家子的气性再说。但他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这三嫂子的确是个事儿多的。萧兰兰晾完了衣裳，主动回房里翻了一身衣裳出来，也是粉色的，自己都没舍得穿几次，都是萧母带她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四嫂，咱俩差不多大，身量也差不了多少，你先穿我的衣裳吧。你现在是新嫁娘，得穿几天鲜艳的衣裳，吉利。兰兰，你不用这样，你留着自己穿就好。哎
哎呀，怕什么？给你就拿着，他的衣裳啊多得很。一会儿啊，娘再去柜子里翻翻从前的衣裳，找几身给你改改，你别嫌颜色老气就行。现在啊，都是一家人了，还那么客气做什么？萧母就知道他不好意思，所以帮着劝。这时候萧鹤川从茅房回来，也跟着凑热闹。媳妇儿，你快接着啊！我跟你说，兰兰穿这身衣裳可好看了，你穿着肯定也好看。我想看，我还要叫大壮他们都来看看媳妇儿有多好看。萧鹤川边说，脸上的神情那叫一个得意。大壮是他平时在村子里的玩伴来着。就是四弟妹，兰兰给你，你就穿呗。这丫头啊，平时可抠了，难得这么大方，说明啊，她跟你亲近。这时候，萧家几个兄弟都挑水回来了。大哥萧琴笑得一脸朴实，另外2个兄弟也跟着边笑边点头，表示赞成。大哥，瞧你这话说的，感情我在你眼里就是小气的人呗。哎，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啊，你2哥3哥都是这么觉得的。大哥萧琴继续笑道，几个哥哥们笑而不语，算是默认了。萧兰兰佯装生气跺脚，众人其乐融融。既然如此，江穗也不再客气，和萧兰兰道过谢后，便把衣裳揭了下来。看得出来，萧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们关系非常不错，哥哥们很宠最小的妹妹。江穗回房间换上了萧兰兰的衣裳，又穿上了粉色布鞋，但因为她瘦，衣裳穿着还是稍微大了点，不过养养就好了，穿着还是好看的。她出来的时候，萧鹤川充当捧场王，一个劲儿的鼓掌。我媳妇儿真好看。江穗都给弄得不好意思了，他在现代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又是个社恐，容易脸红的毛病就算是穿越了还是存在。萧兰兰吃完早饭以后，就去找了自己的篮子出来，准备上山采菌子去了。四嫂，和我一起上山采菌子吧。面对萧兰兰的邀请，江穗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答应了。姑嫂2个处得很自然，只是没想到萧鹤川也非要跟着一起去。有媳妇了以后，他现在都不去找大壮了，也不和小侄子狗蛋一起玩了，就喜欢跟着他媳妇儿，生怕他一个人受委屈了。萧兰兰怕他上山以后乱跑，让他待在家里也不肯，愣是要跟着一起。没办法，只能带着了。路上还遇到2波同样进山采菌子的，都是15、16岁的小姑娘。基本上村子里这些活动都是由这些小闺女们组成的。她们3两成群的走在一起，互相之间打着招呼。但是看见萧兰兰的时候，都只是默契的看着她笑，并不说话。等她走远了，再交头接耳的凑在一起说她闲话，说她八字不好的闲话，说她没人敢要的闲话。切，这些事都说了1年了，还没说腻啊。萧兰兰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一开始她也会感到羞愤，感到绝望，可好在家里面从来没给过她什么压力，都是很耐心的劝她安慰她，她也就慢慢的麻木了。可每次遇见还是心里难受。江穗看萧兰兰强颜欢笑的模样，同为女孩子的她很能感同身受。不过她那里现在是现代人的灵魂，并不相信克夫命这种说法。光是爬山加走路就花了半个时辰。萧兰兰带着他们爬得比较高，找了一片板栗林子，他们是最先来占地方的，这里年年都能出不少的菌子。萧兰兰到了地方以后，千叮咛万嘱咐的让萧鹤川一定要跟紧了，不能乱，还吓唬他，要是乱跑了遇到野猪可就不得了，野猪可是会吃人的。萧鹤川的心智不过几岁孩童，自然对此事深信不疑，果然乖乖的跟在了2人的身后。3人开始埋头干活。江穗觉得采菌子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乐此不疲。萧兰兰带他们来的这片板栗林子也是神了，这些菌子就跟长疯了似的，才刚刚开始采就已经装了一篮子了，而且大都是鸡腿菇、羊肚菌、红菇这些，一个个又大又漂亮。哟，今年是个肥年啊，往年可不见这么多菌子。咱们今天带上4哥倒是带对了，太背的背篓啊派上大用场了。是，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菌子呢。江穗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是个现代人，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久了就对这些感兴趣，而且原神之前在江家的时候，每天家里的活儿都多到干不完，哪有空上山呢？上山采菌子这种好事儿都是江巧巧去的。嘿嘿，采菌子真好玩，我明天还要来。很快带来的篮子和背篓就全部都装满了。
三人才走完林子的一半，这时候才差不多中午。肖兰兰准备下午再来一趟，辛苦一段时间把这些山货晒干了，也是一笔收入，给家里减轻负担。因为肖家办个喜事的确花了不少钱。回到家里，周氏已经在做午饭了，刘氏则是不见踪影。肖母从菜园子除草回来，看见他们三个有说有笑的，还收获满满，内心十分满足。尤其是看见自家傻儿子这么喜欢他给娶的媳妇儿，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值得了。哎呦，你们今儿个撞大运了，让你们找着个风水宝地了，这是？没有，就是往年经常去的那个地儿。不过今年也不知道咋了，这菌子跟长疯了似的。或许是因为我四嫂身上有喜气的原因，所以运气好，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下午准备再去一趟，还有大把没有采回来呢。今年争取多晒点干货，好拿去镇上多换点钱回来。那是，都是沾你四嫂的光。下午去的时候可也得注意着点啊，可别摔着碰着了，知道没？娘，我也要去，采菌子可好玩了，我喜欢采菌子。好，咱们家贺川真懂事儿，真厉害。肖母笑着，也没忘了自家的儿媳妇。这一上午累了吧？一会儿多吃点，吃饱点。瞧你瘦的，赶快啊，养得胖胖的，娘才高兴呢。江穗红着眼睛点头，笑起来两个梨涡深陷，好看得很。你这孩子，你这哭啥呀？傻姑娘。啊，媳妇儿哭了？为啥哭啊？媳妇儿不哭，你要笑，你笑起来可好看了。哟，这孩子还挺会心疼人呢。肖母很是欣慰。厨房里，周氏忙前忙后的，又要看火又要烙饼的。肖母一进来看见刘氏不在，就问了一嘴：“哎，咋就你一个人？老三家的呢？”在房里躺着呢，说是害喜难受。刘氏害不害喜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就是想躲懒。他就刚1个月那会儿吐了几天，之后吃麻麻香，能吃能睡的。肖母也是无奈，这都是儿媳妇，虽说老三家的有了，但他也分配他干点轻省的活儿，帮着烧烧火、扫扫地啥的。结果他连这都不想干，老是找理由躲懒。家里的活儿全都是老二家的干，这时间久了，他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怨言。看来他得想个法子了，不然这老二家的怨气积累的久了，是要出事的。午饭吃玉米面饼子、南瓜稀饭，就点腌萝卜和腌咸菜，还有酒席剩下的白肉。喂，中午你咋不帮着嫂子做饭呢？嫂子一个人多辛苦啊！哎呀，我这不是不舒服害喜吗？哼，看你这胃口好的，也不像是害喜啊。我看你就是懒的。嘿，小叶，你啥意思啊？我怀的是你的种，你可是阴阳怪气的给谁看呢？我哪阴阳怪气了？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你没有吗？我给你怀个孩子，我之前吐成啥样你亲眼看见的。咋的？嫁到你家来就是来干活的呗？少干1天活，还得翻脸不认人的。哎，吵什么吵？先吃饭，下午地里的活不干了。肖母沉着嗓子发了话，刘氏这才感觉有点害怕了。不过这事儿因为他起来的，刚刚他叫唤这么凶，要是还继续没事人一样吃饭，他面子上也挂不住，干脆起身气呼呼的回房间去了。他还怀着孩子，这中午不吃也不行。于是肖母又看向三儿子：“老三呐，一会儿你给他端房里去，好好说，别总是大吵大闹的。”知道了，娘。肖老三只觉得自家这个熊娘们事儿真多，只许他阴阳怪气别人的份儿，人家就不行呗。饭后，肖母单独找了老二媳妇谈话，好生安抚了一番，又把自己房里一块花布给了他，周氏这才有了点笑容。吃完饭，江穗和萧鹤川又和萧兰兰一起背着背篓上了山，继续采菌子去了。还是那个老地方，好在没让人发现，菌子都还在。这一路上，光担心着风水宝地让人给发现了。三人不再耽误，赶紧采了起来。萧兰兰叮嘱了萧鹤川，不能跑出视线范围内，一定要喊一声就答应的那种。我跟着我媳妇儿走，不会丢的。他也是粘人的很，一直跟在自家媳妇儿身边，寸步不离的。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两人继续往前采。萧兰兰时不时的在后面喊一声，他们两口子便答应一声。走着走着，前面有一道山沟，里面传来一些动静，似乎还有动物的微弱叫声。萧鹤川和江穗同时听见了这动静。鹤川，别去，危险。媳妇儿，
我就去偷偷的看一眼，就看一眼，好不好？那咱们只看一眼，要是不对劲，咱们赶紧跑。然后俩人便来到了山沟边上，扒开绿植往下看了一眼。好家伙，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有了大惊喜。媳妇儿快看，下面有狍子和野猪，他们好像受伤了。山沟下头的确有一只傻狍子，还有一头野猪。狍子还活着，正发出微弱的呜咽声，似乎是摔断了腿动不了了。而在他旁边的大野猪不确定是不是还活着，反正是一动不动的，地上流了一滩红红的血。贺川，你快去叫兰兰过来，我在这里守着，快去！萧贺川看媳妇儿很急的模样，也顾不得内心的疑问和10万个为什么，他调转头就去找萧兰兰。哇，我的老天爷呀，咱们这是什么运气？这好事都让咱们遇到了。四哥四嫂，看来咱们家未来几个月天天都有肉吃了。真的？你怎么知道？哎呀，那下头不就是现成的肉吗？嘿，四哥四嫂，你们在这里看着，可得看住了，别让人发现了。我现在立马下山去地里找爹他们上来，把这狍子和野猪给扛回家。这2个倒霉玩意儿，肯定是打架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了，也不知道在下面多久了，居然没人发现。行，你快去吧，我俩在这里守着，注意安全。萧兰兰点头，不敢再耽搁，撒丫子往山下跑了。萧母下午闲着，就在房间里给江穗改衣裳，毕竟早上答应了他的。周氏得了块花布，也准备做2件贴身衣裳穿，于是便跟着萧母一块儿在房间里边说话边缝缝补补。正忙着，就听见院子里乒乒乓乓的一阵响。哎，咋回事？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兰兰呀，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4哥4嫂呢？你4哥4嫂没事儿，你听我悄悄告诉你。出啥事了？这是着急忙慌的。晚上你就知道了，好事儿。萧母得知了真相，这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了，转而换上了喜悦的笑容。萧兰兰还特意嘱咐他吊3嫂的胃口，别告诉他，就让他心痒痒。萧母也想着，正好他中午说话不讨喜，也是该捉弄他一下。而另一边，萧家父子4人在萧兰兰的带领下，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山沟发现狍子和野猪的地方。哎，野猪在哪儿呢？爹，三哥，野猪在下面呢，你们快看啊！哟，看着还挺肥，那狍子还活着呢。野猪看起来至少250斤往上走。咱们先下去看看，把他们捆起来，等天开始黑了，咱们再下山，走小路回去，尽量别让人看见了。江穗和萧兰兰姑嫂2个也已经把竹篮和背篓都装满了菌子。萧父让他们3个先背着菌子下山，不然天黑了路不好走了。他们4个则是在后面抬着野猪从小路回去。萧母和周氏已经在院子里架好大锅烧了水。他们萧家院子比较偏僻，在村子最里面，也是在山脚下，旁边呢就几户人家。江穗3人带着菌子先行回来，和上午一样收获满满。哎，累着了吧？快洗手吃饭，咱们先吃，你们爹他们在后边吃。他们刚吃完饭不久，萧父他们父子4人可算是回来了，从小路上回来的，路上也没碰见人。娘哎，我没看错吧？你们从哪里弄来的野猪和狍子？老四和弟妹他们在山上发现的，这2处神打架掉下了山谷了，让咱们捡到便宜了。咱们家现在不缺肉吃了哈，你偷着乐吧。爷儿几个赶紧吃了饭，休息好了，开始杀猪、杀狍子、刮毛和开膛破肚。野猪除掉猪血，大概是240斤的样子，狍子不到100斤，90多斤的样子。把肉都分好，还有野猪下水都要留着，可不能浪费了。大家忙活到半夜，烧着火把照明。除了村子里的狗知道这秘密，谁能知道他们家捡到野猪和狍子了呢？第2天早上，大家还是照常早起，除了几个爷们儿昨天累着了，得多躺会儿以外。娘，我和您商个事儿呗。行啦，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和你2嫂一人1块猪肉，1块狍子肉，拿回去孝敬娘家去吧。哎呦娘，就2块肉哪够啊？我家里2个弟弟呢。要不那个猪下水再给我点呗，我爹可爱吃猪大肠了。哼，你家有2个弟弟，那咱们家还有5个大老爷们呢，4个都要下地干活，他们都爱吃猪大肠。再说了，我也是一视同仁，你2嫂都没意见，你哪来的意见？就这么着了，啥也别说了。娘，那明儿早你给4弟妹准备了啥回门啊？也和咱们一样吗？
正好也要和你们说这事儿，免得你们有意见。这野猪和狍子呢，是老四家的发现的。你们回门的时候都是1块猪肉、1包糖，外加10个鸡蛋。如今正好赶上了，有现成的，不用花钱买。我准备呢，给老四家的带上2块猪肉、1包糖、10个鸡蛋，再拿半个猪肝。江家和咱们一个村的，那狍子肉就不方便让他们知道了，免得到处去传。算起来呀，你们还是占便宜了呢。要是没有老四家的这运气，哪有你们往娘家带的份儿啊？这算起来好像是那么个道理。陆续的，萧兰兰和江穗都起来了。萧母把昨天改的2身衣裳给了江穗。中午是萧母在家里做的饭，周氏和刘氏吃了饭就带着肉回娘家去了。下午没什么事儿，萧母干脆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山上采菌子。娘，兰兰，你们快过来啊！等母女2个过来的时候，只见江穗和萧鹤川站在一棵倒地的大松树前。娘，这也是我媳妇儿发现的，她说这是木耳，拿回去炒肉吃最香了。哎呦，乖乖呀，你们这是什么运气啊？昨天发现野猪和狍子，今天发现这么多的木耳，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娘，应该就是凑巧而已，咱们赶紧把这些木耳收了吧。采完以后，萧母想着赶紧走，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娘，我感觉这附近肯定还有不少，咱们再找找呗。至于您说的老虎，他们是深山野林、荒山野岭里面生活的。咱们这一片虽然说山多，可附近都是村子，村民们经常在山里活动。这些野兽除了冬天少食的时候会下山，到了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早都跑回大山里面去了。因为很多冬眠的动物都出来了，它们都不差吃的了，也就不会跑到这靠近村子的地方来了的。哎呀，来都来了，难道您不想多采点木耳再回去？那可都是钱。娘，我觉得四嫂说的对，这一片肯定还有不少。来都来了，装满了再走呗。那行吧，咱们再找找。不过呀，咱们得一块走，不能分开，都听见了吗？江穗3人连忙点头，尤其是萧鹤川，点头如捣蒜一般。等到带来的3个篮子、1个背篓都装满了，还有2棵倒了的枯木没有采完，看来明天还得再来一趟，不然这采不完的木耳放在这里烂了，怪可惜的。而且他们都知道了，要是不要了，这心里面得多刺挠啊。萧母回来就赶紧做饭，江穗也没闲着，帮着烧火。萧兰兰则是把今天下午采的那些木耳清洗干净，沥干水，好晒干。正好这木耳能吃到新鲜的，拿来炒新鲜猪肉，可香了。萧父从地里一回来，看见这么多木耳，又惊讶了一把，问他们哪里得来的。萧兰兰呢，便实话实说。萧父是没想到，这老四家的运气居然这么好，啥好事都能让他碰上。萧母把明天早上给江穗准备的回门礼备好，装在篮子里，还叮嘱2人早点起，早点睡。明天早上让萧鹤川陪着江穗一块儿回去。媳妇儿，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小娃娃呀？鹤川，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小娃娃啊？三嫂早上和我说，现在我有媳妇儿了，只要和媳妇儿一起睡觉，就会有小娃娃的，就像她一样。这个三嫂，我真的是服了，她居然和萧鹤川说这个。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还小，还没有到时候，所以不会有小娃娃的。要是等你哪天好了，你一定会很后悔自己今天晚上问出这句话的。等到你恢复的那天，便是我们2人重新认识的那天，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这些了。面对一个曾经素不相识的人，那还要等多久？1个月够不够？不够，至少还得要个3年吧。3年是多久？过年你知道吗？知道啊，我最喜欢过年了，因为有新衣裳穿，还有桃酥饼吃，有肉吃。从现在算起，等你过第3个新年的时候就到日子了。我知道了，媳妇儿，那我就等3个年以后找你要小娃娃，一言为定，骗人就是小狗。萧鹤川得到了答案，这才作罢。很快2人都睡着了，一直到第2天早上自然醒。除了他俩呢，萧母也是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梦。梦里有个老神仙告诉他，他们萧家来了个送福锦鲤，是个大福星，以后会一帆风顺，红红火火，让他一定要好好接住这福气。陈金花看见江穗回门，提了一篮子沉甸甸的东西，原本板着的脸才有了笑容。陈金花连忙把东西拿去了里屋。喏，喝水吧，新媳妇。不用了，我们不渴，这就要走了。哼，哟，现在找着婆家硬气了，
穿上新衣裳、新鞋子，可不得了哦！以为自己野鸡飞上枝头，成土凤凰了？你呀，最多也就是个麻雀，说是麻雀都抬举你了，自己上赶着的，还以为得了什么便宜。这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姐看着，等你们家老公公老婆婆干不动了，你上哪儿硬气去？唉，只怕到时候还不如从前呢。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我以后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哼，就是我媳妇说的对，等着瞧吧。哎呦，可笑死我了！就凭你，哼，我等着瞧就等着瞧。陈金花听着外面的动静，愣是一点没受影响，喜滋滋的想着怎么处理这2块肉和猪肝。肖母和肖兰兰特意赶在中午前回来，想着把午饭做了，但是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家里的院子已经升起了炊烟。我说咋的？陈金花没留你们吃个午饭再走？没有，我们去打了个照面，转身就回来了。而且我也不想留下来吃饭，无所谓。真是个铁石心肠的玩意儿！你好歹在他们家也10几年，真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唉，我如今倒是心疼我那些肉和糖了，尽数废了小人。哼，只是委屈了你碎丫头。娘，我不委屈，你已经让我很体面了。娘，我以后再也不去陈寡妇家里了，他们都是坏人，让我媳妇儿不高兴了。我媳妇儿不高兴，我就讨厌他们。好，以后不让你去了还不成？你呀，今儿个倒是懂事儿，还知道帮着看火呢。一会儿奖励你喝糖水。一听说有糖水喝，萧鹤川这才喜笑颜开，把不高兴的事儿甩在脑后了。2嫂周氏和3嫂刘氏是下午先后回的家，看得出来俩人回了一趟娘家，各有不同的感觉。夜里，萧老二的房间里，先别急着睡，把这药趁热喝了，我也喝，喝完咱俩再加把劲儿，争取早日怀上。可别，上次你娘整那个土方子，喝完以后还老子窜了3天，谁知道这一次又是什么玩意儿？可别把我给闹死了！呸！什么死不死的？难不成我娘还能害咱们不成？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俩能早日怀上孩子吗？是，她是不想害我们，可我娘不是说了吗？这种事啊，顺其自然就好。她又没催着你生，只是咱们和孩子的缘分还没到而已。反正我不喝，你最好也别喝，别到时候啊没毛病都给整出毛病来了。是，你娘是没催我，可你看看老3家的那个，仗着自己有了，啥都要压我一头，嘚瑟给谁看啊？张口闭口就是她怀着孩子，劳苦功高，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你再看看村里那些长舌妇，我哪会儿出门不被他们背地里笑话，笑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所以我只要一天怀不上，我就一天在这个村里抬不起头，一天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只能唯唯诺诺的干活，不该有怨言。我受够了，你知道吗？小面，你要是有心的话，你就照我说的办。你以为老子不想要孩子呀？但他就是怀不上咋整啊？这没脸的不是只有你一个，可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我是不是和你说过，等咱们攒够银子了，去找个好点的大夫瞧瞧？可你偏要自己折腾，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乱吃药，咋的？你娘说话比王母娘娘还好使呗？这都多少次了？你怀上了没？我就问你。反正这药萧冕是铁了心的不想吃，周氏被说的无言以对，泣不成声。而在另一边，萧家老3萧毅这边也没有安静到哪里去。哎呀，我昨儿个不是回了趟娘家吗？正好赶上我娘在给我哥张了亲事，说是我哥看上了村里哪家的姑娘，于是我娘就派人去说，人家姑娘倒是愿意，就是人家家里吧，要4两银子彩礼，还要整20红布，2只大公鸡送过去。哎呀，你也知道我家里人多，我爹呢又是个体弱的，干不了什么活，这些彩礼还有布什么的倒是好说，咬咬牙也能凑出来，可这后头办酒席不是还要花钱吗？我爹娘也不好意思找我开口，但是能借的都去借了，大家日子不好过，我就想着你能不能找咱娘商量商量，借个1两半两的，让我哥把这喜事给办了呗。你觉得咱家还能有钱？前几天才给贺川娶了媳妇儿，你亲眼看着呢，花的不少。去年咱俩成亲了，不也是你家拿去了3两银子彩礼？这前后不过半年，家里的钱早就掏光了，哪还有闲钱往外借啊？不是我说，你娘图什么呀？花5两银子给你傻子弟弟娶个干巴巴的媳妇儿回来，还操办这么热闹，真是打肿脸充胖子，把银子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我弟弟咋的你了？你这么嫌弃他？还有我娘的银子，她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管得着吗？就你家的事儿是正事儿的，啥都紧着你家就好是吧？我告诉你，你可以说我不好，
你就是不能说我娘还有我兄弟他们半句不是，没人欠你的。我不就是提一嘴吗？我也没说什么呀，不干就不干呗，发什么火啊？我肚子里还有你的种呢，你要是给我下出个好歹，有你后悔的。借钱的事我劝你最好别找我娘提，你家那边也不急于这1个月2个月的吧？等这几天地的活忙的差不多了，我就去县上找事儿做，多少赚点，有多的你就拿回去给你娘应急。还有，你少在二嫂面前提孩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知道了，你又不是不清楚我的脾气，我说话的时候哪里会考虑那么多？你的话我放心上了还不行？女人就是这样，只要你态度摆正了，她就能好好说话。萧逸这也算是软硬兼施了。今儿个早上，二嫂周氏迟迟没有起床。哎，萧冕呐，你也真是的，娘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和你媳妇儿吵，她心里苦着呢，着急上火那是正常的。等家里的活忙完了呀，你就赶紧去找点事做，赚银子带着她去看好大夫去。一会儿啊，吃完饭你好好哄哄她，你媳妇儿是个好的，勤劳能干，你不该欺负她。知道了娘，我会去哄的，让您费心了。萧家这几个孩子都被教育得很好，是非分明，三观正。饭后，江穗和萧兰兰继续上山采菌子，萧鹤川也跟着一起。今儿个又得琢磨换地方了。村里附近这2座山都被村民们采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走远点，多采点。3人走了差不多1个多时辰，这才选定了一座大山上去。这边的菌子不如之前那片板栗林子多，但是胜在大个，品相好。江穗和萧鹤川在一处，2人找得十分认真。江穗就好像是开了导航一样，一路走一路捡。走着走着，走到一棵枯木面前，定睛一看，枯木上居然长了3朵灵芝。江穗难掩激动，哎呦，这运道，将来要不要考虑做点生意啥的？江穗把手放在衣服上擦干净，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去摘那几朵灵芝，生怕把灵芝弄坏了。媳妇儿，你干嘛呢？转眼他看见躺在地上的3朵灵芝，眼睛一亮。哇，媳妇儿，好大的菌子啊，好漂亮。说着，他伸手就想去拿起来看。还别动，鹤川，这可不是菌子，这是灵芝，比菌子值钱好多好多倍呢，别弄坏了。灵芝是什么？灵芝是中药材，很值钱的中药材，可以救命的。江穗为了不破坏灵芝，把自己篮子里的菌子一股脑的都倒在了萧鹤川的背篓里面。2人转头去找萧兰兰报喜。天哪，四嫂，你这是被福星附身了吧？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啊？我也不知道呀，反正就是遇见了。我估摸了一下，这几朵灵芝至少也得6、7年的年份了，就是不知道能值多少价格。最好是能趁着新鲜赶紧转手卖了，还能多得点钱呢。你说的对，我们要不要再在这附近继续找找？就像你说的，既然出现了，就代表这附近肯定还有。兰兰，这灵芝之所以稀罕，就是因为它不是菌子、木耳这种常见的东西，物以稀为贵，这东西遇见了就是运气。这要是到处都有的话，那还能算得上是稀罕吗？也是啊，四嫂，你可懂得真多。是我俗气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找找看，万一见鬼了呢？萧兰兰还是想要继续找找看的，谁能和钱过不去啊？就像她说的，万一见鬼了呢？既然如此，江穗也只好依着她。于是3人拿着棍子开始地毯式搜寻，但是很遗憾的是，找了很久，菌子找了不少，就是再也没有看见灵芝的身影了。正当萧兰兰准备放弃的时候，只听不远处再次传来了江穗的惊呼声。哎呀，灵芝呢？在哪儿啊？灵芝没有，人参倒是有。啊，人参在哪儿呢？那这就是人参啊。四嫂，你确定没和我开玩笑？我当然没有开玩笑，因为人参长在这树的下面，需要耐心去挖。等着吧，我给你们挖出来看看。江穗拿着锄头把表面上的土松了松，然后就开始徒手去挖，倒腾了将近1个时辰，终于把2颗人参挖了出来。哎呀，还是不小心弄坏了一根，咱们得少赚几两银子了。四嫂，你别难过了，你想想看啊，这要是换作是我，1两都赚不到，何况是少赚几两呢？有总比没有好，看开一点吧。那正好，这个弄坏了的参刚好拿回去煲汤喝。三嫂不是怀着孕吗？可以补一补。听你的。那咱们是现在回去，还是继续再看看呢？咱们先回去吧，
把这事儿告诉娘，尽快出手是最好的。媳妇儿你好厉害啊，每次都能捡到宝贝。贺川也很厉害呀，这几天很乖呢，从来不喊苦累。等人参灵芝换了银子，叫娘给你买好吃的。他现在就是小孩子，所以用好吃的来哄是最有用的。三人没再继续耽误，提着今天的战利品就回家去了。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这是又找到风水宝地啦？是啊是啊，今儿个收获还不错，所以就早点回来了。萧兰兰把装了灵芝还有人参的篮子紧紧地护在手边，上面盖着一块布，原本是为了保证菌子新鲜，不被太阳晒蔫巴的。这会儿也没人能隔着布看见里头的东西。江穗见状，看见一边不做声倚着房门吃瓜的三嫂刘氏，也就明白了萧兰兰的意思。刘氏看没什么好打听的，也就继续回房里待着了。咋的了，碎丫头？你这是要跟我说啥呀？娘，我今天又弄到好东西了，你瞧。哟，这可是灵芝。是的娘，这些都是灵芝，还是品相很好的灵芝。这2根则是人参，应该能卖不少银子。不过很可惜，有一根被我给弄坏了。哎呀，老天爷呀，我真是没在做梦啊！穗穗呀，你可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娘，咱们明天就找家好的药铺，把这些灵芝和人参卖了吧，以免夜长梦多。至于那株坏了的人参，就留着煲汤用吧。三嫂怀着孕需要补身子，二嫂的身子也需要调养不少，别浪费了。好，听你的，东西是你带来的，你说咋办就咋办。明天呐，娘带你去镇上的药铺走一趟。娘，咱们镇上离县里头远吗？说远也不远。如果是搭马车去的话，一来一回也就1天。早上天不亮就动身，手脚快的话，能赶在天黑之前回来。穗穗，你可是还有别的打算？娘，我想着这么好的药材，品相俱佳，要是在镇上的药铺，铁定会被压价。咱们又是头一次去买卖药材，一出手便是灵芝人参，就怕别人欺负咱们是外行，低价买入，到时候转手就高价卖给那些地主富豪了。但如果能跑趟县里的话，咱们肯定能多赚点。县里南来北往都是生意人，市场大了，识货的人就多。到时候咱们直接去最大的药堂谈，这些大药堂根本就不依靠这点子差价赚钱，那种地方才是主打治病救人的，他们只需要自己的库房多点好的药材托底，到时候就不是咱们被压价了，相反咱们还能抬价呢。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几朵灵芝少说得有6、7年的品相，这些人参也不差，咱们可得好好计划，别怕麻烦，能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不是？你说的对，镇上那些个药铺就只想着怎么多赚点咱们这些小老百姓的银子，根本呀没什么良心可言。每回去抓点药，恨不得把那药材全给你抓回去才好，一个个精打细算，吃不得一点亏，有啥好东西都拿去讨好那些个地主员外了。穗穗啊，还是你聪明，你脑子可比娘好使多了。这样吧，那就依你说的，咱娘俩明天跑趟县里去，一会儿我就找二麻子说一声，让他明早套上个牛车，天不亮咱们就动身到镇上去赶县里的马车。婆媳俩人敲定了主意，明天一早跑一趟县里。临了，萧母还特意嘱咐江穗，让他先把这事儿兜着，家里人谁也别告诉，一切等回来以后再说。萧母出来以后，特意找到萧鹤川嘱咐了一番，让他千万别说漏嘴了。萧母又去找了二麻子一趟，让他明天早上天不亮就套好牛车等着，送自己去镇上。给的理由是他要带新儿媳妇去一趟寺庙拜拜神，给他添点香火气。对家里也是这么说的。二位，看诊还是抓药啊？小哥，我们不问诊也不抓药，我们是来卖药材的。这位婶子，我们济善堂有专门的药材供应商，平时不收零散药材的，要不您还是去别家问问看。这位小哥，我们带来的并非是普通药材，你瞧，这样的济善堂可愿意收？昨天才新鲜采摘的，保存完好，品相俱佳，劳烦您进去和管事的通报一声，给个机会吧。江穗带他看清楚以后，便迅速盖上了花布，面上不显不露。行，那我进去通报一声，二位稍等片刻，我去就来。小司麻利的跑回了药堂里，找到了济善堂花溪县分号的管事，和他简单说明了情况。管事听后，让他去把人请进来，到后面的茶室去谈。二位，东西先让我看看吧。我们济善堂行事一向公正，若是东西好，肯定不会叫二位吃亏的。管事的用十分专业的手势，拿起其中一株紫灵芝放在手上打量。没一会儿，管事的已经看完了。二位，东西我已经看过了，是好货。
这2朵紫灵芝的年份大概在10年左右，品相算是上乘。按照市面上的回收价，我给你们8两银子1朵。至于这朵赤灵芝，年份大概是8年左右，品相较2朵紫灵芝稍微次了一些，就算5两银子吧。这根参是野山参，年份的话不到30年，但是根须茂密，胜在品相，就算4两，加起来一共是25两银子。2位看看可行？管事儿仔细的把这里头的门道说给娘俩听，并没有占他们便宜，给的是实诚价。可以，您是个爽快人，积善堂的名声在外都是夸奖的好词儿，我们也信得过。就按您说的，25两银子成交。行，我这就让账房出2张字据，买卖有凭有据，你我都放心。待字据写好了，咱们都按过手印，落了名以后，我就让账房准备现银给你们。很快，账房先生便拟定好了1式2份的字据，萧母和管事的1人1份。管事的已经在2张字据上写了名字，还按了手印儿，右下角还盖了积善堂的印章。可轮到萧母的时候，他犯了难处。他按着手印儿可以，可是他不会写字啊。可江穗之所以让萧母签字，原因很简单，原主江穗没有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根本就不会写字。他也不能随便露馅儿不是？要不然连本书都没摸过的人突然会写字了，岂不是招人怀疑？这位大娘，您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可以代笔，您把名字告诉我就行。但我有言在先，这字据上的内容你已经清楚了，有关于银子的哪儿都不能含糊，事关你我2人的利益，我一手交了钱，你一手交了货，日后东西出了问题，你可就不能独善其身了。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给管事的，管事的拿起笔，在他按的手印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但在结账之前，管事的还得再问一问：2位是哪里的人呢？家住何方啊？这个咱们积善堂也得打听清楚，不怕1万就怕万一，日后方便寻人。管事儿的，我们娘俩是婆媳关系，我们是花溪县白马镇仙鹤村的。我丈夫家姓萧，村里就我们一家姓萧的。我有4个儿子，到时候去了一打听都知道。哟，那您好福气啊，4个儿子，以后享不完的清福。还有你这儿媳啊，也是这个？那是，这是我4儿媳妇儿，数她乖巧聪明呢，懂得还最多。账房很快拿着银子过来了，2个价值10两的银锭子，还有5两碎银。管事的，能否麻烦您给我们把这2个银锭都换成碎银？都换成碎银子，这是何意？管事的，我们都是庄稼人，家里离这县里也远，这银锭子揣在一个兜里，未免太招人注目。我们娘俩又都是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对吧？小心点总是好的，所以我就想着要把这银锭子换成了碎银子，我们更方便带在身上。还有一句话说得好，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要碎也不能全碎了，不是？再一个，换成碎银子的话，平日里也好花销，能找得开。嗨，都是小事儿，给你们换就是了。你倒是心思细，考虑得很周全。他一看江穗就是个当家的料。买卖做完了，管事的让伙计送娘俩出门，十分客气。才走下台阶，一辆马车便停在了积善堂门口。马车上走下来一个年轻男子，身着浅蓝色锦衣长袍，袍角和袖口绣着竹子，浅浅的，很是清爽好看。腰间还配着香囊玉佩，头戴玉冠，是个贵公子。二公子你怎么来了？快请进，我这就去告知管事。路过华西县，顺便过来巡查一番。最近店内可有所事繁杂？公子的声音温润，一如其表。但江穗和萧母也只是顺道看了个热闹，没放在心上。走，咱们去给贺川买桃酥去，再去给你买些花布，裁2套衣裳穿。哦，还有，答应你嫂嫂们的绣花鞋，那鞋底子还有里子面子都得买去。不过你放心啊，我不花你赚的钱买，娘花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这些钱啊，都是你赚的，自然都给你。哎呦娘，什么你的我的，你花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吧，今天买桃酥回去就行，至于别的就改天在镇上买吧。路途遥远，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拿着也不方便，而且我也不急着穿新衣裳。县里头的东西肯定是比镇上贵，所以咱们还是改天去镇上再买吧。今天就早点回去算了。而且财不外露，咱们穿这么寒酸，还大包小包的整，那不就是在露财吗？那行，就听你的。今儿个只买桃酥回去，多买点，大家一块儿吃。好嘞，买桃酥去。江穗一手挎个篮子，一手挽着萧母的手，娘俩乐呵的去找糕点铺子去了。江穗觉得什么都可以不买，但答应萧鹤川的桃酥一定得买。但是娘俩不知道的是，
这才前脚踏进了糕点铺子，后脚身后就跟了一个年轻的男子，搁那店门口东张西望的，似乎是在确定些什么。肖母一共买了2包桃酥，这桃酥38文一包，贵的嘞，里头也就10多块，但是架不住它好吃，还经得住放啊。买完了桃酥，婆媳俩就一路出了城，赶了快要出发的一辆马车回了镇上，又到镇上坐牛车回村里，申时就到家了。嘿，你们娘俩够能耐的呀，这么大的事儿居然能憋着不说。那哪能说呀，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许说，这银子是穗穗的，灵芝人参都是他认出来带回来的，咱们可不能惦记。他想怎么花那是他的事儿，愿意让我们沾瓜你就偷着乐吧。哎，你可得把嘴闭严实了啊，别让那老2家的和老3家的知道了，到时候他们要是插一脚进来，这银子你是分呐还是不分呐？要是分了，那对穗穗也不公平啊，毕竟他们俩可没出一点力气，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到时候可别把他们妯娌之间的矛盾给搅和出来。我知道，老婆子，我是那不明事理的人吗？我不会说的。再说了，江穗嫁给咱贺川本来就是委屈了，人家不嫌弃有啥可挑的？要我说，她是3个儿媳妇里边最省心的一个，或许真像你说的，她是咱们家的送福锦鲤，她一来呀，啥好事都可劲儿的往咱们家钻呢。是啊，穗穗乖巧，人也聪明，主意正，在外头也撑得住场子。以后啊，我可是多了个帮手啦。哎，对了，还有1半的银子在我这儿呢，我得给穗穗送过去。这会儿啊，给你瞅瞅，白花花的银子可美了。他把钱袋子宝贝似的拿出来，松开口子给萧父看，里头都是碎银子，摇一摇还磕得叮当响，让人看了听了浑身舒坦。萧母准备去一趟江穗那里，这刚出门就迎面撞上了江穗，他也来找萧母送那另一半银子。孩子，这都是你赚的，都是你的，娘可不能要。我刚才还说要把身上这1半也给你送过去呢。娘，我是认真的，这银子就放在你那里，以后家里哪里有需要就补哪里。说实话，我很感谢您把我从江家带出来，让我脱离那个魔窟，对我好，给我体面。要不是您，我说不定已经被卖给镇上哪个地主当小妾去了。您对我的恩情，我心里记着呢，一辈子不敢忘。所以，我当您是亲娘，相信您，也想对您好。这银子就放在您这儿，我放心。而且我那屋里平时人来人往的，这不是怕丢吗？那行，你既然都这么说了，那这银子娘就暂时帮你保管着，你要用的时候我再给你，不会乱花的。不用，我都说了，家里哪里需要就补哪里，不用顾及我。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2家话。再说了，往后贺川要是好了，他肯定还得继续念书，念书不得花银子啊？这银子可以攒着，将来给他念书用。穗穗，你真觉得贺川将来还能好？能好，一定能好的。贺川不是一般人，他得是天上月，总有圆满的那一天。亲临起飞池中物，他小时候那么聪明，老天要是有眼的话，断不会叫明珠一直蒙尘。说得真好，穗穗，你也不是个一般人，因为啊，一般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可一点都不像没有念过书的呀。对了，娘，这25两银子拿3两出来给兰兰吧，她也出了力气，这是她应得的一份。您记得给她，让她拿着当个提起钱。她的情况我也知道，既然夫婿难寻，那她自己的腰包就得硬气点，以后才能护得住自己。江穗始终记得萧兰兰的那一份，她被命格的事情给烦扰着，找不到好的夫婿，有钱也行，钱能买到快乐和安稳。萧母看她居然还惦记着兰兰，心里又是一阵感动。江穗走了以后，萧母就按照他说的送了3两银子过去给萧兰兰。萧母把江穗的意思说给他听了，萧兰兰见了那3两银子，一时间思绪万千。既然夫婿难寻，那自己的腰包就得硬气点，以后啊才能护得住自己。你四嫂这么惦记着你，你可得要记她的情。我知道了，娘，我不会忘记的。3个嫂嫂里面，我和四嫂最合得来，年纪也差不多，我俩有话说呢，以后也多个知心人了。好，那你把银子收好了啊，千万可别弄丢了。时候不早了，娘就先回屋睡去了。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了几天，地里的活儿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萧父他们父子几个也就闲了下来。于是兄弟几个商量着各自出门找点活干，也好挣点银钱回来压箱底儿。老大虽然丧偶，
但他还有个儿子，爹娘平时帮忙看着，他得负责做事赚钱回来补贴。老二老三也都有家室了，平日里总不能伸手和爹娘要钱，自己的小家也多少得攒点零花。尤其是老三马上升级当爹了，那不得把媳妇月子要吃的鸡蛋钱挣到手。而香兰兰和姜穗他们采的菌子已经够多了，于是这2天便没再上山，而是老老实实搁家里待着，没事帮着萧母干点活。4月份的天气，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一家人搁院子里晒着太阳，顺便商量一下去哪里找活干。赶巧刘氏的娘以及哥哥刘江就来了，刚巧赶上午饭的点儿，亲家来了，萧母下厨炒了肉和蛋，还蒸了大馒头，该有的礼数一点不差。吃饭的时候，刘氏的娘才告诉他们，说是自家大儿子刘江下个月就要成亲了，已经定了下来，是来报喜的，请他们一家人到时候去喝喜酒。要成亲可是大好事儿，萧父萧母笑着祝贺道喜。萧母眼明心亮，心里知道亲家母这一回亲自过来，保不齐得和钱搭边儿。他心里盘算着，要是借个1两半两，他多少还是愿意的，但要是借的多了，他也拿不出来。在饭桌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也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刘母便一直忍着没说，一直到吃完了饭以后。亲家母，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商量。啥事儿啊？您说，需要我出力的地方我绝不含糊。倒不是需要你出力气，就是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找你开口的，但又实在没办法了。哎呀，你就说吧，老姐姐，我听着呢。是这么回事儿，我那大儿子刘江啊，今年也已经20有2了。寻常男儿这个岁数，孩子都有了，就他还单着。今年好不容易有个看上他的姑娘，愿意和他过日子。哎，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算硬朗，开春的时候又病了一场，花了不少银子。这不事儿赶事儿了，这节骨眼上家里好事将近，我想着这好事不能多磨呀，可又奈何人家姑娘家要的彩礼多，说是要4两彩礼，外加扯几尺大红布做嫁衣，还得要口大红木箱子添彩。好妹妹，你说这不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吗？又是彩礼，又是布，又是红木箱子的，那到时候办酒席也得花银子啊！我这实在是没法子了，腰包瘦，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好事搅黄了，这才舔着脸来求你了。亲家母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你，但是你也要知道呀，我们家前些日子才给我那4儿子办了喜事儿，娶了媳妇儿，如今这腰包也瘦着呢。不过你放心，多少我还是得帮帮你的。我这儿还剩着1两银子，一会儿我就都拿给你，你先凑凑，毕竟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你再找其他亲戚凑凑，先把儿媳妇娶进门。至于银子嘛，来日方长，以后再慢慢还就是了。不行啊，亲家母，我这能借的都借了，大家都困难，我也是没办法了才舔着脸来找你开口的。你看看能不能再多添点儿？亲家母，你这话说的，那他们有难处拿不出银子来，我们就没难处了吗？这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我这儿还有一大家子人要等着吃饭呢。我这1两银子已经是我们家的全部了，你愿意拿就拿着，不愿意就算了。萧母也不惯他的毛病，和你好言好语的说，你还得寸进尺上了。刘母见谈不拢，索性也不装了，气呼呼的就去找自己闺女去了。刘氏那哥哥刘江则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的，也不知道在寻思啥。过了一会儿，刘氏气势汹汹的冲了出来，直接找到萧母撒泼。哼，好啊，你们萧家人够精明的啊！兜里揣着好几10两，吃独食偏心小的，藏着掖着不告诉大家伙，把大家都当傻子蒙在鼓里呢。哼，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结果这心眼子比谁都多。萧毅见自家媳妇儿在这大声嚷嚷，连忙走上前来。你又发什么病呢？大家都跑到院子里来了。我发病？萧毅，你自己问问你娘，干的是这事儿吗？带着自己的小儿媳妇儿，偷偷摸摸跑到县里去卖灵芝人参，赚了好几10两回来，愣是一个字都不透露，还搁那装呢。要不是我家里人亲眼看见了，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拜神去了呢。结果呢，是去卖声发大财去了，赚的银子一点都不打算分给你，全都留给他那傻儿子呢。哼，我倒要看看他这么偏心那个傻子，
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了整个院子。我和你说过的，不许骂我娘和我兄弟。萧逸，你居然敢打我女儿，我和你拼了！你敢打我妹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撸着袖子上来，就直接给萧逸脸上来了一拳。萧逸也不还手，自知理亏呀。可萧家几个兄弟不能眼睁睁看着萧逸挨揍，于是上前来拉架。大概这萧母和江穗都没有想明白，这事儿为什么会被刘家人知道？难不成是那天在县里被他们看见了？可就算是看见了，也不该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积善堂不可能这么好打听事情，别人一打听就全说了。不过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场面，不然这大白天的，虽然萧家偏僻，平日里院子前没什么人走动，可万一被人看了笑话咋整？于是够了，都给我住手！随着萧父吼了一声，院子里的人才安静下来，看向他。哎，你刚刚说我昨天带着江穗去了一趟县城，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也的确是去卖灵芝人参了。哼，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也就没必要瞒着了。可这事儿我得说清楚，不存在什么偏心不偏心的。因为卖灵芝人参得来的银子，除了江穗以外，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灵芝人参是他找到的，他采回来的，这一点兰兰和贺川都可以作证。要不是他，我们也根本不认得什么灵芝人参。我呢，只是陪他去了一趟县城而已。那既然是他采回来的，那这些银子就都是他的，谁也没有资格过问。更别提你们这些没有出过一点力的，还想分一杯羹不成？说到这里，一直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周氏也抬起了脑袋，先是看着萧母，随后看向了江穗，眼神里头说不清有什么情绪，总之没看到贪婪。哼，娘，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你平日里不是最喜欢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吗？那既然江穗已经是萧家的儿媳妇了，那她和我们就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那赚了银子何必藏着掖着，拿出来大家伙一起花呀？平日里三个兄弟照顾着老四，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帮衬帮衬兄弟怎么了？你说的倒轻巧，说这话之前也不问问自己，换作是你拿到这笔银子，会不会想着拿出来大家一块用呢？你自己都做不到，何必要求别人做到？哼，我娘只是想管你们借点银子给我哥娶媳妇而已，又不是不还了，干嘛这么小气，还藏着掖着的？就是，我们又不是不还了。贺川媳妇儿，我看你呢也是个乖巧懂事的，一定能明白婶子的难处。只要你愿意借婶子银子，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成不？这银子我当然愿意借。我就知道，你一看就是个好孩子，懂事。哎，别啊，四嫂，这银子借了可就是肉包子打狗了。嘿，你这丫头真是少教，你说谁是狗呢？一个黄花大闺女不在自己房间里待着，你出来凑什么热闹？刘婶儿，你想借多少银子啊？我算了一下，彩礼加上红布，加上打箱子柜子这些家具的银子，还有到时候办酒席的银子，借个10两银子差不多就够用了。10两？那真是狮子大开口，他咋不上天呢？这到底是他娶儿媳妇还是想萧家帮他娶儿媳妇？10两花不完还能有剩，到时候日子可滋润了。好家伙，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10两啊，有点多了，不过也不是不行。哎呦，不多不多，听说你们一共卖了25两银子呢，10两银子算什么？你说是吧，贺川媳妇儿？哎，婶子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长得又俊，心眼又好，你这么善良的人，以后是会有福报的。瞧瞧，他果然打听的门儿清，连人家卖了多少银子都知道。他现在那叫一个高兴啊，感觉得来全不费功夫，还得是未经世事的小丫头好骗。萧母急坏了，捂着额头不知道该咋说。他真以为江穗同意了，心道这孩子真是糊涂啊。萧父在一边也是干着急，又不好说什么。那原本话也是他们自己说的，这钱老四媳妇说了算，结果就让人钻了空子了。年轻人还是经历的少啊。婶子，这银子可以借给你们，但我可得有言在先。啥言啊？你说，我们听着。这借钱呢，讲究个有借有还，想必大家都清楚。不过在我这里要想借我的银子，那可有点麻烦。不就是借个银子吗？能有多麻烦？你要是怕我们不还，给你写个借据呗。借据自然是要写的，但我所说的麻烦
是这10两银子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要求得在借据上写明还款期限。我想1年应该差不多够了，只要你们在借条上写上1年后如期归还10两银子即可。除此之外，我还要拿着这借据专门去一趟镇上，找到庭长大人做个公证，盖上印章生效。1年后若是你们不按时归还，我便可以去庭长大人那边上诉状，请庭长大人代为出面索要欠款。综上，你们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就照我说的办。借据盖完章以后，我就把银子借给你们，如何？在古代呢，镇上处理民事纠纷的官员称为庭长，隶属于县令管辖，无品阶，但实俸禄。万万没想到啊，江穗原来在这儿等着呢。这下子轮到萧家人心情舒畅了。嘿，老四媳妇儿，你也不必如此刻薄吧？都是一家人，何必弄得那么生分？银子我们会还，用得着闹去庭长大人那里去吗？哎，就是，也不怕为人笑话，多大点事儿啊，还要找上庭长了？不想借就直说呗。切，是求着你们借钱了不成？哎，这话可就不对了。什么叫小事儿？10两银子对于咱们乡下人来说，那可不是小事儿，超过5两就能去庭长大人那里盖章的。再说了，老话说得好，亲兄弟还明算账，这刘家大哥和贺川他们也不是亲兄弟，那就更加得算清楚了。反正这银子我是愿意借的，我只是合理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你们不同意我也没什么损失，毕竟谁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真没看出来呀，老四媳妇儿，原来你才是道行最高的那个，一张嘴能翻出花来，平日里还真是低估了你。哼，那是，道高1尺，魔高1丈，不知道的还多着。小叶，你哑巴了是不是？看着你媳妇儿被人欺负，你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你想我有什么表示？今儿是我的错，我对不住你，不该动手。你们想怎么打我骂我来解气都行，但我还是那句话，说我可以，说我父母兄弟不行。他们没做错什么，家里更没亏待过你。四弟妹的银子，你们想借，人家还不能提要求了，又没收你们利钱，不乐意也没办法。哎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这还怀着孩子呢，我的人都欺负我，自己爷们儿也不心疼我，我死了算了。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是娘没本事，护不住你，也没那么大面子，让你婆家人瞧不上。不过没事，他们不稀罕你，娘稀罕你。你收拾东西和娘回家住去。眼看着刘氏要闹着回娘家，萧母还是着急了。这刘氏再怎么帮着娘家胡闹，可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于情于理也不该就这么让她回去。可萧毅也在气头上，他一个大男人不要面子的吗？行了娘，他要走就让他走，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她一个嫁出去的女儿还怀着孩子，长期住娘家不回去，除非她不怕村里人议论她，说她闲话。很快刘氏就收拾好了包袱，他娘扶着她往外走，头也不回的。我告诉你们，我妹怀的是你们萧家的种，你们要是不怕村里人笑话自己的孙子还得姥姥家养活，就自己拿出点诚意来，要是诚意不够的话，休想把我妹接回去。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要想人回去，那就拿银子来借。这回可不是借了，这回是明着要。这娘儿几个可倒好，走之前满村子走了一遭，刘氏还哭哭啼啼的，唯恐村里人不知道她是受了委屈回娘家的。这下子村里人又有热闹看了，一个个的在那瞎猜是为了什么，啥版本的都有。消息还是萧鹤川带回来的，他今天跟着村子里的一群孩子去水田挖泥鳅去了，他挖的最多，挖了几条大泥鳅回来。他也是看见三嫂刘氏哭哭啼啼的走了，村里人都在问他怎么回事，他这才带着自己的战利品跑了回来。之前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娘，这可咋办呀？这村里人那些个嘴，怕是什么难听的故事都编得出来。怕什么？他们会做给别人看，咱们也会，不就是想让村里人议论咱们吗？咱不怕，问心无愧就好。打明儿起，老三，你隔几天就去你媳妇儿那儿送一次鸡蛋和肉，再送点苞米面，送点菜啥的。就他们家那个尿性，你去了没见着银子，肯定不受待见，但是东西他们肯定会留下的。只要是菜都收了，那就算是咱们尽责了。无论如何也惦记着他和肚子里的孩子，怕他吃不好。
到时候说起来，那咱们也有话还回去。至于村里人，他们说就说呗，咱们一趟趟的、巴巴的送吃的喝的过去，大家都长了眼睛，都会看的。他自己闹小脾气不肯回来，那能怪谁？反正咱们家给他们留面子了。四嫂，你可真厉害，我还以为你真打算借银子给他们，原来你早就想好说辞了。我一想起他们那狗急跳墙的样子就好笑，有气又拿你没办法。萧鹤川在一边听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不过他才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自己挖的泥鳅，他媳妇儿喜不喜欢吃。媳妇儿，特意给你抓的泥鳅，吃完了好长个儿。嘿，他呀还惦记着江穗长个儿这事儿呢。江穗越看他越觉得可爱。另一边的萧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郁闷不已。他想起来第一次见刘氏的时候，他笑起来含羞带怯的，说话也温柔，怎么娶回家以后就都变了呢？温柔小逸没几天就原形毕露，嗓门也大了，心思也多了，说话更是嘴带刺。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他满心满眼都想着娘家的哥哥弟弟。适当的帮是情分，可以说是兄弟姐妹间关系亲，但是过了头可就让人生厌了，搞得自己在家里里外不是人。刘氏走了的第二天，萧母一大早从坛子里捡了8个鸡蛋出来，又拿了布口袋装了1口袋苞米面，还有1小袋自家磨的面粉，让三儿子拿着送到刘氏那边去。萧逸虽然还生着气，但也听娘的话，拿着东西去送去了。果然如同萧母所料啊，他去了以后，刘家人连门都不让他进，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可送来的东西全都收下了。2个村子里的人都看见了，萧逸拿了很多东西送去丈母娘家。一时间呢，大家的口风也变了，那些个故事也变了变。不过萧家人可不在乎他们说了点什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萧父已经决定了，先和老大老二去县里找活干，他们父子几个最不缺的就是一把子力气。走的头一天晚上，小敏，我有事和你商量。喂，你不会又搞了什么土方子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喝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没有土方子，我这段时间天天在家没出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心里头有个主意，想和你商量商量。你说吧，我听听怎么个事儿。我想找四弟妹借点银子去县里看大夫，从前只在镇上看，那些个大夫都没谱，咱们手上也没银子找更好的大夫。我想着，我听娘说县里有个积善堂，里头的大夫看病很厉害，我想去试试。正好四弟妹手上有银子，我先管她借着，等以后赚了银子咱们慢慢还给她。可是这事儿我不好开口，她刚进门不久，我和她关系也不亲近，但你们兄弟几个感情好啊，你能不能找娘说说，让她帮忙劝劝四弟妹？咱这回是看病，也不是为别的，四弟妹那么通情达理，应该能同意。萧勉在心里琢磨着，迟迟没个动静。哎呀，你说说你，倒是给句话啊，不作声是什么意思？媳妇儿，你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行，四弟妹是个讲理的，你要是和她说借银子是为了看病，她准能答应。但咱们不能现在和她开口说，再缓缓。前头才出了老三媳妇那档子事儿，现在说不合适，咱不能让四弟妹里外不是人呐。你说她要是借给咱，不借给三弟妹家，三弟妹那性子要是知道了，还不得闹翻天呢？她还怀着孩子呢，这是不能激动的时候，万一有个好歹，咱们可担待不起啊。左右我俩也熬了几年了，不差这几个月了。正好我明儿个去县里找活了，刚好在县里先打听打听，免得日后像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你说是不？萧家这几个兄弟就是这样，凡事先想着家和万事兴，因为从小爹娘就教育他们，家无论如何不能搅散了。可是现在不说，万一这之后再出点啥事儿，那银子都花光了，可咋整啊？呸！乌鸦嘴！你想盼着出啥事儿啊？咱们一家人谁都得好好的，万事如意，不会出意外的。媳妇儿，你就放宽心吧，别多想。你瞅瞅你一天天愁的，以后没事啊，多和四弟妹还有兰兰说说话，出去走走，别总把自己闷着。我这不是在外面挣钱吗？万一有点啥事儿，咱以后就靠自己呗，能有啥呀？周氏心里委屈啊，但他也不是全然不懂事儿，于是点点头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天微微亮，父子三人就背着包袱出了门。周氏也听萧勉的话，开始主动和江穗还有萧兰兰相处。他很会针线活，特别会绣鞋垫子，他没事就教江穗和萧兰兰绣鞋垫子。江穗对于针线活是一窍不通。啊，四嫂，你咋又把自己扎到了？萧兰兰无奈地看着他，看来他家四嫂果真不太适合做针线活。四弟妹，你别急，慢慢来。
针线活是细活，急不得的。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媳妇儿，你别绣花了，你手指头都扎破了。上头的哪是花啊，明明是蜈蚣，一点也不好看。但是这话他不敢说，感觉说了会被骂。咋了？绣的不好看吗？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知道我没这个天赋，可是在家啥也不干也太无聊了。算起来，江穗加入萧家已经差不多1个月了。短短1个月内还发生了挺多事儿的。最近这段时间，三哥萧毅又去了一趟刘氏那边送东西，还是不被待见。四弟妹，你要是觉得没事儿做的话，我知道有个地方长了几棵野杏子树，估摸着已经熟了，你可以和兰兰一起去摘野杏子。那地方可隐蔽了，没几个人知道。就是那野杏子吧，有点酸，摘回来可能你们也不爱吃。一听说摘野杏子，萧鹤川立马来了精神。摘野杏子啊，我要去。那走吧。好，那就摘野杏子吧。酸没事，可以做成酸杏干啊，还能长时间保存呢。江穗其实是想着家里有孕妇，酸杏干应该能派上用场。他不是说为了刘氏，那不是还有二嫂吗？他指不定哪天就怀上了。说走就走，江穗还有萧兰兰以及萧鹤川就去找野杏子树去了。萧毅把大概的地点告诉他们了，确实有点偏僻。这一次只背了个背篓，也没想着能摘多少野杏子回来。野杏子树藏在一个山涧里面，里头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小池塘，山上的泉水从上面分成几股流下来。5月份山花烂漫，山间总能看见几簇红色，风景美不胜收。萧兰兰已经发现那几棵野杏子树了，树上结的果子说多不多，但也不少。怎么样，好吃吗？不酸，一点都不酸。你瞧，江穗信了他的邪，很给面子的咬了一大口，一口下去，口舌生津，五官都扭在了一块。坏兰兰，你讨厌！萧兰兰恶作剧得逞，笑声十分张扬，银铃似的。他们俩玩闹到间隙，萧鹤川已经摘了1兜子野杏了。媳妇儿，兰兰，快过来，我快装不下了。野杏子树长不了太高，所以结的果子也就那些，还有一些没熟透的，萧兰兰没让摘，说是再让长长。4月杏花落，5月杏儿成熟，还有一个小池塘，在这里造个小木屋，别提有多惬意了。随着视线一路扫过去，江穗在一棵枫叶树的脚下看见了一片白色。兰兰，你看那边是不是躺着个人？那四嫂，你别吓我，我胆小。真的，不信你仔细看。我去瞧瞧，我胆子大。说着他就往那边走，江穗让他小心点。咋样啊，四哥？真的是个人。江穗还好，虽然犯怵，但是没有萧兰兰反应大。而就是这一眼，江穗立马认出了这地上的人。他怎么会在这里？还伤成这样，看这模样估计是摔下来的，也不知道还活着没。江穗拍了拍萧兰兰的手安抚，随后蹲下，伸手去探公子的鼻息，还有气儿，还活着。四嫂，他还活着吗？还有气，还活着呢。那咋办？咱们先把他带回去吧，总归是条人命，就算是积德了。鹤川，你力气大，你背他。好。手脚轻点，咱们也不知道他哪里伤到了，要是伤到了骨头，咱们没注意，他就活着也废了。从现场情况来看，此人是高处坠落，难免伤筋动骨，伤了骨头可不是小事儿，处理不好，以后说不定就是残废了。怎么回事？江穗把情况和他说了一遍。这不是那天季善堂那个公子吗？娘，是他，我也是认出他来了。那日听季善堂的伙计叫他二公子，毕恭毕敬的，想来也是季善堂一号大人物。我想着不能见死不救，再者，我想着把他救了，以后可是个大人情，对咱们萧家有利。于情于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日后会有福报的。可是咱们村子里没个正经的大夫啊，常庆书平日里也只会看个风寒啥的，这公子伤成这样，哎呦，他来了怕是也束手无策呀。这样吧，辛苦三哥你跑一趟镇上去请个大夫回来给他瞧瞧，先把他的命给保住。银子的话我就先垫着吧，这公子一身行头打扮应该是个富贵人家，等他醒了我再和他要回来就是。萧毅闻言觉得可行，于是不再耽搁，连忙去找二麻子讨牛车去了。这一来一回估摸着得1个多时辰。等萧毅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村子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狗吠声此起彼伏。大夫，人咋样了？没生命危险吧？
哎呀，只要退了高热，就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身上那些皮外伤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断了2根肋骨，左腿还摔折了。我这医术有限，不会接骨，这种程度的伤，估计得去县里请专门接骨的大夫才行了。哎，千万别再耽误了啊！过了接骨的最佳时候，要是骨头长歪了，就不好办了，多半得废了。那公子喝了药，人还是昏迷着，这烧一时半会儿可能退不了，得整夜守着。而且都这个时辰了，老大夫今晚也得留下来过夜。老大夫带了些瓶瓶罐罐的过来，用于涂抹皮外伤。他又是来出外诊，还得额外收费。这些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收了江穗3两银子。江穗让他开了诊方，日后方便他找人报销。一切安置妥当以后，萧母便找到江穗商量接下来的事情。穗穗呀，接下来怎么弄？你说说看。明天让三哥辛苦一下，跑一趟县里积善堂，一会儿再让三哥找找看那公子身上有没有什么能当信物用的东西，直接让积善堂派个接骨的大夫过来救人就行。信物？哪有什么信物？前头让贺川把他给衣裳脱下来，全身就那身破衣裳了，其余的啥都没有。那可能是掉在那山涧了。明天一早，我与贺川、兰兰先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啥东西。江穗记得这二公子身上配的有玉佩香囊啥的，有钱人都讲究不是？可能是掉落下来的时候散落在别的地方了，空口白牙的去说，人家不一定相信，必须得有个信物好一点。但要是真找不到的话，那就另说呗。萧母觉得可行，眼下也只能这么办了。院子里，萧兰兰站在大哥的房门口，萧逸在里头守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哎，你进来干嘛？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么晚了，赶紧睡觉去。三哥，我就是想来问问他烧退了没，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没之前那么烫了，这里有我守着就够了，不用你帮忙。再说了，帮忙也轮不上你啊，你一个姑娘家操这心干啥？赶紧回去接着忙。萧兰兰撇了撇嘴，还是不情不愿地走了。一日一早，萧母留老大夫吃了早饭，就让人送他回镇上了。江穗三人则是再去一趟昨天捡到人的地方找东西，看能不能找到点公子身上的其他物件，但结果就是一无所获。三个人几乎把山涧那一片找了个遍，结果啥也没找着。回来的时候，萧母看见三人的表情就知道没戏，也许人家公子上山的时候怕丢了，所以没佩戴也说不准。找不到就找不到吧，可也得去县里试试看呢。这公子又迟迟不见醒来，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事儿闹的。因为这事儿又耽搁了一天，萧逸直到第3天早上才出发去了县里。他没敢耽搁，直奔那积善堂。这位大哥，你怕是弄错了吧？我们家二公子好好的在家里待着呢，哪儿都没去。你怕是来打秋风的吧？赶紧走，你这咋还咒人呢？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娘说是见过你们二公子的，所以识得他的面貌。她说不可能认错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呢，也没办法。那这样吧，劳烦你们去请你们堂里的接骨大夫和我走一趟吧，去了不就知道了。这积善堂的伙计鄙夷地看着萧逸，总觉得他不怀好意。但是积善堂不让他们在外交恶闹事，不然的话，他非得骂他个狗血淋头。因为他刚刚进去找管事回话，管事的不在，但是大公子在，他就把这事儿和大公子说了。大公子和二公子是亲兄弟，两人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他断然不可能说假话。他说二公子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那只能说明眼前这个人在说谎。请咱们的接骨大夫跟你走可以，但是我们这儿有规矩。你刚刚说你是白马镇来的，那地方远，县里头坐堂大夫出外诊是需要提前付诊金的，越远越贵。尤其是我们积善堂的接骨大夫，他的接骨术可不是一般的大夫能比的。他出外诊需要10两银子诊金，后续的诊金还得看病人的伤的程度来断，反正多退少补。你能拿出10两银子吗？伙计一看萧逸为难的样子，就知道他拿不出来这么多银子。要不你还是去别的地方问问吧，城里还有别的接骨大夫呢，技术上可能不如我们积善堂的大夫，但是也总比没有好。萧逸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人家瞧不上自己，内心虽然憋屈，可想着自己是来干正事的，又何必较劲呢？于是萧逸转身就走，准备去别的药堂请接骨大夫。殊不知他前脚刚走，后脚一个身穿华服的年轻男子就出现了。他的长相与二公子有几分相似，但却不如二公子那般俊美温润，
他更加偏向英气的长相，而且他的眼睛给人一种很难捉摸的感觉，透着算计。他看着萧逸远去的背影，眉眼间腾升起一股子阴雾。咋的？咱们白马镇是有瘟神的，一个个都不肯来。那老狮子季善堂又非说什么我搞错了，说他们家二公子好得很，请个接骨大夫还得10两银子出诊费，我这银子也没带够，这事闹的。那看来咱们是方向错了，竟是暴露了。这二公子树了敌，有人要害他，咱们刚好撞到他脸上交代了。那些个药堂的大夫统一口风，不肯来咱们这儿，定是受人胁迫。背后之人权大势大，咱们惹不起。花溪县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有人不想他好，处处阻拦，咱们就只能另想他法。哎呀，穗穗，那照你这么说，他那背后之人这么厉害，咱们要是管了这闲事儿，会不会遭报复啊？是啊，哎，我看那些大夫一个个听说要来白马镇接骨，全都谈之色变，跟见了鬼似的。咱们要是还继续救他，那背后之人会不会找上咱们麻烦呀？咱们都是布衣百姓，如何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相斗啊？媳妇儿，娘，那个人醒了，兰兰让我来告诉你们。江穗他们赶过来的时候，人的确已经醒了。孩子啊，你感觉如何了？还能忍吗？这位夫人，是您救了在下吗？不，是我的小儿子和小儿媳，还有我的小女儿救了你。你啊，掉下山涧了，受了重伤，他们看见你还有口气，就把你给带回来了。你可是季善堂的二公子？夫人如何认得我？于是萧母和江穗对视一眼，接着便把来龙去脉仔细地同他说了一遍，包括萧逸今天在县里遭遇的那些事儿。我姓苏，名彦青，意为海晏河清。季善堂是我苏家的产业，我祖父便是大名鼎鼎的苏无病苏老先生。我祖父膝下有2个孙儿，我是排行第2的那个，所以被称作苏二公子。前些日子我路过花溪县巡查季善堂分号，据说白马镇这边的仙鹤村出了几味好药材，我便想着实地探查一下，也来碰碰运气。只因我祖父常言，那医术上的知识是死的，想要医术精进，还得学以致用，亲身体会方可。于是我便带着小厮来了这边，只是未曾想，我这小厮竟遭人买通，推我下山崖，想置我于死地。幸而我命不该绝，碰上了你们一家子大好人，不然的话，我此刻怕是已经命丧黄泉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苏彦青无以为报，日后定当肝脑涂地。只要恩人说一声，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愿意去下。孩子啊，刀山火海的倒不至于，但大娘我也不瞒你，我们就是因为认出了你的身份，这才决定救的你，倒不是希望救了你以后盼着你给我们家多少好处，而是想结下一份善缘。而且我儿媳妇说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当时啊，看见你还有口气，要是就这么不管了，也于心不忍呢。要知道，我们不过是普通的布衣老百姓，没什么能耐，这多管闲事儿也得要有承受那后果的准备。听你这么说，那背后之人想要害死你，那这对咱们家会不会……夫人，您放心，我不会让我的私事牵扯到你们家。我心中清楚是何人要害我，他不想我得到及时的救治，想要就此毁了我，但我仍然还有后手，只是还得麻烦夫人您帮我去白马镇寻一个人来。什么人呐？你说说看，我让我3儿子去帮你找。他是我的一位师叔，是我父亲的师兄，姓曾，白马镇人士。他早年因为一些私事不再行医，如今就住在白马镇清水巷里。去了以后就说邻居有难，要请他出手相救即可。邻居是我的小字，只有颇为亲近之人才知晓。他听了之后一定会跟着过来的。他最善接骨之术，可以说其技艺比季善堂任何一个接骨大夫都要厉害，请他来为我接骨，再合适不过。既然如此，那咱们可就放心了。你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了。不过你还是得忍过今晚。我们家住得偏僻，去一趟镇上不容易。如今天又黑着，只能等明天一早再去帮你请人了。如今已是半夜3更，村子里的狗都不叫了，山上的那些个野狼也开始出来活动。这大晚上的还真不敢冒这个险。苏彦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可以理解，这都不是问题。区一晚上还是忍得住的。正说着，苏彦青的余光瞥见了刚刚那与他对视的姑娘，悄悄地退了出去。他一想起来刚刚的那一眼，便顿时觉得心中砰砰直跳，一时间竟然忘却了身上的疼痛。苏公子一定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哦，对，苏公子一定是饿了吧？这几日都没进什么米水。
我们家粗茶淡饭的，你可别嫌弃，先凑合着填饱肚子吧。不嫌弃，怎敢嫌弃？只是劳烦夫人您费心了。哎呦，你别这么客气，叫我一声婶子就好。我哪是什么夫人呐，那都是你们大户人家的称呼，听了怪不自在的。萧逸啊，你来帮着苏公子进些米水吧。哎，这天色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休息了。行，你们都快去歇着吧，苏公子这里有我呢。萧逸对这苏公子印象还不错，反正他觉得人家是彬彬有礼的，说话听着让人舒坦。啥也别说了，留着之后再说，先给你接骨才是大事。曾先生深知这接骨不是小事，不能耽误。萧家众人都在外头等着，房间里只有师侄二人，时不时的从窗户里传来苏燕青痛苦的闷哼，整2个时辰才出来。曾先生出来以后，首先找到萧母给他鞠了一躬，谢他救了苏燕青，随后掏出来一个钱袋子，里头是30两白银。萧夫人，小小心意不成敬意，相比您一家对燕青的救命之恩，实在是不值一提。这也是燕青的意思，他刚刚接完骨，暂时不能随意挪动，还得在这儿叨扰您1个时日。这段时日我也会再次陪同，随时照料他的身子。这银子算是你们为他奔波的辛劳费，还有这段时日叨扰的住宿钱和伙食钱，还请收下。哎呦，曾先生哪用得着这么多银子呀，太多了。夫人，您一定得收下，不然我和燕青都不会心安了，这是应该给的。你们的救命之恩不是这区区30两可以说清的。燕青说了，欠你们家的情，他一辈子难以还清。日后若是有难处，我们一定在所不辞。就像这苏燕青说的，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那可不是这些银白之物能够扯清楚的。这也是萧家结下的善缘。萧母还是觉得这银子收得扎手，但曾先生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收回去，萧母也只好收下了。既然如此呢，那他这段时间就得把人家招待好了，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才行。现在是5月中旬，连着1个月了，还未曾下过一场雨。老百姓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下雨，因为地里的粮食需要喝水。苏燕青算起来也在萧家待了有10天了。萧兰兰日日给他送饭。陈琦去菜园子里的时候，见路边长了许多漂亮的野花，他便采了一束，用草扎了起来，放在了苏燕青炕头的桌上。苏燕青起来便看见了这一抹明艳，一整日的心情都因为这抹明艳而明朗了起来。萧母早上下了一趟地窖，从里面提出来几大口袋的红薯，结果这些红薯发芽的发芽，坏的则是坏了一块。上个月的时候留的红薯种已经长了苗，全部都栽下去了，现在剩下的这些都是留着给自己吃的。结果这段时间没注意，大部分都给放坏了，瞧着实在是可惜。江穗看见了这些红薯，知晓了萧母的烦恼，于是灵机一动，想了个好主意。穗穗啊，这红薯还能做成粉儿？我只听说过面条和馄饨皮，这红薯粉儿还真没听说过。娘，没听过，我就做给你看看呗，可好吃了，保管比面条好吃多了。反正这些红薯不处理了也是浪费，还不如让我做成粉呢。行，你弄就是了，娘给你打下手。说干就干，娘儿俩当时就忙活了起来。萧母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新鲜的吃法。穗穗，这就是你说的酸辣粉儿？是啊，大家都别傻愣着了，都尝尝吧，给曾先生和苏公子也端一碗尝尝。江穗现在心里面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要是这味道好啊，江穗就想着去镇上摆个摊子卖酸辣粉，这可是独一份的商机。只要味道好，加上口味新颖，到时候不愁没有生意。大家迫不及待的一人端了一碗嗦了起来。哎呀，四弟妹，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粉，哎呦，味道真不错，吃了还想吃。是啊，四嫂，你这脑瓜子是什么脑瓜子？连这都想得出来。周氏虽然默不作声，但看他逐渐见底的碗也能看出来，他也很喜欢这一碗酸辣开胃的酸辣粉。狗蛋儿和萧鹤川也是一吃一个不吱声。小婶婶，我还想吃一碗。那啥，这是啥新鲜吃食？吃着还怪香的。还有不，再给我弄一碗呗。穗穗啊，要不你再辛苦一下，再给大伙儿一人弄一碗呗。大家今天都吃得高兴呢，味道太好了，都嫌少。那行吧，大家伙再等等，我这就再去做去，管饱。于是他又开始重新炒码子、做油辣子、烫苕皮。见大家的评价都这么好，江穗这摆摊卖酸辣粉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啥？
你要去摆摊做生意。穗穗，你真没说着玩？四嫂，你要做什么生意啊？快说说看。这说到要做生意，萧兰兰可就不困了。我没说着玩，我是认真的。娘，兰兰，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做的这个酸辣粉怎么样？有没有搞头？好啊！四嫂，你这个酸辣粉可好吃了，比镇上那些素面好吃多了。他们的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味，顶多也就是填饱肚子而已，还不如自己在家随便做一碗来的香呢。我觉得你这个酸辣粉很有搞头，你该不会就是想摆摊卖酸辣粉吧？死丫头，一惊一乍的，你要吓死你老娘啊！我这不是激动吗？咱们家祖祖辈辈的还没有人做过生意呢。没错，我就是想摆摊去卖酸辣粉，所以问问娘你的意见。你们看，这酸辣粉其实做起来也不麻烦，成本也低，100斤红薯出来的红薯粉就能做好多碗了。按照市面上的行情，一碗素面是5文，加量加肉那就是8文，这肉还少，没什么油水，而且面条都是面粉做的，面粉可比红薯卖的贵，成本相对高，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卖素粉，加肉酱加粉那就得加钱，不但可以做酸辣粉，还可以做干拌苕皮，用花生酱或者是芝麻酱拌出来的，可香了。穗穗，你继续讲讲，仔细说说看，你打算怎么做？对啊，四嫂，你说仔细点呗，要是能成的话，咱们就放手去做，搏他一搏，万一咱们真正发达了呢？其实这酸辣粉的生意要想做起来还真不难，这世间想要发财的人不少，最直接的路那就是做生意。可有的人是碍于拿不出本钱，有的人是没有手艺，不知道以什么发家。可是这摆摊不需要多大的成本，几两银子就能干成。刚好咱们手上现在也不缺银子，这酸辣粉也是个商机，算咱们的独门手艺，这也找不出第二家会做红薯粉的出来。这人活着都喜欢凑热闹赶新鲜，咱们这酸辣粉够新鲜吧？大家都没有见过，到时候只需要稍微吆喝一下，压根就不愁没人捧场。再一个就是味道，我今天晚上做的这酸辣粉还只是小试牛刀，因为很多调料都没有，不然我保证这味道能更好呢。这样一来，咱们做生意的本钱也有了，手艺也有了，味道也有了，再加上咱们家人手也足够，我觉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门生意咱们怎么着也得试上一试。成，你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做呗。人这一辈子总得豁出去一回，就像兰兰说的，万一就发了呢？这样，穗穗，你想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娘，兰兰，既然咱们决定要做生意，那就得有言在先。到时候要是赚了银子，那可不能分什么你我，更不分什么谁的功劳大，谁出的力气多，还要闹到分银子的地步。我想要带着大家做生意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让咱们萧家富起来。像之前这个灵芝人参的事情，咱们就不论了。到时候娘，你就是最大的老板，这赚的银子由你管着，家里哪里需要用哪里。我们叫上二嫂一块儿，咱们娘4个一起努力把生意给做起来。以后每个月娘就给我们发工钱就行。至于这个工钱怎么算，还得看咱们赚多少，成不？江穗的初衷就是想帮着前妻的萧家富起来，想要给他们做点贡献而已。他一开始是想要摆脱江家，想要有个新的身份，所以带着目的嫁到萧家来的。萧家人对自己这么好，他总得为他们做点事儿吧。唯一的途径就是让他们在萧鹤川还没有功成名就的时期过得好一点。不说多了，顿顿白米饭自由的目标得实现。他是想着要抱未来状元郎的大腿，但不是说想着以后要让他给自己多少分手费，多少金银珠宝，而是想要在这个封建的社会有座靠山而已。总之以后萧鹤川好了，他会和他谈清楚的。萧母和萧兰兰听了以后，都用一种很感动的眼神看着江穗。都看着我干啥？我说的能不能行啊？娘，您要是同意了，那咱们就可以着手去准备了。我想着以后攒下银子了，二嫂就能去找个好点的大夫看病。要请个好大夫，那可不是几两银子就能解决的。狗蛋儿也已经开始上学了，这往后学下去还有不少年头呢，得要不少银子。三哥也要马上当爹了，小儿难养，哪里都需要用钱。再说兰兰，万一日后有看对眼的人选，她总得有份像样的嫁妆，日后嫁到夫家才能抬得起头来。还有哪天鹤川要是好了，她指定还得继续走科举吧？那笔墨纸砚书本啥的，不是也得花钱？所以咱们现在的家底还远远不够，先富大家再富小家，大家又都没有分家，就没必要分那么清楚了。这赚了的银子放在娘手上，还不是用在我们身上了？这就是哪里需要补哪里啊。穗穗啊，娘现在是完全相信了，你呀就是老天爷特意赐给我们萧家的福星。
娘啊，是真的很感激你。娘，你有这么说，哪里什么福星不福星的？江穗以为只是说着好听的，并没有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一步步的印证了这个事实。周氏在得知了萧母即将要摆摊做生意这个决定以后啊，露出一脸的茫然。他也不知道他娘这是怎么了，最近老说风就是雨的。娘，你想做生意，我可没有银子能拿给你。他是真的没钱，毕竟有点钱都用来研究生孩子的秘方了。萧母对此很是无奈，于是他便耐着性子解释。周氏一想到自己以后每个月也有收入了，心里就美滋滋的，当时就答应了，愿意跟着一块干。于是娘儿四个就开始闷声干起了大事儿。翠菊啊，你们家这些年的确过得不顺，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如今可算是越过越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呢，你也得放下了，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啊！一家人只要能守在一块儿，家和万事兴，那是最幸运的了。老村长，我早就放下了。就算从前放不下，这日子总得过下去不是？不过呀，我们家现在可算是时来运转了。自从穗丫头嫁进咱们家以后，这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家就肉眼可见的顺遂起来了。这是我们家的福气啊，我自然是要珍惜才是。老村长说的对，只要一家人能全虚全伪的守在一处，那便是最大的幸运了。江穗找到萧母，同他商量买牛的事情。咱们做生意就得日日往镇上跑，早出晚归的，那么多东西肯定需要一辆牛车来拉才行，不然光靠咱们几个肯定很费劲的。再者，有了牛车以后，家里头日后不说生意来回方便了，要想去其他地方办事情的话，那也都方便了。什么重活都不需要自己卖力气，以后还能用来犁地。总之，买头牛回来肯定是不亏的，只是想要把本钱赚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哎呀，穗丫头，这不巧了吗？我也正准备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既然你也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不等了，明天就上镇上买牛去。萧母都没有意见，那周氏和萧兰兰自然也没有意见。而且买牛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在村子里可就长脸了。谁家不想有头牛啊？要是有头牛的话，那走在外面头都得抬得高高的。江穗要买的话，那肯定是买壮牛，力气大，能拉货。正好去了镇上，顺便打听一下租摊位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前脚才商量着要去买牛，后脚曾先生便不知道从哪里牵来了一头牛。这牛是给我们的？没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千万别跟我客气，也别提银子的事情，不然的话我可要不高兴了。我和我那师侄在你们家叨扰了已经大半个月了，承蒙夫人照顾，林旭才能好得这么快。他如今已经可以挪动，我们打算过2天便回花溪县养病了。但在此之前，他还想再为大家伙做点事。这头牛便是第一件事。他知道你们要去镇上做生意，所以便想到要给你们准备一头牛。原本是想准备马的，马儿跑得快，跑得远，可又想着这马对你们来说可能不如牛实用，毕竟马儿吃的金贵难打理，还不能下地干活，所以就换成了牛。这头牛是我亲自挑选的，出栏才不到2年，正值壮年，很能拉活，性子也温顺，平日里喂些草就能养活。曾先生，您和苏公子这么好，这么为我们家着想，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好了。萧夫人，您这话说得太见外了，该是我们感激不尽才是。要不是你们救了林寻，他此刻怕是已然成为山野间的亡魂了，哪还能活到今日？这些报答才哪儿到哪儿呢？这头牛不算什么，你们收下就是了，不然林旭心不安，夜里怕是难以入眠。反正这牛我们已经牵过来了，你们还是赶紧安排一下，看看拴哪儿吧。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喂养这牛的。我明天就去山上砍柴回来，围个牛栏出来。他如今满心满眼都是这头牛，连心里头那点子憋闷的事情都忘了个干净。行，我相信你可以。那啥，时候不早了，我先回房休息了。曾先生办完了事情，便回了苏燕青所在的房间。苏燕青的手上正拿着一本医书在看。师叔，他们什么时候能到？后天就能到，放心吧。你祖父可是把自己的那些得意门生都派过来了，且等着吧。萧母带着江穗来到了镇上。穗穗，你说咋办呢？这个摊位虽然说占的地方大，可是这个位置确实不好，到时候人家都看不见咱们的摊位，那还能有人来咱们这儿吃东西吗？萧母担忧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在江穗的担忧范围里。这早市生意好不好，
味道总是最重要的。地段没同行的好，不怕，只要味道好就够了。重点在于宣传，得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个吃食才行。摆摊做生意不吆喝，哪里来的客人捧场呢？娘，不必担心，反正也没得选，就把这里租下呗，还便宜，地方还大，到时候还能多摆2张桌子，多好呀。至于有没有客人来，这您就不必担心了，我自有解决方法。总之您放心，一定会让您赚到钱的。行，听你的，娘信你。娘俩商量好了以后，直接和厅长府的人说，决定把这个摊位租下来。肖母一口气先租了2个月下来，把手续都置办齐全，其实也就是一张单据而已。自此这个摊位就是他们家的了。萧毅在院子后面围了一个牛栏，又从田里抱回来很多干草，做了个顶棚。这牛栏里头用泥巴又糊了个水槽出来，啥都整得妥妥帖帖的，可见他有多么稀罕这头牛。萧母告诉他，让他以后就待在家里帮着赶牛就行了，每个月还给他发工钱，到时候让他去把媳妇接回来，好好过日子。萧毅当然是十分乐意了，能待在家里，每个月还能有收入，如何不愿意？而且还能日日看着他心爱的小牛牛。就是吧，这样一来，感觉特别对不住他爹还有大哥二哥，他们在外面天天的干脏活累活，结果自己却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喂喂牛就把钱赚了。但是萧母也说了，每个月发多少还得是看摆摊赚多少才行。他虽然是在家，但也许并没有萧父他们在外面挣得多。第二天，家里却突然到访了一群人。临近晌午的时候，几辆马车陆续停在了萧家的院子门口，从上面下来了几个50岁左右、身穿绸缎长袍的老者。侍从们从车上提下来许多的礼品，礼品堆满了整个桌子。萧夫人，这些都是我等的一些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您不要嫌弃呀。不嫌弃，不嫌弃，来者都是客，我这就去准备中饭，到时候还要诸位不要嫌弃我们粗茶淡饭，招待不周才是。萧母笑容满面，家里也没有好茶叶招待，于是便让萧兰兰去冲了糖水出来给客人们喝，又立马拿了钱，让萧毅去村里买上2只鸡，去张家的鱼塘买上几尾鱼回来，好做午饭招待客人。他则是去菜园子里面摘点新鲜的蔬菜回来。萧夫人，您先别忙活了，今天我那几个师兄弟是专门冲着你们家来的。见他不明白，曾先生这才笑着解释，说来也是唐突了，之前曾某悄悄打听过您家的事情，得知您家近几年的一些近况，便把这些告知给我的师侄林旭了。林旭得知以后，想着要尽力为您家做些事来报答你们的恩情，于是便让我修书一封给远在冀州府的老师。我老师看了信，便立马派遣了几个得意门生过来，专门为您的幼子贺川以及您的二儿媳妇诊治一番。虽然不敢保证一定能瞧出点啥名堂，但好歹也想试上一试。今日他们上门，便是为此事而来。一会儿也烦请您和您儿媳妇打声招呼，准备准备。我那位秦姓的师兄，便是专门给妇人看不孕的，这些年治好了不少不孕的女子，颇有建树，或许能为你们分忧。至于您的幼子贺川，我另外2位师兄知晓了他的事，也是主动请您过来给他瞧上一瞧，可行？行，那可太行了，有这么好的事儿，哪有不行的呀？哎呦，曾先生啊，可真是太谢谢您和苏二公子了，我老婆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好了。又说谢不谢的做啥？都说了，这点子回报抵不上你们对林旭10分的恩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曾先生摆了摆手，随后爽朗地叉着腰笑了起来。萧母连连点头，高兴的都找不着北了。真的？娘，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吧？真的，那曾先生亲自同我说的，还能有假？他还说了，他也要给贺川一块看看脑子呢。太好了，娘，这可是大好事，二嫂和贺川都有指望了。那几位都是苏老先生的得意门生，肯定本事大着呢，不是从前那些个普通大夫能比的。看来要不了多久，你又该有孙子抱了。萧兰兰在一边听着看着，也跟着高兴，打心底里高兴。同时她也对苏燕青的好感又多了几分。苏公子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好人。曾先生要和几位师兄弟叙旧，苏燕青呢行动不便，只能自己待在房间里。萧兰兰便揽下了去给他送饭菜的活儿。师叔，今日又有什么好吃的？来了这么多人，以萧夫人的热情，定是张罗了好一桌丰盛的饭菜吧？他还以为是曾先生，便十分自然地同他说起了话来。抱歉，小姑娘，不知来人是你，
是在想孟浪了？啊，没事儿，是我来的突然，不怪你。啊，我是来给你送饭菜的，先喝碗鸡汤吧，今日的鸡汤很鲜。苏燕青只有一只手方便。苏公子，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来喂您吧。那便有劳萧姑娘了。萧兰兰端着鸡汤，每舀一勺便轻轻地吹一吹，然后送至苏燕青的嘴边。苏燕青都一一喝下，直到一碗鸡汤见了底儿。很鲜甜，萧夫人的手艺一如既往。喝完以后，苏燕青笑着看着萧兰兰。最多后日我便要走了。这段时间是我们招待不周了，你回家里去养病，自然比待在我们这里合适。挺好的，祝苏公子早日康复。那等我腿好了，我一定亲自上门道谢。苏燕青其实是不想走的，她觉得萧家给了自己难得的安宁。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萧姑娘，你很好，不必为了那些流言蜚语徒增烦恼。那些怪力乱神之谈，不过是迂腐之人对女子的偏见。苏母觉得，女子的命运从不局限在世俗的偏见之中，只要自己不去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便伤不了你。他说的这话意味深长，虽未明言，但萧兰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那苏公子在意吗？若是我在意，又怎么会同你说这番话？苏公子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说完，萧兰兰端着盘子匆匆出了院子。午饭过后，几位先生让萧母把萧鹤川和周氏喊来，开始为二人把脉会诊。萧鹤川坐在那里，任由两位先生轮流给他把脉，又翻看他的瞳孔。这痴症是最让人头疼，瞧不出个所以然来，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饶是大夫们也是变作无厘头一般，无法对症下药，针灸也不敢放手去做，生怕扎错了地方，误人子弟。两位老者已经提前向萧母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关于萧鹤川是怎么傻的，他这意外生得突然，是外力撞击所致，而且伤口已然复原如初，所以十分棘手。两名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先为萧鹤川施针，刺激一下他的脑子。不成，我不要扎针。鹤川，你要是不听大夫的话，我以后就不理你了，你一个人玩去。江穗见他还在犹豫，便转身要走。好了，我给他们扎还不行？媳妇儿，你别走好不好？江穗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一招就把人给制住了。萧母佩服，这就叫一物降一物。他是越发觉得江穗不仅仅是萧家的福星，也是萧鹤川的福星了。他现在比他这个当娘的说话都好使。最终萧鹤川还是乖乖地坐了下来，任由两名先生在他头上施针。再看周氏这边，先生给他把过脉以后，又让他张嘴伸出舌苔来。他仔细观察了一番，眉头紧皱起来。周娘子，请问您平日的月事可准时？月事来时有没有伴随小腹抽痛、胃凉胃寒的症状？有时候会提前几日，有时候又会推迟几日，每次都得要6、7日才能干净。而且第2日、第3日，小肚子会十分抽痛，哪怕是这3伏天啊，也会觉得遍体生寒，碰不得凉水，人也很是虚弱，得要卧床休息才可。周娘子幼时又或者最近几年是否因为风寒而大病过？可有好生诊治，按时服药？我9岁那年去水井打水，不慎掉下去了。那会子是寒冬腊月，在井里泡了得有1刻钟。待大人将我救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人都麻木了。回去之后大病了一场，差点便没了性命。我爹娘及时找到大夫，给我开了几副药，喝了以后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也昏昏沉沉了几个月才完全大好。那便是了，便是这个意外将你落下了病根呢。先生，您此话怎讲？刚刚我看了一下周娘子的舌苔，发现她寒气和湿气不是一般的重，想必是有宫寒的毛病，8九不离10，与她小时候落水有关。虽然当时及时看了大夫，但未妥善处置调养，就这么迷迷糊糊等她自个儿好了，可不就落下毛病了？女子本就不能随意受寒，寒气入了胞宫，造成宫寒，便难以有孕。就算是侥幸有了，怕是也难留住啊。先生，那这该如何是好啊？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帮帮我呀！女子这一生若是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那可是犯了奇出啊！周氏一急，竟是扑通一声给先生下了跪。先生被他吓一跳，萧母见状也是无奈至极。他这样儿媳是个撑不住事的性子，很容易就被击垮了。
老二家的，人家先生还没有说不能给治呢，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放心吧，娘把话搁这儿，你就是不能生，你也永远是我们萧家的儿媳妇儿，不会不要你的。哎，赶紧起来！哎，周娘子，你可折煞我了。我并非说你这病没法治了，你总得听我把话说完呢。先生，你快说说，这病要如何治？你这个病啊，说麻烦也不麻烦，就是需要好生调养，把身子养好。你如今是外强中干，亏就亏在这宫寒上。我会给你开滋补的药方，你按照我的方子喝上2、3个月，但这期间既大寒大热，要十分注意。还有，每半个月要扎1次针。我这针法不算复杂，你们去镇上寻个信得过的大夫，我把这针法交给他，你到时候按时去就行。多谢秦大夫，多谢秦大夫。哎，不必言谢，我们也是二公子请来的，是他想报答你们家的恩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无需致谢。秦大夫已经取出了纸笔，开始写方子了。他特意带了药材过来，能配上2副，但是他不会长时间的留在这边，所以还是留了个方子给他们，药材吃完了好去镇上抓。至于针灸的人选，萧母也已经有了想法，就去请上次来给苏燕青看病的那位老大夫就行。对了，我带来的那些礼品都是滋补的药材，萧夫人可以适量放在食物中煮汤给周娘子喝，对她的身体有好处。当然了，只要是女眷，不管身体好坏，吃了都不会有坏处。夫人到时候可千万别舍不得。临了，秦大夫还特意加了这么一段，也是刚刚老曾嘱咐的，说是这家人最是节俭，那些个好东西怕他们舍不得自己吃，所以让他特意加上这么一段。萧母听了连连点头，说自己记下了。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秦大夫的用心良苦，这善缘当真是结得好啊。再转过头来看萧鹤川这边，他的脑袋已经被扎成了刺猬，最后一针落下去，萧鹤川的眉眼再次皱了起来。江穗看得有些心疼，不忍心。鹤川，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可下一秒，他的面容便骤然的扭曲起来，神色痛苦，似乎是扎在头上的针起了作用。怎么了，鹤川？哎，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萧夫人宽心，这是正常的。令郎有此反应，恰恰说明他这痴症还有转圜的余地。其中一位先生解释道，如果这针扎完了他还毫无反应，那说明他这痴症当真是没得好了。如今刺激了一下，他还能有这样的反应，那就说明还有希望。当真？那该如何治啊？萧夫人，恕我们学艺不精，没法给您肯定的回复，只能说令郎这症状还有好的希望，但何时能好，并非是服药所能治愈的，这得看他的造化了，说不定他哪日便自己好了也说不准。这痴症算病却也不算病，可尽管如此，我们亦寻找不到解决之法，实在惭愧啊。辛苦2位先生了，2位远道而来，专门为我而诊治，已经是莫大的情分了，我们又怎么会怪2位呢？只能说这是我儿的命，怪不得任何人呐。萧夫人宽心，您是大善之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相信老天爷不会坐视不管的。谢先生吉言了。萧鹤川这边疼得厉害，2位先生只好先给他撤掉阴针，关键的一针撤掉，立马便没有了不适之感。萧鹤川的事情没有进展，但好在周氏那里有消息，萧母当即便安排萧逸去镇上，把那位老大夫请回来，和秦大夫学那套针灸。说来也是巧了，这个时候萧父居然回来了，算起来他也出去1个多月了，就想着回来一趟看看。哎呦，当家的回来了，你杵着干啥？快进来，我给你说道说道。萧母把他拉到角落里，就开始和他说起他出门这1个月以来家里发生的事情。啥？我刚走没几天，家里就捡了个半死不活的人回来？这个人居然还是大名鼎鼎的苏无病苏老先生的孙儿苏二公子。短短1个月的时间，这娘几个已经张罗到要摆摊做生意了，连摊位都租好了。萧父震惊的嘴里能吞下1整个鸡蛋，他傻不愣登的站在原地看着自家媳妇儿。萧母看着萧父这呆呆的模样，忍不住啧了一声，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哎呀，你还没反应过来呢吗？
这不是在做梦，这都是真的。这老婆子真是手下不留情啊，使这么大劲儿。不过这些都是好事儿，萧父打心底里感到高兴。虽然还得再消化一会儿，但是出于客套，他还是转身先去和几位先生打招呼去了。老大夫听说苏无病老先生的弟子要教他一套针灸的针法，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在他见了秦大夫以后，当即决定学会针法以后不收萧家1分钱的报酬，免费为周氏进行半个月1次的针灸。晚上，几位先生没有留下来吃饭，而是先行去了镇上的客栈休息等候。明天一早，曾先生就会带着苏燕青离开萧家。苏燕青届时会跟随几位先生一起回到花溪县的府邸养病。分别的时候总是来得很快，一大早，曾先生便安排好了马车，他弄了一把做工精致的木质轮椅给苏燕青。临走之前，他准备了一个木盒子，里面放着500两的银票，交给萧父。哎呀，苏二公子，这可使不得呀，我们萧家消受不起，您还是收回去吧。萧伯父，萧家与我之恩情，并非这区区500两就能还清的，这是晚辈的一番心意，还请收下吧。可是苏二公子，您已经帮了我们家大忙了，您替我们找人看好了我儿媳妇的不孕之症，这就够了。人不能太贪心的，我们一家只是普普通通的布衣百姓，您给了我们这么大一笔银子，我们也不敢要，实在是不敢消受，就是日后花也花得不安心的。我听我家老婆子说了，您之前已经给了我们家30两银子了，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银票了。既然是结下了善缘，又何必把这恩情扯得这么清楚呢？萧父这一番话倒是让苏燕青感到惭愧了，他只想着要如何报答萧家的恩情，就想着多给些银子。可他忽视了一点，萧家并非大俗之家。萧伯父，既然您执意不肯收这银票，那只玉佩还请一定收下，就当是我苏燕青给萧家的信物。苏燕青在此承诺，倘若日后有需要，萧家只需要拿着此玉佩到冀州府的济善堂，不论事情大小，不论相隔了多少年月，凭此信物，苏燕青定当全力以赴。他眼神十分坚定地看着萧家众人，面对这500两巨款，萧家无一人表现出贪婪和欣喜之色，这还不能说明这一家人的品德吗？萧父一看这玉佩就知道不是那种市面上随处可见的玉佩，肯定也是值不少银子的。他有些为难地看向自己的媳妇儿翠菊，这事儿萧母都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下意识地去看江穗，江穗接到他的眼神求救，没有什么犹豫的朝他点头，示意可以接下。以他当时的想法，就这苏二公子不就是为了他那份人情，日后有益于萧家吗？既然江穗点头了，萧母也就没什么顾忌了，他示意萧父接下。穗穗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就对了。萧父最终接下了这枚玉佩，苏燕青这才松了一口气。临上马车前，苏燕青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站在后面的萧兰兰，眼神中尽是有些不舍。萧兰兰也在看他，不过他脸上带着得体的笑。苏燕青的马车远去以后，他的笑容才带上了些许苦涩。在他身旁的江穗全都看在眼里，很明显，兰兰这是倾慕苏二公子啊。不过也正常，苏二公子是个朗月清风如玉般的人物，寻常姑娘很难不心动吧。萧父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回来这一趟，一是给家里报平安，二是看看家里的农田。这将近2个月没有下雨，田里的麦子要喝水，没有水源滋养，这麦子要是活不了，那下半年就没有收成。没有收成，这一家子吃啥过啥呢？他去麦地里看了一圈，因为不下雨，这麦子的长势很不好，家家户户都挖了沟子从河里饮水，河里的水位也明显下降了不少，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晚上吃饭的时候，萧父说起了这事儿，说是这天气又干又热，地里的粮食又没水喝，家家户户都在抢水，这河里的水都能看见河床了，要是再这么下去，到时候河都要干了。对于乡下人来说，这不下雨不行，雨下多了也不行，反正一年的收成好不好，就都看这几个月了。萧母也是愁啊，可那能咋办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江穗拿着个馒头在啃，听见他们说这事儿，忍不住皱眉，仔细回想一下书里的内容。这个时候的女主夏婉宁和她差不多大，也是15岁。她是侯府不受宠的嫡女，小时候被继母给整到了别院，刚刚回京不久，即将同男主相遇。小说剧情才刚开始，她还清楚地记得
女主刚回京第1年，就说是大庆朝哪个地方逢大旱，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来着。没记错的话，女主回京这1年写的好像是庆历景昭18年。出于保险起见，江穗还是多嘴问了萧母一句：“娘，今夕是何年啊？”穗丫头，你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啥？如今是庆历景昭第18年呐。完了，书里面提到的该不会就是冀州府吧？这么巧合，刚好白马镇这边2个月不下雨，还天气炎热，到处缺水，这不就是大旱的前兆吗？穗丫头，你这是怎么了？啊，爹娘，我没事，我就是手抖了一下，没拿稳筷子而已。他虽然这般解释给糊弄过去，但是细心的萧母还是觉得他心里有事儿。于是饭后，他便来找到了江穗。穗穗啊，你老实和娘说，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娘呢？我看你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的，你和娘说说，别让娘担心。天塌下来都有娘在前头顶着呢。娘，其实我就是听爹说这天久不下雨，河里的水都要见底了，我心里就不踏实，就想着要是一直不下雨，地里的粮食那就得旱死了呀，那咱们明年岂不是就没有粮食填肚子了？穗穗，这才刚开始呢，收麦子也得等到9月份去了，还有3个月呢，它总得下雨吧？娘，话虽如此，但我觉得咱们家还是要未雨绸缪，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要是真的大旱，粮食颗粒无收，那到时候市面上的粮食价格就会翻倍，物价也就乱了。秋收过后就是年，谁家不得把家里的仓库想办法填满？没有收成，大家伙就得花银子买粮食，那到时候粮食价格疯涨，岂是咱们能承受得起的？倒不如趁着手上有银两，咱们趁早备好足够的过冬粮食。我那里不是还有20两银子吗？都拿出来买米买面，家里再喂上几窝鸡仔，反正米面只要存放得当，1年2年也不会坏。鸡仔养在那儿，它日后还能下蛋呢。江穗这一番说辞下来，让原本还抱着侥幸心理的萧母瞬间都变紧张了。穗穗说的对呀，不怕1万就怕万一。白马镇多少年没有大旱过了，他已经记不太清了。如今这局面，江穗有些担忧也是正常的。就像他说的，米面买回来1年2年也不会坏，总归是个保障。不然这一大家子的人到时候真的得喝西北风。行，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谁让你是咱们家的福星呢？咱们这事儿先不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悄悄的分批次的把粮食买回来，到时候一定得藏好了，别走漏了风声出去。不然真到那个局面，别人知道咱们家有粮，人为了活下去一旦起了歹念，就不知道是福是祸了。我那个房间大，到时候粮食就藏到我房里就行。兰兰那里也可以放点，这孩子嘴严得很，她不会乱说的。行，娘您看着和兰兰解释就行。娘儿俩商量好了，敲定了买存粮的事情。哎，穗穗，那咱们的生意要继续吗？没事的，娘，生意咱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时半会儿还乱不了呢。现在就盼着咱们生意兴隆一些，这几个月多赚点银子压箱底。哎，行，听你这么说，娘就放心了。萧母得了准信儿，这才踏实的回房间睡觉去了。第2天就揣着钱出去，在村里问了一圈，找那些孵了鸡仔的人家，东买几只西买几只，弄了20只小鸡崽子回来养着。他这突然买了这么多小鸡仔回来，家里人也没起疑心，毕竟还有个怀孕的刘氏在娘家，全当他是在给刘氏将来坐月子做准备了。但萧家不知道的是，刘家那边出事儿了，一直瞒着他们家呢。按照看好的日子，萧毅一大早起来就把牛车给套上，江穗把红薯粉条备上，还有苕皮也备上，以及自己做的油辣子，还有一早炒好的肉酱都准备上，拿了2个水桶，到时候用来泡红薯粉的。今儿个是第1天上镇上摆摊，天刚亮就出发了。周氏和兰兰留在家里看家，萧母和江穗以及萧毅、萧鹤川，连同要回县里的萧父一起出的门，大家都信心满满。一群人老早来到了镇上，来到自己的摊位上做准备。街上又多了一家小吃铺子，同行都已经收到消息了。喂，你们家这是准备做啥生意啊？摆4张桌子，能做得完吗？酸辣粉听说过没？何老板要是好奇，一会儿开摊了尝一碗就知道了。酸辣粉是什么东西啊？简直闻所未闻。我只听过有面和馄饨，你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你拿出来卖，能好吃吗？好不好吃的，何老板吃了不就知道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啥？
我要是没点底气，自然是不敢出来摆摊做生意的。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啊，我是这里的老板，这个是我儿媳妇儿。我们姓肖，以后呢就是这一条街上做买卖的邻居了，先和各位混个脸熟。来这里打听消息的人多了起来，都是街上做生意的人。浓浓的骨汤一熬出来，香气扑鼻。这些个老板都还没走，都等着尝味道呢。何老板首当其冲，让江穗他们给自己煮一碗酸辣粉。何老板很舍得，酸辣粉和半勺皮一样来了一碗。此刻桌子上坐的全是街上做生意的老板。几位老板吃得十分满足，但回过神来看着空空如也，连汤都没剩下的碗，又陷入了沉思。尤其是几家面摊老板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何老板后知后觉，收起了自己回味的表情，手却攥紧了拳头。这个酸辣粉对他的威胁太大了，他不得不担心呢。此刻他脸上阴云密布，但又找不到发作的余地。何老板是这一行的前辈，您给点拨点拨，我这粉儿味道如何呀？你这粉嘛，味道也就一般呢。是用什么做的呀？哟，那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能让这个味道变得更好。肖母故作担忧的模样，可他越是这样，何老板就越气。来这里碰了一鼻子灰，惹了满身的不痛快。何老板起身黑着个脸要走人，却被江穗喊住。哎，等等，何老板，您还没给钱呢，一共是17文。何老板因为这个被叫住，属实有点尴尬。他一气之下把钱拍在了桌子上。哼，听我一句劝，你们这摊位在这犄角旮旯里面，生意不好做的。那这就不劳何老板您费心了，您慢走。江穗做成了今日第一单生意，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其余那些老板们也都陆续付了钱离开了，光是赚他们的就赚了70、80文。看来以后只要生意稳定，一个月赚个几两银子不是问题。可以说这街尾的人流量实在是小，偶尔有几个路过的，还都是去买了菜回家的。穗穗啊，你之前说已经想到办法了，能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在这里，是什么办法呀？江穗神秘一笑，找了一个木板出来，还有毛笔，把萧逸叫了过来，让他在上面写字。字里面写啥呀？就写新店开张，前3日肉粉一律5文1碗。前3日一律5文，还都加肉，这会不会太亏了？哎呀，让你写你就写，这都不懂。看起来好像咱们这几天吃亏了，但是能赚吆喝呀。咱们这酸辣粉的味道，但凡吃了第1次，你就不怕他不来第2次、第3次了。还得是萧母聪明上道啊，怪不得能统管全家呢。萧逸这才恍然大悟，连忙下笔去写。优惠一摆出来，立竿见影，立马来了3个客人，都是男客人。3碗粉上桌，客人们瞧了以后，看见这卖相都开始吞口水了。而且肉酱加的也不小气，比前头那些面摊要大方。后续都开始埋头苦干起来。有个饭量大的吃完了1碗酸辣粉，直接喊再来一个半勺皮。另外2位吃完了，开始掏钱结账。结果江穗却不要他们的钱。哎，这不是写的5文1碗吗？这怎么不要呢？几位是我们摊子今日开张的第1批客人，我们不收钱，免费请你们尝味道。希望日后几位多来捧场，有空的话也帮我吆喝2句，让大家都知道有咱们这个地方。当然了，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不强求。只是这5文1碗的肉粉，可就这几天才有，错过了那可就是原价了。嘿嘿嘿，好说啊，好说好说。呀，老板娘是大气呀，免费请咱们吃这么美味的东西，就应该让整个镇上的人都知道才好。不说假话，哎呦，您这酸辣粉是真的不错，酸辣开胃。哎，这个拌粉啊也是一绝。哎呦，哎呀，是我从来没尝过的口味啊，里头那肉放的也多，以后我肯定常来。是啊，这玩意儿倒是新鲜。本来我大早起来胃口不咋地，这一碗下去，吃了还想吃。好吃您就再来1碗，开张第1天图个热闹。刚好街上又来了5、6个路人路过萧家的摊位，几位男客人当即便喊道：喂，大伙儿快来尝尝这家的酸辣粉啊，那真是美味啊！加肉的才5文1碗呢，量还足，划算的很嘞。这么便宜啊，那给我来1碗尝尝。是呢，我们萧记酸辣粉第1天开张，前3天肉粉通通只要5文1碗，错过这3天可就是按原价卖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后面来的这些客人都不会免费了，他也不是人傻钱多，逢人就做人情，他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有的客人吃完走了以后，回家的路上遇到镇上的邻居或者熟识的人，都会主动提起萧家的小摊儿，说那里的酸辣粉有多好吃之类的。于是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越爬越高，街上的人也越来越多。这萧家的摊位上，客人就没有断过，络绎不绝。萧母这煮粉都煮不过来，气温上升，加上柴火和蒸汽的熏腾，她热得满头大汗。临近中午了，这个时辰天气燥热起来，路上的行人少了许多，不过萧家摊位上的客人还是挺多的。萧母眼看着今天带来的红薯粉只剩下几把了，如果下午生意好的话，怕是不够用，于是他赶紧喊萧逸回家一趟，再去取一些红薯粉过来备着。家里头，周氏和萧兰兰继续做红薯粉条，放在院子里晾晒。萧逸一个人回来拿粉，周氏和萧兰兰还感到不解，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听萧逸一说才知道，原来他们家今日开门红，生意好得不得了。兰兰，咱们再加把劲儿，努力，多做点粉条出来，免得到时候都没得卖了。好嘞，二嫂。不过你要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你还要养好身体，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侄女呢。我多做点没关系的。自从这刘氏回了娘家以后，没有她在家里搅和了，家里的妯娌关系都好了许多，大家相处的和谐，有说有笑的。萧逸拿了粉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些了。中午又经历了一波小高潮，萧家人从早上来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都没有吃上东西。直到下午最晒的时候，没几个客人了，才有空坐下来弄点东西自己吃。老三呐，回去以后你再糊一个泥炉子，再多砍点柴火备着。一个锅煮粉压根就不够用，这都忙不过来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再添张桌子才行，不然有的客人来了就只能蹲在路边吃，那多磕碜呀。这是萧母忙了一上午总结出来的不足之处。娘，泥炉子确实还得再添一个，不过桌子就没必要了，再添一张稍显拥挤了。而且咱们今天生意好，完全是因为咱们的肉粉只卖5文，很多人是抱着占便宜、好奇的心理来的。等这几天新鲜劲过去了，到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生意了。咱们该想的是怎么长期稳定回头客。我想的是，既然大家伙都喜欢占便宜，刚好这天气热，我们就可以去买点绿豆回来，煮点绿豆汤，免费给大家喝。反正那绿豆又不贵，买一兜子放在那儿，抓一把就能煮一锅汤出来。这吃粉还有免费的解暑绿豆汤，对于大家伙来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吸引人的便宜呢？而且还很有人情味儿，这样一来，大家都觉得咱们家会做生意，会来事，那回头客也会越来越多。四弟妹，你这心思可真是巧妙啊！我觉得能行，要换做我是那吃粉的客人，我指定愿意经常来你家吃粉。还是你考虑的仔细，我这还真是被今天的好生意给迷了眼了呢。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觉得日后天天有这么好的生意呢。想想也是，人呐都是爱占便宜的，哪家更划算去哪家，哪家更好吃去哪家。不过你说的这个免费的绿豆汤，这主意我觉得也能行，反正也就热这几个月，而且绿豆也不贵，弄也弄的。镇上的粮油铺子里，绿豆不好销出去，唯一的销路估计就是那些糕点铺子做绿豆糕用了。普通老百姓买绿豆回去，也不可能天天煮粥喝，这玩意儿吃了不管饱，所以销量低，价格自然也就低。就像姜穗说的，随便抓2把，多掺点水，就能煮一大锅，又划算又能笼络人。下午太阳大的间隙，大家伙终于能休息会儿了。这夏天昼长夜短，回家的时辰可以晚些，过了申时也不晚，赶在天完全黑了之前回去就行。几个老板眼看着生意都被抢走了，自然而然地聚在了一起打商量。哎呀，何老板，这可咋办呢？这新来的太厉害了，居然赔本做生意，那么大一碗粉还加肉，就卖5文钱一碗。哎，这不明摆着抢生意吗？我知道，我又没瞎。不过他们不是只卖这前头3天吗？兴许过了这3天，大家伙没便宜赚了就好了。啊，不能吧？早上不是都去尝过味道了吗？那有一说一，的确是好吃的。这条街上的面食生意卖的价呢都差不多，那谁不想吃更好吃的？喂，你怎么还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不就是降价卖吗？那咱们也降呗，先让他们嘚瑟几天，等这几天过了咱们也降呗，都是图个便宜，在哪儿不一样啊？何老板，咱们这么做能行吗？怎么不行啊？都按我说的做，咱们一个接一个的降，他们降完了我家降，我家降几天，完了你家跟着降，那生意不能让他们一家给分走了不是？要真是放任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还有咱们的安身之处吗？我告诉你们，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至多就是少赚点，也总强过一点都没得赚好啊。在何老板看来，要是一点行动都没有，那才是傻子呢。不过他这脑子也就能想到这么多了，所以说还是经历的少了。眼下大家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干脆便听这何老板的，按他说的那样，大家轮流降价。根据老百姓都喜欢占便宜的想法来看，谁家降价，谁家生意就会好一点。在降价这几天，多少也能赚点，总比这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的好。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何老板可留着心眼子没告诉他们呢。江穗这边还不知道，这些小老板们正打着主意要针对他们家。不过在他看来，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可以稳住自己的生意。6月的太阳毒辣得很，2天就能把粉条给晒干。这4个人忙活了一天，中午就一人吃了1碗粉而已。回到家里以后，看见那馒头和窝窝头，才发觉自己的肚子饿得已经咕咕叫了。饭后，他拿出自己的钱篓子，把里头的铜钱一股脑地倒在桌子上，这噼里啪啦的声响，听得人身心愉悦。一家人围着桌子，看着桌面上的铜钱，心里那叫一个满足啊，个个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数了一遍，今天一整天下来，居然有整整630万，合计卖出了120多碗粉。但这也是在江穗的预期之中了，他心里有数。本来自己的目标是每天保底卖30万出去就够了，看来这往后保底还能再往上涨涨。天哪，一天就能卖这么多钱，那1个月下来就是10好几两银子呢。你可想得美哟，哪里会天天都赚这么多钱？今天能赚这么多啊，是因为穗穗想了个办法。开张前3天，所有的肉粉一律5文1碗，这才招了这么多客人来吃。3天以后啊，等变成原来的价了，生意就不会这么好了。但是也架不住你4弟妹脑瓜子活泛，他又想了个不要钱喝绿豆汤的主意。我估摸着呀，到时候生意就算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的。肖母看着江穗的眼神满是赞许和肯定。他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下定决心把江穗迎进了家门。短短2个月时间，就给他们家带来许多好运。哦，这样啊，嗨，怪我没见过什么世面，要不说光靠我自己是发不了财的呢。我和4弟妹啊，真没法比。四嫂你真厉害，有你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我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咱们也都别高兴太早，今儿个把整条街的生意都抢了。我看那何老板的秉性可不像是个能坐以待毙的，指不定得想什么主意挤兑我们了。咱们后续还得看看他们有什么行动才行。商场如战场，各自为了利益而战，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稳定收入，肯定会有所行动，咱们可得防患于未然。穗穗说的对，今天早上那个何老板对咱们就明显的带着不善，一脸的刻薄相，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呢。老三呐，辛苦你白天在旁边多盯着点，可别叫人家钻了空子。放心吧娘，有我在呢，出不了乱子。还有我呢，娘，媳妇儿，我保护你们。萧鹤川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看起来是那般的清澈纯洁，表情却坚定严肃的仿佛要入党。众人被他这模样逗笑。咱们家的鹤川最懂事儿了。一日正常出摊，刚到镇上的时候还在做准备呢，就已经有客人到了。来的都是住在这小吃街附近的居民，几个大娘一人拿了2个碗过来，准备打包带回家里吃。你们家这个酸辣粉啊，是真开胃。我家那小孙子啊，平日里就不喜欢好好的吃东西，还总要人哄追着喂，哎呀，愁死我了。结果昨天让他尝了2口这酸辣粉，哎呦，这小崽子一下子吃到味儿了。昨天晚上就开始闹着还要吃，这不，我一大早就过来等着你们开摊买粉回去呢。哎呦，那巧了，我家也是我那未出生的孙子想吃呢。我那儿媳妇怀上了，正是汗喜的时候，就好这一口酸的，也是吐了好一阵子，都没好好吃过东西了。昨天吃了这酸辣粉呀，这一下子胃口就打开了，想吃东西了，连汤都喝了个干净。这不，早上和我说还想吃，我这也是一早就过来等着啦。2个大娘笑得眼睛都眯成缝了，这奶奶都爱自家的小孙儿，当眼珠子似的疼着。哟，那我一会儿可得给2位多煮点粉，多加点肉才行，累得你们2位大清早的白等我们这么久。老板娘真会做生意，往后我可得常来了。这些个大娘啊，就喜欢这些小便宜。江穗给他们上粉的时候，了解到的都是说昨天来吃了味道好，新鲜劲儿还没过的，所以今天又来了。
要么就是昨天吃的酸辣粉，今天想来尝尝半勺皮的。所以今天上午这拌粉比酸辣粉卖的要稍微好些。忙过了高峰期以后，肖母把小摊子交给江穗先看着，他则是去了一趟粮油店，买了20斤绿豆，然后又买了20斤面粉，买了20斤糙米，想着晚上带回家里藏起来。他一直记着江穗的嘱托，要囤粮，那些面粉和糙米就是买来囤着的，以后一有机会就去买点回去，分别藏在自己的房间和肖兰兰的房间里面。过阵子又得重新去收红薯了，届时他也会收一点土豆子回来放在地窖里。既然要囤粮，那这些红薯土豆也得囤一点。3天就这么过去了，肖家在镇上的生意做得还挺顺畅的。第1天赚了630文，第2天赚了580文，第3天只有500文了。不过这对于肖家人来说已经很满足了，一天比一天少也在意料之中。毕竟白马镇只是小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会一直新鲜下去。第4天的时候，肖家的小摊恢复了原定的价格。肖毅盯了2天也没有发现街上那些小摊老板有什么动静，肖母便拿了点钱给肖毅。算算日子，已经有段时日没去看刘氏了。他还待在娘家没有动作，也没有传来刘江成亲的消息。如今他也有5个多月的身孕了，已经开始显怀了。肖毅已经不生气了，到底还是惦记自己的媳妇儿和他腹中的孩子，所以拿了钱，他也就高兴的去买肉买鸡蛋去了。肖毅走了以后，江母和江穗还有萧鹤川继续守着生意。今儿个人的确没有前头那么多了，但还是有4、5个人坐在摊子上吃着粉。他们基本上都是冲着好味道来的，这价格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面，反正也就差了几文钱而已。越接近中午的时候，这天气越热，来吃粉的客人们吃得满头大汗的。肖母顺势给他们一人打了1碗绿豆汤，虽然这里头绿豆不多，但也是一份诚意。来来来，天气炎热，非免中暑，大家喝点绿豆汤解解暑吧。肖母热情地给每个在吃粉的客人都端了1碗。客人们看着这出了沙的绿豆汤，有些心动，但是又怕额外收钱。这绿豆汤呀是不要钱的，随便喝，不够喝呀大家再添就是了。熬的不算浓稠，大家伙可别嫌弃啊。这么大热的天儿，喝了也能舒坦点不是？那感情好啊，老板娘你真会做生意啊，怪不得你家客人最多呢。绿豆汤煮好了，江穗把提前让萧毅写好的木牌子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本店免费供应绿豆汤，来往之人皆可喝。也就是说，你就是不来吃粉的客人也能喝这绿豆汤。多谢你的绿豆汤，这穗子送你，挂在身上当个小玩意玩玩吧。姐姐手真巧，这穗子真好看。你喜欢就好。这位姐姐说话很是温柔，江穗和她倒是投机，于是2人便多聊了几句。江穗也得知这位姐姐姓宋，街上的人都叫她宋娘子。宋娘子会做很多款式的花头绳和挂在腰上当配饰的穗子，都是手工编织的，手当真是巧。晚些时候，太阳都已经要下山了，萧毅还没回来。但按理说，他已经去了大半日，也是时候该回来了。萧母很是担忧，正当他万分焦虑的时候，就远远地看见了萧毅的身影。他挪着步子慢慢走近，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的。孩子，你这是咋了？咋还提着东西回来了？哎呀妈呀，你这是咋了，老三？娘，孩子没了。啥？什么孩子没了？你可别乌鸦嘴！呸呸呸！娘，刘氏他把孩子给做没了。三哥，到底出了啥事儿？萧毅闻言，这才说起了今日去刘氏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今日提着肉和鸡蛋，欢天喜地的去了刘氏那里。到了以后，发现刘家的院子门紧闭着，和刚来的时候分明听见了刘氏的弟弟刘和的声音在里头响起。刘家人装哑巴，萧毅觉得有猫腻，锲而不舍地敲着门，但还是没人来开。他觉得奇怪，便去隔壁打听。一开始，邻居看见他还有点犹豫，后面看着他实在是可怜，便把实情告诉给他了。原来早在几天前，刘家老大刘江因为迟迟拿不出彩礼，原本要和他说亲的姑娘就不干了，不愿意等他了。刘江一着急，就循着刘父刘母发脾气。这时候刘氏便出了个主意，他说既然迟迟等不到萧家人送钱来，
那他们就自己上山去找灵芝和神参去。既然萧家人能找到，那就说明山上还有，说不定他们运气好，还真就给找到了，也能卖几十两银子。殊不知这灵芝本就是可遇不可求，全得看运气来的。刘江狗急跳墙，还真觉得这办法是个路，于是便准备上山。刘氏呢，又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想着自己现在肚子也不算重，行动还方便，他也想跟着去占个名头，到时候真的找到灵芝了，见者有份，他也能分点银子。结果这一去出意外了，他一脚踩空滚下了坡，5个月的孩子就这么没了。刘家是方寸大乱，实在不敢让萧家知道，因为他们清楚这孩子留了是他们的锅，到时候萧家喊声要休妻，刘氏这一辈子就毁了。萧逸得知真相以后怒发冲冠，当即便折回了刘家。他没控制住，上前去掐住了刘氏的脖子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为什么？别人知道自己身子不便还要上山，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啊，刘秀儿，我萧逸哪里对不住你了？往日你总是偏袒你娘家，我也都忍了，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了。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能萧条点？为什么？天知道萧逸有多期待这个孩子的降临。他们萧家男丁兴旺，可是到了他这一辈，二哥难有所出，大嫂又是命薄之人，只留下狗蛋一个独苗，爹娘日日盼着能儿孙绕膝。刘氏被他掐住脖子，有些喘不上气来。萧逸的愤怒让他为之惊恐不安。刘江和刘和使了好大劲儿才把人给拉开，结果萧逸转头看见刘江，更加的愤怒了。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都是他没本事娶媳妇，却总想着打他萧家的秋风，这才导致了今日的下场。他毫不客气的一拳挥在了刘江的脸上，刘江被他打翻在地。那刘和也是个愣头青，看见他哥被打，不由分说便与萧逸纠缠起来。可萧逸的个头和力气摆在那里，常年劳作，一身的腱子肉，他这瘦弱的模样哪里是萧逸的对手？最后刘家两兄弟都受了伤，鼻青脸肿的，萧逸脸上也挂了彩，但并不严重。这一通闹腾，刘家村的人都来看热闹了。刘家院子前聚了很多看热闹的村民，指指点点的。刘家平日里在村中人缘就不好，如今呀，大家都说他们是自作自受，而萧逸无过。毕竟刘氏回来这1个多月，人家可是巴巴的来了好几趟，又是送米面，又是送肉蛋的，诚意十足。结果他们倒好，把人家孩子给作没了。老子告诉你们，这事儿不会这么轻易完的，你们家最好给我一个交代。还有你，刘秀，老子看透你了，咱俩完了。小逸，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别不要我呀，你不能不要我呀，小逸。他要是不要自己了，那自己这辈子可就完了。回忆完这些，萧逸颓废地坐在凳子上，萧母和江穗这才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萧母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嗡嗡的，心里头也鼓胀胀的，特别不是个滋味。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好好的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就这么没了。也是怪他福薄，摊上这么个缺心眼的娘。这事儿江穗也不知道作何评价了，只能说命运弄人呐。但他看着萧母这憔悴心痛的模样，自己也跟着难受。娘，事已至此，再难过伤心也于事无补，倒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想想三哥和刘氏的事情该如何处置。镇上的白事铺子还开着门，咱们一会儿去买几刀纸，再买些香烛，晚上回去烧给那孩子吧，替他超度超度也好。是啊，咱们萧家与那孩子无缘，可他总归是我们萧家的血脉，是该给他烧点纸。娘，三哥，咱们先回家去，一会儿天该黑了，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商量吧。怎么这是？出啥事儿了？萧逸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今儿个他是最稀罕的牛，他也不想管了，饭也不想吃了。萧母则是叹了几口气，最后还是江穗把事情告诉给了萧兰兰和周氏。周氏听完惊讶地捂着嘴，萧兰兰则更是被惊呆了。这个刘氏真是不知好歹，咱们家也没亏待过他，他就是这么对待咱们的。行了，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得写封信寄给你们的爹，让他回来一趟，去刘家那边讨个说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瞒着你爹。老三呢，也是被伤透了心，估计这2日他怕是没有什么心思跟我们出摊了。
明天兰兰你和我们继续出摊儿。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再怎么样也不能耽误正事儿。家里头就辛苦月梅你看着了，你一个人就不必做粉了，左右那些粉条还够用，你看好家看好狗蛋就成。娘，我有什么辛苦的？家里出了事儿，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本就应该给您分忧，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周氏这人还是不错的，萧母对她这个儿媳妇没啥挑剔的。周氏平日里对侄子狗蛋儿很好，狗蛋儿从出生就没了娘，周氏呢自己没孩子，就对他特别的好，总是给他做鞋袜、缝补衣裳啥的。更晚些的时候，萧母把买的黄纸还有香烛拿到院子后面点上，给那未出世的孩子烧纸，一家人把纸都烧了。萧母呢还说了些话祭奠这个孩子，他又让萧毅写了封信交代一下这些事儿，明日他好拿到镇上去寄给萧父。翌日，根据头天晚上说好的，萧兰兰跟着出探。孩子，心里不好受就回去躺着吧，别逞强了。娘，我没事的，咱们家这牛啊就听我使唤，我送你们去镇上，顺便给爹寄信。兰兰，你就继续待在家里吧。他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这么容易就垮了。既然萧毅坚持，那萧母也不逼他，便由着他去了。到了镇上开了摊，萧毅便去找了信使寄信。这一去一回的，等萧父回来，怕是得要几天光景。江穗顺便注意了一下何家面摊儿，没想到这何老板抄袭江穗的营销手段也就罢了，居然还学着江穗做了酸辣面出来卖。他也搞了一个肉码子，把面做成了酸辣味的。因着这个契机，一大早就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前来品尝，而且他的肉粉还是只要5文。哟，这不是萧老板娘的儿媳妇吗？怎么还到我们家来了？今儿个想换个口味，所以就想着来尝尝何老板您这新出的酸辣面。怎么，何老板不欢迎？当然可以了，这就给你下。这都是刚开摊不久，客人们都在等着上面条呢。江穗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自己，前头已经有好几位客人吃上了。他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表情，他观察到那些客人吃了以后眉头都皱了起来，像是吃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一样。何老板把面放在江穗桌上，态度十分不好，一口面下去，江穗心里便有了分寸。何老板这酸辣面学到了表皮，但却没学到精髓。这肉末没有大火煸香，更没有加香料过油，这汤底呢熬的时间也不够，水放得多不够浓香，这油辣子也差点滋味，比起他的酸辣粉不足为惧的。这回江穗放心多了，只吃了2口，便掏出5文钱放在了桌上，起身走了。何老板看着桌上那几乎没动过的面，再回想起江穗临走时那胜券在握的笑容，气得拳头都攥紧了。但这还只是开始，只听自家面馆吃面的那些客人们吐槽道：老板，你的酸辣面吃起来怎么怪怪的，一点都不好吃。那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刚刚琢磨出来的新吃法，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就对不住了，下次你们再来保证比现在好吃。你们不就是学的人家萧记的酸辣粉吗？还说自己琢磨的，看人家生意好眼红了吧？嗨，就你这面，吃了1次不想吃第2次，还不如前头的清汤面呢。人家萧记的酸辣粉就是不加肉多好吃，人家老板还很会做人，这天气热还准备了不要钱的绿豆汤呢，以后再也不来你这儿了。不爱吃谁求着你来了？天天吃这么重口也不怕上火烂嘴？大蛋，你吃了我的面不想给钱呐？嘿，我出门花钱吃面啊，就是图个填饱肚子还有好味道，你还不让说你的面不是了啊？怪不得生意抢不过人家，活该！谁差你那几文钱了？拿去，我上萧记吃去。这客人呢也是个暴脾气，把钱拍在桌子上就走了。其他的客人也算是看清了何老板的真面目，一个个露出了鄙夷的表情。那位呛生的客人还真的出了合记面摊就直接去了萧记了。等人都走了，当家的，咱们这么说话不好吧？这做生意总得对客人和善一点，才能长久不是？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呀？头发长见识短，忙你的去吧。何老板娘是个受气包，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的，她只是觉得做生意不能像她这样，但是她不听劝呢。后续呢，因为这个酸辣粉的噱头，确实引来了不少不知情的客人，但是都是踩了1次坑，不愿意踩第2次的，可以说就没有回头客可言。但是因为这个噱头，何老板还是赚到了，所以他觉得无所谓。萧家这边并没有因为何老板的操作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依旧还是稳定发挥，一天下来也赚了将近300文回去。江穗不再担心了，这何老板想折腾就让他折腾吧，他长久不了。果然第2天何老板这条路就行不通了，大家口口相传都觉得他是个奸商，不愿意再来吃亏了，转而去了萧记，宁愿多花几文钱买个好味道和好态度。何老板看着自家这冷清的摊子，那些揉的面团都因为这炎热的天气要放坏了。何老板娘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本以为他会按照一开始和其他的小摊老板商量的那样，一家降价几天轮着来，结果到了第4天他还没有降价，这引起了其他老板的不满，前来讨要说法。哪单，我就是不降，反正也没生意，我降不降有什么区别啊？我也没说不让你们降啊。他倒是好，前头拿着那酸辣面的噱头赚了一点，现在又耍起了无赖，不给人家留后路了。众人虽气愤，却也无可奈何，早知道便不与他为伍了。离信寄出去已经过了3天，第3天的傍晚，萧父和萧老大以及萧老二便收拾着包袱回来了。回来第一件事情，萧父就是找到3儿子商量。阿姨呀，对于刘氏你是如何想的？她这样的女子，你要是还想继续留着当媳妇儿，你可就是糊涂啊！都说娶妻娶贤要宜室宜家，可这刘氏自进门起便不消停，说话不讨人喜欢也就罢了，她这心还总是偏袒娘家，更是帮着娘家来逼咱们。要我说，万万不能留她在家了。爹，刘氏搅的家宅不宁，我对她已然没有念想了。休书我已经想好了，您看什么时候过去，把这门亲事断了吧。你能想通就是最好。明日我和你大哥、二哥还有你娘同你一起去一趟刘家村，把这事给了了，再叫上你2根叔还有他2个儿子一起，气势上不能输给人家。2根叔也很乐意给萧父撑场面，爽快地答应了带着2个儿子和他一起去一趟刘家村。而萧母跟着去的原因则是她是萧毅的娘，去了以后需要他说些场面话，所以明日的出摊就交给了江穗、周氏还有萧兰兰了。有江穗在没有问题，周氏也刚好到了去斟酒的时候。萧母安排好了一切，便跟着萧父他们一同去了刘家村。萧家一大家子上门的时候，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刘氏和萧毅的婚事算是完了。不过为了自家的利益，刘家还是打算争取一下。哟，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可别这么叫，今儿个来这一趟，往后咱就不是亲家关系了，别叫得这么亲热。你们刘家的姑娘，我们萧家可是要不起了。亲家母消消气，都说这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次啊是我们家秀的不是，但她已经知错了，这段时日后悔的不行，一双眼睛都要哭瞎了，茶饭不思，人都瘦得脱相了。她对一哥啊是真心的，如今她已经收敛了自己的脾气，往后啊一定会好好和一哥过日子的，好好孝敬你们的。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萧家是更不敢要了，眼睛都哭瞎了，身子也哭垮了，那我们还留着他在萧家做甚？当个祖宗把他供起来吗？再说了，他作媒的那可是我们一哥的第1个孩子，这头1个他都没本事护住，那就说明他不是个当娘的料。我也听说了，刘氏经此一遭已经是子嗣艰难，那我们家的一哥还没当过爹呢，趁着为时不晚，谁也别耽误谁了。日后桥归桥，路归路，总之不是我们萧家对不起你们刘家姑娘就是了。亲家呀，2个孩子还年轻呢，日后身子养好了，孩子还会有的。这个都说啊，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呐，何必要拆了一桩婚呢？其实吧，我觉得2个孩子还是有情的。当初相亲的时候，萧毅和刘氏都是互相瞧上了对方，相处过后觉得心生欢喜才成的亲。只是这刘氏装的成分比较多，没成亲之前哪儿都好，成亲之后才慢慢的原形毕露了。萧父看着他们这2口子，脸都黑如锅底了，他们还真是厚颜无耻。就刘氏这种行为已经犯了大忌，他们家说不要就不要他，理直也气壮。萧毅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休书我已经想好了，没有挽回的余地。是你刘秀对不起我萧毅，但我萧毅没有对不起你。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了，签了这休书，自此你我2人缘尽，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萧逸，你真的要如此绝情？你可知你不要我，你会毁了我的一生的。那我一生怎么办？我早就发现你我不合适在一起过日子了，可我娘总说夫妻之间需要互相体谅，时间长了变得磨合到一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容忍你的脾性，可你却越发得寸进尺。直至今日，我终于明白，我与你何止是不合适，那简直就是一段孽缘。既然是孽缘，又何必继续下去相互折磨？所以刘秀儿，你死心吧，签了这休书，你我好聚好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嫌弃我以后不容易生育，所以你想甩了我。凭什么？这不公平！周月梅也怀不上孩子，她嫁到萧家3年无所出，怎么不见你二哥要休了她？偏偏是我犯了错，你就不要我了。人生在世，哪个能不犯错？刘氏，你莫要胡言乱语攀扯我家月梅。我家月梅是无所出，可她不像你，嫁出去的女儿还帮着娘家来胁迫夫家，还把孩子给作没了。你这错的可不是一丁点儿，谁家女人同你这般不讲道理啊？我家月梅除了还没生孩子这点落人口舌，可她不论是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一个儿媳，她都挑不出错处。她这么好，我自然不会不要她。刘秀儿，今日这休书你是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若是再胡搅蛮缠，咱们就去庭长府分说清楚，让庭长来断，看我这妻是休得还是休不得。庭长本就是处理这白马镇民事纠纷的地方，这夫妻二人成亲之前要过的文书，要通过庭长府登记在册，盖上印章方可生效。如果后期因为哪方的过错导致的要休妻和离，实在是私下掰扯不清的，也可请庭长出面公证。一旦闹到这个地步，那便是公开处刑，两家都会没了面子。而且到时候庭长拍板，萧家作为有理的一方，肯定会判刘家签下休书。不仅如此，在男尊女卑的朝代，若是因为女方的过错导致婚姻到头，女方还得退男方1半的礼金。一向爱财如命的刘家父母，听说萧逸要闹去庭长那里，他们自知理亏，这本想坑萧家的银子没成功，现在反闹到这个地步，还得倒退他们2两银子，这可不行。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有话好说嘛。我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说好了好聚好散，别再胡搅蛮缠。既然你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那就签下这休书吧。我偏不，萧逸，你休想甩掉我！我不好过，也不让你好过。你不要我，我就死给你看！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做了鬼我也不放过你。随便你如何，既然你说不通，那就直接去找庭长大人吧。萧逸说着，抬脚便要往外走。哎呀，你愣着干嘛？快拦着呀！还有你俩，还不快把人给我带回房间里去！萧逸，萧逸，哎呀，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至于，不至于。刘氏被强行架着带回了房中，给关了起来。现场终于是安静了下来。院门口看热闹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家这点子事儿已经是被传得满村皆知了。好吧，既然你们家已经打定主意不要我女儿了，那我也认了。但你们做人不能太绝情，这一纸休书下来，以后叫我家秀还如何做人，如何再寻如意郎君啊？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把这休妻说成和离，这才叫好聚好散。毕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呸！你倒是想得美，自家闺女犯了什么错你自己不清楚，还想我们给她留余地呢？合着委屈都让我儿子一个人承受了，哼，还想和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就休书一封，没得商量。哎，我说，这里是刘家村，不是你们仙鹤村。既然想好聚好散，那我提的这个条件过分吗？一个大男人这点气度都没有，好歹我家秀跟你儿子的时候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他虽然有错，那也罪不至此吧？你们也太歹毒了些。他也才不到20的年华，非要毁了他下半辈子不成？萧逸，你良心不会痛吗？你日后想再娶，只要加点银钱，多的是好女人愿意嫁你。可秀不一样啊，她要是再嫁得不好，这往后的日子可就难了呀。你们吓唬谁呢？咋的？不同意还想打架呗？那尽管来，你看我们虚不虚就完了。我告诉你们，我刘家村也不缺壮年男儿，我们人多。对，上村里走一走，咱们刘家村的人还能让外来的欺负了不成？够了，我答应你们，但我答应你们家和离，并不是我萧家处了你们，而是我萧逸堂堂70男儿，不屑将他的一个女人逼得太死。看在这半年的夫妻情分上，我愿意与他和离，从此互不相欠。萧逸不是心疼刘氏，
他觉得这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大度。行，买卖不成仁义在。既然如此，那就把那休书给撕了，重写一封和离书吧。亏他说得出来呀，把自己女儿的婚事说成是买卖。最终，萧逸当着刘家的面撕碎了原本的休书，又重新写了一份和离书。他签了名，按了手印，可刘氏还是死活不肯。刘母怕萧家失去了耐心，到时候反悔，一状再告去亭长府。最后他强压着刘氏按了手印子，然后叫刘父在上头写了刘秀儿的名字。手印按下去的那一瞬间，刘秀儿气的是白眼一翻，昏了过去。萧逸的脸上有些许动容，可他还是定了定心神，不去看，不去管。他拿着和离书喊了刘父一起，当天便去了亭长府，划掉了姻缘本上头的名字。自此，萧逸恢复了单身。出了亭长府的时候，刘父对着萧家冷哼了几声，搞得好像是他们家吃亏了一样。好在萧逸不和他计较，只要事情解决了，也不再多说废话。儿啊，看开一点，世间好姑娘多的是，你还年轻呢，怕啥？知道了，娘，我没事的。往后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好好的过日子。他并非是铁石心肠的人，硬汉也是有柔情的一面的。他对刘氏付出过真心，一时间心中郁结也是在所难免。这一折腾便是一天，再过个把时辰，萧家都可以收摊子回家了。只是今天麻烦了二根叔他们跟着前后奔波，于是便请他和两个儿子去摊子上吃2碗粉，再去饭馆里头买只烧鸡来犒劳一番。今儿个周氏和萧兰兰是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番摊位上的生意，每卖出去1碗酸辣粉都是一种自豪和满足感。周氏空闲的时候去老大夫那里扎针，江穗问了萧母，得知刘氏的事情已经解决，三哥最终同他和离了。他也是没想到，自从上次刘家来打秋风，刘氏跟着回了娘家以后，最后竟然闹得如此的下场。二根叔和两个儿子尝了酸辣粉以后，当场便震惊了。怪不得吃过他家粉的老张家儿子一回到村里就到处说是老萧家要发达了，找到了致富之路，在镇上摆摊摆得风生水起。原来是研究出这么个新鲜的吃食来，味道如此之好，怪不得生意好，这是真的要发了。二根呐，今日麻烦你了，知道你爱吃烧鸡，特意给你买了一只，今天来不及就不喊你上家吃饭了，改天再叫你来喝酒。二根叔闻言拧了一只鸡腿下来，只是笑着，也不知道说点啥好。后续2日，因为二根叔的原因，如今萧家这摆摊做生意的事情在村里已经得到了坐实，大家羡慕却也打听不出个什么消息，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因为他们也想发财呀。但是人家怎么会把发财的主意分享给你们呢？平日里你们还看不上人家，可是这也不影响有的人开始巴结萧家了。眼红的人虽然多，但是真正起来坏心思的却只有那么1-2个。就比如这陈金花和江巧巧。陈金花住在村子正中心，天天有事没事和一群妇老人家八卦，萧家的事情她也知道了。次日在家，你干嘛呀娘？我还等着去见蟑螂呢，快要错过时候了。你这天天蟑螂的，这都多久了，他咋还不来提亲？哎呀，娘，你急啥？蟑螂他如今志在科举，日日用功读书，而且他如今也没那个闲钱来咱们家提亲啊。不过他可说了，以后啊一定会娶我的，他进士夫人的位置只会留给我。巧巧，你可得记得娘跟你说的，你和张秀才见面归见面，可不能做出出格之事。要知道女子的清白是最重要的，你得给自己留后路，这些男人都是花言巧语的玩意儿，你可得当心了。还有啊，你最近也去找找江穗那个白眼狼，和他把关系处好，笼络。如今萧家在镇上做生意，我亲眼看见的，一天赚不老少。你把江穗哄好了，从那里把那个酸辣粉的做法给弄到手，往后咱娘俩就不愁啊。往后咱们手上有银子了才是底气，银子可比男人靠得住。这母女俩盯上了张秀才，不过是看上了他这秀才的身份。可如今看来，江巧巧已经是完全陷了进去，脑子里只有情情爱爱了，只有陈金花还保持着清醒。于他而言，未来的女婿有钱不如自己手上有钱来得有底气。
娘，你怕不是忘了你从前是怎么对他的？他恨我们呀，恨得要死，巴不得和我们没关系。如今上赶着去贴他，你觉得他能搭理咱们不成？死妮子，你也不看老娘我是为了谁？你试都没试过，咋知道不行？难不成你不想发财，不想当大小姐，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哎，行，听你的。改天我找他去。哎呀，我要走了，真来不及了。江巧巧皱着眉头，扭着腰就出了门。瞧见他这个样子，陈金花觉得头都大了。如今他是一脑门子的不顺心。今儿个萧父陪着三儿子搁家里，父子俩扛着锄头到田里来，看着这小麦的长势，萧父叹息声连连。村子里的井如今出水量也不大，哪家要去打点喝的水都得排队，接一会儿才接得满。已经快3个月没有下雨了，这老天爷是真的要搞事情啊！爹，这可咋整啊？村里这情况你也瞧见了，实际上整个白马镇都是这模样，到处缺水。您瞅瞅这地都干裂了。去叫你二哥一起，咱们上河里提水去，多少让麦子喝点。萧父沉默了半天，想出来这么个主意，但这也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这么下去，他都没心思继续出去干活去了。不过明日就得返回县城了，所以几个兄弟趁着这几天也没闲着，在家里砍柴的砍柴，帮忙干活啥的，一点都不含糊。镇上的水井也没有之前那么高的水位了，低下去了不少，但好在还有的用。萧琴帮着把家里摊子的开市准备弄完，又提着水桶去井里打水去了。刚好遇上宋娘子出来摆摊，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她也准备在自己的小摊位上支个小棚子来遮阳。今天她身边跟着个3岁左右的小妮儿，生得白净可爱，扎着2个小揪揪，上面还系着红头绳。她乖乖地站在边上看着娘亲忙活。宋娘子一个妇道人家，一个人弄这帐篷没什么经验，搞出了一头汗来才扎了一个角。萧琴注意到她，是宋娘子是不？我是萧记粉摊老板娘的大儿子，我来帮你搭把手。萧大哥，真是不好意思，还真得麻烦您帮帮忙了。这棚布我一个人弄了半天也弄不好，笨手笨脚的，让您见笑了。宋娘子有些无奈地看着萧琴。萧琴闻言，笑容越发深了起来，直接便上手开始整棚布，还边说：宋娘子，都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你要是有难处呀，就支一声。平日里我那3弟都在这里，我们一家人都是热心肠，能帮你的就帮了，千万别客气啊。萧琴听江穗说起过，这宋娘子其实是个寡妇，前头的男人是个病秧子，前年病死了，留下宋娘子和年幼的女儿。宋娘子家里还有个寡母，她男人死了以后，便带着女儿搬回娘家去住了，娘儿几个相依为命。孩子能走路以后，宋娘子便开始出来摆摊做生意，卖一些花头绳这些小玩意儿，能混口饭吃，省着点儿，能保娘儿仨平日的吃穿用度。孩子平日是他母亲看着，他才能放心出来做生意。孩子也很听话，不用怎么操心。娘儿3个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足，但也过得去，平平淡淡的幸福。他家住在镇外不远处的小村庄，平日里来往也比较方便。这些都是江穗无事和宋娘子聊天的时候，宋娘子和他说的。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很奇妙，谈得来的话，很容易就能成为好朋友。萧琴也是觉得宋娘子不容易，所以才想着来帮她。你们家都是好人，我知道。今日麻烦萧大哥了，一会儿从我这里选几喜欢的头绳拿回去吧。听说您还有个妹妹，正是碧玉年华，想来喜欢这些女儿家的小玩意儿。啊，那就多谢宋娘子了，我可就不客气了。无需客气，左右也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宋娘子手巧，这些东西想来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哈，这好东西到处都是，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最可贵的便是心意了。萧大哥说的真好。不多时，这棚布便被萧琴给搭好了，系得牢牢固固的。啊，好了，多谢宋娘子，我弄完了，你看看可还行？萧大哥这么能干，你弄的东西自然是好的。来，擦擦汗吧。宋娘子把自己的手帕给了萧琴，这萧琴自然不好意思接了。这粉色的手帕一角还绣着一朵梅花呢。宋娘子本没有想这么多，见萧琴脸红，才发现自己这贸然送手帕实在是不妥。俩人都是单身，她也是脑子抽了，居然给人家拿自己的贴身之物。宋娘子也是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收起手帕，转移话题。萧大哥，你快选头绳吧。
宋娘子帮我选几朵吧，我也不知道哪个好看。那好吧，我便自作主张帮秀大哥选2朵了。随后，宋娘子在自己的摊上挑拣了起来，最终选了3朵绢花，小小一朵，但都是精致好看。就这3朵吧，最是适合小姑娘戴了。啊，多谢宋娘子。萧晴拿了东西便折返回了自家的摊位上。弟妹，你先选1朵吧，剩下2朵给二弟妹和兰兰。刚好3朵绢花，他们3人1人1朵。萧母的话不太适合这样的颜色，所以就没有了。娘，你要是喜欢的话，再去宋娘子那里挑些更喜欢的，儿子给您付钱。哎，不要，我一把年纪了，还簪什么花呀？你的心意娘知道就够了。江穗也没矫情，直接选了1朵淡紫色的小绢花。嘿，媳妇儿，我帮你戴上吧。萧河川拿着花朵在他的头上东比比西比比，最后选了个自认为最合适的位置簪上。不得不说啊，孩子人是傻了，但审美还在。哟，我们家穗穗当真是漂亮。我媳妇儿第一好看。众人被他逗笑，江穗也是。不过被人夸好看，他还是挺受用的。女孩子果然是喜欢听好话的。正当一家人和和美美之际，何老板却突然出现。那啥，肖老板呐，我有事找你商量。何老板，你能有什么事和我商量的？大家各做各的生意，各凭本事，谁也碍不着谁。如果想打歪主意的话，还是趁早死心。肖大姐，咱们和气生财嘛。之前咱们确实有点误会，不过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个机会，咱们坐下说呗。哎，你叫谁大姐呢？乱攀什么亲戚？不过看这何老板的态度，好像是真的有事的样子。于是萧母下意识地看向江穗。江穗倒是想知道这何老板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于是朝萧母点头。行了，你水也喝了，绿豆汤也喝了，什么事儿还不准备说？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和你们谈个生意。咱们有什么生意可谈？不都是做小本买卖的吗？只见何老板从兜里掏出5两碎银子摆在桌上。我要和你们谈的生意不大，我想5两银子买你们这个肉酱码子的做法，还有那油辣子的做法，怎么样？划算吧？他们是疯了还是傻了？会因为5两银子就把这财富密码给告诉别人了？萧母直接把桌上的5两银子拿起来，一把塞到何老板手上。我说何老板，你还没睡清醒是怎么呢？在我这儿做白日梦？你真以为你那5两银子能当50两花呀？赶紧走，赶紧走，要做法自己琢磨去。不是，就动动嘴皮子的功夫就能赚5两，你还不干啊？这相当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我呸！你脸可真大呀！我才不稀罕你那5两银子呢！赶紧走，别影响我做生意。被拒绝了的何老板气得要死，他指着萧母骂道：“你个泼妇，你不识好歹，你给我等阵！”何老板撂下狠话便走了。他那个表情，萧母还真的被他给唬到了一点。穗穗，你说他会不会给咱们使什么绊子呀？兵来将挡，时来土掩，这也说不准。何老板睚眦必报，今天在咱们这儿碰了钉子，估计心里很是不服气。咱们注意点就是了。他料想，以何老板的脑子，估计也想不到什么好主意来针对他，只希望他别玩脏的就行。很快，萧父和萧晴、萧勉到了走的时候，给家里砍了一大堆的柴火，劈成小段小段的，方便他们带去镇上烧。红薯粉也都晒完了，要开始继续收购红薯做淀粉了。那些晒好的粉丝和苕皮，按照现在的生意还能卖上2个多月，所以也不着急再去收新的。萧父和萧晴给了萧母2两银子，是他们上个月的工钱。萧勉的则是给周氏保管了。宋娘子送的2朵绢花也分别给了萧兰兰和周氏。萧兰兰自然选了淡雅的粉色，桃红色便被周氏拿走了。萧母送他们父子几个去镇门口坐车，还给他们买了一袋子包子馒头带着路上吃，又是好一通的嘱咐。萧父被他念叨的不耐烦。行了，老婆子，这话你每次都要说好多遍，我又不是3岁孩子，不至于哈。你赶紧回去吧，穗穗该忙不过来了。萧母嗔怪了他一眼，1步3回头的回了镇里。不过他没有直接回摊上，而是去了粮油店继续囤粮，把糙米面粉都买了一些，还有花生和黄豆也买了一袋子。萧母眼看这天气越来越恶劣，已经开始朝着江穗说的方向发展了。
今年夏天也比往年要热上许多，人几乎是在太阳下面晒上一小会儿，就浑身都被汗给浸透了。因为这个天气炎热，街上的人流量也变少了，全都待在家里躲太阳。大伙儿不愿意出门，一出门吃粉也是直奔着萧家来的，以至于街上其他家的生意简直是惨不忍睹。可也没办法，就是争不过，能咋办呢？娘，你买这么多面粉和糙米干嘛呀？我看您都买了几趟了，在家里也不见二嫂他们做着吃啊。萧毅日日帮着赶车，所以萧母买粮食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咱们呢，囤点粮食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你看看现在这局面都干成这样了，要是秋后没有收成，那咱们下半年和明年吃啥呀？没得收成，不就得出去买？等大家都买的时候，那就要涨价了，咱们就买不起了。哎，你可得把嘴闭严实了啊，可别叫别人知道了。啊，这样啊，没想到娘您还挺有先见之明的呀。哎，哪是我有先见之明啊，那是你四弟妹有先见之明，是她叫我囤粮食的。你这个木头脑袋，学着点吧。原来是四弟妹的主意，那没事了，四弟妹向来聪明有主见。那是，这点我承认。江穗没有听见母子俩的谈话，自然不知道他们在后面夸自己。日子不咸不淡的过了10来天，今天恰好轮到江穗休息了。周氏跟着萧母去了镇上摆摊，他则是在家里好好睡天懒觉。可奈何这天气太热了，他也实在是睡不着，早早的便起来了。萧鹤川这个粘人精，媳妇儿不出门，他也不当跟屁虫了，陪着江穗在家里待着，闲来无事就守着狗蛋写字。狗蛋颇有萧鹤川小时候的那股子勤奋劲儿，一门心思都只想着读书写字，要为家里争光。江穗把脏衣服收拾了一下，准备拿到河边去洗。哟，江穗，去洗衣裳呀，一道走走说说话呗。江巧巧，你吃错药了吧？你觉得咱俩有什么好说的？和谁没大没小的？我是你姐姐。再说了，我有话和你说，不可以吗？哼，你还想当我姐姐呢？你配吗？再说了，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最好收起你的花花肠子，别来烦我。哼，让我别烦你也行。你要是把那个粉的做法告诉我，以后啊，我就再也不来烦你了。但你要是不识趣，我就天天闹你，闹得你鸡犬不宁。江穗差点被他气笑了，他凑近江巧巧仔细看了一下。你做什么？看什么看？我想看看你的脸皮到底是有多厚，以至于你居然这么好意思说出这么搞笑的要求，我还真是从未见过你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哎，你那个张秀才知道吗？你就别打这粉的主意了，我不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你，你愿意闹就闹，反正丢脸的也不是我。最好你到大街上来闹，让整个白马镇的百姓都看看你的脸皮有多厚，看一看相比起那城墙，应该也不差几分。江穗抱着木盆，直接用肩膀去撞他。江巧巧被他撞得一个踉跄，直接捡起一个小石子去砸江穗的后背。江穗被他砸到了背，他也是忍够了，把盆放在地上放好，然后一手捡了几颗石子，反过来砸江巧巧。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啊！要是你把我砸伤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连续扔了几颗石子出去，江巧巧吓得捂着头就跑了，真傻，都不知道还手的，就这智商还想从他这里讨东西。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江穗心情十分愉悦，继续洗衣裳去了。也不知道这江巧巧和那个张秀才处得咋样了，书里也没提他几句，但是就他这样的，估计日后也过不了啥好日子。江穗休息了一整日，第二天轮到萧母在家休息，他则是带着兰兰和萧鹤川去镇上开摊儿。早就听说这萧记粉摊上有几个小娘子，都长得很漂亮，果然如此啊！这位客官，你到底要吃什么粉啊？我们有汤的酸辣粉，还有凉拌的粉。那就一样来一碗尝尝吗？看不出来他还挺能吃，一次性吃2碗。不过只要他给钱都好说。哎呦喂，疼死老子了！哎呦，疼死老子了！哎呦！啊，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刚刚还好好的呢。
哎呦，你们家做的粉不干净，吃坏了我的肚子啊！哎呀，疼死小爷我了！哎呦，还不赶紧送我去看大夫！我要是有点什么好歹啊，你们就等着蹲大狱吧！哎呦，哎呦，他们家做的东西向来干净，就是煮粉的水都是按时更换的，不可能会吃坏肚子。江穗总是觉得不对劲儿。我在这儿吃了这么久的粉了，也没见过有事儿啊。这咋他一来就有事儿呢？怕不是讹人吧？是啊，我也觉得他是在讹人。关你们什么事儿？在那儿嚼舌根子。反正我就是吃了他们家的粉才这样的。哎呦，我疼死了！我不管啊，不送我去看大夫，我就一直躺在这里。你们也别想好好做生意。很明显，这人有问题。摊子周围已经渐渐地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群，指指点点的。江穗四处看了一眼，刚好被眼尖的他看见了何老板藏在人群后，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何老板见自己被发现，唏嘘的转身就走。很明显，这个人来闹事儿，估计就是何老板指使的。江穗没有证据，可眼下他总得先解决问题。正在头脑风暴的时候，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道温润如玉般的声音：谁要看大夫？我便是大夫。苏燕青朝着曾先生点头，曾先生便把这人的一只手伸到了苏燕青的面前。这位小哥的脉搏强劲有力，并不像是有急的样子，怕是装的吧？你哪来的庸医？小爷说了不舒服就是不舒服，肚子疼得很，我要去专门的药堂看，谁要你看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乃冀州济善堂二公子苏燕青，我的医术师从我祖父苏无病。苏某不敢自诩医术有多高超，但给你看病也是绰绰有余了。说苏某是庸医，这苏某可是不认得。而且小哥这戏做得不好，捂着未晚处说自己肚子疼，怕是不妥吧？你说你是济善堂二公子，你就是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啊？苏燕青闻言轻笑出声，从腰间取下一块木质腰牌。我这腰牌是济善堂的坐堂大夫才会有的，一般的坐堂大夫用的是黄木，而我这块腰牌是选用上好的紫檀木制成，是在下身份的证明。这位公子所言不假，我去过花溪县的济善堂分号看过几次病了，与里头的刘大夫相熟。他的确有一块黄木制成的腰牌，上面刻着济善堂的字样，而且看这位公子的气度不凡，想来的确是济善堂的二公子不假了。你这宵小，光天化日之下行坑蒙拐骗之事，真是令人不齿。因为这位兄台的出言作证，众人已经完全相信了苏燕青的身份了，也对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那啥，我突然感觉肚子不疼了，今日这事便算了吧。站住！你还不能走！你这小娘子当真是难缠，我都说不找你麻烦了，你还不让我走？这么的，我把吃粉的钱给你还不行啊？这事就算了吧。说着，他开始掏钱，从钱袋子里面数了17个铜板出来给他。但是江穗可不会就这么算了，这钱他要收，这人也不能放过，必须要揪出幕后主使给点颜色瞧瞧，往后才能消停。正好借着此事杀鸡儆猴，也叫这条街上的其他心里不服气的人看看，他们萧记粉摊不是好糊弄的。哎，这钱我也给了，你们可以让开了吧？钱你本来就该给，我的粉并没有问题，但是你今日来我摊上闹事，肯定是有人指使的吧？你最好老实交代，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否则你今日就得跟着我去庭长大人那里一趟，我要告你一个蓄意滋事、污蔑人的罪名。哎，行，姑奶奶你厉害，我怕你还不行吗？但是我有言在先啊，你要我告诉你是谁也行，你可别拉我下水。行，你说是谁？我不怪你，我只找那个人的麻烦。是和记面摊的何老板，他给了我200文，让我来你这里闹事。到时候我只要吃完东西喊肚子疼，赖你们家做的吃的不干净，好毁了你们家酸辣粉的名声，我还能趁机讹你们一笔医药费。江穗就知道，果然是这何老板。萧逸一听是这结果，瞬间火冒三丈，他撸起袖子就走了，要去抓人去了。于是乎，萧逸把何老板强行押到了自家摊位。这边的事儿闹大了，小镇上已经传开了，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请来了庭长大人。老板娘，说好的不拉我下水，咱我都交代了，还不让我走呢？你还得留下来作证呢，怎么能轻易让你走了呢？你们敢这么对我，信不信我去庭长那告状？哼，你找人来我们这儿闹事儿，想毁了我们的生意，我们还想告你的状呢，你等着受罚吧。谁要找我告状啊？众人循着望了过去，只见一个身穿青灰色素袍的老者走了过来，还带着2个衙役。
这人瞧着50多岁，蓄着长胡须，身形清瘦，但却给人一脸清正之感。这便是白马镇的亭长，专门处理这镇上以及周边村落的民事纠纷的。亭长，完了！大人，是我要告状，我要告这和记面摊的老板，因为生意做不过我家，便心生恶念，居然买通人来我家虚以滋事，意图毁了我家的生意。人证已经自己承认了，并且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这何老板。不是啊，亭长大人，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啊？人证在此，你有什么好狡辩的？萧河川此刻满眼都是自己的媳妇儿，用星星眼看着他，很是崇拜的样子。他觉得此刻的江穗特别厉害，何老板和坏人看起来都很怕他的样子。李四，又是你这个混小子，你还真是屡教不改啊！亭长大人，好巧啊，咱们又见面了。你倒是自在，这次又帮着别人坑人。行了，赶紧交代清楚，是否如同这位小娘子所言，和记面摊的老板指使你来此生事？李四知道自己今天跑不掉了，这萧记还有季善堂撑腰呢，他们如此不依不饶，要是自己不好好交代，怕是要吃更大的亏。他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于是李四把何老板找他闹事的细节全都仔细交代了一遍。过程中何老板的脸色青一阵紫一阵的。亭长大人，我也是猪油蒙了心了，自从萧记粉摊来了咱们这街上，我们这生意都没法做了，我们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我一时起了嫉妒心，才犯下了这糊涂事儿。我知道错了，我给萧家2位小娘子赔不是了还不行吗？看在我是初犯的份上，亭长大人您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看来你对于自己做过的事也是供认不讳了，但是你这种小人行径实在是恶劣，做生意本就是各凭本事，你怎么能陷害人呢？你别和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既然犯了错，本就应该和人家赔不是，而且这事既然闹到了我这里，那我便要秉公执法，不能徇私。你指使李四蓄意滋事，按照法度要关上你5日，还有李四受人贿赂行小人之事，罚你归还何老板的铜钱，再关上3日。亭长大人果然公正，毫不徇私，这一点让江穗十分敬重，而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亭长大人，您不能怪我呀，我还有生意要做呢，家里离不得我的。这么着，您罚我点钱都成，我能不能不去蹲大狱啊？哼，大胆！法度面前岂能容许你讨价还价？若是再多言，便罪加一等。何老板这次真的是面如死灰了，颓废的像只斗败的公鸡。现在好了，没膈应到萧家人，把自己膈应死了。李四看他也不爽，不情不愿地把他的钱还给他，自己便宜没占着，还跟着蹲几天大狱。亭长让何老板给江穗他们道歉，何老板十分不情愿，但碍于亭长的威严，还是照做了。对不住啊，江小娘子。虽然不是诚心的，但也足够了。江穗的目的已经达成，想必经此一遭，他们该是要老实一段时间了。最后，何老板和李四被2个衙役押走，围观群众们都开始鼓掌，夸赞亭长大人公正。亭长也已经习惯了，他在镇上向来有口皆碑。早就听说咱们镇上来了一家卖酸辣粉的，大家都说你家的粉好吃，今儿既然来了，那我也尝一碗吧。亭长大人快请坐，我这就去给您煮粉。请问您是喜欢辣一点的还是不辣的？辣一点吧，我爱吃辣的。亭长笑道，他坐下，朝着曾先生和苏燕青点头致意。他和曾先生认识，曾先生本就是白马镇的人。亭长大人，今日多亏您秉公执法，给了我们一个公道，您辛苦了。您是头一次来咱们这里吃粉，这2碗粉就算是我请您的。这可不行，你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我身为白马镇的父母官，替你们解决这些琐事，本就是职责之内，哪还能鞠躬呢？江小娘子可以给我便宜一点，但却不能不收钱，这是不可取的。那行，既然亭长大人这么说了，这粉我便收您素粉的价钱，您慢用。他煮的都是肉粉，如今都是按照素粉的价钱收他的。亭长拿起筷子吃了起来，江穗便也不在一边打扰他了。另一边，萧兰兰正在和苏燕青说话，江穗趁着这会子不忙，也跟着摸摸鱼。苏公子今日怎么有空来白马镇？是这样的，我的身子已然大好了，只是这腿还需要静养，
毕竟伤筋动骨100天，若是不仔细之前，怕是会落下病根。过几日我便要返回冀州府了，这一走山高路远，想要来看各位便不容易了。所以我想着在走之前再来见一见我的救命恩人们，托你们道个别。萧兰兰心中有些小雀跃，她还以为他是来办事，顺便过来打招呼的。是要仔细着，这腿是用来走道的，千万不能留下病根。不过也难为四公子有心了，还总惦记着咱们。今日怎么不见萧夫人？我从济善堂带了些补品过来，可以给萧家二嫂入膳补身子，都是对女子极好的东西，很是滋补。今日恰好轮到婆母在家中休息了，所以她没来。二嫂吃了秦先生开的药方加以针灸，如今已然一日比一日好了，劳烦苏二公子费心了。都是应该的，既然没能见到萧夫人，不若今日我便驮你们一道回村一趟，也好当面同她道个别。而且我也很想念萧夫人做的饭菜了，嘴馋得很。那感情好呀！一会儿三哥去买上几斤新鲜的好猪肉，再买只鸡，买条鱼，晚上让娘给做了。他前几日还念叨着苏二公子的身体是否安康呢。今日咱们就早些收摊，好招待一下苏二公子和曾先生。那托林旭的福，我也跟着去蹭上2口。这萧夫人做饭可香，每次她都能吃好几碗。众人都被曾先生逗笑了。如今苏燕青就住在他那里，但是这会子还早，不急着收摊，这才刚到中午呢。正好到了饭点，曾先生说想吃酸辣粉，于是给他和苏燕青一人煮了1碗。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花溪县照看苏燕青的腿，所以没在白马镇。从上次离开以后就再也没吃到了。这酸辣的小味儿他也是馋得不行。这边亭长一开始吃的时候也没想过说有多么好吃，但是看着这酸辣粉色香味俱全，吃起来也是惊喜到他了。素来爱吃辣的他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开始暴风吸入，没吃几口就满头大汗，但是他吃得很爽。拌粉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刚好吃酸辣粉辣到了，再来上1碗花生酱拌粉，特别解辣。总之他这一顿吃得很安逸，2碗粉都吃完了。最后付钱的时候，他对江穗好一通的夸赞，说自己以后会常来。那感情好，他经常来的话，人家见亭长总是出现在他的小摊位上，指定不敢打他们什么主意了。午后天气实在是燥热，曾先生便推着苏燕青先回家休息去了。大家约好申时会合，一道回仙鹤村去。萧毅拿着钱去买了1块上好的五花肉，又买了1只母鸡，还买了1条大草鱼，都是晚上用来招待苏燕青他们的。萧母在家里这一天也没闲着，上隔壁村收了200斤红薯，又收了100斤土豆子回来，叫牛车送回来的，为大旱做准备。他才刚回来没多久，就等来了曾先生和苏燕青，这家伙给他高兴坏了，笑得合不拢嘴。苏燕青又带了一堆补品过来，还带了许多好吃的糕点给狗蛋儿吃。江穗和萧母说了一下苏二公子的来意，萧母听说他们是专门冲着自己的手艺来的以后，二话不说立马就张罗着做饭去了。今日必是要把苏二公子和曾先生的肚子胀得圆滚滚的才行。哎，我听说大户人家都有专门喝茶的茶杯，但我们家都是乡下的粗人，这么好的茶叶只能用这水碗来盛了，二位别嫌弃啊。晚霞无限好，还有小姑娘作陪，便是大雅，苏某荣幸之至。曾先生见2个年轻人的神情和眼神，也是心领神会，露出一脸吃瓜的表情来。他在一边偷笑，心里想着，孩子长大了，前头还说自己不着急，要先在医术上有所建树，对姑娘不感兴趣，如今看人家姑娘的眼神都要腻死人了，果然是没遇到喜欢的。这不遇到了中意的人，便整日心心念念着。前段时间在花溪县养病养得无聊的时候，他还撞见这小子在书房偷偷临摹萧姑娘的画像，不过他没有戳破，很识趣的当作不知道。曾先生觉得自己此刻处在这里有些碍事，于是便主动找了个借口开溜。那啥，林雪，我看仙鹤村的景致不错，这会儿夕阳红了半边天，煞是好看。我出去走走，前头照顾你还没好好在村里逛逛，你不方便我就不带你了，一会儿开饭了我就回来。师叔随意就好。曾先生，今年几个月不下雨了，导致麦子都长得不好，不然呀，换做往年这个时候，风景更美呢。您可以上我们家后面的石头山，站在半山腰往下看，咱们村是最美的。这傻丫头真当曾先生要去看风景呢？萧姑娘都这么说了，那我非得去看看不可了。等到曾先生走了，
苏公子，你要是饿了，就先吃点点心垫垫。吃晚饭怕是还要一会儿呢。我不急，本来就是买给你们吃的，反倒是用来招待我了。小姑娘，快别忙活了，你今日也累了一天了，快坐下歇会儿吧。俩人独自在院子里坐着，气氛很尴尬。萧兰兰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苏二公子这样好的人，想必已经有婚配了吧？没有，我还没有婚配，我年方19，位极弱冠，所以还不着急。萧兰兰还是头一次见他这么慌乱，有些好笑。但是更让他开心的却是他给出的回答。他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微微低着头，脸上的笑却藏不住。苏燕青见他笑，自己也跟着笑，一种名为暧昧的种子悄悄发芽。刚好这时候，萧逸和萧鹤川赶着牛车回来了。萧逸气呼呼地走了进来，也不知道是谁惹着他了。三哥，你别生气了。怎么了这是？村里那王婆子刚刚在路上拦住我的马车，跟我说给兰兰相看了一门好亲事，说是男方不在乎她这个命格，只想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我寻思听起来还不错嘛，就停下来细打听了一下。结果王婆子告诉我，这人是她娘家那边的亲戚的儿子，今年20有6了，比兰兰大了整整10岁不说，还有俩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他是个官夫，刚丧妻不久，想讨个媳妇儿回去给他做饭带孩子，彩礼啥的都不是问题。我可去他的吧！我当时就火冒三丈，要不是看在王婆子年纪大了嘛，我高低骂他几句，真是不会当人呐！哼，我们家兰兰是黄花大闺女，还这么能干漂亮，凭啥给人当后娘去？这我能不生气吗？这个王婆子，别让我再见着她！你不好意思说她，我可好意思，看我怎么骂她就完了。我们家兰兰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我也养得起，用得着他们操心吗？就是，妹子别怕啊，哥养你一辈子。萧家的哥哥们都宠妹妹，他们还真愿意一辈子养着萧兰兰。只是萧兰兰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她有些窘迫，毕竟是当着苏燕青的面。她感觉这个事儿被苏燕青听见了，自己有些不敢面对她了。这个克夫命就像是魔咒一样，一直烦扰着她。她脸上挂不住，转身回了房间。一进房间，她便委屈的不行，开始掉小金豆。苏燕青看着她的背影，藏在宽松袖子下的手不自觉地收紧。见他如此的窘迫和伤心，他的心里也揪得难受。萧母知道王婆子这事儿又伤害到了女儿的自尊心，更何况是当着苏公子的面，无异于公开处刑。好好的闺女，谁愿意给人当后娘呢？如果萧兰兰不是因为这个破命格，以她的条件，想娶她的人能踏破萧家的门槛了。大家围坐在堂屋之中，桌上是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饭菜。苏二公子，您多喝点鸡汤补补身子，好不容易来一趟，可得吃好了再走。姜穗做的红烧鱼和红烧肉也是不赖的，色香味俱全，让人一看便口齿生津，胃口大开。没想到姜小娘子还有这样的手艺呢，这手艺都能自己开饭馆了。我本是不会的，但是看我婆母做菜做得多了，便也有些奇思妙想。我献丑了，但曾先生喜欢就好。喜欢，特别喜欢。曾先生笑得爽朗。饭桌上，苏燕青的眼神一直注视着兴致不高的萧兰兰。她刚刚哭过，眼睛有点红红的，怕被看出来，便一直低着头默默地扒饭。她很想安慰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找不到机会。除了他们俩人心里有事以外，其余人和曾先生都聊得挺欢快的。但是姜穗还是细心地注意到了萧兰兰的不对劲。他看出来了，萧兰兰对苏燕青有情，而苏燕青估计也是对萧兰兰有好感的。萧母作为母亲也看出来了女儿的小心思，可她很现实，人家苏二公子的家世和身份不是他们家高攀得起的，自古讲究门当户对，很多感情不是互相有情就足够的。一场晚饭吃完，外面的天已经漆黑，曾先生也要带着苏燕青离开了。苏燕青给萧家人留下了一个自己在冀州府的地址，说是来日有机会到冀州的话，可以去他的私人邸宅寻他，他会和下人打好招呼，若是他们过来，必将奉为座上宾招待。一直到苏燕青要离开了，萧兰兰还是那副若有所思、怅然若失的模样，两人隔空对望一眼，无尽的苦涩。他极力扯出一个笑容，苏燕青嘴唇嗫嚅了一瞬，最终还是没能多说什么，只留下一句珍重，望来日再见。
萧毅送曾先生的马车到了村口，叮嘱他们路上小心。萧三哥稍等。苏二公子，还有何事？我在花溪县之时，偶然得到了一只簪子，我拿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仔细端详过后，发现十分适合萧姑娘，与她甚是相配，方才忘记给她了，如今才想起来，请萧三哥帮我转交给她吧。簪子到他手上，因着夜色看不清。苏二公子，您的东西想必都是好的，兰兰怕是受不起这份情。他指的自是人情，而非男女之情。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若是不送给萧姑娘，我拿着也无甚用处。麻烦萧三哥了，天色已晚，师叔，咱们快走吧。萧毅拿着簪子，听着马车咕噜的声音渐渐远去，他无奈地耸耸肩，回家了。三哥，你有事吗？萧毅把簪子递到他面前。刚刚去送苏二公子和曾先生，临走了被苏二公子叫住，他说偶然得了只簪子，他拿着没啥用处，就让我拿回来送你，说是适合你。我这一想吧，苏二公子拿的东西肯定都价值不菲，想帮你拒了的，但是苏二公子没给机会就走了，我只好拿回来给你了。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那就好好收着，日后有机会再见的话，你再还给人家苏二公子吧。萧毅当真是大直男。萧兰兰接过簪子的手有些抖，总觉得这簪子拿在手上有1000斤重。萧毅完成任务，打着哈欠走了。萧兰兰有些失魂，拿着簪子走到烛光下，紫玉簪子被烛光照得通透，内里无杂质。她还从未接触过如此精致的东西呢。她细细地摩挲着这簪子，突然感觉到这簪身有一处粗粝之感，像是刻了字一般。萧兰兰连忙翻找到这一处，离着烛火又近了一些，这才看清楚了上面刻着的字眼，竟是一个兰字。她叫兰兰，那这簪子的意味便不言而喻了。一瞬间，萧兰兰心跳如鼓，久久不能停歇。她是又惊喜又不安。苏二公子这是在向她表明心迹吗？男未婚，女未嫁，他却平白无故地送自己簪子，还在上头刻了自己的名字，很难不多想的。不过这时候，萧兰兰被王婆子膈应到而形成的郁闷确实被驱散了很多。同样不安的还有苏燕青，她一路上都很忐忑，回到了曾府以后都已经躺在床上了，她依旧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今天这簪子送的冒昧，也不知道萧姑娘是怎么想的，会不会觉得自己梦浪轻浮？主要是她自己自作主张在簪子上刻了人家的名字，要是萧姑娘想差了的话，实在是对自己在她心里的形象有损呐。今夜有2个人无眠，那是注定的。后续几日，萧家的生意做得稳稳当当的，没人再敢对他们有什么想法和针对。萧记酸辣粉已经成为了白马镇最受欢迎的摊子。5天后，何老板被放了出来，终于是老实了。这天气也是没谁了，丝毫没有要下雨的迹象，田里的粮食都要渴死了，河水都快要干了，土地开裂。不少村庄的村长接连着来找厅长，说是要他组织一下求雨事宜，到时候家家户户捐点钱，买了祭天的贡品，大家一起敲鼓求天神赐雨。求雨的祭品，猪牛羊鸡这样的贡品都不能少。隶属于白马镇管辖的所有村庄，家家户户一家出5文钱，由村长筹集统计好，统一交到厅长府。厅长拿着这些众筹的钱去准备祭品，除了猪牛羊鸡，还有很多别的祭品。3日后便在镇门口开办求雨大典，届时街上做小食生意的都要休业1天。既然不能开张做生意，那便好好的在家里休息1日便是。做生意满打满算已经有2个月了，肖母把这2个月赚的钱都算了一下，第1个月居然赚了将近10两，第2个月则是赚了差不多8两，加在一块儿有17两之多。扣除之前摆摊支出的成本，纯赚了12两银子，给肖母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他把大家叫在一起，按照一开始说好的要发工钱，给江穗和萧毅1人1两银子，给周氏和兰兰1人800文。因为萧毅和江穗几乎日日跟着出摊，2人比较辛苦，所以便多发一些。而周氏和萧兰兰在家里相对比较轻松，所以少发一些。这些大家都没有异议。收到自己劳动所得的工钱，众人心里十分带劲。尤其是周氏啊，他万分自豪，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日日在家里干些活儿就能挣到钱，那种满足感
简直是难以言喻啊！萧逸把1两银子拿在手上过了把瘾，然后又还给了萧母。哎，我现在一个人又不用养媳妇儿，拿银子在手上做甚呢？娘，你给我收着吧，我不用，留着补贴家用，日后家里用钱的时候还多呢。他能这么想，萧母很欣慰。刚好家里也还算不上宽裕，他便做主把银子收下了。到了求雨这一日，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去凑热闹，也有嫌天气热路远不肯去的。萧兰兰还没有见过求雨，很是好奇，于是便喊着江穗陪自己一块儿去看。正好这个时候，萧鹤川也在同江穗撒娇，说是想去看热闹。媳妇儿，求你了，你就带我去好不好？你最好了。这个时候的萧鹤川就喜欢凑热闹。前天他听萧母说了求雨的场面，然后就心心念念的想着去。但是江穗好不容易能休息一天，他只想摆烂。现在又来了个萧兰兰，江穗当真是受不了两个人的左右夹击、软磨硬泡，于是便答应了兄妹两个的要求。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早，江穗把卖干货的银子给了萧母。萧母问他们看求雨好不好玩，萧鹤川第一个表态：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还得跪下，又晒又热的。哎呀，今年也就那样了，地里的麦子都没得救了，如今只求着能下雨，别渴死人就成。村子里的井都快要干了，河也都要干了，也不知道往后还能不能喝得上水呀。萧母都快愁死了，现在喝水都成了问题。人可以少吃点粮食，他饿不死，但是不喝水那可是要死人的。镇上那口井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要是这井都干了，估计生意也做不成了。一说到这个，江穗记起来自己还有脏衣服没洗呢，他一身，萧鹤川一身，得趁着时间还早去洗了才行。萧鹤川回来以后便去了狗蛋那里，叔侄两个在房间里玩。萧兰兰也累了，准备午睡一会儿，他便独自一个人抱着木盆去河边洗衣服了。哎，你们干嘛？再这样我可就要叫人了！你怕什么？我们有事同你商量。你呀，乖乖的听话不就好了，又不会怎么着你。江穗呀，你好歹也是我养大的，我对你没有生恩，但是有养恩。你不能这么白眼狼吧？自从你嫁去了萧家，就连娘家都不回了，你良心让狗吃了。我呸！就你还算养恩？不把我当人看，每日对我非打即骂，要不是我命大，只怕是早就死在你手上了。你也有脸说这些？萧家娶我给了你5两银子，难道还不够堵上你的嘴吗？我不管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你们休想从我这里捞到半分好处。江穗猜想，这母女俩如此行事，必定是和酸辣粉有关。小蹄子，毕竟就不吃罚酒，给你脸了是吧？我要整你，有千百种办法。来人，救命啊！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人了！闭嘴，你个小贱人，才想打死你！陈金花见状，一把捂住江穗的嘴，他怕江穗真的把人给引来。但江穗也不是吃素的，一口咬在了陈金花的虎口上，使足了劲儿，疼得陈金花龇牙咧嘴的。江巧巧见状，一把拧在江穗的腰上，江穗吃痛，但嘴上不肯松，三人便这么扭在一处。陈金花感觉自己的肉都快要被咬掉了，逼不得已，她大喊一声：“还不出来帮忙！”话音刚落，只见一个面容有些熟悉的男子匆忙从草丛里冒了出来，他朝着江穗逼近。“你这个傻贱刀的小贱人，你属狗的，看我不打死你！”江穗衣裳也不要了，拔腿就跑。陈金花见状，吩咐男子拦住他：“你们动手干嘛？”小表妹，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只要听我大姑的话就行。没错，江穗，只要你乖乖的把你们那个酸辣粉的做法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我就放你走。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让巧巧去村子里大喊一圈，说你嫌萧鹤川是个傻子，背着他偷人，勾引我外甥，给萧家戴绿帽子。到时候你名声扫地，可是要进猪笼的。我看到时候萧家还愿不愿意你继续给他们当儿媳妇？你可得想清楚了，到时候萧家不要你，我们也不要你，你就等着被进猪笼吧。陈金花，你这么做就不怕我去报官抓你们吗？哈哈，你去呀，这里又没有第5个人，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识相点，快点把配方说了，这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陈金花还真是会做春秋大梦，江穗怎么可能如他的意去背刺萧家？
如今他只盼着这河边能突然来个人给自己解围。可是他想到了这一层，陈金花自然也想到了，不可能一直待在河边等着人过来的。他们把江穗往旁边的林子里拖。你到底说不说？不说的话，我可就让巧巧去喊了。你去呗，你看萧家人是信你还是信我？你别忘了，这是巧巧的表哥，以前你们时不时能见着。到时候我就说你在家里当闺女的时候就喜欢我外甥，但是我外甥看不上你。后来你嫁给了萧鹤川，心里嫌弃他傻，偶然呢又遇到了我外甥，一看见他你就起了心思想勾引他，被我逮了个正着。这有理有据的，你想不承认都难。大姑，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他在这拖着你呢。要我说呀，干脆假戏真做得了。到时候萧家不要他，我勉为其难收了他，等他人嫁去我家去了，还愁撬不开他的嘴吗？到时候拿了配方，咱们两家一块发财。哎呀，表哥说的对呀，我觉得能行。江穗，你嫁给萧鹤川，想必也憋屈吧？哎，你看看我表哥，这不缺胳膊也不缺腿的，人也机灵，要不你从了得了。江穗被他们团团围住，一时间有股子恐惧上涌。陈金花还算理智，她知道这样不行，要是真如了外甥的愿，那她以后在仙鹤村可就混不下去了。萧家那些个男的不得为难死她，她这孤儿寡母的哪是对手呢？她还在思索，江穗突然眼尖，看见陈树后面的树上居然挂了一条蛇，正在看着陈树的后背吐着信子。她看见蛇的一瞬间脸都白了，不过她知道机会来了。喂，你身后有蛇！行了，小表妹，你就别拖着了，要么赶紧交代，要么就从了我算了。这时候，江巧巧下意识地往陈树身后一看，刚好看见了正在做攻击状态的毒蛇。有蛇，真的有蛇呀！江巧巧吓得跑开了好远，陈金花也被惊着了，失了分寸。蛇哪里有蛇？而陈树一个回头，那蛇刚好一口咬在了他的脸上，他发出尖锐的爆鸣。也正是这个时候，江穗毫不犹豫拔腿就跑，头也不回的那种。陈金花见江穗跑了，又想去追，可看见外甥被蛇咬了，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另一边，萧鹤川已经找来了，他在河边发现了散落在地上的衣裳和木盆，唯独不见江穗的人。萧鹤川急得眼睛都红了，漂亮的桃花眼湿润了起来。直觉告诉他媳妇儿不太好，他锲而不舍地喊着往林子里面走。江穗没命地跑路，听见萧鹤川的声音，他加了把劲儿，出现在他面前。我在这儿。媳妇儿，你去哪儿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鹤川，我没事，咱们去找老村长。今日，他必须要找来老村长，替自己主持公道，揭露陈金花的面目。去找老村长干嘛？你不用管，回去告诉三哥和娘，就说陈金花和江巧巧欺负我，让他们去江家堵人。这陈树被蛇咬了，陈金花肯定要带他回去处理的。萧鹤川听说他被欺负了，脸立马涨得通红。我这就去告诉娘和三哥，居然敢欺负我媳妇儿，我饶不了他们。江穗点头，然后小两口一个回家摇人去了，一个则是去找老村长告状去了。萧母也不知道江穗具体是被怎么欺负了，但一听小儿子说完以后，二话不说便和萧毅出了门。萧兰兰和周氏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出了门，5个人气势汹汹的就朝着江家去了。真是胆大包天呢，居然敢欺负他们家的人。这时候便是体现团结精神的时候，一家人拧成一股麻绳，一致对外。哟，这不是江穗吗？你咋来了？这孩子急成这样，是出啥事了？婶婶，我要找老村长爷爷替我主持公道。你因为啥要找你老村长爷爷主持公道啊？先说清楚了。你老村长爷爷年事也高了，没什么大事儿，我和你走一趟就成，别麻烦他老人家了。老村长一把年纪了，但依旧耳聪目明，在房内听见有人找自己，便自己拄着拐杖出来了。谁要找我呀？我瞅瞅。他走到江穗跟前，仔细地看他，这才认出来。原来是你这小丫头啊！说吧，出啥事儿了？老村长爷爷，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陈金花她不配为人，我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先前在江
江家的时候，我养父一去世，我便日日遭他虐待，家中大小活我都得干，稍不顺心就对我非打即骂，不给饭吃。后来我嫁去萧家，萧家待我如珠如宝，更是给我养母给足了面子，礼数不曾有怠慢。可陈金花丝毫不领情，还各种的诋毁嘲笑贺川人傻。如今我婆母开始在镇上摆摊做生意，陈金花便极度眼红，想要那酸辣粉的配方。秦氏居然设计陷害我，威胁我，还扬言要是我不从，就要毁我清白，让萧家休弃我，再让我嫁给他那混混外甥。今日我就是想让老村长爷爷替我做主持公道，彻底断了与他的关系。他先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事情经过，再这么一番哭诉，让在场之人都为之动容，只觉得他可怜。人的同情心一旦被激了起来，心里那股正义也就挥发了出来。陈金花在仙鹤村的人品一向不好，到处得罪人，大家都不喜与他相处。他的确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江穗，你别哭了，你那个养母啊，向来不会做人，她简直是个畜生。要说你在他家呀，本就没过几天好日子，给他当牛做马的，受尽了搓磨。萧家娶你还给了他5两银子呢。要说啊，这养恩也差不多还清了。哼，今日你既然求到我门前了，这闲事儿我也就管定了。走吧，我同你去江家寻他，你们把这事儿说清楚。他做这见不得人的勾当，那本就理亏，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最终老村长在自己儿子的搀扶下，跟随江穗一起去了江家。而此时江家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原因是因为萧家一家人气势汹汹的上门。萧毅一来便是好一顿的捶门，看的样子像是要吃人一样，而萧母也撸起了袖子，准备要打人的样子。这村里的人没事就爱看热闹，萧家又本就是仙鹤村的话题中心，陈金花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刻薄，爱占小便宜，这两家又有姻亲，这要是打起来，可不是就有好热闹看了。陈金花母女才刚到家，正在犹豫要不要去请村里的赤脚大夫来给外甥看伤口，但是她又心虚，毕竟自己刚刚才干了坏事。正想着，就听见自家的院门被砸得砰砰响。陈金花，你给我出来！有本事欺负人，没本事大大方方出来见人，是不是？陈金花的心被砸得也是打鼓一般，她压根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本以为江穗那个小贱人跑了以后，肯定不会把这事到处宣扬的，小姑娘家的都要脸面。但属实没想到啊，这个小贱人偏偏不走寻常路，还把这事闹得人尽皆知，她就不怕遭人非议？大姑，早知道就不听你的好了，现在我平白无故被蛇咬了一口不说，现在人家来找麻烦了。我跟你说，一会儿可得撇清楚，你如今唯一的依靠就是老陈家，你可得想清楚了，别把我搭进去，到时候我娘可是要找你闹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到要扛事儿的时候就要撇清关系了。嚷嚷啥？把我家门砸坏了，你们就给我赔！陈金花虽然心虚，但是这气势丝毫不弱。结果她一开门，萧母直接不管不顾的就上手了，她早就做好准备了。老寡妇敢欺负我儿媳妇儿，看我不撕碎你！让你当人你不当，让你当畜生！她边打边喊，虽然也不清楚江穗到底咋了，但是她既然要追究到底，那陈金花指定干得很过分。你们放开我娘！再打她，别怪我不客气了。周氏见状，直接走到了江巧巧的面前，叉着腰，胸脯一挺，她立马就怂了，边哭边喊娘，但就是不敢上。陈金花被摁着打，萧母和萧兰兰这母女俩配合默契，不打她的脸，只拧她身上的肉，拧得她尖叫连连，嘴里喊着救命。救命啊！杀人了！她打不过，只能喊。但是看热闹的人全都没有想拉架的，那些个和他吵过架的堂客们全都拍手叫好，说打得好。这时候江穗和老村长终于到了，看见这混乱的场面，他儿子便大喊：都住手，别打了，老村长来了！娘，兰兰，差不多行了，老村长过来了。萧母和兰兰闻言这才松开了陈金花。江穗看见这一幕，嘴角有些抽抽，他是真的没想到他娘和兰兰居然这么生猛。不过看见陈金花这样子，他心里那股恶气也消了大半，
萧河川本想去帮忙的，但是三哥按着不让去。他说女人的事女人解决，他俩负责兜底就行。老村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这萧家欺人太甚，不分青红皂白就上我家来打我，你看给我打的。嘿，你还倒打一耙了是吧？要不是你欺负穗穗，我会打你吗？都是你活该。你胡说，谁欺负江穗了？他不是好好的在呢吗？哼，陈金花啊，这么多年了，你这脾气倒是一点没变呢。你自己瞧瞧，这满村的人有几个没同你吵闹过的啊？人都被你得罪完了。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啊。哼，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你自己清楚，没想到你平时泼辣不讲理也就算了，心思居然如此歹毒啊！你眼红人家萧家的生意，几次想从萧家丫头那儿套人家粉的配方不成，便心生毒计，居然叫来了娘家外甥给你们打配合，以人家清白为要挟，逼迫人家把配方告诉你，你敢说你没有吗？老寡妇，没想到居然你这么歹毒！他撸起袖子又要上。哎呀，娘，老村长在这儿，你别冲动。萧母闻言这才停了下来，眼睛却还是狠狠地瞪着陈金花。老村长，冤枉啊！你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有证据吗？证据？躲在你家的陈述就是证据，你敢不敢叫他出来？陈金花心虚啊，知道自己那个怂货外甥正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不出来也好，只要他不出来，这事儿就说不清。刚好他家有个窗户可以翻出去，只要他从那里跑了，就找不到他。于是陈金花用胳膊肘顶了顶江巧巧，朝他挤眉弄眼的。但是江巧巧看不懂，皱着眉小声问：“干嘛呀娘？你眼睛咋了？”陈金花恨不得当场扶额，她怎么生了这么个猪脑子女儿？这些小动作没有逃过江穗的眼睛，她从原主的记忆里提取到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陈金花房间有个后窗户。于是他立马大喊：“三哥，快去把陈叔逮出来，他要跑！”萧逸突然被点名，几乎是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手脚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抬脚就往陈金花家里冲。萧逸，你敢？我家要是丢东西了，你就得赔！萧逸管得3721，他还能拦住自己不成？陈叔这小身板被他拎鸡仔一样的拎了出来，众人看见陈叔，便坐实了陈金花是在狡辩。江穗当即趁热打铁，再次还原现实，诉说陈金花母女是怎么在河边威胁自己的。他还特别说明了自己是因为那条蛇才脱的身。大家不信，就看陈叔脸上蛇咬的印子。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但是好歹一个屋檐下相处了10几年，你就算是不喜欢我，可是不能这么害我吧？没相认之前，我任劳任怨的干活，你打我骂我，我都不还嘴不还手。我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对我好一点，那是我错了，你根本就只在乎你自己。既然你如此不待见我，我已经心灰意冷，那就趁着今日老村长和乡亲们都在，给我做个见证，咱们别一刀两断，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不再是我的养母，我也不再是你的养女，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过养女看待，你还想毁了我的清白之名，让婆家休弃我，然后再嫁给那个混混外甥，而你自己一举3得，当真是心黑。在场的人有所动容，离江家近的人其实都知道江穗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也就是江穗一直顾念着养父的救命之恩，一直忍受陈金花的脾气，如今眼看着嫁到萧家去脱离苦海了，结果还是甩不掉陈金花这个恶魔。人都嫁了，他还打着主意，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去要人家的配方。要说村里眼红萧家生意的人不在少数，可是很多人打听不到风声，一般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有这陈金花能想出这种坏点子来，居然又想要配方，还想要人。萧河川一听说什么休妻，他便坐不住了。媳妇儿，我一辈子都要你，只要你这一个媳妇儿。穗穗，我们都相信你，你的脾气我们大家都清楚，清者自清。陈金花一听说江穗要和自己撇清关系，他可不乐意了。江穗，凭什么好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家当闺女的时候就看上我外甥了，
只是我外甥当时瞧不上你，你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呢。陈叔以前经常到我家来玩，你们经常能见面，你不止一次的对他示好，说是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你想嫁给他，但是我外甥不要你，你不得已嫁给了萧家这个傻子。昨日分明就是你再次遇见我外甥，心里存了勾引的心思，但是你怕事情败露，所以倒打一耙。没错，就是江穗勾引我。他跟我说萧鹤川是个傻子，他不得已委身于他，实在是憋闷得慌，结果被我大姑撞见了，他心里害怕，就把锅甩到我身上了。哼，凭你们这么说，反正我们不相信。大家伙儿难道相信吗？萧母是江穗的独唯，才不信人家挑拨离间呢。他转而问乡亲们，乡亲们都是摇头表示不相信陈金花说的。一则陈金花说的话没几句真的，二则现在的萧家风生水起，有发达的痕迹，他们不想得罪了萧家，想巴结着。陈金花和陈树见大家伙都不信，气得咬牙切齿。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在，江穗也没有人证，怎么证明他说的就是真的，我说的就是假的？这事儿说不清，想断绝关系没门。我告诉你，江穗，我以前对你是不咋样，但是我至少给了你住的地方，给了你饭吃，才让你活到今天的。我陈金花再怎么不好，你的这条命也多亏了我才留下的，不然你早就死在10几年前的那个雪夜了。这陈金花是不可能如他的意的，他就是占不到萧家便宜，他也得膈应他。江穗差点破防了，他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老村长见状也是左右为难，因为没有人证，大家各执一词，这事儿的确不好判断。还有，今天萧家人不分青红皂白上门打我一顿，打得我一身伤，他们得赔我3两银子医药费，这事儿才算完。他还真是无孔不入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小男孩走了出来，不过7、8岁的样子。他小声地说：我看见了，我看见陈婶婶和巧巧姐姐在河边欺负碎碎姐姐，他们还往碎碎姐姐嘴里塞布条，不让她说话。是大壮。大壮是萧鹤川村里的小玩伴。大壮，你个死崽子，你可别胡说！大壮娘见儿子出头，坐不住了。哎呀娘，我就是看见了，我没有说假话。哎呀，小孩子说的话不可信啊，老村长。就是小孩才不会说假话呢。陈金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人证，现在也有了，你也别狡辩了，就按照江穗丫头说的啊，你们把这关系断了，以后免得再生是非，各过各的日子吧。不行，那他白吃我家这么多年的粮食了，5两银子就想把我打发了不成？至少还要5两，这亲我就愿意断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彩礼都给你了，你还不满足？你如此行径，那日后谁还愿意与你往来呀？没人来往就没人来往，反正我孤儿寡母的也没什么能依靠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村长，我这也是没办法。陈金花今日是非要萧家出点血不可。那既然如此，就报官喽，看看谁有理。反正我没有大壮作证，是你们母女俩心怀不轨，觊觎我家的生意。哼，如今还想讹我？你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捏呀？我告诉你，你今天敢要我这5两银子，你自己可得掂量清楚了。我男人和我几个儿子可也不是吃素的，除非你们拿了银子以后就别再住在仙鹤村。我可是听说咱们白马镇的亭长最是铁面无私，从不徇私，要是真闹到他那儿去，说不定还能蹲大狱呢。上次有人在我家摊上闹事，那就关了好几天。这天气又热，大牢里面老鼠臭虫遍地跑，吃的还不如猪屎，要是真进去了，出来还不得脱层皮啊？不行啊娘，要是咱们真的进狱里蹲几天，长老要是知道了，我就完了。其实陈金花也怕呀，她可不想闹到官府去。可是就这么让萧家人和这个江穗小贱人得偿所愿，她又实在不甘心。大姑，差不多就得了吧，要是我爹知道了，非得打死我不可。要坐牢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了。啥也不说了，去报官吧，反正我不嫌麻烦。大壮，到时候你给婶婶作证，婶婶给你买好吃的。啊，真的？那我能吃你们家的酸辣粉吗？当然可以，给你吃2碗，够不够？大壮用力的点头，2碗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多了，再加上狗蛋儿答应自己的，他感觉自己有种飞上云端的错觉，太美了。小野，你去报官去。萧母一声令下，
萧逸说走就走。陈金花终于是绷不住了，面对女儿和外甥的眼神求救，她选择了低头。哎呀，好了好了，就按你们说的做，短庆语。萧逸这才停了下来。江穗立马找来了纸和笔，让老村长写断亲书。老村长一笔一画写了下来，写了2张。这断亲书写了以后，江穗和江家是再无关系，以后陈金花生老病死都与江穗无关。陈金花，你也不能再以任何缘由向江家伸手要钱了。江穗快速地按了手印，陈金花则是不情不愿的，她看见江穗就牙痒痒的，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按完手印以后，他还忍不住骂了一句白眼狼。江穗无所谓，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陈金花以后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她是江家养女，也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满村人都知道陈金花有多阴险了，看以后还有谁愿意同她来往。她也挨了萧母和萧兰兰一顿毒打，吃了不少亏，现在啥也没落着，还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这事儿终于了了，临走的时候，陈金花还在骂骂咧咧的：哼，下次再敢欺负我的人，老娘把你的肉给拧下来。热闹看完了，众人也就各自回家了。萧家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天能让大壮出来作证，少不了家里的狗蛋小朋友出的一份力。原来是狗蛋下学以后看见大家都在看热闹，于是便也去看了一眼，发现是他小婶婶被欺负了。这时候大壮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悄悄告诉他自己看见了，但是他不敢说。于是狗蛋就和他做交易，只要他去作证，他就请他吃家里的酸辣粉。大壮一直想吃他们家的酸辣粉，想得流口水，于是聪明的狗蛋就用这个做条件，这大壮才勇敢地踏出去作证的。陈金花被江巧巧扶着回房，掀开衣服一看，发现自己腰上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就吓人，江巧巧都不敢看。而陈树今天跟着他姑干这事儿，也是倒了血霉了，没落着一点好，还被蛇咬了一口，还好这是无毒蛇，不然他小命儿都交代在这里了。江穗回到家里，小母便拉着他上上下下的看，问他有没有受伤。哎呀，你这个丫头啊，吓死娘了！我以为你咋了呢？贺川一跑回家就说你被欺负了，那我还能管那么多？我逮着陈金花就是一顿打，丝毫也没有手下留情。哼，就当是给你出了一口恶气。娘，我没事，他们母女俩也是活该。现在我终于和他们划清界限了，不枉我闹这么一通。没多会儿，狗蛋回来了，还带着大壮一起。他对小母说，让他给大壮煮碗酸辣粉吃，说是自己答应他的。小母今天还得感谢大壮呢，所以煮个粉是应该的。但是狗蛋又说是他答应了大壮，又是什么原因呢？狗蛋把自己和大壮做交易的事情告诉给了大人们听，大家听完全都笑了起来，就说呢，这大壮怎么突然站出来作证了？原来是狗蛋在后面帮忙呢，这孩子当真是聪明的不行啊！萧母对自己这个大孙子真是爱死了，真是奶奶的大孙子，奶奶给你做白米饭吃。好呀好呀，有白米饭吃喽！这白米饭是狗蛋的执念。陈金花自从上次的事情过后，她在村里就人缘全无了，大家一看见她就绕道走，都不想和她搭话，怕她背后阴人。她玩得太脏了，动辄清白全无。而江穗经历过这事儿以后，现在她走到哪儿，萧鹤川就跟到哪儿，绝对不让她一个人落单。江穗无奈呀，但同时心里又很满足。现在他们身边的小人都得到了惩戒，日子总算是清静了，可以踏踏实实摆摊做生意了。如今白马镇所有的老百姓都只盼着下雨，距离求雨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还是没有下雨。村里的井水已经干了，而河流已经完全露出了河床，只剩下石头缝缝里面还有小股的流水了。大家喝水都已经成了问题，而田里的小麦大都已经渴死了，麦穗都是干干扁扁的，里面都没有粮食。现在都没水煮饭了，大家只能去山里找泉眼，看看能不能接点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有水，可是还得爬山，接了点水，回来的路上都要洒没了。萧家存了2缸水，也没坚持几天就没了。镇上那口井也没有坚持几天就已经见底了，打上来的都是黄泥水，这生意是做不成了。
街上做吃食生意的陆陆续续都歇业了。萧母和江穗商量了一下，干脆他们家也歇业得了。于是这生意暂停，一家人就回到家里休息。水源成了问题，地里的粮食是靠不住了，根本就没有产量，全是死的，百姓叫苦连天。现在饭没得吃了，连水也断了，这是天要亡他们呐！实际上整个冀州大半的地界全是如此。大旱来临，四处都是老百姓的哀怨声。反应快的已经开始拿钱去买粮食了。不仅如此，今年种下去的红薯土豆也都因为干旱，秧苗晒死在了地里，结出来的果实还不如没有。许多豪绅开始大量的购入粮食，然后再翻价卖出去。有的则是不怕路途遥远，直接去了外地购买粮食，再拿回来高价卖出。今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就没有粮食过年过春，只能花钱去买。可这些无良商人发无良财，面粉和糙米翻了5、6倍不止，就连玉米面都翻了好几份。仙鹤村的人也开始抢粮食了，白马镇的粮油铺子被抢空了，没买着的便辗转去了县里买。但是县里的情况更不得了，花溪县地大物广，人又多，那边同样是大旱，粮食早就抢购一空了。当地官员不作为，后知后觉才上书朝廷。可是都城离这边那么远，文书通过层层官员，等送到圣上的手里，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更别提这当中还有一些贪污的官员，想借此敛财的，几封奏折呈上去都被人故意给扣了下来。而萧家相比起来，那些毫无准备的百姓则是好得多。因为江穗的先见之明，萧母囤够了过冬的粮食，省着点吃，能熬得到年后。年后想必这种状况也就好转了。朝廷不可能不管他们。这几个月摆摊做生意，扣除成本，纯赚了16两银子。有银子在手上，就不愁会饿死。可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饮水问题才是。如今这情况，萧父和2个儿子也没法继续待在县里了。工头给他们结了工钱，便让他们回来了。父子3人，一人拿了2两银子回来。萧父和萧琴的全部都上交给了萧母，萧勉则是给周氏存着。如今小两口身上也有好几两银子的存款，周氏很满足于现状。秦先生给他开的3个月的药方也已经全部吃完了。如今家里的主心骨们都回来了，便该好好想想怎么解决喝水的问题了。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打算跟着村里的大部队一起去山上找泉眼，反正只要是水，总比没有的好。天气这么热，没水真的不行。一大早，兄弟3人跟着村长组织的大部队一起去了山上找水。江穗在家里也没闲着，他想起来之前摘野杏子的那个山涧里头有个大水潭，于是就想去那里碰碰运气。他和萧母打了声招呼，然后喊上萧鹤川和萧兰兰一起去。进入了枫叶林，枫叶已经红了，风景美不胜收。要不是这林子夹在这几座大山之间，这么个好地方肯定会被人发现的。水潭里面果然还有水，因为它被树木遮挡着，阳光无法直直地晒进去。水位虽然矮了许多，但是潭底依旧有水。咱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哥哥他们。没想到他们漫山遍野的找水没找到，结果我们一下就找到了。这潭水多少能坚持一段时间了。萧鹤川也学着萧兰兰下了潭，兄妹俩站的地方原本是被潭水淹没的，现在水位下去了太多。萧鹤川捧起一捧水喝，眼尖的他突然发现潭里有鱼，是那种小鱼，3指2指宽那么大。哎，快看，有鱼！哪儿呢？哪儿有鱼？我瞅瞅。江穗和萧兰兰顺着萧鹤川的视线看过去，真的有鱼！咱们把这些鱼抓回去吧，晚上加餐。江穗表示赞同，这水是活水，搅浑了以后过会儿自己就沉淀下去了，还是干净的水，所以不怕。说到抓鱼，这可是萧鹤川的强项。3人开始抓鱼，不过什么装备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这么徒手去抓还是很困难的。小鱼的灵活性很高，他们便想办法把它们逼到角落。忙活了半天，江穗和萧兰兰一条鱼都没抓到，倒是玩得很开心。只有萧鹤川逮到了一条。江穗在水底摸啊摸的，他忽然摸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形状怪异，像是石头。出于好奇心，
他把这石头从泥底给整个的抠了出来。我操！咋了咋了？你瞧，我捡到什么了？金元宝！四嫂，你确定这是金子？江穗不可能认错，他在现代有买黄金的习惯，一有钱了便喜欢去买点黄金留着升值。我确定，这还能有假？天地良心呐！萧兰兰这辈子连银元宝都没见过，更别说金元宝了。他不敢认也实属正常。萧鹤川呢，就更不用说了，他只是好奇，跟着在旁边看。嘿嘿，这东西黄灿灿的，真好看。那咱们这是发财了？萧兰兰虽然没有见过黄金，但也知道1两黄金等于10两白银。这么大一个金元宝，应该得有10两吧，那也就是100两白银，都够在县里买个院子了。江穗点点头，这的确是笔意外之财。但他有个很大胆的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底下可能不止这一个金锭子？这金元宝的形状是人为打造出来的，如果是天然黄金，那根本不可能有形状的。这就说明，或许这金元宝是专门有人藏在这里的。这池子这么深，不干旱的时候少说有2米多深，而周围也已经许久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这就说明这金元宝已经被人丢在这水底，不知道有多久了。虽然不知道扔它下来的人当时是何种心境，但今天既然被他捡到了，那就是他的了，以后也花得理所应当。但说不定这下头还有，不止这一块也说不准。于是他喊兰兰和萧鹤川继续在水池的泥沙里面摸摸看，看能不能还有漏网之鱼。英雄所见略同，萧兰兰也是这么想的。于是3人暂时不抓鱼了，而是开始摸金子。但摸了半天一无所获，几乎把这不大点的水潭底都摸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第2块金子了。人的运气要说好，也就只有那么好了。要是还能找到第2块，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对于江穗来说，这已经是血赚了，做人太贪心也不好。四嫂，你运气是真的好哎，下水摸个鱼都能被你捡到金元宝。我就没这个命。哎，这都是巧合了。江穗十分低调，但是脸上的笑是实打实的。他自从来了这个世界，运气就没有差过，有种把上辈子的运气全攒到这辈子的感觉。咱们还是抓鱼吧，摸石头一点都不好玩。他如今对银钱没有概念，只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兴趣。虽然捡到金元宝了，但是鱼也不能放过，所以3人又继续开始抓鱼。忙活了许久，脚丫子都泡得发白了，一池子水也被搅和的泥沙翻滚，看不清水底了。鱼都是萧鹤川抓上来的，江穗和兰兰主打一个重在参与，一共抓了5条鱼，也够吃了。这个天气没水养，放不了多久就会臭的。3人商量了一下，赶紧回家把捡到金元宝的好消息告诉萧母，然后再等大哥他们回来以后，把找到水源的事情说了。这种时候就没必要那么自私，藏着掖着了。大家一起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才是重中之重。萧母在家里归置家里剩余的囤粮，江穗那20两银子一共买了200斤面粉、200斤糙米，还有200斤玉米面，加上家里原本剩下的旧年粮食，自己磨的面粉还剩100斤，玉米面80斤，额外还有100斤土豆和100斤红薯，还有几十斤的红豆和绿豆，这些都是粗粮，很饱腹。红薯粉条也有大把没卖完的，以及100来斤的红薯淀粉还没来得及做成粉条，加上这些绝对饿不死。那些小鸡仔儿养了这么久，也都长得很迅速，再养几个月就能杀着吃肉了。萧家人口数量多，还都是能吃能干活的大老爷们儿，但因为江穗的先见之明，提前买好了粮食，相比起村子里其他人，已经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至少不用担惊受怕会挨饿。不然的话，他们这一大家子靠着旧年那点存粮，在这大旱之下根本就难以存活。可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那小儿媳妇又给他准备了大惊喜呢。哎呀，看来你们是找到水了，还弄了几条鱼回来，运气挺好啊。是呢娘，那个水潭还有水，到膝盖那么深呢，水又干净又甜，一时应该干不了。也不知道哥他们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找到水，但眼下有这口潭在，
大家省着点用水是渴不死的。哎呦，你二哥昨夜还念叨着想吃肉，今儿你们就抓了鱼回来，晚上又能加餐了。之前江穗发现的野猪和狍子肉还剩下许多，腌制好了都没舍得吃，挂在灶上呢，被烟给熏得黢黑，处理起来很费水，干脆不吃。萧勉他们在县里干活，本来就伙食不好，回来以后心心念念着想吃肉，奈何现在家家户户粮食短缺，他们家也不敢放肆吃。萧母囤粮的事情，周氏后来也知道了。她是个有点聪明的女人，知道这个时候不能露富，以免遭人惦记。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囤粮不多，都是紧巴的，吃完了这个月还得愁下个月呢。既然找到水了，就叫你爹去多挑点，把咱们家的缸先填满再说，免得之后还得跟他们抢。萧父没跟着他们上山去找水，一大早便扎进了田里。正说着，他就回来了，一脸的愁容。他一个庄稼汉，看着那粮食就那么毁在地里了，实在是心疼啊。哎，孩子他爹，穗穗他们找到水了，你赶紧把肚子填饱，一会儿咱们先去挑点水去。那地方离咱家可不近呢，咱们呀先把咱的水缸填满，免得以后再跟别人抢。萧父一听说有水了，一下子来了精神，暂时抛弃了心里的那些不愉快。这担水才是眼下的大事儿，其余的先上一边去吧。哎，这干啥呀？这是？江穗直接掏出了金元宝，拿到他面前。萧母有点懵，他看着这金元宝，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娘，你傻了？这么大个金元宝在你眼前，你都无动于衷？啥？你说这是啥？你再说一遍。这是四嫂在水潭里面捡到的金元宝，货真价实的，咱们发财了，我的娘哎！萧母的表情很不真实，一脸不可置信，但是她上下起伏的胸膛却是表明她此刻有多么的激动。好一会儿，她才颤抖着手把金元宝捧在手里。她凑近仔细看了看，又拿到窗户下，在光照下看。乖乖，她活了大半辈子了，也是头一回看见金元宝啊！你跟她说这是捡的，这也能捡得到？就算是狗屎运也没这么好吧？嘿嘿，娘，这金子既然被咱捡到，那就是咱们的了。这笔意外之财一定得捂好了。有了这笔钱，等明年的光景一好起来，咱们就能去县里租个小铺子卖酸辣粉了。到时候县里的人流量可是白马镇的好几倍，以咱们酸辣粉的受欢迎程度，那不得赚翻？穗穗，你替咱们家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先前你存在我这儿的那20两银子，都尽数用来买了粮食，娘已经很过意不去了。你还帮着家里张罗生意，多少也赚了些钱。现在呀，家里吃喝不愁，这金元宝既然是你捡来的，自然该归你。这娘可不能再占你便宜了。兰兰，你也不许惦记啊。还有这事儿谁也不准说出去，就咱几个知道就行了。贺川那边我也会教他，这孩子嘴严，不会乱说的。所以啊，穗穗，你就把这金元宝收好，好好揣着，自己留着就好。萧母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下，依旧能保持理智，这一点就不是普通人能比的。也由此可见他这个人的人品，他对江穗是真心的。其实有了他这话，江穗心里就很满足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下来，他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萧家人，而且只有萧家过得好，他才能跟着过得好啊。呀，娘，话虽如此，但是这金元宝还是放在你这儿最合适。我有需要我再找您，现在要紧的是把一大家子顾好，您说是吧？不行，这金元宝得放在你那里，我不能帮你保管。你以后呀，总得学着当家呀，哪能什么都让我替你保管呢？萧母态度坚决，婆媳二人几番推辞。至于萧兰兰，既然萧母都这么说了，她自然不会打着金元宝什么主意。反正这钱不管在她娘手里还是在她四嫂手里，她都能跟着沾光就对了，所以她不贪。左右自己也嫁不出去，那就一门心思照顾好家里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婆媳两个就这么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的。这么着吧，元宝放你那儿，但是以后家里要是真到了需要钱的时候，你再拿出来，那时候娘绝对不跟你客气，行不？那行吧，那这金元宝我就自己收着了，有需要我就拿出来。江穗把金元宝用布包起来，然后藏在了床底下，每日都检查几遍，确保不会丢。萧父和萧鹤川来往挑了2担水的时候，几个哥哥就回来了。
一大群人看起来是无功而返的样子，一个个晒得热汗直流，背心都湿透了。他们刚好要路过萧家，萧父挑着水正要去第3趟，就遇见了他们。怎么样？你们找到水没有？哎，别提了，到处都是干的，没找到一点泉水。你这是要去担水啊？村长见萧父担着水桶，我知道哪有水，我家小儿子和儿媳妇找到的，我带你们去。大伙儿一听说找到水了，原本一个个都还泱泱的，立马来了精神。当真？在哪儿呢？于是萧父便告诉他们了。萧毅知道那地方在哪，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他之前告诉江穗他们的，他倒是没想起来这茬儿。听说有水喝了，众人全部都回家拿水桶去了，把家里能叫上的劳动力都叫上，一起去打水。可是满村子好几十户人家，肯定都得排队打，看来这2天有的忙活了。找水还得继续，每天村长还是带着人去各个山头找山泉，不然哪天坛子也干了，总要有个备用的。可没过几天，村里就发生了件大事，还是兰兰出去了一趟听说的。现在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村里头的人对兰兰也客气了起来，开始主动同她打招呼了。她也是早上出门去菜园子，有个大婶告诉她的，说是江巧巧昨天夜里出事了，下头流了好多血，直接晕倒在了自家院子。陈金花被吓傻了，到处叫人帮忙。叫赤脚大夫过来一看，她果然是流产了。这事儿捂也捂不住，被人给知道了，一大早就传遍了村子。这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说，可是爆炸性的消息和八卦。话说江巧巧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居然有了孩子，还流产了，与她私相授受的人都不知道是谁。这样的女子就是不贞不洁，未嫁便与人有了私情，这放在大户人家可是要进猪笼点天灯的。前头她中暑晕倒了一次，裤子上就带红了，还以为是来了鬼水，没想到那个是落红，她自个儿没在意，不好好养着，这没过几天孩子就流了。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众人的三观都被震碎了。作为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实在是无法理解江巧巧这种不自重自爱的行为。但江穗还好，他一直知道江巧巧同张秀才有私情，只是他也没想到俩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他敢打包票，这张秀才绝对不会认下这件事，这江巧巧往后有的受了，这辈子怕是就这样了。其实他好好的找个人嫁了，说不定运气好也能安稳的过日子，可奈何他心比天高，关键还识人不清。萧母对此唏嘘不已，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的不会做人育人，才会教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如今只怕是老姜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仙鹤村的村民们找到老村长，让他出面赶着母女俩离开仙鹤村，说是村子里还有那么多没嫁人的姑娘。现在江巧巧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做的事都传到别的村去了，人家一听说他们仙鹤村的姑娘，就会说他们村的姑娘不检点，谁还愿意和他们通婚？面对满村之人的指责和怒骂，饶是陈金花这么厚脸皮爱耍无赖的人也受不住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于是他没坚持2日，便收拾东西带着江巧巧连夜回了娘家。可他娘家又如何能容得下他母女俩呢？他们也同样害怕流言蜚语，更何况他娘家嫂嫂可不是好糊弄的主，比起他的泼辣，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家2个女儿，一个陈金花，另外一个嫁得远，和他性格相反，是个受气包。陈家2老现在背靠一个独儿子，儿媳妇当家，陈家嫂嫂一个眼神，谁也不敢留他们母女2个。母女俩如今落得一个无处可去的下场。江巧巧小产过后，连身子都没养好，就被赶出了村子。说来也是这母女俩自作自受。陈金花年轻的时候不当好人，现在报应来了。萧家一直保持沉默，冷眼旁观他们的退场。江穗更是觉得畅快，恶人自有恶人磨。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会塌山呢？大哥萧琴很是不解，这又没下雨，怎么会造成塌陷？老萧啊，要我说，你们家最好还是先搬出来，找个远离山脚的地方先躲几日。
不然的话，你们家这紧靠着山脚，这次运气好没波及到你家，下次可就说不准了。你们这一大家子可不能大意呀。大家都是有防范心理的，这次塌方的地点离萧家很近，村长也是实事求是的劝他。萧父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村长说的话。但是他这一大家子该搬到哪里去呢？与此同时，江穗也在同萧母做着思想工作，劝他带着大家先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娘，我总觉得要有大灾难发生，要不咱们先把粮食搬出来，转移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吧，不然的话我心里不安。最近这么反常，为了咱们一大家子着想，还是谨慎一点好。江穗这决定来得突然，萧母都被他整紧张了。他感觉不对劲的事情几乎都发生了。之前他说今年有大旱的征兆，让自己提前囤粮以防万一，结果真被他说中了。今年大旱，颗粒无收，粮食价格暴涨。现在江穗又说恐有灾难发生，让他们带着粮食细软搬到空旷的地方。萧母信他的未雨绸缪，可是他们这一大家子该搬去哪里呢？穗穗啊，娘相信你的不安，我也觉得最近反常的很。现在后山又出事了，你不说我都觉得不放心。可问题是，咱们这一大家子搬出去又该住哪儿呢？要是一家几口人也就罢了，随便搭个棚子先住着。可是这一家10口人该如何分配？这的确是个难题。但相比起大家的安危，就算是委屈一下又何妨？正当婆媳两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萧父他们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村长，他们也是回来说搬家这件事的。他们说明了后山的情况，这让江穗完全坐不住了，总觉得这灾难快要发生了，不能再拖了，不然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这个家少了谁都不行。萧父一早就对村长表明，自己这一大家子不知道去哪里先暂避。村长很快替他们想好了去处，只是要委屈他们一下子了。村东边有一块大荒地，那里呢有个土地庙，地方不大，这土地庙已经荒废很久了，年久失修，需要打扫一下才能住下。你们先在里头对付着，不然这后山万一继续塌山，波及到你们一家，可咋整啊？村长这么一说，这的确是个好去处。萧父和萧母简单商量了一下，便点头答应了下来。村长让他们尽快，有需要帮忙的话就喊一声，乡里乡亲的能搭把手的肯定都会搭把手。但萧母拒绝了这好意，主要是家里这么多的粮食被人看见了不好，怕生出什么祸端。毕竟现在大家都紧巴的过日子，一天能少吃一顿省点粮食就又是一顿了。可如今已经是大下午了，萧父就想着明天一早再搬。江穗坚决反对，他建议立马就搬。女人们先把房间的细软和衣物先收拾好，再去土地庙那边打扫卫生。男人们则是负责用牛车搬东西，粮食就刚好等到入夜以后再搬，趁着夜色才不引人注目。萧母本来想听萧父的，明儿个一早再搬，可是他又听江穗一通分析，成功被江穗给说服了。大家也都觉得江穗说的有道理，于是按照他说的，大家迅速回房收拾了细软、衣裳和必需品。到达土地庙的时候，远远的看过去，这土地庙孤零零的立在这块荒地上，周围连棵树都没有，这地方十分空旷，江穗很满意。萧父他们在家里把家禽用鸡笼装好，然后收拾好锅碗瓢盆，先送到了土地庙这边。20多只鸡，其中还有几只老母鸡是能下蛋的，有牛车一点也不费劲。之后再把粮食装车，用篷布盖得严严实实的送过来。这些粮食加起来有700-800斤，老牛拉得有些费力，但好在没有多远。剩余的那些熏肉、被褥，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则是最后再搬。萧毅之前做了2部板车换着用，一部用来拉粮食，一部用来放其他的东西。等到一家人忙活清楚了以后，天已经黑透了。村子里的人家都已经吃完晚饭准备睡下了，萧家连饭都没吃。萧母便开始生火做饭，摆摊用的泥炉派上了大用场，做饭特别方便。其他人则是收拾自己晚上要睡的床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别说，还颇有一种出来露营的感觉。在这空旷的草地上面，还比家里凉快些。粮食则是继续放在板车上面，用篷布给盖好，4个角压上石头。
这么多粮食也是怕会丢了。于是萧父便提议晚上和3个儿子轮流守夜，一人守一个时间段的来。等大家吃完饭，都已经是半夜了，到处静悄悄的。土地庙内，众人打着地铺，底下是青石板，睡在这上面倒比睡在炕上还要凉爽，只是有些硬，睡久了可能会背痛。江穗和萧河川躺在一块儿，萧河川这么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晚上必须抱着江穗的一只胳膊才能睡得着。江穗早已经习惯了和他同床共枕的日子。刚开始便由萧父先守夜，一人守1个时辰的来。大家累了一下午，很快便睡着了。但任谁也没想到，灾难就发生在今晚。河川，你醒醒！有血，河川磕到头了！萧母闻言，一瞬间感觉自己眼前白光乍现，险些又没站稳。这孩子本来头就磕坏了，恢复的希望不大，现在又这么磕了一下，那以后岂不是真的好不起来了？啊！老天爷呀，你这是不想给我们活路了呀！刚刚经历过灾难，现在贺川又受伤了，众人有些心神恍惚。还是江穗最先镇定下来，赶快去查看一下咱们的物资，如今失去了家园，那些便是咱们安身立命之本了，断不能出差错。我记得苏公子在咱们家养伤的时候，还留下了一些纱布和消炎止血的药，快去找来给河川处理伤口用，再烧一堆火照明。他立马安排了下去，众人根据他的指示找的找东西，烧的烧火。好在2部板车上面的物资都还好好的，只是刚刚地震的时候地下有裂缝，所以轮子卡在了里头，有些许物资散落在地上。牛和家禽都还在。此时地震平息了，他们的情绪也逐渐平息下来。萧兰兰在屋子里面翻翻找找，终于找到了纱布和止血止痛的药。药都是粉末状的，装在小瓶子里面，都还剩下半瓶呢。铺了被子在草地上，让萧河川趴在上面，他还昏迷着。江穗有条不紊地给他处理伤口，先止血，再消炎，最后缠纱布。穗穗啊，他这啥时候才能醒过来呀？江穗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或许过会儿就醒了，又或者是明天早上，反正他也说不准。他现在担心的就是萧鹤川因为这个变故，会不会耽误他原本的轨迹，促使他本来快要恢复的脑子，现在这么磕一下又不成了，那自己岂不是成了罪魁祸首？萧母捂着自己的心脏，他如今有些气不顺，他就不明白了，今年怎么是这么个多事之年，也不知道村子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如今这土地庙也住不了了，好在当初摆摊的时候买的油布够大，裁了2张用来盖物资，还剩下一大块，可以原地支个棚。地震刚刚过，便刮起了大风，大家整得灰头土脸的，一个个狼狈至极。村子已经完全沦为了废墟。这场灾难发生在深夜，许多人都在熟睡之中没有反应过来，一部分人跑了出来，但因为住在房屋密集的地方，还是难免受了伤。一些没跑出来的则是压在了废墟之下，多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孩子。村庄里面大家都在绝望地哭着喊着，在废墟里面刨着，因为那底下压了他们的父母还有孩子。老村长家也没有幸免于难，老村长一生积德行善，所以得了善报。房子坍塌之前，他的孙子把他背出了屋子，但是自己的儿子因为给自己打掩护，被埋在了废墟之下。也就是现任村长叫萧家搬家的这位，他听闻自己的儿子被压，一时间气血攻心，也晕了过去。他终究是年纪大了，承受不住这样的变故。刚刚地动山摇的时候，他也难免磕着碰着，竟是闪了腰。受难之人都在怒骂天道不公，竟然生此灾祸，不给人留活路。先是大旱没有收成，如今又来地震，连安身之所都毁了，今后又该何去何从？如今怕也只有萧家保全的最多，人员都没有减少，除了萧鹤川受了伤。但这一切都得多亏了江穗，要不是他坚持昨天晚上就搬走，如今这一家人待在那山脚之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萧琴他们临时摸着黑搭了个棚子，供一家人在里面庇护。这才刚搭好棚子，天空中便下起了大雨来，砸在油布上，发出很大的声响。这期盼了5个月的大雨，在一场灾难过后降临了。在众人没有了家园才降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他们比起村子里的其他人，已经好了太多了。一家人围在棚子里取暖，火炉子的柴火烧得噼啪作响。萧鹤川的被褥被地底流进来的雨水给浸湿，只好把板车推了一辆进来，让他先睡在板车上面，下面垫着厚厚的被褥，脚边还放着不少别的物资。一家人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个神情恍惚着，还没有从灾难之中缓过神来。就这么无言地挺到了天亮，外面的雨势小了下来。萧父见天亮了也待不住了，找了2把伞和萧琴一起准备去村子里看看，也顺便看看自家房子是个什么情况。父子俩来到村里的时候，哪儿还看得见半分从前的模样，全是废墟。平日里来往的乡亲们正顶着雨在废墟里面救人，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的恩怨是非了，大家互相帮助，救人还有寻找能用的物资才是重中之重。萧父的嘴唇颤抖着，他和萧琴赶紧回了一趟自家，可看到眼前这番景象的时候，他们完全绷不住了。萧父直接哭了起来。他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房子，曾经是整个村子里最大的房子，院墙修的气派，所以一直是村子里被羡慕的对象。如今后山因为地震崩塌，把房子直接给埋了。要说这其他地方还能看见个房子尸体，他家则是连块木头都看不见，全部被压在山体之下了。自己半生的心血就这么没了。他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庄稼汉，地也没了，房子也没了，这么大一家子，以后如何活得下去啊？他捂着脸蹲在地上，毫无形象的低声哭着。萧琴也是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年轻，能扛得住事儿，还反过来安慰父亲：爹，别灰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一家人都还在，这个家就不会散，房子咱们还会有的。他很快的振作起来，擦了擦眼泪：你回去叫上你的2个兄弟，咱们给大伙儿帮忙，我先去救人了。以前的人情味很浓的，就算是平日里过日子难免有摩擦，有口角之争，但到了这种时候便是最团结的时候了。萧琴点头，连忙赶回了土地庙那边。而江穗这边天一亮也不再坐以待毙，把凳子桌子都搬到了棚布下面擦干净，众人才得了坐的地方。萧母准备煮点粥，一家人先吃点东西。远远的看见萧琴回来了，说了一下村子里的情况。萧母听见自家的房子被塌陷的大山完全给埋了，先是震惊，后是心疼，最后则是感到万幸。她一瞬间沧桑了，像是又老了几岁。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脆弱的样子，她得坚持。你们先一人喝点粥，吃饱了肚子再去帮忙，那样才有力气。也喊上你们的爹一声，再难过也不能饿着肚子，让他抽空回来也吃点。我们就在这儿守着鹤川，再规整一下咱们家的东西。萧母很了解萧父，家里的地还有房子，那是他毕生的骄傲了，如今全都毁于一旦。他不难过就怪了，不过是硬撑罢了。儿子们都点了点头，然后拿碗喝粥。完事以后都没有再耽搁，立马回村子里帮忙去了。萧鹤川丝毫不见醒来的迹象，还在继续昏迷着，这才是一家人最担心的。晚些时候父子4人回来了，已经是下午了。棚子里往外冒着炊烟，他们跟着挖了1天的废墟，救出了不少的人还有物资。他们还搭了临时避雨的地方，大家又累又饿，有人受了伤都来不及处理。晚上还是喝粥，再在锅边贴了1圈玉米饼，因为条件有限，只能这么吃了。萧父看着小儿子还没醒，叹息声连连。如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今天他也算见到了许多的生死离别。老村长的儿子，现任村长，被从废墟中救出来时，就剩一口气了，全身都是伤。老村长也病倒了，有些老人都没抢救过来，
直接就被砸死了。总之，被挖出来的那些人，不管老的小的，不死也没了半条命。贺川一整日了还没醒来。是啊，这眼皮子都没动一下。现在这情况又不能找大夫，这要是真出点啥事儿，可咋整啊？贺川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说不定晚上就行了呢。但愿吧。说起来啊，还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催促我们昨天晚上就搬过来，说不定咱们一家人都已经被压在那大山底下了。是你救了我们一家呀，穗穗，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加贵人。如果真按照一开始计划的今天早上再搬，怕是一家人都已经命丧黄泉了。其实江穗也就是误打误撞，运气好而已，也得亏他这个警惕的急性子，但是他这一举动却救了一家人的命。是啊，我们一家人都要谢谢你。你刚进门不久，你娘就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老神仙告诉他，咱们萧家来了个送福锦鲤，能帮助咱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娘说是你，一开始啊，我还不相信呢，觉得他在大惊小怪。如今看来，果然如此，半点不假呀。现在萧父也对江穗这锦鲤福星的说法深信不疑了。江穗都被说得有些邪乎了，说实话，他也感觉自己邪乎得很。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咱们如今该考虑的是将来何去何从。仙鹤村已经毁于一旦，估计整个白马镇或者是花溪县都好不到哪里去，这里是待不了了，咱们得另寻出路，找个落脚点才是。趁着现在有空商量，总窝在这么个地方也不是个办法，所以不如商量一下未来何去何从。穗穗，你有什么好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咱们走吧，往冀州府那边走，一边走一边看沿路的情况，肯定不止我们这一处发生了地震，要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不少的难民往冀州那边靠，寻求朝廷和官府的庇佑。咱们不能耽搁，等仙鹤村这边情况好点，鹤川醒了以后，咱们就得赶紧出发，赶在大批流民之前赶到冀州府，入城落脚。可是冀州那边可不是花溪县，那可是上等州府，寸土寸金的地方，以咱如今的家当，如何能有实力在那落脚啊？说话的是萧琴，他觉得以他们家这点家底，到冀州府根本难以扎根。但是他不知道江穗还有一个金元宝呢，他们不知道，萧母和萧兰兰却是知道的。有这金元宝在，到了冀州府城内，要想找个落脚点还是不在话下的。无妨，这点不用担心，天无绝人之路。再说了，咱们还有一门酸辣粉的手艺呢，一开始也就是辛苦些，总归是饿不死的，总比如今蜗居在这方寸之地要好。家不是家，地不是地的，如何能继续待下去？等到朝廷来救援，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所以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再者，咱们守着这么多粮食，早晚有一天被人发现了，那么多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要是发现咱们手上有吃的，到时候合起伙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如何招架得住？生死面前，人心经不住考验。江穗这话说得很现实，也令人深思，可萧父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萧母父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萧父露出一脸的惊讶，随后深深地看了江穗一眼。他所担心的就是手上的家底不够花销的，想来萧母是和他说了金元宝一事。江穗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萧父这才犹豫着点头答应了。好，那就听穗穗的，等鹤川醒来了，情况好转一些，咱们便逃难到冀州府去吧。既然确定了方向，那如今只看萧鹤川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江穗烧了热水给萧鹤川擦脸换药，萧鹤川的眼皮子突然动了一下，江穗十分惊喜，连忙喊萧母来看。鹤川，你醒醒！他似乎是听到江穗喊他了，他一把抓住了江穗的手腕，用了好大的劲。江穗吃痛，倒吸一口冷气，然后便见萧鹤川猛然地睁开了眼睛。他睁开眼，便看到他娘还有妹妹以及二嫂正在围着他看。鹤川，我的儿，你这是咋了？是不是头疼的厉害？再次听见母亲关心的话语，模样也依旧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萧鹤川抬眼去看自己的母亲，眼中蓄满了泪水。傻孩子，你哭什么？别哭了啊，娘给你找蜜饯吃可好？萧母还以为他是在孩子脾气和自己撒娇呢。怎么红成这样？随着萧兰兰一声惊呼，萧鹤川和萧母的视线同时投了过来。哎呦，没伤着骨头吧，乖乖？
贺川这孩子手脚怎么没轻没重的？你看看你给你媳妇儿掐的，你自个儿不心疼啊？抱歉，弄伤你了，是我的错。萧贺川望着江穗，满脸歉意。果然，看样子他已经恢复正常了，因为这一次的意外而因祸得福。以前的萧贺川说是他的小挂件儿也不为过，走哪儿跟哪儿，是个粘人的小狗狗。可如今，他们或许要重新认识了。我没事。这时候，萧母和萧兰兰也察觉到了萧贺川的不对劲了。娘，我爹还有我哥他们呢。你爹他们呀还睡着呢，昨天帮着救了一天的人，晚上还要轮流守夜。不过他们都好得很。萧母在问出自己的疑惑前，还是选择先回答了他的问题。听说爹和哥哥们全都安好，萧贺川喜极而泣，他笑着哭出了眼泪。江穗从他的神态中看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你可是已经好了。娘，我的儿啊，你好了就好，好了娘就什么都不怕了。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娘什么都不求。四哥，你终于恢复正常了。你知道咱们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萧贺川再次看见萧兰兰，她就这么好好的站在自己的眼前，依旧是那个开朗爱笑、乐观美丽的姑娘。娘，现在我好了，以后我便不再是你们的拖累，我会努力成为人上人，让咱们一家都过上最好的生活，给你们带来荣誉。江穗听见他这么说，心里总算是安定下来了。对呀，这才是他所希望的剧情嘛。萧贺川恢复正常以后，便开始努力读书，3年后考上状元，未来成为首府继承人。而他呢，这么久以来为萧家做了这么多事，现在还因为他的先见之明，带着萧家远离了一场灭顶之灾。就是看着这一点，以后就算是他要和自己和离，自己也能得到他的庇护，过上咸鱼的美好生活。想着想着，江穗就笑了起来，笑出了声音来。这样子落在其他人眼里，则是认为他这是为萧贺川而高兴成这样的。听见少女的笑声，萧贺川再次朝她看过去。此刻少女笑得很甜，嘴角的梨涡深陷下去，杏眼圆圆，眼仁乌黑，不染尘埃，就像是葡萄酒一般的甜美醉人。她嫁给自己以后，为家里做了很多事情，带来了很多好运，深得家人的喜爱。这一次大灾能平安度过，也全是因为她的未雨绸缪和明智之举。而且那些同床共枕的每个夜晚，俩人都紧紧地拥着靠着，她给他踏实安稳的感觉。想到此处，萧贺川的脸红了起来，不敢再看他的笑。萧母的眼神一直在俩人之间流转，看着自家儿子羞红的脸，他忍不住偷笑。他本来还担心自己儿子好了以后会对穗穗不喜，如今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他家穗穗这么乖巧懂事又聪明美丽的，谁见了不喜欢？贺川呐，这是你媳妇儿，你还记得吗？萧贺川点点头，算是默认了。哎，记得就好。我可告诉你啊，是她不嫌弃你从前痴傻，愿意嫁给你。来了咱们萧家之后，更是给咱们家带来了好多好运气，事事为我们着想，替我们谋划。这一次呀，也是多亏了她，咱们一家子才能幸免于难。所以啊，娘要你承诺，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人，江穗都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儿，也是你唯一的妻子。你不可以辜负她，欺负她，要像你从前那样对她好，甚至要努力的做到更好。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以后就别喊我娘了，我可没有那么个白眼狼的儿子。娘，我听你的，此生此世，江穗就是我的唯一。就凭他替自己挽救了所有亲人这一点，他萧贺川就不能负了他。想起上一世发生的事情，萧贺川根本不愿意继续想下去。上一世的他也和之前一样，意外摔傻了脑子。直到这场地震的出现，爹娘为了护住他，双双殒命，被压在了这坍塌的大山之下。而自己的3个哥哥、2个嫂嫂以及那6岁的小侄子都未能幸免于难，因为没来得及及时撤离，也被永远的留在了这场灾难之中。他的妹妹
因为逃跑时被巨石压断了一条腿，一生都在郁结之中度过。前因命格之事受尽了指指点点，后因一条腿的缺失，终日将自己锁在房中，不愿见人。哪怕后来自己历经苦楚，终登峰顶，也没有治愈他的心灵。不到30岁，他便因病郁郁而终，撒手人寰。而唯有他没有死在当初这场灾难之中，反而还机缘巧合之下恢复了正常。但没想到老天爷或许是可怜他，竟然给了他重新来过的机会，让他重生到了自己年少之时。这一次亲人尚在，一个个都躲过了这场灾难，还都全虚全伪的活着。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江穗这个姑娘，是她挽救了他们一家，也弥补了她上一世的遗憾。所以他萧鹤川这辈子欠他的根本都还不完，唯有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喜乐无忧的度过这一生。还有他这一次要叫自己的家人也过上上一世未能过上的好日子。江穗被他看得有些尴尬，他这个眼神之中蕴藏的深意太重了，他看不破，但也能感知到他对自己的诚意倒是不假。你能这么说，娘就放心了。现在你也好了，算得上是因祸得福。这么着，咱们今天杀只鸡炖上，大家都热乎乎的喝碗鸡汤，补补元气。一会儿啊，咱们再给老村长他们送2只过去。老村长平日里帮了咱们家不少，现在他病倒了，村长也受了重伤，村子也毁成这个样子，咱们能做的也不多。其他人咱们也顾不上，但是老村长一家的情咱们得还。萧母最是重情重义，从前的种种谁好谁坏他都铭记于心。鹤川醒了，孩子他爹，咱们家鹤川好了。我知道，我又不是瞎子，他现在瞪个大眼睛看着我，我能不知道他已经好了吗？嗨，我说的他好了，意思是他的痴呆症已经好了。这一遭啊，因祸得福，磕了脑袋，再次醒来居然恢复正常了。从今往后，咱们家儿子就不是个傻孩子了。这对于萧父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惊喜。鹤川呐，你真的好了。萧鹤川笑着点点头，他再次看见自己的父亲，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记忆中的父亲朴实无华，勤劳踏实，一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他们这些儿子，也总是细心教导他们为人的本分。爹，我真的好了，这些年辛苦你了。爹不辛苦，爹有什么辛苦的？只是委屈了我的儿啊，过了这几年受尽嘲笑的日子。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气儿高，理想抱负远大。既然好了，以后便继续努力去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当爹的最懂自家儿子，所以才会如此对他说，因为他知道萧鹤川此生的最大梦想便是科举入仕。几兄弟听闻自己的弟弟已经恢复了正常，再也不吃傻了，自然也是高兴得很。几个兄弟围在一处，一个个脸上带着欣喜的笑容。好小子，终于好了，以后你可没法偷懒了啊。这话是开玩笑的，因为之前萧鹤川吃傻，家里人一直把他当成小孩子照顾，不让他上山砍柴，也不让他下地干活，和狗蛋儿一个待遇。当然了，偶尔需要人手的时候才会叫他出点力气。萧鹤川恢复正常，对于刚刚失去了家园的萧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慰藉了。萧母当场杀了1只老母鸡炖汤。雨过天晴，随着萧鹤川的恢复，下了整整2日的暴雨也终于停歇了下来，河流逐渐恢复元气，水位回了上来。只是从前静谧安宁的小村庄依然是满目疮痍。萧家人决定原地休养2日，便动身前往冀州府落脚。这一路上还不知道要遇到些什么事，但关关难过关关过，办法总比困难多。萧鹤川看着这活力四射的亲人们，脸上挂着的笑容，自己在上一世的脑海中回忆了不知道多少遍，每每回想起，唯有痛心疾首。所以既然重活一世，他势必要拼尽全力地护他们周全。棚子里散发出浓郁的鸡汤香味。吃饱喝足以后，萧父和萧母便提了2只鸡去看村长一家。这鸡养了不过4个月，味道肯定不如老母鸡那般好，但总归是份心意。山上有几处山洞可以栖身，让幸存的村民能有庇护之所。现在仙河村的一些幸存者们分别藏身于这几个山洞之中，除了萧家一家还继续留在土地庙那边。萧家的几个男子汉，除了伤没好的萧鹤川以外，全部跟着村长家的长子去找家禽了。
所以萧父萧母夫妻两个便去找老村长他们送机，顺便和他们打声招呼，说自己一家准备逃难往冀州去。老村长闪了腰，看起来精神头很差，村长则是躺在那里不能动弹。哎呀，你这来就来，这还拿2只鸡干什么呀？你们家人多，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啊！快！老村长啊，若非是你让我们提前搬走，我们一家说不定已经葬身石头山之下了，哪还有如今呢？说起来，我们的损失是最少的，平日在村里全凭您的关照，我们才能顺风顺水，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萧父解释道。老村长的儿媳妇看着这鸡，再看看自家男人，他如今最需要这鸡肉来补一补。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一个劲儿讲客气，咱们家正是需要补充的时候。您瞧瞧，您儿子都这样了，咱们就收下吧。嫂嫂说的对，老村长您就收下吧。那行吧，那就多谢你们夫妻俩了啊。见他点头收下，萧父和萧母这才重新笑了起来。后续他们把即将前往冀州的事情告知给了老村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考量，这也是你们的造化。如今满村子就你们家还全心全影的，这么一大家的人呢，确实要做长远打算。只是我老了，一辈子都在这仙鹤村里度过的，从前年轻的时候是走不了，如今呢，我是不想走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老村长自知自己是家里人的拖累，他眼神看起来十分落寞。其实自己看了一辈子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这样，要算起来，他才是最难受的一个。萧叔、萧婶，等等！二麻子，你这是？萧叔，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说吧，二麻子。萧叔，是这样的，我想用我的牛和你换点粮食，换几只鸡，可行？这地震过后，我娘没了，就剩下我和我媳妇儿，还有我家4岁的儿子。我们一家本来地就不多，今年颗粒无收，还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家也没了，找出来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饱肚子的。您说我一个大男人，就是再难也不能饿着我媳妇儿和孩子不是？我媳妇儿说让我把牛宰了，可是这牛跟了我几年了，说实话，靠着它我挣了一点家底，但如今景象，我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啊！我也不舍得杀它吃肉，我怕良心不安。我知道您家损失不大，粮食什么的肯定还有，反正您就有什么便拿点什么和我换就行，让我们一家3口先把这几个月扛过去。您看成不？萧母想了想，很是心动，因为如果多一头牛的话，到时候赶起路来会更加轻松。多了头牛拉货，几个儿子就能轻松点，2头牛分担着来，对牛也更好。他们家的粮食，说实话不愁吃，只要顺利到了冀州就有活路，匀一点出来也不是不行。他们这一家3口，就是2个大人吃得多，小孩子倒是吃不了多少。但是萧母也知道不能给太多，不然人家不就知道自己吃得多了。于是他想了个中和的办法，尽量让2家都不吃亏。二麻子，你看这样行不？如今这世道，粮食有多稀罕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大家子也等着吃，我也拿不出太多来给你。最多呢，我给你50斤苞米面，30斤红薯，30斤土豆子，再加上30斤粗面，还有你说的2只鸡，然后再给你1两银子，你看行不？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这样咱俩谁都不吃亏。都是为了活下去，这粮食给你了，我们也得紧紧巴巴的过。这些粮食二麻子省着点吃，2个月应该不成问题了。2个月过后，想必朝廷那边也会有所动作了，总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行，就按您说的。这牛你们牵走，我和你们去搬粮食。不用，你就等着就行。我们回去清点好粮食，让我几个儿子给你送上来。到时候你看了没错以后，我们再把牛牵走。这样二麻子觉得也成，自己还能和自己的牛多待会儿。于是就这么说定了。夫妻俩回到土地庙这边，把事情和江穗他们说了一下。江穗表示赞同，多一头牛帮着拉货，他们去冀州的路也能轻松不少，速度也更快。按照说好的，50斤苞米面，30斤粗面，土豆和红薯各30斤，再加2只鸡，1两银子。萧母最后还加了几把红薯粉一起，反正这红薯粉他们有多的，
还有一大袋红薯淀粉呢。家里的苞米面有几百斤，出这50斤也没事儿。反倒是这二麻子，要是真把牛给杀了，他自己舍不得。就现在这样子，牛肉也经不住放啊。而且大庆有明文规定不让杀耕牛，可现在也是逼不得已，就算是违反律法，也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啊。只有这些粗粮最能填饱肚子，也最经得住放。准备好了这些，便让萧琴他们兄弟几个给送上山了。二麻子一早就牵了牛，等在了山上的必经之路上。看见萧琴他们过来，露出笑容。清点粮食的时候，发现多了几把粉。见他露出疑惑，萧琴便解释是临时加上去的。他娘看见还有多的，就给添了进去。二麻子很是感动，连连道谢。他们愿意换粮给自己，等于是救命了。最后萧琴他们把牛牵走的时候，二麻子没忍住哭了起来，依依不舍地看着自己的牛。这牛仿佛也是有点灵性的，下山的路上一直攒着一股牛劲儿，时不时的发出哞叫声，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拉了回来。但是拉回来以后，喂了几把草，和家里的牛拴在一起以后，它便慢慢的安静了下来。也许是有了小伙伴的原因，两头牛互相打量着对方，慢慢的熟络起来。现在就好办了，一些轻便的衣裳我们是可以自己拿着，粮食被褥全都放到牛车上，咱们赶路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呢。萧母感觉自己这笔生意做的还是超值的，江穗也觉得值。二麻子的这头牛被他养得很好，平时拉个几百斤不在话下。这房子虽然没有了，但怎么还有种越来越好的趋势？难道是幻觉吗？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这一次的灾难才是推动一家人走向更好未来的契机。只要牢牢把握，挺过去了就好了。自从萧河川好了以后，江穗每每和他待在一个空间的时候，尽管身边还有其他人在，但两人还是无可避免地感到尴尬。反倒是萧母一直拿他们两个开玩笑，缓和气氛。等穗穗再长2年，身子骨长开了，也更健康了，你们可得加把劲儿，给我生几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哎，还有你月梅，到了冀州落脚以后，你也给我加把劲儿。我和你们的爹呀，还有的是精神头呢，可以帮着你们带孩子。萧母觉得江穗如今才15，还是小了些，太早生孩子不好。她早些年本来也没过几天好日子，太早生孩子最容易落下病根儿，所以让她再养2年，再要孩子也不迟。周氏被婆婆说的脸热，但还是红着脸点头答应了。她觉得自己现在的身体特别好，什么体虚体寒的都和她没多大关系了。不过萧母说的这些话，倒是让萧鹤川还有江穗同时在心里松了口气。这俩人现在就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相处的阶段，还没那么快坠入爱河。萧鹤川恢复了正常以后，这性格也就变回了从前。就像兰兰说的，他不是很喜欢说话，也不爱笑，但是家里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平时自己一个人能看一整天的书，写一整天的字，好像对读书以外的事情都提不起什么兴趣，十分清冷的一个人。可江穗通过这2日的观察发现，正常状态下的萧鹤川的确是和人好好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淡淡笑意，轻言细语的。没事便拿着书看，可以很久很久的不抬一次头，看起来十分专注认真。可他明显发现，他有的时候看的根本不是书上的内容，透过他的眼睛，总觉得他在思考着些什么，时而微微皱眉，又时而释怀的勾唇，笑容转瞬即逝。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每当看向自己的家人，眼里都是柔和的光芒。很快便到了启程的日子，萧家人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上，粮食和被褥放在牛车上，还有锅碗瓢盆这些吃饭的家伙事儿也不能落下。大家得步行前往冀州，一人提点轻便的衣物即可，财物自行保管。江穗要保护的无非就是那个金元宝，这金元宝可是他们到了冀州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有条件的话还能做点生意。一行人里面有5个爷们儿，都是大高个儿，看着就唬人。萧家一家子开始了逃难往冀州方向的生活。老村长让自己的长孙来送萧家一家人，而他行动不便，就没法过去亲自相送了。萧家人的决定无疑起了带头作用，
仙鹤村里面许多人都有了想要逃去冀州那边的冲动。冀州府相对富庶，土地管辖范围宽广，花溪县便属于管辖范围之内。而且冀州府还是大庆朝的经济要塞，南来的北往的，不管是去何处的，都要途经冀州府。看见萧家走了，仙鹤村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但其实萧家能想到前往冀州府，那也有其他人能想到，所以才启程离开村子不久，已经能看见有拖家带口开始逃难的了。大家统一的方向都是冀州府。他们看见萧家这浩浩荡荡的一家人，还有2辆牛车，牛车上虽然盖着油布，但是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应该不缺吃的。看这架势，还以为他们是个小地主之家呢。萧鹤川手长脚长的，按理说不应该比江穗走得慢，可他就是比他慢几步，一直跟着他的脚步不急不缓地走着。因为牛车拉的东西多，萧父怕累到牛，所以就让儿子们不要赶得太快。可尽管如此，他们的速度也比其他人快得多了。江穗看他走在最后面，还以为他是因为脑后的伤没有好全，所以不怎么舒服。你是不是不舒服啊？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会儿？我没事，你往前走就行，不用担心我，我就在你身后，有事你叫我就行。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能被这点伤矫情到不成？可你不久前就是小孩子呀，就算是手指磕破一点皮，也要闹上许久呢。江穗这么一说，萧鹤川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便咳嗽了2声，掩饰尴尬，眼神望向别处。他想起自己在江穗面前许多无理取闹的行为，他都觉得脸热，没脸去回想。现在他居然直接说了出来，无异于将自己公开处刑。偏偏萧兰兰耳朵还尖，听见以后便凑过来跟着起哄。四哥，我作证，四嫂一点也没有胡说。对此，萧鹤川只能是故作严肃地嗔了他一眼。就你话多。他都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看见这般鲜活爱笑的妹妹了。天快黑的时候，选定了一片空旷的草地当做临时休息的地方。原先的那张篷布也还在，便当做垫子铺在草地上，再把被褥放在上面，防止弄脏。夜里也只能席地而睡了，但是大家还得轮流守夜，以免晚上有什么危险。守夜的工作还是交给了萧父和几个兄弟来做，但这次多了个萧鹤川，他也会跟着一块守。一家人吃点干粮，喝点水，便是今夜的晚饭。后面跟着的难民们都跟着萧家在这块停了下来。不一会儿，草地上便起了许多小火光，难民们开始做饭。草地旁边有个水坑，取用水也都还挺方便的。萧家人对于他们这种跟随的行为并没有反对，只要大家不闹事就行。而且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怕夜里下雨，到时候被褥淋湿了，人也受了风寒，可就不好了。好在这山林路上最不缺的就是柴火，多烧一堆柴火在边上，晚上也就不会太冷了。按照现在这进度，走到冀州少说也得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前半夜就由萧鹤川和萧父轮着来守。萧鹤川第一个守，让父亲和哥哥们先睡，因为他们白天出的力气比较多，需要补充足够的体力。萧鹤川发现，跟着他们一起的这些难民里面，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男丁，加起来也有10几个了。他们见萧家出了守夜的人，便都心安理得地躺下休息了。萧鹤川皱着眉头，他不排斥这些人跟着他们一起走，可既然要一起走，想要顺顺利利地到达冀州，那就得出自己的一份力气。他上辈子是当官的，官为民，他自然不会排斥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但同时他们也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带给他们的好处。心里有了琢磨，第二天一早，萧鹤川便开始实施。大家都先听我说一句吧。难民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既然大家都是去冀州讨生活的，路途艰辛遥远，我也看出来了，大家都不想落单，想着人多力量大，遇到点什么事也好寻个帮助。那既然如此，每天晚上停下来休整的期间，在场的男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和我们家一样，采用轮流守夜的方式，时刻注意周边的风吹草动。有些讲理的自然听得去萧鹤川的话，但有些不讲理的懒汉只觉得自己白天赶路已经很累了，晚上凭什么还要守夜？守夜有别人不就够了？我们只是和你们顺路而已，你们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啊？
你们当然可以不听，随意。反正路途大都是荒山野岭地界，豺狼虎豹众多，我们只有一双眼睛也看不到四面八方的危险。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可别怪我不提醒你们就是了。反正我们也只是顺路，提醒你们是情分，不提醒你们也是本分。出了事，后果自负。萧鹤川也不说废话，说完就转身回到了自家人这边。他只是提个意见，反正要是真遇到野兽下山什么的，他完全没有义务提醒别人，顾好自家就行。而且他这么做，就是想着晚上多几个跟着守夜的，也能多几双眼睛洞察四周的危险，也给自己的家人多几分安全感罢了。萧母觉得儿子这番举动特别给自己长脸，露出的笑容满是欣慰。他只开了2次口，简单的一段话便让其他反驳之人无言以对。既然想跟着大部队走，那就不能只想着当咸鱼，没人有义务护着你们，提醒你们。江穗觉得萧鹤川真的很不寻常，要说他是天生当官的料，可是他又还没当上官，这独特的上位者气质还真能与生俱来。心里虽有疑惑，但他终究什么都没说。萧家人出发，其余人也跟着他们走在后头。今天没有太阳，天气看起来阴沉沉的。萧鹤川提议晚上找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过夜比较好，因为天气看起来不好，怕会下雨。果然如他所料，阴沉了一整天的天气在下午的时候便下起了蒙蒙细雨，一时间众人慌乱无比。除了萧家的板车有油布遮挡以外，其余人的板车都没有遮挡。这一下雨，上面的粮食和被褥全都会湿透，大家开始焦急地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但他们这一行人还没有走出地震受灾范围，所以到处都是废墟。而随着难民越来越多，大部队的人也越来越多。进了镇上以后，难民们便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但殊不知早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一批人进镇了。但萧家人多，运气也好，找了一会儿还是找到了一个算是宽敞的小棚屋。萧鹤川看着外面的朦胧细雨，又想起了许多上辈子的往事，陷入了沉思中。但他一回头，发现母亲和二嫂正积极地张罗做饭，自己的妹妹和妻子正交头接耳地说着悄悄话，一个个笑得跟花似的。父亲和哥哥们刚好铺完油布回来，不知道说了什么，也都在笑，一点也看不出如今这窘迫的境遇下该有的忧愁。此刻狗蛋儿拿着一本书过来，小叔，能不能教我念这首诗啊？有些字我不认识。萧鹤川接过书本，赫然是他以前爱看的一本诗集，诗也正好是歌颂亲情的诗，很是应景。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依旧能保持着舒心的情绪呢？那都是因为大家所在意的人还都好好的在身边呢。几位大爷，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呀。这眼看着就要饿死了，这才起了不好的心思。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饶了我们吧。老四，这几个人咋办呢？绑一晚上，让他们受点教训，明天再放了他们。行，都听你的。他怎么说，萧父便怎么做。萧母他们几个女人们也是头一次见这阵仗，没想到这才几日的时间，自家就被人家给盯上了。果然还是树大招风啊。老四，你可以啊，居然一个人就把他们给撂翻了，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厉害？可能是他们太弱了吧，又或许是咱们安身立命的东西要被人偷走了，我一着急便激发了潜能。总之能把牛车给保住就是万幸了，以后守夜还是得更加谨慎些为好，这一路上肯定还有不少穷凶极恶之徒。众人觉得萧鹤川说的有道理啊，今晚还真是有惊无险。江穗总觉得萧鹤川怪怪的，他的很多举动都透露出与当下这个时期不相符合的沉稳，但他又说不上来。因为被这几个小毛贼吵醒，一家人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入睡了，而外面依旧是细雨蒙蒙的状态，也不知道这雨要下多久。屋子里烧着火，倒也不觉得有多冷。来，今天晚上咱们家鹤川有功，这第一碗呢，就你先喝吧。萧鹤川接过红豆汤，对娘亲道了声谢，但是他并没有自己喝，而是径直递给了江穗。你先喝吧。他如此贴心，倒叫在场的人都明晃晃地吃到了一波甜瓜。小叔的之前便是最会体贴弟妹，没想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越看你们俩，越觉得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你这话说得好，我爱听。
那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江穗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晚上总觉得肚子有些疼，小腹处一阵一阵的抽痛，还感觉手脚冰凉的。他猜测，估计这个身体来初潮了。毕竟他穿越过来半年多了，都没有大姨妈造访。喝完一碗红豆汤以后，江穗感觉好些了。他找到萧母和他悄悄说了这个事。萧母一听，这是好事啊，这第一次来癸水，也代表着一个姑娘自此开始走向成熟了，但必须要养好了，需要额外重视，给江穗弄了几条月事带换上。折腾到了后半夜，大家才陆续开始重新睡下。外面那3个小毛贼还被捆着，在角落里又不防风，时不时还有雨吹到身上，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但也是活该，谁叫他们打了不该打的主意。江穗刚刚睡下不久，却只觉得腹痛难忍，直接腾出了一脑门子的冷汗。但他一直极力忍耐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可颤抖的背还是被萧河川发觉了。细心的萧河川注意到他今夜的状态不对劲，便一直默默地观察着他。把这个放在小腹处捂着，应该会舒服很多。这是什么？我自制的暖袋，你试试看，或许能缓解你的不适。萧河川便耐心地向他解释。一瞬间，江穗心里有股暖流通过，他把暖袋塞进被子里，捂在小腹处，热源包裹着他，居然真的没有那么难受了。有事就叫我，我睡觉前能听见。或许是怕吵到其他人睡觉，他一直压着声音说话，这也导致他的声音听起来无比温柔，更甚平时。江穗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原来萧鹤川还是那个萧鹤川，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粘人了而已。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自己好的。江穗心里莫名的一股雀跃。有了这暖袋，江穗的手脚慢慢回温，身体变得无比的暖和。他很快便进入了深度的睡眠。一觉睡到大天亮，众人都已经起来了，江穗还在睡着，居然没被吵醒，也说明他的神经得到了放松。外面的雨还没停，甚至还从蒙蒙细雨变作了中雨。看来咱们得在这儿待上2天了。这雨一直下，路也不好走，穗穗的身体又不适，咱们就等它缓上2日吧。你们去多打些干净的水回来，咱们炖个鸡汤喝喝，驱驱寒。昨夜那几个小毛贼已经放了，他们被打了一顿，其中一个还折了一只手，得了教训，也不敢再打什么主意了。这个镇子上有许多的难民在此避雨，因为这场雨全都走不掉了。后续又来了许多流民，整个镇上能藏身避雨的地方已经被占完了，后面来的只能落空了。萧琴和萧冕按照母亲的吩咐出去找干净的水，却刚好撞见前面有吵闹的声音，夹杂着女人的喊叫，还有孩子的哭泣。前面在吵什么？萧冕问了一句。萧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哎，我说你个小娘子呀，年纪轻轻的，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你看这孩子都烧成这样了，一直耗着也不是个办法呀。你想我们挪个地方给你也成，干脆呀，你就跟着我们一家算了。我还有个儿子正好担着，就是有点小毛病，哎，但是不碍事的啊，他手脚都是健全的。你跟着我们一家，我们保证你能平安到达冀州。反正你一个女人也无依无靠的，哎，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个家，找个依靠呢？要知道啊，女人这一辈子要是没有男人依靠，在这世间是很难活下去的。何况你还有个拖油瓶，不是？我们都不嫌弃你，是不是？那妇人看起来应该是旁边几个年轻男子的娘，她正在劝说这女子带着孩子跟了她的儿子。这男子笑起来满脸横肉，脸上的肉还一抽一抽的动，一看就脑子有病。我不在你们这里了还不成，我去别的地方。哎，小娘子，你说你咋这么倔呢？我给你说了那么多道理，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呀？就是啊，哎，你跟着我三弟，我们不会亏待你和你女儿的。我跟你说，这逃难路上坏人可多了。你看你哈，你这么一个柔柔弱弱的娘子，又还是单身，这多的是豺狼虎豹可盯着你呢。你跟着我们还能保护着你呢。哎，这到了冀州落了脚啊，以后你就有家了，那就不用四处漂泊了。我说了不需要，你们再拦着我的去路，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可要喊了。
哼，你喊吧，看谁想管你的闲事儿。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谁还有闲工夫管你呀？你这小妮儿要是再淋雨，可就要小命难保了。你还犹豫啥呢？真是分不清好赖。我管。大哥，你怎么还管起这种闲事来了？你仔细看，这是原先和咱们家一条街做生意的宋娘子呀。哦，就是那个卖花投绳的宋娘子，对不对啊？也是这个空隙，宋娘子认出了他来，见他走过来，眼睛里终于看见了希望。肖大哥是个好人，他来帮自己解围来了。你谁呀你咋的？你还想抢人呢？我认识他，你们不想腾地方给人家避雨，刚好我家还能挤挤，就不劳你们费心打主意了。宋娘子，带着孩子跟我走吧，孩子发烧了，不能再淋雨了。我说你个小哥全虚全伪的，人也长得不赖，条件这么好，还愁以后找不到媳妇儿啊？非得看上一个寡妇，还带个丫头片子，你糊涂了吧你？你这老妇，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蛮不讲理，满肚子心眼子呀？我们认识，搭把手碍着你啥事儿了？萧勉见大哥被针对，便帮着对了回去。萧晴知道这一家人就是仗着人多不肯撒手。二弟，你去把爹还有3弟4弟都叫来，不就是比人多吗？再不济还有娘、2弟妹、4弟妹，还有小妹呢。行，我这就去，也没几步路，我去就来。萧勉很是配合的转身。老妇一听他们家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而自己家里不如人家家里人多，要是闹起来肯定是要吃亏的。啊，行了，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走，咱们回去。娘，说好的给我娶媳妇儿，我要媳妇儿。哎呀，乖，娘给你娶媳妇儿啊，以后娶个更漂亮的媳妇儿。咱不要这个了，一点都不好啊！乖，走。萧晴带着宋娘子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但宋娘子似乎还是害怕，走几步回头看看，生怕他们再追上来。宋娘子别怕，他们不敢追过来的。很快他便带着宋娘子和孩子到了自家躲雨的地方。萧母见他水没打回来，却带回来一大一小2个人，有点懵。这是……娘，这是原先和咱们一条街做生意的宋娘子啊，你不认识了？他们母女俩遇到点麻烦事儿，我们撞见了，大哥就替她解了围。她闺女生病了，找不到地方避雨，先让人家进来吧。萧家都是明事理的人，更何况还是认识的。以前在镇上摆摊的时候，江穗和萧兰兰同宋娘子的关系都很好，总是来往聊天说笑之类的，所以姑嫂2个见识他，立马迎了上来。宋娘子弄得很狼狈，头发乱糟糟的，脸上也脏兮兮的，身上的衣裳也是脏兮兮的。她怀里的小妮儿瘦了很多，没有之前在镇上的时候看着那般粉雕玉琢了，原本的小脸上还有可爱的婴儿肥的。此刻孩子的脸发烧烧得通红，小脸布满了泪痕，已经烧迷糊了，身子还在一抽一抽的。快加点柴火，给他们娘俩倒点热水。我记得狗蛋有身衣裳穿着小了，先翻出来给孩子换上。周氏点头便去找衣裳了。狗蛋见来了个小妹妹，十分好奇地凑到了奶奶身边看。宋娘子也是冻得瑟瑟发抖，身上的衣裳湿了，于是周氏就找了自己的衣裳给她。宋娘子，这是我的衣裳，你先拿着穿吧，别着凉了。多谢，你们一家都是大好人。没事儿啊，孩子，既然遇见了，就搭把手而已。可也是凑巧了，之前在路上，我家4儿子发现了能退烧、治疗风寒的草药，想着后面的路程说不定能用得上，所以就采了一些备着。嘿，现在正好给小妮儿熬水喝。你们娘俩呀，也是可怜人，咱们同为女人，我都懂。萧母还挺喜欢宋娘子的，她勤劳，人也独立坚强。尽管自己年纪轻轻便丧夫，她也依旧乐观积极的生活，而且她是个很有情商的女人，会做人。江穗和萧兰兰开始熬药材汤，顺便问问宋娘子的近况，看她整得这么狼狈，估计这一路过来不容易。原来宋娘子家也因为地震塌了，她和孩子运气好逃了出来，她娘却死了，她伤心欲绝。同村人帮她把她娘的遗体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当时那情况，她也只能草草找了个地方给她埋了。她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女儿，废了女儿也得好好的活下去。她一个女人也属实是不容易，命运坎坷。听得萧母和江穗他们都心酸了，真不敢想象她这几天是怎么过的，但凡心理素质差点都要崩溃。
实际上，宋娘子好几次差点就崩溃了。她甚至想过干脆母女俩死了算了，反正也难以生存下去。可看见自己这么乖巧可爱的女儿，她还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个世间，她又振作了起来。所谓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不过如此了。给小妮儿喂下汤药以后，孩子便睡着了。也是从宋娘子口中得知，孩子他爹本姓孟，给孩子取名旭旭。破旧的小房间里面炖着鸡汤，飘着肉香。宋娘子狼吞虎咽地吃了2个饼。小婶儿，谢谢您帮我，我身上就这点碎银子了，我也没什么好报答您的，您收下吧。哎呀，你这是做啥呀？可吓死人了！我给你的那些东西哪能值3两银子呀？赶紧拿回去。3两银子不多，是我有私心罢了。此去冀州路途遥远，我与女儿已经没有吃的喝的了。要是没有庇护，根本走不到冀州，怕是就要饿死在路上。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他还那么小。我只求你们一家能捎带着把我和女儿带上，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每天给我们几个饼吃，饿不死就行。如果还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个玉镯子，应该值点银子，我也一并给你们，可好？宋娘子说着，从自己衣领处扯出一根编了几股的细绳子，上头圈着一只玉镯子，被她挂在脖子上。白玉镯上面还有几处橙红色的玉痣，很是漂亮。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传了2代人了，到我这里已经是第3代了。你们不信，可以仔细看看这成色，应当是值点银子的。说着，她的哭腔越发明显，最后竟然是大声的哭了起来。这镯子，他娘到死都死死的护在怀里，没叫房子坍塌给毁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但必须要给女儿留条活路才行。现在宋娘子急需一条活路，所以他拿出了镯子，赌萧家人不会不帮他。萧母被他整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下意识的去求助江穗。他似乎已经养成了拿不定主意就问江穗的习惯。可还没等江穗开口，萧琴先开口了，语气有些急：娘，要不您就收了银子吧，镯子咱不能要，咱们带上他们母女俩，左右他们也吃不了多少粮食，这银子就当是伙食费了，咱们家也当是积德行善了。萧琴不知为何，他就是很想帮帮宋娘子，瞧着他们母女俩实在是可怜。他当年也是包办的婚事，到了成亲的当晚，他也是才第2次见到自己的妻子。他的原配妻子是个很老实的女人，也很朴素。他们成亲后不久就有了狗蛋儿，但奈何2人缘薄，他因为难产去世了。夫妻俩不过1年多的情分，他非常自责愧疚，因为他是为了给自己生孩子才会出的事。狗蛋儿1岁以后，村里人张罗着再给他娶个续弦，可以帮他看孩子，说他还年轻，趁着孩子还小，以后和后娘好培养感情。但他始终觉得对不住原配妻子，这才多久就续弦，自己也太不是个人了。所以这一拖就是孩子都6岁了，他也虚岁26了，还没个自己的小家呢。其实江穗也是和萧琴差不多的想法，要说这宋娘子人还不错，至少没想着占他们便宜，人家愿意倾其所有，已经很有诚意了。娘，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那就带上宋娘子母女吧。说这话的是萧鹤川，这倒是大家没想到的，没想到他这性子还会插手这些事儿。其实萧鹤川是看到了大哥对宋娘子的着急，他不知道自己的直觉对不对，但就像是大哥说的，就算是想插了，就当做是积德行善了呗。既然鹤川都同意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宋娘子，那你这银子我就收下了，可这个镯子我可不敢要，你呀好好收着，日后就同我们一道吧。萧母收下了3两碎银，宋娘子见他们同意了，脸上才重新燃起笑意，眼神里也有了光。她给萧母磕了2个头：各位的恩情，宋婉记下了，来日必将加倍报答。我也会对旭旭时时教诲，让他不要忘了你们的恩情。你这闺女也太实诚了吧，你这头不疼啊？现在好了，队伍里又多了2名成员，越发壮大了。这会子鸡汤也炖好了，旭旭也醒了，直喊饿。萧母给他捞了个鸡腿，另外一个给了狗蛋儿。宋娘子见状，这哪好意思，婶子，给他喝点汤就行，
这鸡腿儿还是给你孙儿吧。哎，我可是收了你的银子的，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去苛待一个3岁的小姑娘，我哪是那种人嘛！萧母性子直爽，这孩子能吃多少啊？再说了，这鸡炖了就得一次性吃完，不然也不好带着赶路啊。又在这破烂的镇上待了2夜，第3天总算是不下雨了。这一次再出发，逃难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多了很多新面孔，也少了许多熟面孔。之前一路走的少了好几家，可能是先走了。萧家有2辆牛车，人没什么负担，依旧是走在前头，众人羡慕不已。那户打宋娘子主意的人也在队伍里面。那老妇看见萧琴，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但转头看见他家这么大一家子人，萧母还带头瞪了他一眼，萧兰兰立马也跟着瞪他，这老妇便怂了。江穗依旧是2手空空，什么都不用拿，因为他的东西萧鹤川都主动替他分担了，他依旧是背着2个大包袱走在他身后，默默地守护着。因为下了几天的雨，路况不好，路上都是稀泥，特别不好走路。为了早点走出这一段路程，大家不自觉都加快了脚步，路上原地休整的时间也缩短了，几乎是随意补充一些体力后便又继续赶路。路途中，宋娘子一直帮着拿东西做事，旭旭和狗蛋儿坐在牛车上，狗蛋儿主动照顾妹妹，还教她背诗呢。越往冀州方向靠近，路况便越来越好，没有了坑坑洼洼不平整的路面，天气也好了起来，连着出了2日的太阳，晚上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方便。当天晚上，萧河川带着2个哥哥找到了一个小山洞用来休息，这个山洞刚好足够容纳他们这一家子的。有了这个山洞，至少大家今天晚上不用在露天的草坪上睡觉了，而是有了一个避风的地方。往常晚上害怕会下雨，一大家子人睡得都不踏实，一夜醒来好几次。今天晚上有了这个山洞，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逃难路上这10来天的时间，一家子人都肉眼可见的憔悴了，吃不好睡不好，白天还要走1整天的路，大家的脚都磨出水泡来了。萧兰兰、江穗还有周氏的脚都肿了起来，脚底起了水泡，磨破了以后，那火辣辣的痛感很是酸爽。没办法，江穗和萧兰兰的皮肤都嫩，2人年纪轻，都是娇滴滴的小姑娘，而周氏呢，不过也才20岁，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也没比江穗和萧兰兰好到哪里去。萧鹤川记得这个地方，上一世他和兰兰逃难的路上，在这个山洞避了好几天的雨，要不是这个山洞，他们估计很难挺过去，所以他清晰地记得此处，轻车熟路地找了过来。好在家里人都未曾起疑心，而是都因为能找到这么个好地方休息而感到高兴。他在山里挖了些草药回来，晚上煮点药水，大家都好好泡泡脚。四哥，这个涂了真的有用？啊，都是我在书上看的，有用没用都试试看，反正没有害处。你还看医书啊？医书也是书，但凡是写在书上的，总能从中学到些东西。他这话说的有理，江穗十分赞同。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来自己日后也得悄悄读点书了，丰富一下知识储备才好。别说这药泥往脚上的烂水泡上面一抹，立马感觉那股刺痛感减少了，但是一开始会加剧痛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随之而来的便是凉凉的舒适感。萧鹤川懂得还真多，怪不得人家以后能当上首辅呢。萧家一家人是找到个不错的过夜点了，但是外面那些和他们一道的流民就不一样了，他们依旧只能以天为盖，地为炉。这几天，许多难民的粮食已经见底了。萧家这2日遇到了好多前来乞讨粮食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个看起来有气无力的模样，但是萧家一律坐视不理。江穗说了，这么多难民，没饭吃的那么多，要是来一个就施舍一个，到时候他们那点粮食可是不够分的。我自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当不了圣母救世主。这个世道，我们自己活下去尚且困难，如何还能普度众生？所以只有心狠一点，不听不看不心软。如果你要换点吃的也行，拿钱来买，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江穗说这些话的时候，站在后面的萧鹤川不自觉露出欣赏的眼神，但同时他也很疑惑，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自己的妻子从未上过1天私塾，也不识字，更是从小到大便在仙鹤村生活，没见过外面的世间。
而且在嫁给他之前过的日子十分不堪。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养成这么一个理智、聪慧且镇定的性子呢？个性尚且不谈，他没读过书，为何能出口成章且如此具有说服力呢？这可实在是不符合他大字不识、没见过世面的乡野女子人设。虽心存疑惑，但是萧鹤川并没有直接去问，他还会默默地观察。他总觉得自己的娘子以后会带给自己更多的惊喜呢。因为萧家拒绝施舍吃食，而正巧这附近又有个小村庄，不少难民便自发去了村庄乞食。但是这一带也因为大旱闹起了饥荒，家家户户也都没有多余的粮食吃，余粮已然见底。村子里的人见他们这么多人上门乞讨，一个个火冒三丈，自己都没吃的了，哪里还有多余的吃的给这些难民呢？他们很不客气的就把这些难民给轰走了。但是呢，村子里的人居然还反过来起了不好的心思。他们得知村子外面的不远处有大批的难民在那儿过夜，几个小混混便打起了不好的主意，准备反过来抢这些难民。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求你们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哎呀，你们不就是想要吃的还有钱吗？我告诉你们，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有个山洞，里面有一家人躲在那儿，他们有的是粮食还有钱财，整整2辆牛车呢，上面装的满满当当的都是粮食。不信你们就去看呢，再晚点他们听见不对劲儿可就该跑了。哎呀，这老妇一直因为之前萧家人在镇子上坏了他的好事，所以对他们怀恨在心。现在为了保住自身，居然直接要拉萧家下水。周围人见他拿萧家出来挡灾，一个个的也是抱着头没人作声。他们之中不少人都被萧家给拒绝过，所以心里也有怨气。嘿嘿，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呀，千真万确呀，大爷！我要是骗你，我不得好死！老妇还发起了毒誓，眼里却闪过一抹快意。注意啊，老子问你们，这个老女人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是敢骗我的话，我弄死你们！难民们被他的狠话给吓到了，全都点头回应这老妇说的话是真的。这些混混这才带着家伙事离开了。不过他们走的时候可没有丢下抢来的那些粮食和钱财，他们带着东西径直去了老妇所说的那个山洞。里边人都给我出来！来了这么多人，还都是男的。萧鹤川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来者不善，今夜必有恶战。娘，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出来。萧母也知道这一次碰上了不小的麻烦，内心开始打鼓。她担忧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还有儿子们的背影。哎，你们都小心点啊，可别拿自个儿的命开玩笑。外面的这些人想都不用想，就是来抢东西的。他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东西给抢走啊！混混们见人出来了，粮食还有牛车，我们都要了。把你身上的钱财也都给老子乖乖拿出来啊！别逼我们动手，也免得遭皮肉之罪。好大的口气！你们就这么自信，今天能把东西带走吗？早在刚刚察觉到外面动静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就已经抄上家伙事了。他们有扁担，有镰刀，也有锄头。萧鹤川手里拿着根木棍，死死地握着，随时准备动手。山洞里的江穗一开始有些慌乱，看着外面这么多人，他很快镇定下来，对萧母说：“娘，我们的辣椒面在哪？赶紧拿出来！二嫂来送粮子，你们先把被窝收起来。”这要辣椒面干什么？来不及解释这么多了，我们做点辣椒水，待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咱们就朝他的眼睛泼就是了。萧鹤川他们不过5个人，但是外面却那么多人，他们很难分心，还得看着他们几个女眷的安危。更何况这里还有孩子，万一有人冲进来，总得有个防身的东西，至少不能拖了萧鹤川他们的后腿。而且辣椒水直接泼眼睛，人没有了视线，就等于失去了行动力，任人宰割了。外面已经打了起来，混混们见他们挡在洞口，便直接上了。萧家的男人们此刻都明白，自己千万不能怂，自己的娘亲、妻子、妹妹都在里头，他们要是怂了、倒下了，倒霉的就要是他们了。好在兄弟几个人高，力气也大，这逃难路上吃的也饱，力气没丢。一对上，这些小混混还真不是对手。加上萧鹤川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他会点武功傍身，有招式的。有几个小混混趁机就往洞里冲，但是辣椒水已经在等着他们了。依靠着洞里的火光照明，
江穗和萧母一人拿个水瓢，看见他们进来，舀起一瓢辣椒水就往他们脸上泼。其中2个不备，被辣椒水直击眼睛，辣味上头，刺激的眼睛睁不开，眼睛瞬间便红肿了起来。混混头目眼看着自己的人都倒下了，又见萧鹤川是个不好惹的，他这里呢除了自己也没剩几个人站着了，于是便害怕了。走，快走！他说完就带头跑了，另外几个站着的狗腿子立马跟上，还有些倒在地上的也奋力爬起来跑，但还是有几个没跑掉，被兄弟几个缠住了。洞里那3个也是造孽，一身的辣椒水。哎呦，姑奶奶们，快别打了，要出人命了！这个小混混牙都被敲掉2颗，这女人疯起来比男人都狠，这辣椒水的剂量够浓的。萧家几兄弟包括萧父都挂了彩，一个个打架打得鼻青脸肿。萧鹤川稍微好点，他脸上没伤。萧父一直在后方，他一把年纪了，还是不比当年了，把腰给扭了，未来几天怕是干不了重活，也扛不了东西了。来不及先管身上的伤了，先把这些小混混给处理了，找了一捆绳子给他们捆上。这7个人嘴里呜呜咽咽的在喊着疼，被辣椒水给泼了的眼睛实在是不好受，断的肋骨现在被绳子压迫着，也是疼得厉害。萧鹤川嫌他们吵，便让他们闭嘴。闭嘴，再哼哼唧唧的试试看。此刻他在这些小混混那里就是个活阎王，他们真怕他一个不顺心，直接给他们宰了。他们只能强忍着不适和疼痛，在外面瑟瑟发抖，冷风还一下又一下的吹了过来。娘、穗穗、兰兰、二嫂，你们都没事吧？我们没事儿，还好穗穗机灵，做了辣椒水儿，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萧母十分后怕，她都不敢想象这几个男人冲进来，而他们没有任何防备，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萧鹤川闻言看向江穗，江穗已经开始在翻翻找找的找药酒了，因为男人们都挂了彩，都是皮肉里面的伤，需要药酒揉一揉，把淤血给散开。周氏见自家男人呼了一脸的血，吓得哭了起来，还以为他是怎么了。没事，婆娘，我就是鼻子挨了一下，一点事也没有。那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有没有事？男人受点伤正常，只要死不了就行，没啥大事儿，你可别哭了。你看兰兰和四弟妹都没哭呢。萧冕看着自家这婆娘这哭哭啼啼的样儿，他是又稀罕又无奈。萧父呢，一直捂着汗腰疼，已经找了个地方铺着被子躺下了，喊老婆子给他揉药酒，嘴里还嘀咕着：哎呦，不成了，我这年纪啊还是大了，不如这年轻小伙子了，搞不得几下就扭了腰。你可服点老爸，别给孩子拖后腿就不错了。这药酒先请着萧父，然后几个儿子再分分。药酒只有1瓶，还得省着点用。萧琴和萧毅没有媳妇儿帮着擦药，只能自己动手，都是大老爷们儿，光着膀子，女眷们也不好待在山洞里。于是萧鹤川便带着他们先出去候着了，顺便再检查一下四周。那些小混混们跑的时候，抢来的粮食都还没来得及带走，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山。他也没去管，就任由这些粮食放在那里。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这些难民告诉这些混混们，他们躲在这山洞里的，不然这山洞这么隐蔽，不仔细找肯定找不到。而来的时候，有难民来林子里捡柴火，所以知道他们一家住在这山洞里，其中就有那老妇的儿子。等萧父他们处理好伤口，上了药酒以后，女人们才重新回到山洞里。江穗惦记着萧鹤川还没有上药的，一进来便围着他打转，上下打量，结果发现他有一截袖子湿了一大块。你流血了？没事，伤得不深。那哪能没事？要是感染发炎了，可就严重了。大家又是好一阵的翻翻找找，找了纱布和那所剩不多的消炎药粉和止血药粉。这苏二公子留下的2瓶没用完的药，全用在萧鹤川身上了。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江穗用帕子擦拭，快速的倒上止血的药粉，等到血止住，再包上纱布。他系了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板板正正的。萧鹤川看着还觉得挺俏皮的，没忍住轻笑出声。江穗不懂他为什么笑，但很快反应过来，他是在笑自己系的蝴蝶结。习惯这么系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再系潦草点。不用了，挺好的，多谢。之前衣裳脏了，
重新换一件吧。明天再换吧，我有点累了，想睡会儿。萧河川今天晚上出的力气不少，靠在这石壁上，竟然就感觉到了疲惫感。江穗也不再勉强他。老四，外面那些人咋办？就这么绑着吗？先绑着吧，他们受的伤不轻。我估摸着这群人应该是这附近村子里的小混混们。如今这一路的城镇都城门紧闭，咱们要赶路也没工夫管这些闲事儿，那些官府也不会管，还是别浪费时间了。今夜过去，他们伤得不到处理，差不多也废了。至于外面那些粮食，应该是他们抢的其他难民的。天一亮咱们就走，至于其他的不归我们管了。现在冀州地界乱了，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全都是自顾不暇的状态。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现在冀州那些官员怕是都火烧眉毛了。虽然知道这些小混混们如果不处理，以后还会为祸一方，但他现在还什么都不是，只想护住自己的家人平安。所以别人的死活他管不着。再者，外面的那些难民们也不值得被同情，估计明天他们进了林子，还会为这些粮食大打出手。萧琴点头表示赞同，反正四弟是最有分寸的，听他的准没错。这一夜本来可以好好安睡的，奈何总有意外发生。天蒙蒙亮，萧姐一家人便动身走了。萧父的腰扭了，得由萧母搀扶着走，速度会有点慢。洞口那7个小混混动了半夜，身上又有伤，尤其是被辣椒水糊了眼睛那几个，2个眼睛红肿的像桃子，现在都有气无力的，还被绑在那里。别走啊，先放了我们行不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身上有钱，给你们行不行啊？他们可不想被留在这里啊，要是没人来救他们，就只有葬身野狼腹中的下场了。原本萧河川都要走了，结果他听见混混这么说，又折了回去。混混们以为看见了希望，结果萧河川只是在他们身上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把他们身上的银钱都翻了出来，却并没有放了他们的意思。7个人身上也找出来将近4两银子，应该大部分都是出自外面的那些难民。他心安理得地揣进了口袋。老四，这样合适吗？若非是那些难民为了保平安把咱们的藏身之处供了出去给他们挡灾，咱们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因此受伤。这些银子就当做是给我们的精神补偿，外加药费了。那些粮食不要他们的，都已经是对得起他们了。英雄所见略同。随后俩人相视一笑，那种 CP 感简直拉满了，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江穗这么说也很有道理。萧父不再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感受到自己腰间传来的酸痛感，他突然就没有罪恶感了。之前还觉得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来着。萧河川把银子给了江穗，江穗又把银子给了萧母。娘，拿着吧，到了冀州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这段时间他一直把那金元宝贴身藏着，日日摸上好几遍，确定没有丢才能安心。这可是值100两呢。如今萧母身上的碎银子加起来也有30两之多。到了冀州进了城以后，就去租个院子先住下。少了那些难民跟着，萧姐一路上走得很清静。虽然因为萧父的腰伤延缓了速度，但这种速度刚好，江穗他们脚底的水泡也能得到舒缓。昨夜涂了萧河川给的药泥，早上溃烂的水泡已经好多了。前面路上的难民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断断续续的都能碰上一些。很多人都已经弹尽粮绝，开始沿路乞讨，已经出现了强势一方抢劫弱势一方的现象。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粮，1个人5斤粮少，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吃的就行。没粮食的话，就1人1两银子才能从这里过去。这个小娃娃折半给就行。我们实在是没钱，也没粮食，都已经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你们行行好，就让我们过去吧。啊！哼，没有就不要从这里过。带头的村民语气十分不善。这些人手上都带着家伙事儿，这段时间要的粮食倒是把他们一个个养的是精神抖擞的。别人都是一脸的菜色，唯有他们红光满面，有的是力气欺负弱者。不得已，这一家3口只能掉头回去了，去走那条远路。哎，几位打扰一下，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前面是拦路的，若是想从他们那里过去，就得留下过路钱粮。按人算，5斤粮食一个人啊，没有粮食就得给银子，一个人要1两银子，不然就不让过。已经有许多人被赶了回来，我们拿不出粮食，只能去绕远路了。这一绕，怕是要多走2日的路了。你们这么多人，我劝你们别绕远路去吧，不然呀，非得亏死不可。妇人这一番话说的萧家众人眉头紧皱起来，这明显和强盗没什么区别呀。这路又不是他们开的，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这群拦路的村民似乎也发现江穗他们了，看见这么多人，还有2辆牛车，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干啥呢？干啥呢？去，少管闲事啊！似乎是知道他们在向这一家3口打听情况，所以他们上来便赶人走，凶神恶煞的。这一家3口也害怕，连忙就走了，头都不敢回，生怕惹祸上身。想必刚刚那一家子也和你们说了我们这儿的规矩了吧？那我就懒得再和你们说一遍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嘿呦，你们这2头牛看起来不错啊，还挺壮的，应该年纪都不大吧？我们没有粮食也没有钱，牛车上都是一些被褥家具，你们可能要失望了，我们不从你们这里过。大不了就多走2天，无所谓，反正他们也不缺吃的，重要的是保存实力，护着自身安危。出来混不到万不得已，该忍还是得忍。可这群吸血鬼摆明了不想放过这单生意。没有，我不信，除非你让我们检查检查，实在不行的话就把这2头牛留下，我们呢吃点亏，你们也能少走点路，怎么样？果然是打上牛的主意了，还让他们吃点亏，咋不上天呢？江穗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萧鹤川的脸色也十分不好看。东西是不可能给的，牛更加不可能给。此刻夫妇俩大脑飞速旋转，想着怎么样能化解难题。与此同时，身后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队人马，2辆看起来是低调但却精致的马车，而萧家和这群人僵持着。这么大一堆人凑在一处，在不算宽敞的官道上显得格外显眼。主子，前面似乎有情况，围了不少人在那里，似乎是起了冲突，去弄清楚什么情况再回来禀报。是。侍卫得了令，便独自一个人先行查探情况。他没有直接出现，而是从2边的芦苇丛中潜入。你们是要光天化日之下当强盗吗？还有没有王法了？王法？笑话吧你！现在冀州什么情况，你自己没看着啊？啊，又是旱灾又是地龙翻身的，那些官员们都自顾不暇了，没法跟上头交代了，谁还来管这档子事儿啊？你呢还是识趣点，要么老老实实的给钱给粮，要么把牛留下。哼，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这3样东西不会都要你们的。那你们非要不识趣的话，那就不能怪我们不讲理了。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说的也只是那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可如今这地界挨着冀州那么近，可称不上穷山恶水，但他们依旧干着这种强盗的行径。萧鹤川连额角的青筋都凸出来了，可见他此刻的情绪很是躁动。既然说不通，那今天就只能豁出去了。总之不可能被他们得逞。芦苇丛中的侍卫听了这土匪村民的一段话，也差不多知道出什么事了，于是连忙回去回禀消息了。主子，弄清楚了，这当地的一些泼皮无赖在拦路，朝逃难的百姓们索要过路的钱粮，不给便硬抢，岂有此理！没想到冀州已经乱成这样了，你带人前去解决，记住不要见血，将这些泼皮无赖制住，送往当地管辖的官衙。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治下的。还有，飞叔后面的人马，让他们加速前行，肃清官道，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拦路抢劫的泼皮无赖。是。把这些作难的刁民都拿下，切记勿伤这无辜的难民。这些土匪村民见到这个阵仗也是吓到了，有的想跑，有的居然还敢反抗，但他们压根儿不是对手，被这些侍卫3下5除2便撂倒在地，直接给控制了起来。萧鹤川看着这些前来抓人的侍卫们，
心觉这些人不是一般富贵人家的侍卫，估计是达官贵人们豢养的亲卫。一般的富商虽然会雇打手，但是他们的打手不能随意佩戴刀剑武器，只能带棍棒之类的武器。像这种带刀侍卫后面的主子，不是高官便是显贵人家。萧鹤川猜测是朝廷之中的人，此行前来怕是为着冀州的饥荒和地震来的。上辈子他在冀州城内多少有点耳闻，圣上派了人下来暗访，不少官员因此掉了乌纱帽，闹了挺长一段时间。那些刁民被制住，萧家人也就安全了。这帮土匪被侍卫绑了起来，受惊了吧？不过现在没事了，你们继续往前走吧。朝廷的救济粮已经到了冀州，冀州城门口是有粥棚，那里有吃的。谢谢你们帮大忙了，这些人凶得很，上来就要抢东西，还要抢咱们的牛，不给就要打人呢。多亏遇见你们这些大好人了。此刻朴实的萧父适时的出声，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难民形象。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受到惩罚的。萧家人原本以为又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了，但没想到关键时刻碰到了好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他们也就避免了一场冲突和消耗，又能踏踏实实的赶路了。不过萧鹤川却很好奇，这回来的人是谁？他上辈子在朝廷待了那么多年，京都的官员显贵他都能叫出个名字来。两辆马车走在前面，一前一后的。第一辆路过萧鹤川的时候，刚好起了风，把马车帘子撩了起来，也让他看见了马车之中的人。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眼，外加一个冷峻的侧脸，他也认出了这位的身份，居然是他。而后面的一辆马车隐隐约约的从里面透出一丝淡淡的清香，是女儿家身上散发出来的，还能隐约听见里面传来女子说话交谈的声音。也就是说，这第二辆马车坐的是姑娘，也是从京都来的，应该是那家的大家闺秀。萧鹤川通过那人的身份，也大抵猜到了这姑娘的身份，毕竟上辈子这位的身边唯有一人而已。而江穗也在猜测这马车里的人是谁，他也知道这马车的主人不是一般人，但没办法，他虽然是穿书的，但不知道名字的前提下，他也不是神仙，能靠猜就把别人身份猜出来的。终于是到了，咱们能顺利进城吗？萧母看着这冀州城门，语气里都是心酸。这一路上走来是真不容易呀。难民们肯定是不能进城的，这么多难民要是都进城了，城里岂不是乱了？所以城门口除了有粥棚以外，还有重兵把守，进出都需要文书，只有本地人能进去。娘，咱们一家的户籍文书都在吧？哦，在的在的。地震前我们提前搬出来了，户籍文书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忘记呢？我呀都好好的收着呢。那就妥了，只要有户籍文书就好办。至于资产证明，他们有2头牛，按照冀州当地的物价算，值个20两银子，再加上剩下的粮食、锅碗瓢盆，这些都是资产证明了。证明他们进了城，也不会给城里的百姓造成影响，毕竟有吃有喝的。那应该没什么问题，走吧。可是我没有户籍文书，因为地震把家里毁得彻底，我没能找到我一家人的户籍文书，我可能进不了城了。那咋办？你这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进不了城可不方便。没关系，我在难民营就行，反正每日有粥棚不粥，我们娘俩饿不死的。再说了，这么多官兵守着，也没人敢作乱，应当是安全的。这一路得你们一家人的庇护，我已经感激不尽了，万不敢再麻烦你们什么了。你们不用管我和旭旭，先进城安置吧。先去问问看吧，能进就进，不能进也是没办法的事。于是一行人赶着牛车来到了城门口。想进城需要一家人的户籍文书，少一个人的都不行，还必须是冀州地界的户籍，外籍不行。除此之外，你们还得拿出证明自身家当足以在城内安身，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待在难民营吧。官爷，这是我们一家的户籍文书，都在这儿。至于您说的身家财产，我们这2头牛进了城以后卖掉能值20两，牛车上还有一部分粮食，够吃1-2个月的。另外还有些许碎银，足够在城内找个住处安置下来了，不会对城内治安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就算是告诉他们也无妨，上头已经来了人，他们不敢打什么歪主意，假公济私。萧母把银子让他们看了一眼，这些官兵们确定他们一家不是普通的难民，这才同意放行了。
那个户籍文书也是查得很仔细，一一对应。但是到了宋娘子母女这里就不行了。你们的户籍文书呢？没有不让进。官爷，是这样的，他呀是我大儿子要娶的续弦媳妇儿，但是吧，这个灾呀来得太突然了。酒席我们办了，但这个过户文书就没有来得及签。后来房子又塌了，什么都找不到了，这实在是天灾没有办法呀。您看能否通融通融？我们这一家子人总不好分开吧？萧母这理由编的，宋娘子一下子脸色爆红，萧琴也是惊得被口水呛得直咳嗽。他娘也太敢说了！你看看你，让你晚上把被子盖好了不听，现在染上风寒了吧？是，您说的对。萧琴只好配合他娘的演出。江穗和萧兰兰也是憋着笑，别说啊，她婆婆还真挺能编的，这个理由听着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而且这么一说的话，宋娘子和大哥倒真是有点般配的。但奈何这个官兵比较轴，他只按规矩办事，其他的不好使。别和我说这么多，没用，我只看户籍文书，没有的话就去难民营吧，等日后能进城了，你们再把人接回去就成。而且你们只要进了城安定下来了，就官府那边把户籍登记造册盖章以后，就能随意进出城门了。不放心可以时常过来看看。他虽然一根筋，但是也给萧家人指了明路。众人一听，能自由进出城，那就好办了。那我便待在难民营吧，你们先进城，有什么事以后再说也不迟。我看这难民营挺安宁的，应当不会有什么事。没错，要是遇到不公或者有人欺负你可以直接来找我们，这里无时无刻都有官兵把守。现下也只能如此了。来，这被子你拿着，现在天冷，晚上可别冻着了。这里呢还有点吃的，你也藏着点，别饿着自己和孩子了。萧母心地善良，怕宋娘子在难民营受委屈。宋娘子感动得红了眼眶。婶子，这个玉镯你先帮我保管，待你们找到住处了，就来告诉我一声在哪儿就行，方便我日后来寻你。这镯子现在我戴着不安全，怕丢，真的劳烦您先帮我保管了。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求你了，婶子。宋娘子没有坏心眼儿，也没有要赖上他们家的意思，只是这难民营鱼龙混杂的，她很怕被心术不正的人盯上，把镯子弄坏了或者弄丢了。只是保管的话倒是没问题，这萧母不会拒绝。那行，我帮你保管着，等我们找到了住处就给你送个信儿来。你呀，在难民营里也注意着点自身安全，我们会常来看你的。多谢萧婶子。要分别的时候，江穗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怎么？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把小匕首，不然送给宋娘子防身吧。江穗想着，要是遇到突发情况，宋娘子也好有个防身的武器不是？萧鹤川听了，直接把匕首拿了出来，江穗便偷摸地塞给了宋娘子，让她拿着防身用。宋娘子用感激的眼神看着他，在这个多事之秋，她遇见了一家子心软的神。后面宋娘子便被官兵带着去了难民营安置，让她和一些同样是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的女人们住在一个棚子里。恰好要进城的时候，从城里又出来一辆马车停在城门口。叶小姐又来开棚施粥啊，可真是大善人一个。哈哈，是啊，我们家小姐心善，体谅这些难民们吃不饱穿不暖，隔几日就要来一次呢。这户叶姓的大善人带着不少丫鬟婆子，还有几大袋粮食、锅碗瓢盆啥的，准备在城门口施粥。马车门被打开，两个车夫合力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抬了下来，想来就是那位叶小姐了。她看起来脸色有些许的苍白，身形也有些瘦弱单薄，人也长得清丽，是个病美人。哎呀，真是天道不公啊！如此善良美丽的姑娘，居然是个残废。唉，萧母也表示赞同，觉得这位叶小姐真不错，自己都这样了，还想着这些受苦受难的难民呢。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旁的萧鹤川脸色有多么的阴沉，眼里还带着浓浓的恨意，手已经不自觉攥成了拳头。这位叶小姐拿着手帕，掩着唇咳嗽。叶小姐，如今天凉了，你也得注意添衣啊。在这些官兵的眼里，这位叶小姐就是人美心善，但很可惜她双腿天生有残疾，不能下地走路，大家对她很是敬重。多谢关心。萧家正好赶着牛车从他们身前经过，
叶小姐还是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萧鹤川，虽然只有一个侧脸，但也足够惊艳了。萧鹤川也知道他看见自己了，可他这一世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的瓜葛，也不会再受人胁迫。萧姐进了城以后，江穗明显感觉到萧鹤川周身散发出来的寒意，见他薄唇紧闭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也不知道在烦扰些什么。你怎么了？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没有，我只是在想，咱们现在已经进城了，今夜该住在哪里呢？找房子的事情肯定得慢慢来，不可能1-2天就能寻得到的。今天天色也已经不早了，可能得先找个小客栈住下才是。但他们这一大家子人肯定不是1-2个房间就能解决的，客栈也不能住太贵，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先找个小客栈吧，不用太好的那种，反正咱们这么多人也不怕出什么问题，主要还是以实惠为主。萧鹤川也是这么觉得。不过一家人来到这繁华的大城池，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与他们见过的花溪县不同，这里处处透露着繁华与精致，城里的道路都比县里要宽广许多，地上铺的都是清一色的青石板路，他们一来则显得格格不入。而街上的行人们看见他们这一家子脏兮兮的样子，有的还露出鄙夷嫌弃的眼神，自动远离了他们。萧家人不在乎，只要平安到达了这冀州府，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以后也只会越来越好的。萧鹤川凭着自己对冀州府的了解，带着萧家人走到了一条人流量少的街道，这里的人看穿着也不像是特别富裕的那种。这条街上面的客栈比较便宜，住一晚只需要100文，他们可以开4间房分配一下，大家挤着睡，先好好休息一晚上，接下来便是去找常住的地方。店小二帮他们把牛车拉到了后院，萧鹤川给了他点铜板做打赏，让他把牛都喂一下。这20多天的赶路，这2头牛也是吃了不少苦的。好不容易到了冀州府城，萧母也准备奢侈一把，当天晚上点了几个肉菜，还有几个小菜，准备一家人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顿白米饭。饭菜一上桌，大家都没有空闲说话了，一个劲儿的扒拉着碗里的饭菜。很快菜全部吃了个干干净净，饭都吃了好几桶。店小二见这阵仗，哎呦，这些难民都已经饿成这样了吗？不过他们还有钱能住得上客栈，应该是和普通难民不一样。吃饱喝足就得好好的洗个澡，大家都叫了热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净，换上干净的衣裳，总算是清清爽爽了起来。哎呀，还是床上睡着舒服啊！睡了20多天的硬地，又潮又湿，还硌人。我这是腰也酸，背也痛的，脚上的水泡是好了又磨，终于消停了。明天还有的跑呢，还要去找住处，这合适的住处可不好找。咱们一家子人多，这房子大了我们租不起，小了又不够住，价格也是个问题，得在咱们的承受范围之内才行。管他呢，咱们今天晚上先睡好了再说，其他的明天再考虑。这个房间虽然不算精致，但该有的都有，床榻也干净舒适，已经很不错了。周氏也坐在床边，捶捶腿又捶捶腰的，琢磨着等稳定下来以后，那秦大夫的药方还得继续吃一段时间。这一路上风餐露宿，他生怕自己的身体又出什么问题了。如今已经是10月中旬了，再有2个月就要过年了，至少在年前一家人得稳定下来。明年的目标就是要给老萧家添丁，圆了自己当母亲的梦想。兰兰说的对，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今天晚上先休息好再说。正当姑嫂3个准备吹灯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了。江穗一开门，发现是萧鹤川，他也洗过澡了，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他手上拿着一个药瓶。我刚刚出去买的，给你们擦脚上的水泡用，能好得快。要不说他心细呢，一直记得江穗他们脚上的水泡还没完全好，还特意买了药膏给他们擦。好，那你早点休息，晚安，明早见。好梦，明天见。房间一次性开了3日的，昨夜所有人都睡得很沉很香，不用担心会下雨，不用担心野兽出没，也不用担心有人背地里使坏偷东西。昨夜吃了放纵餐之后，可就不能放纵了，还是要以节约为主，能吃饱就行。估摸着这3日在客栈得消费个2两多的银子，
但这都是不能省的花销。吃早饭的时候，顺便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行动。萧鹤川决定让萧父萧母继续带着狗蛋儿在客栈休息，不必出去奔波了。去找住处的事情就留给他们这些晚辈就行。分几路走，大家先多看些地方，晚上再回来汇总一下，挑出最实惠划算的，最后再去实地看一下哪里合适租哪里。爹娘，你和兰兰还有二嫂和穗穗都留在客栈休息就好，我和大哥他们分头行动去找住处。我们也去吧，人多力量大。四哥，我和你们去行不行？我想看看冀州府的繁华。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买，我就看看。我也去吧，如果遇到合适的，我还能帮着砍砍价呢。他这穿越过来，对古代这种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很感兴趣，以后还得长时间住在这里呢。好，穗穗和兰兰和我一道，大哥、二哥、三哥你们一道。咱们今天主要先在城内熟悉一下街道，顺便看一下住处，明日就加把劲，把住处确定下来了。咱们客栈毕竟只续了3日。太好了！爹娘，你们就和二嫂在客栈休息吧。二嫂身子骨弱，这段时日也辛苦了，便不用和我们奔劳了。周氏也不是懒，反正老四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他是没什么主见的，不是当家的料。真不用我们去？您二位对这边也不熟悉，冀州府大，要是迷路了可就难绕出来了，所以还是我们去吧。好嘛，说半天还是觉得爹娘老了，脑子不如你们灵活了，还怕我们迷路呢。没有娘，您想多了，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好啦好啦，娘跟你说笑呢。行，那就让你们忙活去吧，我和你爹享享清福。萧母才没有那么心胸狭隘呢，他都是开玩笑的。安排好了行程，兄弟几个便按照一开始说好的上街了。这冀州的街道车水马龙，十分热闹，街上没有摆摊的小贩，所到之处全都是有店铺经营的买卖，专门的小食街、酒楼街、成衣布匹街、粮油街，分类很清晰。但这冀州府也有2级分化，城东和城南都是富人区，来往之人全都是非富即贵的人家，他们吃喝玩乐的点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无论是酒楼饭馆还是其他生意的店铺，都是装饰的富丽堂皇的。而城西和城北都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地区，这边没有富人区高调奢靡，吃喝玩乐都是给普通百姓提供的。但尽管如此，这城内的普通百姓也比那些城镇的普通百姓富裕太多了。他看见这边不管是卖馄饨还是卖面食的商贩，几乎都有自己的门面，有大有小的。也就是说，他们安定下来以后，要想重新做酸辣粉的生意，也得租个小铺子才行。但是他不了解这边的物价，也不知道银子够不够折腾的。咱们找住处最好就是在这小吃街附近找吧，毕竟咱们以后还有继续做生意卖酸辣粉的想法呢。要是住的地方离得太远了，来往也不方便。都听你的。不过咱们要找住处的话，得去一个地方。既然江穗要做生意，那他当然支持了。可是在冀州府这样的地方找房子，也得按规矩来。什么地方？冀州府是上州，是整个中部地区最富庶的州府。这城内的规矩很多，有个地方叫做衙行，是专门掌管这城内宅院房屋租赁和买卖的。很多宅院是由官府出银子建的，建好了以后便会出一张布草图放在衙行卖。许多私人修建的宅院也可以放在衙行卖或者租出去，只需要给佣金即可。衙行不仅管宅院房屋的买卖，还有奴隶仆从的买卖。很多大户人家的丫鬟小厮婆子都是来这衙行买的，有的是终身奴籍，祖上有人犯事流放，所以后3代都得为奴，一张卖身契就能决定他们的去向。也有短契，有些家里困难的吃不起饭，便会把家里的子女送去当奴隶，他们本身是良民，所谓短契至少是3年起签，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3年也和那些奴隶没什么区别。唯一好的一点是，这些短期的奴隶每月可以领月银，而终身奴籍的人则是被卖到哪里就是哪里，他们一辈子要替人当牛做马，且没有收入。江穗听明白了，萧鹤川讲的简短且清楚，这个古代衙行就是现代版的房屋中介嘛，只是还顺带着做人口买卖的营生。四哥，那这些终生都要当奴隶的也太可怜了吧？以前有那么多抄家流放的人吗？当然不是了，很多终身为奴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打上了奴役，不单单是祖上犯事这么简单，但这些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你以后不会沦落至此的。奴隶制已经是古往今来的传统了，大庆还算是对奴隶比较宽容的了。往前1000年，奴隶还得无条件给主家陪葬呢，而现在只有皇宫里面还有殉葬的传统，
但也仅限于一朝天子、中宫皇后和太后以及东宫这些身份尊贵的人物了。也对，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人，不做触犯律例的事情，就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的。放心吧，你以后可是首府的胞妹，身份尊贵着呢。行了，咱们抓紧去牙行吧。于是三人便开始去找牙行了。这牙行的院子很大，分为东西两边，一边是宅院买卖，一边是奴隶买卖。这西边的院子站着几排人，都是14、15岁的小姑娘，统一的丫鬟髻、丫鬟服，一个个低着头，正在听嬷嬷训话。你们这一批丫鬟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模样都拿得出手。上等奴仆以后能进内宅伺候主子，比那些个歪瓜裂枣的只能做粗使杂役的奴才不同。日后遇到好主子了，日子也能好过。但是这要想以后过得好啊，那你们要学的规矩可就多了，人要机灵，嘴巴要讨喜。我可提前警告你们啊，要是到了贵人家里做错事，说错了话，被发卖回来，那你们这第二次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去处了。等待你们的就是秦楼楚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嬷嬷。一众丫鬟低着头，异口同声地回道，无人敢不从。但是卖去秦楼楚馆这种威胁的确很吓人，萧兰兰打着经过都忍不住发了个寒战。小哥，我们是来租院子的，能不能带我们看看城西或者城北的四合院，够一家10口人住的那种？你去给他们办事儿。在他们眼里，萧鹤川他们一看就不像是有钱的人，给他们办事儿能赚几个佣金，不够塞牙缝的。几位，想看啥样的院子呀？这院子有大的有小的，有好的有不好的，得看您几个能出多少银子一个月了。先带我们去看吧。我带几位去看也是要收取佣金的，一天下来跑腿钱是个200钱。到时候要是租到院子了的话，我们牙行还得收取一点佣金，但不会太多的。跑腿钱是应该的，规矩萧鹤川也懂。他们替官府办事儿，不会收取佣金很过分。总之他有分寸。江穗直接给了他200钱，让他带路。拿了跑腿费，牙行小哥喜笑颜开，这就带着他们去看院子了。三人跟着牙行小哥走街串巷，一路上小哥都在问他们的需求。萧姐一家有10口人，那么院子小了肯定不行，除去厨房至少要6间房才够住。现在大哥和三哥是单身，少一间房无所谓，但为了以防万一，毕竟大哥和三哥也不小了，总还要成家的，所以还是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为妙。哎呦，6间房的院子那可不小了，一个月的租金也不便宜。城西那边就有一户现成的，中间的小了点，房间也都不大，但是够你们一家入住了。反正您几位和我说好你们的要求，我也好少带你们走冤枉路，咱们直奔着几位要求的去就行。哎，小哥，你说的这个院子一个月的租金要多少呀？5两银子一个月，说贵也不算贵，而且还挺划算的。东家自己住的房子，收拾的也干净，但就是有一个要求，得一次性付他半年的租钱，他有急用。之前要6两的，后来也是急用银子，就往下降了降。怎么样，要不要去看看？出来的时候已经问过萧母了，他手上加起来一共是35两碎银，客栈要花2两，那就还有33两，付半年的租金是够了。但是牙行还要佣金，那就不知道是多少银子了。江穗手里的金元宝值100两，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半年的时间把酸辣粉的铺子开起来，他有自信能快速回本。以后的话，负担这每个月的租金应该不是问题。在白马镇摆了2个多月，都赚到了15、16两。冀州这么大的市场，还愁赚不到房租吗？两人交流了一下眼神，各自点了点头。看来萧鹤川和他的想法差不多。那边走吧。牙行小哥一看也是有戏，于是乐呵的带着他们就去了。这来了1个月的时间了，总算是有开张的机会了。看房子的路上，萧兰兰显得尤其兴奋，她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自己将来的家长什么样了。到了，就是这里。牙行小哥带着他们停在一间宅院的面前，门上面的红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门口挂着的2个灯笼也布满了灰尘，上头的福字都看不清楚了，看来是许久没人住了。上一户人家已经搬走好几个月了，之后一直没人，所以灰尘有点大，门还有家具什么的也都有点年头了，看着不灵性。但是打扫干净也不碍事。
这院子里还有棵枣树呢，就是不怎么结果。而且这个院子在这条巷子里也是最大的一家了，除去厨房还有6间房，堂屋边上1间，东边3间，西边2间，带个小工房。平时勤快打扫点味道也不大。满了以后就让倒夜香的过来拉就行，花不了几个钱。工房旁边还有个圈儿，正好可以围起来养点鸡鸭什么的，是不是想想就觉得日子很有盼头？江穗是看出来了，这位小哥很有当萧官的潜力，这嘴是真的会说。四嫂，我以后要住你跟我四哥隔壁。行，你想住哪都行，由着你先选。翠翠，你觉得这里如何？萧河川还算满意，但主要还是得家里几位女主子满意才行。哎，小哥，外面那条小石阶上还有没有小铺面租啊？哟，您这是将来还打算做生意是吧？那有的，必须的。以后你要租铺面也可以来找我。江穗反正只要确定自己以后做生意方便，那他就没问题。他眼里的金光都快要溢出来了。萧河川见他这小模样，忍不住想笑，竟是觉得可爱的紧。有个这么有上进心的媳妇儿，怎么不算是件好事呢？我觉得可以。兰兰呢？我也觉得可以，我喜欢这院子里的枣树。那咱们回去跟娘说一声，明天带大家过来看看。如果都觉得可以的话，就把这里租下来吧。好。那明日还得麻烦你再带我们来一趟。确定租的话，明日我就不收你们跑腿钱了。我明日4时在刚刚那条街上的正记馄饨铺等着各位，以免得你们又跑到牙行找我啊。到时候院子租出去，租金一收，佣金他也能抽点水呢。第一单生意可以不用那么挖苦人的。这牙行小哥倒是个不错的人，服务态度也好，也会为客户考虑。江穗觉得自己这200钱花得值。行，今日辛苦你了，便这么说定了。萧河川敲定了明早带萧母他们看院子的事情。没想到今天找住处的事情还挺顺利的，一下子就找到了合心意的地方。其实还可以看点别的选择，可也是巧了，那套院子无论是地段还是面积，最主要的是价格，都在萧家人的预选范围之内。下午回到客栈，萧晴他们已经到了一会儿了，但是他们今天一无所获，在大街上转悠了大半天也找不到方向，倒是把这附近的街道给摸清楚了。也怪萧河川没告诉他们要去牙行找房子，不过他和江穗他们已经去了一趟，那大哥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去了，到时候还得多费200文的跑腿费，可能看的还是同样的院子。他原本也是想着让大哥他们熟悉一下这冀州府的街道，按照他对哥哥们的了解，往后要是稳定下来，他们指定是要在冀州府找点事情做的。如今离了仙鹤村，地也没得做了，家里以后的生意也用不着这么多帮忙，不找活干还能干嘛？怎么样啊？找到合适的院子没有？娘，我和你说啊，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套很不错的小院子，除了厨房还有6间卧房呢，刚好够咱们一家人住，还有公房呢。公房旁边有个小空缺，刚好可以养咱们家的鸡。院子里还有棵枣树，就是房子有些年头了，看起来有点旧，但是它旁边就是一条很热闹的小石阶，咱们家以后开铺子做生意老方便了。我们已经和牙行的小哥说好了，明天4时他带着我们一家人一起去看看，大家伙要是都喜欢的话就可以租下来了。真的这么好？那租钱肯定不便宜吧？咱们能不能租得起啊？娘已经问过了，原房主缺银子，院子1个月的租钱是5两，要求咱们一次性付清半年，然后牙行要收点佣金，估摸着也要几两银子，咱们手上原有的现银是够的。5两1个月，还要付半年？那咱们的银子付完租钱，岂不是一文不剩了？就算是有地方住了，可还要添置许多东西，手上没有银钱了，到时候该咋整啊？这是寸土寸金的冀州府，花溪县和白马镇完全不能比，但这个价钱在冀州府来说很划算了。银子的事情不必担心，我会想办法。总之天无绝人之路，那咱们一家子明儿个早上亲眼去瞅瞅，要是真好的话，那便直接租下来吧。萧母很爽快地做了决定，爽快地让周氏和几个儿子都懵了。他们的母亲大人真要把所有银子都拿去租那半年的院子，不留一点后路了。但是萧母向来是萧家的主事人，她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之后萧母拉着萧鹤川和江穗去了房间，私下里商量点事情。娘，你要交代我们啥？是这样啊，我一会儿呢就去跟你们的哥哥还有嫂子说，租了院子之后就把2头牛给卖了，这样咱们手里就有了过日子吃饭的钱了。
那个金元宝的事情先不告诉他们，免得他们觉得手上有了这么多钱就能高枕无忧，以后都不愿意上进了。所以我先和你们打声招呼啊，可别说漏了嘴。反正到了这冀州府，那2头牛也不好养了，还不如卖了呢。至于那个金元宝，你们夫妻俩继续保管着，日后留给穗穗做生意用。咱们一家人呐，先在冀州安定下来，把今年过完了再说。萧母还是精明，什么都打算好了。对他来说，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的才是他最期望的。他不告诉他们有金元宝的事情，是不希望他们觉得有了后路就可以不那么努力上进了。江穗和萧河川答应了下来。之后，萧母又单独找了兰兰，和她也打好招呼，让她不要说漏嘴。萧兰兰是嘴巴最严实的，她还把自己存的2两多银子拿出来给萧母，让她先拿着花。萧母觉得女儿真的是太懂事了，乖巧又贴心。她没要女儿的钱，而是告诉她，以后一定要多给自己存点银子傍身。她按照商量好的，和周氏还有几个儿子说，租完院子以后就把2头牛给卖了。据说在冀州，2头牛能值个差不多20两。有了这银子，他们一家暂时不会愁吃喝。听说要卖牛，萧毅还挺难受的，但是为了生活也是没办法。现在又不种地了，要牛也没什么用了。不过兄弟几个承诺，等搬了院子就去找事情做，赚银子补贴家里，不会让他们饿着的。萧母生了4个儿子，现在都长大懂事了，以后就是他享清福的时候到了。河川呐，你和你大哥出去打听一下，哪儿可以卖牛的。家里也不用这么多人收拾，咱们还有许多东西要添置，都缺银子，可别耽误事儿了，赶紧去吧。您昨日说要卖牛，我已经和押行小哥打听过了，知道哪里可以卖牛，直接把牛牵过去就行。还是你想的周到。既然如此，就赶紧去吧，记得找个好点的买家。咱们这2头牛呀，也帮了咱们不少忙，是咱们对不住他们啦。萧河川会替他们寻个好去处，不会让他们沦为腹中食物的。他们家这2头牛都是壮年牛，卖出去以后肯定是会安排去拉货干活的，所以不必担心。萧家这2头牛一来到市场上，就如同萧河川所预料的一样，很快便来了许多询价的，都是冀州城外的一些果农啊、菜农啊、樵夫之类的，还有专门收泔水和夜香的。萧河川明码标价，2头牛20两，不讨价不还价，这个价格还有人抢着要呢。最后挑了一个做蔬菜运送生意的大爷，看他面相好，说起话来也平易近人，又考虑到这拉菜比其他的重物要轻松，最终20两把2头牛卖给了这位大爷。2人迅速完成任务，把银子收好。萧琴自己掏的腰包，在城内的包子铺买了肉包子、大白馒头，准备拿出城去看宋娘子母女。萧大哥，你怎么来了？来城门口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里面还有几个和我同住的娘子，就不方便带你们进去了。秦叔、贺叔，旭快看，秦叔给你买了肉包子。快多谢秦叔和贺叔。多谢秦叔，多谢贺叔。娘亲同意了，旭才敢接过肉包子。他把肉包子抱在怀里，包子还是热乎的呢。宋娘子，你这2日可还好？我挺好的，劳萧大哥关心了。和我同住在一块的几位娘子也都很和善，这里的官兵也很尽职，你们不用担心我。倒是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已经找到住处了，今日就是特意来告诉你的。萧琴把他们找到的住处位置告诉给宋娘子，宋娘子把这些牢牢地记在心中。自己母亲留下的镯子还在萧母那里保管着，也不知道这冀州城啥时候能进去，但应该要不了多久了。朝廷的赈灾银马上就会下来，到时候会发布到各个受灾的地区，官府会组织重建。到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那这些难民们也就有了去处。朝廷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军民一体参与重建。到那时候，冀州的难民减少了，城门口的把控也就不会那么严了，宋娘子就能进来。对于他而言，再回到白马镇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待在冀州重新开始。他有手艺，不愁养不活自己和女儿。那你们的速度还挺快的，这才2天就找到住处了。还行吧，运气好。2人又说了点有的没的，萧河川一直保持着沉默，差不多了他才提醒大哥，2人该回去了。
家里人还等着他们拿银子回去置办东西呢。萧琴便和宋娘子告别，约定好下次有空再来看她。宋娘子牵着女儿的手，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才回到帐篷里面。萧鹤川兄弟俩带着20两银子回来了，尽数交给了萧母。家里已经被打扫干净，被褥什么的先凑合着盖两只，等出去买了布回来再缝几床新的被罩。之前在村里的时候，苏二公子前前后后拿了几匹不错的丝绸布料来，萧母打算拿去城里的布庄换成银子，再给家里人置办些新的行头。把别人送的礼物转手卖掉，听起来是有点不太道德，但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他也是没办法，尽量往实惠的方向走。他们现在都是粗人，这么好的料子穿着干活岂不是暴殄天物？晚上，萧父让儿子们出去打了2斤米酒回来，又买了几斤五花肉做红烧肉，杀了1只鸡，煮了足够的糙米饭。今儿个晚上好好庆祝一下搬了新家的喜悦。咱们一家人今年也是遇着了许多大事，但还好咱们呢都平平安安的挺了过来。现在到了冀州府安了家，日后咱们更要努力把日子过好。咱们家人多，有时候难免会有些不称心如意的时候，但是不管是否满意还是对谁有意见，我这当爹的都希望你们能直接提出来，而不是藏着掖着，让误会和不满越来越深，伤了一家人的感情。咱们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过不了的咱们咬着牙也要过。来，这第一杯咱们爷几个得干了，女眷们随意就好。爷爷你看，我也是男子汉，我也干了。好好，不愧是我的大孙子，有出息。第二杯酒啊，咱们要敬岁岁，他帮着咱们家一路走来，解决了许多麻烦，因为有他的原因，咱们才能顺利的度过这几道难关，把命给保住了。也是因为他的聪慧，早先带着咱们做生意攒了点银子，才能让咱们到了冀州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都是他的功劳，你们是有目共睹，我可没夸大其词啊。爹，我们都看在眼里，弟妹是我们老萧家的福星，有她呢是我们的福气，更是鹤川的福气。您与其和我们说要好好对待四弟妹，还不如和老四说，让他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媳妇儿，不能辜负她，不欺负她才是最要紧的。老三说得好，老四你听见了没？那这一杯我单独敬娘子，日后咱们同舟共济，前路茫茫，望娘子不弃，你扶我青云志，我护你余生喜乐无忧。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张口闭口十分的文艺，给江穗整的都害羞了。等等，就这么碰一下哪行啊？四哥四嫂成亲的时候，因为四哥的缘故，很多规矩都是能省则省了，这交杯酒也是没喝的。今日这么开心的日子，四哥四嫂何不将这杯交杯酒给补上？哼，好个丫头，真会来事儿。萧母也跟着起哄。对，兰兰说的对，喝个交杯酒吧，小夫妻2个以后恩恩爱爱，日子甜如蜜。来吧，娘子，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萧鹤川催促着，江穗也不别扭，直接端起酒杯勾起他的手腕，两人一瞬间便凑近了不少。两人喝下交杯酒，如同交颈鸳鸯一般羡煞旁人。咦，实在是太般配了，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他激动地拍着小手，其余人也跟着鼓掌拍手。总之这一顿饭吃下来还是很愉快的。娘子，时候不早了，该睡了。你明日一早不是还要和娘他们上街办事吗？夫君，这段时间辛苦了，你看你都瘦了，你也早点睡吧。他这声夫君给萧鹤川整得心一颤，这是江穗第一次这么叫自己。他声音本来就甜美，这夫君2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有点让人骨头发酥的感觉。腹黑的男人因此耳根子纯情的红了起来，但面上依旧保持镇定。江穗很满意他的反应。其实和萧鹤川躺在一张床上，他也不吃亏。老公长得好看，身材也好，说白了他还占便宜了。但是他心里别扭的是，两人是夫妻，萧鹤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和他深入交流的。可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真不是他矫情。萧鹤川勾唇，他其实能看出来江穗在担心什么，刚好他也不想强人所难，他更希望和眼前这个女子细水长流的发展下去，了解她，试着一点点走入她的心。当然了，他也会试着把她完全装进自己的心中。不看他从前付出过的所有，只看他这个人，也足够吸引萧鹤川的注意了。他对他是有好感的，
我以后就叫你岁岁，愿岁岁常安宁，朝朝常相伴。咱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从此以后我便会敬你、护你，不会逼迫你做不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完全把我当做你的依靠。你放心，我现在不会对你做什么，咱们慢慢相处，彼此了解以后再说。萧河川此刻的语气十分的温柔，他神情认真，态度真诚，江穗很难不心动。真不愧是书中的白月光啊！宁静的夜里，房间里安静的只剩下人的呼吸声，俩人都会有点不习惯。江穗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江穗要早起和萧母他们上街，所以起得比较早。娘儿四个找了个布庄，直接对掌柜的说明了来意。一位是要买布还是要买成衣？本店也可以帮忙做成衣。掌柜的，我们不是来做衣裳的，我们是来卖布的。萧母把几匹绸缎放在柜台上，掌柜的还是头一次见有人来布庄卖布。这是你们的？掌柜的，实不相瞒，我们是花溪县逃难过来的，那边发生了地震，受灾严重，咱们一家也称得上是家道中落，初来乍到这繁华的冀州府，处处都需要银子打点，我们也是没办法，只能把这绸缎拿出来给卖了，换点银两。他这个理由编得很合理，家道中落，说明以前是有家底的，所以他们有这么好的绸缎也不奇怪。原来如此，这绸缎是好绸缎，市面上值10两银子一匹，但你要是转手卖给我，按照规矩就不能按10两给你，只能9两给你们，毕竟我们也得有点赚头，不是？10两？周氏一听又震惊了，乖乖，一匹布10两，他难以理解。9两就9两，按照您的规矩来就是了。那行，我检查一下，万一有破损可不行，没问题的话就给你们结银子吧。掌柜的仔细检查了3匹绸缎，很是满意，他也痛快的给了银子，一共是27两。拿着这27两，娘儿4个就离开了布庄。这里头的布都是上等布料，他们消费不起，还是去普通的布庄买棉布吧。萧母让2个儿媳还有闺女自己选喜欢的花样和颜色，回去以后她给做，她则是去给家里的几个儿子还有孙子选布。一大家子人，一人办2身新衣，还得买棉花回去。天冷了，不能再穿单衣了，一下子花出去10好几两，萧母也不心疼。东西很多，娘儿4个不好拿，布庄的伙计主动说帮他们送回去，这样也好，省得娘儿几个费劲了。哟，看来这趟出去没少买呀。是啊，这不天气越来越冷了吗？总得给家里添置几件新衣服。布庄伙计见咱们买这么多也不好拿，所以就主动帮咱们给送回来了。这下啊，咱们娘儿几个可有的忙了，做不完的新衣裳哦。娘，那估计您和二嫂还有兰兰得辛苦一点了，我那针线活说白了是真没眼看，我怕我做出来的衣裳都穿不出去。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做就行，你就在旁边看着得了。等我呀给你做2套漂亮的罗裙，到时候裙子做好了，咱们再梳个漂亮的发髻。就咱这小模样啊，到了那街上不得羡慕死那些小姑娘们。他对自家这2个儿媳妇的模样那是特别自信的，都是数1数2的。明天我也和你们去呗，我还有力气呢，可能没有你们赚得多，但蚊子胳膊也是肉不是，还能赚点买菜的钱呢。不行，你这腰就别作了，老实在家待着吧。过了年咱们就要重新做生意了，到时候有你忙的。你呀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别跟着儿子们凑热闹了。是啊爹，码头很累的，我们看久了都有点吃不消，您还是别折腾了。而且这码头也不是天天有活干，没您想的那么好。3兄弟一人上交了200文给萧母，填补家里的中馈，丰富一下伙食，剩下的自己揣着。等开了年以后，这生意做起来，还是婆媳3个加上萧兰兰忙活。贺川呐，你的几个哥哥都已经找到活干了，你娘还有你媳妇儿也准备要继续做生意，那你将来是个啥打算呢？爹，我准备继续读书，走科举入仕。你因为几年前的那场意外耽搁了这几年，都没有好好的摸过书本和写过字了。不是爹不信任你，你单靠自己自学，怕是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啊。再有2年就又是科举年了，你有没有什么更长远的打算呢？爹说的是，所以儿子准备考入冀州白云书院，在白云书院读2年书，将从前学的都巩固一番，再将后来落下的功课也都尽数补上。这几年
我已经错过了一次科举，不能再错过下一次了。所以趁着这2年埋头苦读，若想快速提升自己，白云书院便是最好的选择。冀州府是上州，许多有名的大儒文人墨客大部分出自白云书院，而且白云书院的仲云先生曾在国子监任司业，乃是正五品的官职，德才兼备，学识渊博。我想拜入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学生。听你这么说，这白云书院这么好，那考进去肯定很困难吧？而且这1年下来的束修应该也不便宜，咱们家能负担得起吗？只要能考进去，便不需要束修。白云书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考进去了以后，每个月若是能拿到甲1等，还能有甲银呢。这么好啊！这大城池的格局都已经大成这样了，育人子弟都不需要教束修了。萧河川很正经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也就江穗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儿，萧河川一定是怕家里人担心，所以才这么说的。这白云书院的束修指定不便宜。怎么了？笑得这么开心，是有什么好事？你今天说要去白云书院，还要拜入仲云先生门下，但你说白云书院不要束修，这我可是不信的。你快老实交代，到底要多少银子？咱们一起想法子，也好早日把束修给凑齐了。的确，我骗了爹娘他们。这白云书院的束修1年要50两银子，数目太大，家里明年还得做生意，那金元宝动不得。所以我想过了，束修的事情我会自行解决。我也是萧家的儿子，哥哥们尚且如此努力干活补贴家用，只为不拖家人后腿，那我亦然。我也不想给家里添太多麻烦，既然是我自己要学，那这束修我也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萧河川的三观很正，这一点江穗不得不承认，而且他还很有担当。对于萧河川而言，自己出事这几年，家里人一直照顾他，包容他，还为他花了不少的银子，导致欠了很多账，家里一度揭不开锅。几个哥哥是很委屈的，累活重活全是他们的，还要负责照顾他这个弟弟，没有任何怨言。现在自己已经正常了，还带着前世的记忆，那他没理由还给家里拖后腿。那你想怎么凑这50两？白云书院每年招生在春日，咱们还有几个月，不着急。我这几天打听了一下，冀州文人墨客众多，他们没事便喜欢办一些诗会，冀州城的才子们都能去参加，只要能拿得出一首还算过得去的投名诗，便可以进入诗会。诗会便是斗诗的地方，主家会出题，拔得头筹之人便可获得他们准备的彩头，有现银或者值钱的文房四宝。你真聪明，这都能想得到。娘子也很聪慧，你琢磨出来的酸辣粉在白马镇广受好评，相信铺子一开起来，要不了多久你能赚到无数个50两，我是没法比的。小伙子很会讲话嘛，那就借你吉言了，夫君。在烛火的照射下，江穗柔顺的发丝披散着，随意慵懒地搭在两肩，巴掌大的小脸儿，微红的脸蛋儿，面若桃花。那一对小梨窝里面像是藏着喝不完的甜酒一般。他突然可以理解以前夏朝的时候，那些大人们总约着晚间去看歌舞。他那时候一度觉得女子无趣至极，对他来说都长一样。那些大人还说什么灯下看美人乃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他如今倒是明了了。翌日是个好天气，萧河川出门买书和笔墨，特意找江穗借了2两银子。江穗听他说这个借子的时候，没忍住噗的一声就笑了。2两银子是吧？要收利钱的哦。来日必将千百倍偿还。萧河川来到他前世最爱来的书铺，里面的一切陈设如旧，人也还是那些人。公子需要些什么呀？大庆向来重文轻武，老百姓对于这些读书人几乎都很友善客气。劳烦替我准备2刀白马纸，其余的我自己再看看。像他们这种家境一般的读书人，都是用的比较普通、材质差一些的白马纸。掌柜的见怪不怪，但他态度依旧不错。这店里文房四宝都有，还有不少书籍，他可以自由挑选，注意不要弄坏就行。他正在里面细心挑选，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落入了一个人的眼中。就将我放在这里，你们去找个地方藏起来，一会儿在后面跟着就行，让马车先回府。小姐，这样不好吧？您一个人，让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不是几天没挨罚，皮痒了？叶叔的脸色很不好，和他一贯在外人面前温柔淡雅的形象不符。丫鬟们不敢多问，便躲在了不远处的箱子里。叶叔便坐在轮椅上，在这书铺门口一直等着一个人。萧河川买好了书和纸墨，准备回家。
一跨出书铺的门，便一眼看见了他极其不想看见的人，正在用帕子掩着唇咳嗽。原本还算不错的心情瞬间变得阴沉了起来。他面无表情，当作没有看见一样的从他身边路过。公子且慢，我是白云书院院长的独女叶舒，我那2个丫鬟不知道去哪里疯完了，将我独自扔在了这里，可否劳烦公子将我送回家中，家父必有重谢。听见他这么说话，萧鹤川依旧是目不斜视，眉眼间带着浓浓的厌恶，但背着身子的叶舒并没有看见。他觉得自己这柔弱小白花的模样，加上自己主动报上的家门，应该没有男子能轻易拒绝，尤其是像他这种清寒书生。但他过于自信了，还等着萧鹤川转过身来同自己说话呢。结果身后一点音讯都没有，他艰难地调转过轮椅，才发现人已经走远了，一个字都没有和他说，也不曾为他停留片刻。这一刻，叶舒的表情差点绷不住了，他死死地抓着轮椅扶手，胸膛起伏着，看样子是气得不轻。而萧鹤川出去这么一会儿功夫，就遇到了自己极度讨厌的人，自然也是没什么好脸色的。但是在踏入家门的前一刻，他还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面部表情。回到房间里，江穗正在套新的床罩，这是二嫂周氏刚刚缝好送过来的，原先那床就得洗了。他才刚刚套好，萧鹤川就回来了。需要我帮你吗？不用了，我已经弄好了。你买了什么书啊？江穗回了他一个微笑，然后朝他走去，随意拿起来一本他刚刚放下的书籍，上面写着24史记，他下意识就读了出来。穗穗，你识字？这本书我见过。陈金花的女儿江巧巧有一段时间不是和一个秀才来往密切吗？她有天就带了本书回来，就是这本24史记。她当时还拿着和我炫耀来着，还告诉我书的名字。我记性好，所以记得。而且我虽然没念过书，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这前头几个字我还是认识的，只是不会写而已。这本24史记是今年才编纂出来的，流通到市面上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往前他还在江家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见过？所以他在撒谎。但是萧鹤川并不急着戳穿他，反倒很好奇他的娘子还有多少秘密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原来如此，那穗穗当真是好记性，这么好的记性不读点书倒是可惜了，想不想学认字写字，为父教你？萧鹤川腹黑属性爆发，开始挖坑。江穗很直接就答应了，还表现出一副自己很激动和期待的样子。他想，没读过书的人对于知识应该都是无比渴望的吧。当他还在暗自庆幸自己机智的时候，殊不知早就落入了某人的圈套了。好，那既然要学认字和写字的话，首先要会的就是写自己的名字。你过来，我教你写。他先是自己示范了一下，在纸上写出江穗的名字。所谓下笔如有神，他的字很漂亮，很有气势，一笔一画都是一气呵成。这就是你的名字，江穗。夫君的字可真好看。来，我教你。萧兰兰路过门口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幕，郎才女貌，岁月静好。她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生怕打扰他们。这些江穗都会，但她还要努力表现出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掌握了握笔的正确姿势。然后萧鹤川就带着她的手开始写，写的是板板正正的正楷。他教江穗笔画的顺序，江穗也听得认真。一开始学不必学我的写法，先把字写端正，等你以后熟练了，便可以自己琢磨一套写法。每个人的字都是有不同的神韵的，自己怎么写最舒适便怎么写，无需刻意模仿。他手把手地教了好几遍，才让江穗自己动手去写一遍。江穗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新手，拿笔的姿势也特意偏差了几分。可是有的习惯是下意识就有的，学习书法的时候也会留下一些习惯。他写第一笔的时候，萧鹤川就发现不对劲了，这是长期写毛笔字的人才会有的习惯。尽管小丫头在故意掩饰，他轻笑出声，目露欣赏。逆风起笔，最能得势。穗穗，你真的很有天赋啊。江穗抬头看他，差点没掩饰住眼底的惊讶。他心想，完了，还是露馅了，自己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啊。但萧鹤川没想拆穿他，他主动终结了这个话题。先练着吧，不着急，等你把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咱们以后再学别的。见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怀疑，以为只是偶然而已，江穗才渐渐地放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以此来让自己的心得到宁静。
后面的2天，萧河川每天都会教他写几个字，从最简单的数字开始。他说江穗以后做生意会用得上。他还把之前自己的书全都给了江穗，让他先从千字文开始学起。江穗面对着上面那些自己本来就认识的字，还要装作一副不认识、虚心讨教的样子，真是苦恼死了。他巴不得赶紧先把铺子的事情给解决好，然后把生意做起来，到时候他就可以一心只忙生意的事情，不用再学认字了。经过萧母这么长时间的忙碌，终于是把一家人的衣裳全都给做好了。一大早，他便让儿媳妇和闺女穿上他给他们做的新衣裙展示一下。裙子是外面一个短的窄袖外衫，里面则是对襟长袍，中间用腰封束住，最能展现女子的腰身和体态。2人手上都还有零花钱，萧母又额外给了他们一些，让他们去街上好好转转，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珠花什么的。周氏素来不爱出门，也就不跟着他们2个去凑热闹了。姑嫂2个兴致勃勃地商量着要去哪条街上逛，走着走着，萧兰兰突然从袖子里拿出来自己格外珍视的那只紫玉蝴蝶簪。四嫂，你能帮我戴上吗？兰兰，你哪来的这簪子？之前萧兰兰没和她说过，所以她并不知道这簪子的存在。于是兰兰便把这簪子背后的事情告诉给她听，她才知道这簪子居然是苏二公子送她的，上头还刻着兰兰的小字。江穗拿着簪子，在她的发髻上面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给她戴了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真好看，很适合你。你真不打算去见见苏二公子吗？他就在冀州府，咱们有他的地址啊。我有克夫命，苏公子的家人瞧不上我的。再者，咱们什么家庭，人家又是什么身份，门不当户不对的，我也不敢高攀。我不想日后处处低人一头。萧兰兰说白了，还是受固化思想的影响，总觉得门当户对很重要，而且她很在意自己这命格之事。她不愿，江穗也没法强求。有缘自会相见，若是无缘的话，便是擦肩而过，也可能会错过。但没想到萧兰兰这缘分来得这么快，一看就是月老提前牵好了线的。说来也是巧，姑嫂2个才上街，准备去首饰铺子看看珠花，正巧苏燕青就在对面的茶楼上。她特意选在了城西，就是为了避免有人暗中监视她。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公子，还是没有他们的消息。听说白马镇那边地震了，咱们收到消息以后就立马过去了。可是等咱们到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是一片废墟了，人也几乎走光了。原先的萧家被整个压在了大山下，也没人知道他们一家人是死是活。后来沿着官道一路找，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甚至城外难民营都找了个遍，是真的没有见到萧家任意一个人。原来白马镇那边受灾的事情一传到冀州以后，他便派人去找萧家人，确定他们的安危去了。曾先生一家运气好，闹饥荒的时候提前选择来冀州避难，所以逃过了一劫。可如今却失去了萧家的联系。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加派人手，再去续。就算是只有一点点希望，他也不愿意放弃。而且之前他让人去废墟堆里面挖了又挖，并没有找到萧家人，也就说明萧家人没有遇难，而他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而已。世界之大，只要不放弃，他总能找到的。如今难民都一路逃往了冀州，相信萧家人也不例外，只是他的人恰巧没碰上而已。他也不想错过和萧姑娘再次相见的机会，底下的人只能按照二公子的吩咐照做，加派人手去找人。厢房在3楼，视野很好，可以看到底下街道的车水马龙。冷风吹在脸上，让他稍微清醒了许多，郁闷的心情也稍微疏解了一点。此时江穗和萧兰兰正巧从街对面的一家首饰铺子里并排走出来，2人买了几朵价格实惠的小珠花，有说有笑的。也正是这不经意的一眼，让苏燕青一眼就认出了萧兰兰。她虽然换了一身装束，但是那个身影她不会认错。小姑娘，江娘子，快尝尝看，这几道点心都是冀州府的特色，味道很不错的。二位再看看，这竹筒里面有竹签，上面是糕点的名字，有喜欢的便直接点就是了。苏二公子，劳您破费了，这些就够了，不用这么客气的。听闻白马镇发生地震以后，我收到消息便立马派人去了白马镇寻你们一家，但是等我的人到的时候，却不见你们的踪影。后又沿着往冀州方向的官道一路找，还是没能找到你们。又在城外的难民营找了几圈，依旧没能传来好消息。但没想到你们一家已经顺利进入冀州府了。
我们也是运气好，因为后山塌方，提前一天晚上搬了出去，把户籍、文书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软都带了出来，才躲过一劫。家园已经成那样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也是无处可去，所以便是最早一批来冀州避难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住处，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不，今日得空了上街走走，没想到居然碰见了苏二公子，真是巧了。是我本来在楼上喝茶，到窗边透气的时候，正好看见二位从对面的首饰铺子出来，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便贸然跟了上来，但好在没有认错。见你们平安，我这也算是放心了。哦，对了，可否找个日子，我亲自上门拜访一下，问萧伯父、萧伯母还有几位兄长嫂嫂的安。苏燕青始终记得萧家对自己的救命之恩，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能做的不多，但萧家已经到了冀州，他是冀州府本地人，算是东道主，理应上门拜访。苏二公子讲礼貌，江穗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江穗想着要不要给兰兰还有苏二公子留点单独的空间说说话，自己回避一下。萧兰兰思想传统，可对他来说心随人动，那便要主动试一试。对了，兰兰，我还答应要给二嫂买些漂亮的丝线和方巾回去，你先和二公子聊着，我去就来。江穗是真的答应了周氏要去给他买丝线和方巾的，他直奔着女红铺子去的。而茶楼内，小姑娘，你今天很好看，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穿罗裙呢，这个颜色很衬你。我也是第一次穿，以前村子里要做许多农活，所以穿罗裙不太方便，村子里的姑娘都是穿短褂的。冀州府地大物博，人杰地灵，这里的人也很讲究。我娘说入乡随俗嘛，大家怎么穿，我们便怎么穿。是，不过萧姑娘天生丽质，怎么样都是好看的。哦，对了，我送姑娘的簪子，姑娘可还喜欢？喜欢。这簪子我也是第一次戴，都没有来得及照照铜镜看一看，让你见笑了。苏燕青听见了自己想要听见的话，心里也是雀跃的不行。苏燕青似乎酷爱穿白色的衣裳，她本人也很适合这个颜色，怎么瞧都是俊朗的。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直线上升。江穗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就听见两人有说有笑，很是投机。果然心随人动，中意的男子到了自己的面前，那些理智的话语就都抛之脑后了。江穗也不想打扰他们，但是两人出来也有这么久了，该回去了，免得萧母记挂着。今日准备不周，便不同你们上门叨扰了。过2日我再亲自带着礼品上门拜访，烦请江娘子和萧夫人打声招呼。当然，不过苏二公子，我可是有言在先，您来拜访可以，但千万别破费带太多的礼品，吃的喝的我们便厚脸皮收下了，至于其他的还请斟酌。那我可得趁着这2日好好把这冀州府好吃的玩意儿搜罗，不然都不好意思上门拜访了。萧兰兰见他笑，心里就控制不住的狂跳。他们姑嫂2人坐在马车上，这马车里面处处透露着精致淡雅，里面的丝丝木质香味是苏燕青身上自带的，这木质香气是出自她惯用的檀香，让人心里闻着便觉得安心。苏二公子真是有心了，大老远的费尽心力的派人来找我们，咱们到了冀州也不说主动去找人报个平安，倒是咱们的不是了。娘，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也没提前知道苏二公子会这么记挂咱们呀。再说了，我们不去报平安，那也是本着不打扰的缘故。咱们两家的家世差距摆在那里，太殷勤了，反而有攀关系的嫌疑。咱们当初救他是因为他的身份，日后能结个善缘，落个人情。可这人情也不能在日复一日的麻烦里消磨了干净，不是？江穗觉得这两者之间不冲突，人情自然是要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用才是。萧兰兰进门之前就把头上的簪子给取了下来，没让萧母看见。江穗知道了也没有说什么，萧兰兰自有她的道理。萧鹤川一直在房间里教狗蛋功课，狗蛋到了冀州要上私塾也得等年后了，而线下最好的夫子就是知识渊博的萧鹤川了。他可是活了2辈子的人，位极人臣，这知识的储备量已经堪比一国大学士了。他讲的课通俗易懂，知识点也很精湛，短短几日对于狗蛋来说是不小的提升。江穗很贴心的拿了盘子给他们装了糕点，还泡了茶过来。毕竟狗蛋是小孩子，看见这么多色香味俱全的小吃，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默写完刚刚的诗才能吃，一个字都不能错，然后在我刚刚讲过的这首诗的释义说一遍。萧鹤川不仅是名师，也是严师。这小叔叔正常了以后，身上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狗蛋是怕的，他说的话不敢不从。江穗悄悄地努努嘴，心想
还好自己不用天天听他讲课，这教导主任的气质他也怕呀。但小丫头的小表情都逃不过萧鹤川的眼睛。穗穗，你的千字文学到第几页了？江穗心里咯噔一下，他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立马转移话题，把偶遇苏燕青的事情给搬了出来。萧鹤川在听见苏燕青这个名字以后思索了一下，穗穗不提，他倒是差点忘了他这号人物了。上辈子在冀州2年多，有过几面之缘。苏二公子乃是积善堂苏无病老先生最看重的孙儿，有意将积善堂托之。上一世萧鹤川和苏燕青相见过几次，也有过攀谈，话里行间能感觉到这苏二公子是个品性极佳的人。但上辈子这个时候，苏燕青已经断了一条腿，身子极差，是个病秧子，终日汤药不离，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他这遭遇和上辈子的兰兰一样，所以萧鹤川那会儿对苏二公子有种下意识的惋惜之情，觉得天道不公，总是让真正有能力的好人受灾受难。后面只听说积善堂的苏无病老先生故去以后，大公子苏燕礼顺理成章地掌了大权。至于苏燕青母子后面的遭遇，他就不知道了。萧鹤川高中以后就再也没回过冀州，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好不到哪里去。这些豪门里面的尔虞我诈就没有简单的。苏燕礼的出身和早期不被重视，造就了他阴狠的性子。他掌权以后，苏燕青母子还能得到善终吗？也就是说，上辈子苏燕青摔下了山崖，但是没有遇到救他的人，虽然留住了一条命，但也差不多废了。想来和那位大公子脱不了关系。而这辈子因为穗穗，很多事情还有很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都朝着好的轨迹走了。他还真是个福星，走到哪里便把福运带到哪里。萧鹤川心想，此女得之我幸。苏二公子之前在咱们家暂住了一段时间，那会儿我虽有头脑有所欠缺，但如今想来，他的言行举止都能看出此人品性俱佳，可以交之。狗蛋儿也没有偷懒，按时完成了小叔交代的功课，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享用美味的点心了。哎呀，慢点吃，狗蛋儿，不够奶奶那儿还有呢。小婶婶，以后能不能不叫我狗蛋儿了，叫我小远吧？小屁孩小年纪已经知道羞了。以前在村里的孩子们几乎都有个这样的贱名，所以他不在乎。现在到了大城池里，受耳濡目染，他觉得狗蛋儿这个名字有些不合适了。江穗被他这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整得笑出声来，声音软软的，和他的人一样甜甜的。小婶婶你别笑，一会儿我会和爷爷奶奶他们都说一遍，反正以后不许叫我狗蛋儿了。好好好，不叫狗蛋儿了，以后叫你远哥，可好？远哥用力地点了一下脑袋。小叔，我去找奶奶了。去吧，晚上记得再把今天学过的诗默写2遍交给我再睡。萧鹤川把自己的严厉贯穿到底。好在远哥是个爱学习的，他没觉得小叔布置的课业有点多。苏燕青是在2日后上门的，他那天偶遇了萧兰兰，回去以后便和他母亲说了一嘴。苏夫人听说他要来拜访恩人一家，表示支持，要亲自张罗礼品让他带着上门。可苏燕青拒绝了，他谨记江穗说的，不要带太贵重的东西。他也明白他们一家是不想有负担。苏夫人因此倒是对这位素未谋面的江小娘子高看了一眼，换做一些势利的人，巴不得别人能多给点好东西呢。去了以后啊，替我好好谢谢萧家一家人，我也会在冀州府最好的酒楼订上一桌好酒好菜，作为东道主好好招待他们一家。届时啊，务必请他们一家赏脸来一趟。苏夫人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她这身份是万万放不下身段去城西登门的，但是对于人家一家救命恩人，她请人家上门也不合适，显得自己端架子，所以她就只能在外面设宴款待了。母亲，既然要好好感谢人家，便要拿出点诚意来。不过这是儿子的恩情，无需劳烦您替我操持，设宴款待一事便作罢吧。既然母亲放不下架子亲自登门，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这事儿啊，你回来咱们再说。他把苏燕青打发走，有些无奈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身边的嬷嬷突然来了，手里拿着一卷画轴。夫人，您瞧瞧这画。他把画轴展开给苏夫人看，上面赫然画着的是萧兰兰的画像。
这是哪家姑娘啊？这画哪来的？是二公子院子里的洒扫丫鬟小何给二公子打扫书房的时候，在他的书桌上看见的。您不是一直闹心二公子婚事吗？小何又是咱们派过去的。二公子不让丫鬟们进书房和卧房，他身边2个小厮又是滴水不漏的。这不是这2日忙着帮公子到处搜罗新鲜吃食吗？就没太在意院里的事情。小何这才寻得机会去书房打扫一下，就看到了这画像，他便趁着公子外出拿了过来。您过目。咱们冀州有这么位人物吗？是哪家闺秀？没有，冀州和咱们门当户对的人家里头全无这画像上的姑娘。去查看看二公子近段时日都和谁走得近，在做些什么。查不到就去找听竹旁敲侧击。听竹是苏燕青的心腹，可他是家生子，他爹娘也在苏府做事，到时候只需要威胁一番，那小崽子肯定能吐出点啥来。知道了，夫人，老奴会办好事的。悄悄的，别惊动二公子，把话给他原封不动放回去。他这孩子心思细，容易想多。苏夫人自从苏老爷故去以后，便一门心思培养儿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了。苏燕青丝毫不知道他母亲在后面调查他，他现在满心满眼只想快点到萧家。哎呀，原来是苏二公子来了，快快请进。孩子他爹，兰兰岁岁，苏二公子来了，快出来。萧母这一嗓子吼的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苏燕青倍感温馨。她只有在萧家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没那么多的规矩，没有那么多的束缚。苏燕青这回上门真的是除了吃喝的东西，再没带什么贵重物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都没有准备。但是这些吃的喝的也不便宜。除此之外，苏燕青还准备了一套文房四宝，2支狼毫笔，1方徽墨，几刀宣纸，是单独送给萧鹤川的。那天听兰兰和他提了一嘴，说是四哥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重拾笔墨准备科考，还要进白云书院，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准备了一套文房四宝。萧鹤川是识货的，但是他对此并没有说过多的客气话，而是坦然地去接下了这套文房四宝，并表示谢意。吃点心，我们刚到冀州落脚，家里没什么好东西，是我们招待不周了。萧伯父哪里的话，晚辈上门拜访，不拘这些小节。而且晚辈也很是想念大家，尤其是想念萧伯母的手艺，还有萧家的温馨，还请萧伯父不要嫌弃我叨扰才是。哈哈，你只要想吃你萧伯母做的饭菜了，你就随时上门即可，提前找人告知我们一声，我们也做好准备买菜杀鸡。下次啊，记得叫上曾先生，我记得曾先生最喜欢吃我小儿媳做的红烧肉了。我已经和曾师叔说过了，不过他近日有些忙，所以没和我一起来。但他说了，下次一定亲自上门拜访。你们都是白马镇人士，曾先生对你们有亲切感。苏燕青早就和曾先生打过招呼了。曾先生听说萧家人都平安，也是很高兴的。他一开始来到冀州是为了避饥荒，但没想到阴差阳错的避开了灭顶之灾。如今白马镇是回不去了，他在冀州落脚，如今也不再行医了，但也得有别的营生来养家糊口。最近曾先生也在捣鼓着要开个小茶楼，忙着在看铺面地段。他的茶楼要开在城东富人区，估计要花不少的银子，还要雇人装修啥的，最近忙得脱不开身。曾先生是个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听闻他安全无虞，我们也就放心了。萧父虽然只和曾先生一面之缘，但听说人家可是正骨高手，而且看面相就是个正义之士。萧兰兰送完茶水点心就去厨房帮忙了，但是江穗不让她进厨房，还调侃她：今日打扮的这般娇艳，还是别进厨房了，小仙女怎么能沾染烟火气呢？我在外面也插不上话，什么都不做，我总不能傻站着吧。那一会儿娘回来了，你就负责在檐下摘菜吧。反正江穗是挺想给萧兰兰撮合一下的，还是那句话，人生莫要留有遗憾。很快萧母也回来了，买了鱼，买了鸭子，买了五花肉，还买了几斤羊肉呢，盛得挺丰盛。苏燕青说想吃酸辣粉，还说要多放点辣椒，那萧母肯定满足啊。之前他在仙鹤村，因为身体的原因，吃啥都要清淡，每次曾先生当着他的面吃酸辣粉，看着就感觉香，所以他一直惦记着要吃碗酸辣鲜香的酸辣粉才行。萧兰兰在檐下摘菜，他每每抬头，总能发现苏燕青也在悄悄地看自己。
萧鹤川都看在眼里。听闻苏兄也曾是白马书院的学生，拜在冀州书法大家聂先生的门下，在下对于书法也颇为喜爱，不知可否见识一下苏兄的字，还请赐教。自教确实不敢当，可以献丑一番。面对萧鹤川的邀请，苏燕青断然不会拒绝。桌上还放着萧鹤川写的字，笔锋凌厉，笔法自成一派，龙飞凤舞。客川真是谦虚了，你这字写的比我强太多。我虽然是聂先生的学生，但是也只学到了他的皮毛而已。如今看到鹤川的字，我都不敢炫技了。千人千面，每个人的字亦有所不同，你我是互相讨教，何必自谦？听他们文人说话，那真是挺费劲的，一个个文绉绉的，江穗想想就觉得累得慌。苏燕青随便写了几个字，他的字没有萧鹤川的张扬，但也很有特色，属于委婉派。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与人相处多以友善为主，是个不愿意露锋芒的人。也恰因如此，上一世的苏燕青才会被他的长兄整成那样的下场。如今他得岁岁相救，但愿他能看清小人面目，做出防范，将属于自己的一切牢牢攥在手心。苏兄写的一手好字，在下佩服。与鹤川是没法比的。我之前在村子里听人说，你从小便天赋卓绝，学什么都快。如今到了冀州，也是有意去考取白云书院，成为里面的学生。日后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千万别和我客气。我父亲留下许多古籍孤本，存放于书房之中，日久积灰，你可随时借阅。这感情好啊，萧鹤川喜欢。古籍孤本，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这人脸皮厚，便不同你客气了。好，下次来我一定给你带上几本。苏燕青心想，太好了，下次又有理由上门了。今天天气好，便在院子里摆了一桌，红烧肉、姜丝鸭、小鸡炖蘑菇、红烧鱼、羊肉汤、煎鸡蛋、炒青菜，一坛子好酒，还有几碗豪华酸辣粉，香的嘞。燕青啊，我以后就不叫你苏二公子了，见外。你呀，可别觉得老婆子我唐突了你。不管你什么时候想吃伯母做的饭，你就随时过来，想吃什么给你做什么，吃得饱饱的。多谢伯母，只是要辛苦您了。对了，香儿嫂嫂，我已经和秦师叔打过招呼了，您得空去一趟冀州的积善堂，他再给您好好诊诊，看看您身体调养的如何了。想来从白马镇一路奔波至冀州府，路上很是坎坷，生活上也难免潦草，您这情况也必要仔细再仔细。如今天冷，平日里还是少碰冷水为好，夜里注意保暖。哎呦，真是劳您费心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了。苏某不求回报，都是举手之劳而已。这新戏也是苏燕青的一大亮点。其实今天苏燕青来了，萧母倒是有些事情想求他帮帮忙，是关于宋娘子的。现在宋娘子带着孩子日日在城外的难民营，这都多少天了，官府还一直把城门口守得这么严，不易进不易出的。外面那个情形，日日吃不饱穿不暖的，大人倒是可以忍耐，可孩子毕竟还小。一路走来，萧母对宋娘子的为人是认可的，就想着苏燕青能不能帮帮忙，把人先弄进城里。可是苏燕青和宋娘子毕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他内心也实在是纠结该不该说出口。就在这个时候，萧秦三兄弟居然回来了。码头上今日货少，所以就早点回来了。他们见苏燕青来了，也是十分惊喜，表示欢迎。三兄弟一回来，院子里就热闹了起来，大家挤了挤，坐下来吃饭，席间相谈甚欢。苏燕青在萧家待了一上午，到了下午便准备离开了。临走前，萧秦还是咬牙追了出去。他也知道自己这么去求人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出力不合适，可是他也是见宋娘子实在是可怜，想要帮她。苏燕青既然知道了这事儿，他当然是要管的，当即便对萧秦承诺，城门口那边他会去找人疏通，再安排人把宋娘子母女接进城里。至于进城以后的去向和怎么生活，便不归他管了。萧秦见苏燕青答应下来，想到宋娘子马上就能脱离苦海，他可算是能放心了。苏二公子出面，想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萧母犹豫了这么久，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和苏燕青开口。没想到他大儿子却开了口去求人了，他也由此看出了大儿子对宋娘子的心意。他这大儿子怕是瞧上宋娘子了。宋娘子啊，你这是做什么？犯不着的。你们是我宋婉的救命恩人，没有你们，我宋婉还有女儿旭旭活不到如今。这个头，我们该磕。
我一辈子记得各位的好，以后不论我是什么样，只要你们说一声，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你这话可严重了，我们也是可怜你。或许你不爱听这话。往后你要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再把女儿平安的抚养长大，好好培养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萧家人不图他回报什么，而且眼下似乎是他们家的大儿子对人家有意思呢。说句实话，宋娘子不差，和萧晴很相配，俩人都是丧偶，一个育有一子，一个育有一女，凑在一起还儿女双全了。宋娘子，你今夜就好好休息一晚上，把自己的气血养回来，先踏实在我房里住着。萧河川一直在角落里待着，也没有插话。这时候他反倒插了一句话：要不今夜我先和三哥睡，兰兰和碎碎睡，把床铺留给宋娘子母女，太挤了反而休息不好。客川说的对，兰兰去和碎碎睡，宋娘子啊，你今天晚上带着旭旭好好睡一觉，其余的你就别操心了。宋娘子点头，但她后来躺在床上也没有立马睡着，孩子已经睡得很沉了，她却心事重重，手里一直攥着那个玉镯子，思前想后，终于是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天一亮，他便来敲了江穗的门。宋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兰兰、穗穗，你们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我想去办点事儿。旭旭还在睡着，一时半会儿不会醒来。我们早去早回。你要去做什么？我准备把我娘留给我的镯子给当了，换点银子，带着旭旭找个住处先住下，先解决我们娘俩的温饱。要是有多余的银钱，我准备重拾从前的活计，在街上摆摊儿，卖点花头绳和璎珞和络子卖，维持生计。我左右也只需要养活自己和旭旭，日子清贫些无妨。总之，我不愿再继续给你们添麻烦了。可是镯子是你娘留给你唯一的念想了，要是当掉，你当真舍得吗？不舍得又如何？逝者已逝，但活着的人总要继续生活下去。我如今身无长物，总不能一直赖在你们这里白吃白喝，我做不到。所以我想了许久，当掉镯子去换银钱，重新开始新的日子。那个当铺是分活当和死当的，死当的话就等于把镯子卖给当铺了，能得到更多的银钱，但是镯子以后可就拿不回来了。活当的话就是把镯子抵押给当铺，他付给咱们相应价值的银钱，但是要收利息，规定的时间到了，要是没能拿钱去赎回来，这镯子也就要不回了，但是利息还是要给的。宋姐姐，你完全可以选择活当呀，钱也有了，镯子还能赎回来，何乐不为呢？江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一瞬间宋娘子的眼里都有光了。于是三人简单收拾了一下，和萧母打了个招呼，便出门去了，直奔当铺而去。三人来到当铺，这里恰巧刚刚开门。哟，几位挺早啊，当点什么？活当还是死当？我们活当。行，先把东西给我看看，我瞅瞅值个什么价。掌柜要先验货。2刻钟以后，三人出来了，镯子已经被抵押了出去。宋娘子拿镯子和当铺抵押了30两，签了1年的契约，1年是5两的利息。要是逾期没来赎走的话，这镯子便不予退还了。有了银子在手，江穗便问他接下来的打算。宋娘子打算先找个住处，不用太大，有间房，有个做饭的地方就行了，应该不会太贵。他现在有几十两在手，暂时生活不成问题了。江穗和萧兰兰准备今天陪宋娘子去找房子，还是去牙行找上次的小哥。而萧家这里，旭旭醒来以后没有看见娘亲，也没哭没闹。远哥见妹妹来了，跑回房间里把自己偷偷藏的小点心拿出来给妹妹吃。谢谢狗蛋哥哥。旭旭，你不能叫我狗蛋哥哥，你以后就叫我哥哥吧，叫狗蛋多难听啊。知道了哥哥。远哥终于是满意的笑了，并催促旭旭快吃点心。但是旭旭想留着和娘亲一起吃。马上就要吃早饭了，点心等会儿再吃好不好？旭旭点头，乖乖的把点心交了出来。周氏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娃娃，心都萌化了。他觉得自己要是能有个这么乖巧的女儿就好了。之后宋娘子回来了，把自己拿镯子活当的事情告诉大家，当场又拿出2两银子出来给萧母，说是这几日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萧母不肯要，他却要硬塞，还说自己白天要去找住处，
旭旭带在身边不方便，劳烦他帮着看会儿。原本是江穗和萧兰兰陪着他去的，但是萧琴一听说他要去找住处，我陪你去吧，宋娘子，我还可以护着你呢。不用了，萧大哥，兰兰和穗穗会陪我的。宋娘子不太好意思和他独处，机灵如江穗，她早看出来大哥对宋娘子的心意了，只是大哥还不自知呢，就一个劲儿的想对人家好。俩人也登对，要是能凑在一起过日子也是不错的。既然大哥要表现，他怎么能不支持他呢？对了，宋姐姐，我可能不能陪你去找住处了，我忘了我昨天答应贺川要陪他出门的，所以我就不能陪你了。四嫂，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啊？江穗在桌子上拧了一把他腰间的肉肉，轻轻一下，有点痛又有点痒痒的，搞得他音调都变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对了，我也有事不能去，我还有一大堆衣裳没洗呢。要不宋姐姐，你就让我大哥陪着你去吧，我在家帮你看着旭旭，可好？宋娘子也不傻，她知道他们是有意在撮合自己和萧琴，但是她没拒绝，那就说明流水有意，落花也有情。那好吧，我对冀州府城不熟，那便麻烦萧大哥了。萧母差点没绷住笑，她在心里暗笑，自己的女儿和媳妇也太机灵了吧。早饭过后，萧琴就陪着宋娘子出去找住处去了，而江穗也不知道干点啥，刚刚他就是随便扯了个理由而已，但没想到萧鹤川当真了。不是要陪我出门吗？走吧。你真要出门啊？我那是说着玩的，想给大哥留点表现的机会。那既然要演戏，何不演得逼真一点？我知道冀州有个戏班子特别出名，今日有戏法表演，你想不想去看？他没当真，萧鹤川当真了，这事儿闹的。不过他说去看戏，江穗还没有见过古代的戏班子是什么样的，这可是传统文化，正儿八经的国粹呀。去。于是俩人肩并肩的出了门。萧兰兰见状也想去凑热闹，正打算追上去问他们去干嘛，结果旭旭拉了拉他的袖子，努力的仰着脑袋问他：兰兰姑姑，我娘亲什么时候回来呀？得，他把这茬给忘了，自己答应宋姐姐要照顾旭旭的。娘亲很快就回来了，姑姑带你去吃糖葫芦，好不好？好，那给哥哥也买。会给哥哥买的，咱们走吧。兰兰怎么会忘了自己的大侄子呢？她牵着小旭旭的手便出了家门，一大一小的两个人从后面看十分有爱，但殊不知这一幕却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苏府内，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和苏夫人身边的嬷嬷回信，俩人在侧门嘀嘀咕咕了好一会儿，嬷嬷的脸色十分不好看。小厮走后，他片刻不敢耽误的去找苏夫人交差去了。夫人，那画像上的女子，咱们的人打听到了，是谁？什么来头？快说清楚。相对于苏夫人而言，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儿子重要。她以后的儿媳妇，不说家世一定要比自己好，至少也不能太差了吧。日后这么大的家业要交托于她，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总得有几样擅长的吧。样貌倒是过得去，日后带出去也有面子。还有这女德、女戒、女训、妇容之类的书籍也必须熟读。嬷嬷叹了口气，苏夫人看她这为难的样子，估计这姑娘不是什么上得台面的人。苏夫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别支支吾吾的，快说。夫人，二公子那画像上的姑娘便是救他的那萧家的小女儿。这萧家人都是泥腿子出身，家里4个兄弟，就这么一个女儿。如今逃难到冀州府，在城西租了个院子，一大家子人挤在那小院子里，看着是真寒酸。而且今儿个早上，咱们的人还看见那萧姑娘牵着个2、3岁的小妮儿，一大一小，长得还有点像嘞。哎呀，我琢磨着，这乡下人家里的姑娘，那都是13、14岁就嫁人了。咱们二公子，该不会是瞧上个寡妇吧？好个狐狸精，当真是好算计！上这救了我儿一命，如今瞧上咱们苏家的家世了，打着心眼想要勾搭我儿子，做那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一开始我听燕青说，他们家不要财物，也不要银票，我还当他们一家子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人呢。没想到是想要的更多啊！好，我断然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去，把二公子叫回来。
苏燕青正在积善堂看账册呢，就被着急忙慌地喊回了家里，说是他母亲在家里发了好大的脾气。他苦恼扶额，感觉自己回去又得挨无名怒火了，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一次可不是一般的怒火。回到苏府，只见他母亲脸色极差地坐在主位上，见他回来，居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母亲大人，这又是谁惹您不高兴了？谁？除了你还能有谁？母亲，儿子当真是一头雾水，不如您让我死个明白。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不许说这个字儿。苏夫人可听不得这个死字，尤其是和自己的儿子相关的。于是苏夫人使了个眼色，让嬷嬷把今天早上打听到的消息再次当着苏燕青的面说了一回。简直是无稽之谈。刘嬷嬷，您当真是年纪大了，不适合伺候人了，什么歪曲事实的话你都说得出来，可是唯恐天下不乱。苏燕青凌厉地看向嚼舌根的刘嬷嬷，刘嬷嬷吓得立马跪在了地上，十分慌乱。她是苏夫人身边的老人，也是心腹。燕青，你这说的什么话？刘嬷嬷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她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就应该空口白牙，歪曲事实，去随意污蔑一个姑娘的清誉吗？萧姑娘固然家世比不了咱们苏家，可人家也是正儿八经读过书，能识文断字的金牌姑娘，知书识礼，如何就变成你们口中的寡妇了？她未曾嫁人，待字闺中，母亲却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纵容底下人妄自菲薄，污人清誉。且不提萧姑娘乃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她与我是泛泛之交，我也是要替她抱不平的。还有，我说过，我的书房除了我身边的听竹、听墨可以进去以外，其余人不可擅自进入。母亲为何还要安排人去窥探？看来我那院子里是时候该彻底清理一番了，连洒扫的丫鬟都不能再留了。原来母亲今天是为了这事才发的脾气，我当时为何呢？此事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母亲既然一直忧心我对婚事不上心，如今我也上心了，您可以放心了。你给我站那儿！什么叫我可以放心了？你是承认了你对那个萧姑娘有意思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的正室娘子必须是与咱们苏家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才行。萧家是对你有恩不错，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拿自己的女儿来攀高枝了。就算她是待字闺中的清白姑娘，可她也配不上你。他们家与咱们家只能是有恩，但不能是联姻。她这样的出身，凭什么当咱们苏家未来的主母？她识文断字又如何？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她哪样精通？下得厨房却上不得厅堂，空有皮囊之人，当个花瓶看看也就足够了。母亲，我没想到您居然是这样想的。您也是女子，但却因为自己家世好，所以便能够高高在上，理所应当的瞧不起人。且不说如今只是我单恋人家萧姑娘，人家也并未有攀咱们家高枝的意思。但您今日这番话，我也得向您表个态。您中意哪家的闺秀，您便自己去娶，我是不会娶的，我绝不将就。苏燕青的态度还从未如此强硬过，她今天也是再一次对自己的母亲有了清晰的认知。她不明白，在外人眼里，她母亲各方面都滴水不漏，都说她知书达理，秀外慧中，堪为女子典范，但没想到她却如此的庸俗，永远要把门当户对挂在嘴边。她当初也是与父亲情投意合，只不过她运气好，有一个不错的家世，所以才能与父亲没有阻碍，水到渠成。可当初的她若是站在如今萧姑娘的位置，她今日还能说出那样一番话吗？苏夫人同样被气得不轻，她儿子平日里那么温柔孝顺，今日居然为了一个外人对自己说出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话来，她捂着胸口，气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刘嬷嬷见二公子走了，才连忙爬起来去安抚夫人。哎呀，夫人，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刘嬷嬷，燕青这是咋了？她怎么能这么说我？这么多年我做什么，难道不都是为了她好吗？如今她却因为一个外人与我置气，还反过来说教我。那只能说这位萧姑娘当真是好手段，把咱们二公子都迷得失了心窍了。这个刘嬷嬷还在拱火。哼，她休想，我是绝对不会容许她嫁到咱们苏家的。如今才哪儿到哪儿啊，就能挑拨我们母子关系了。日后要是真的进了门，怕是要翻了天去了。苏夫人气呼呼地想着，看来自己要找个时间会会那个萧姑娘了，看看她到底是何方妖孽。而苏燕青呢，她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直接处置了那几个洒扫丫鬟，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院落，以后再不允许踏足。她又叫来了听竹和听墨，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把萧姑娘的事情告诉给刘嬷嬷知道。
听竹听墨跪在地上，十分委屈。公子，我们也是被迫的。你也知道，我和听墨是家生子，咱们爹娘都在府里做事，他们在后厨本来也管不着前院的事情。可是每回夫人想要打听点您的事情，就只能来找我们。我们也不想的，但是我们不说，爹娘就得遭罪挨板子。公子，说到底都是我们的错，要打要罚，我们也认了。苏燕青虽然生气，但是也能理解听竹听墨的难处，找他们问罪也没什么用，他俩都是跟着自己长大的，对自己不会有二心。但是鉴于他母亲的这种行为，他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彻底杜绝。于是他便直接下了命令，把听竹听墨的爹娘寻了个由头，送到祖父府上伺候去了，远离苏府。这样一来，他母亲以后就没办法拿他们胁迫听竹听墨了。他也已经受够了自己母亲的掌控欲，这么做也是在公然的抗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不住啊，姑娘，我刚刚只顾着和旁人说些无用的废话了，就是没注意到你，没把你撞疼吧？对不起，我刚刚也没有注意到后面来的人，不小心撞到你了。你有没有事啊？我没事，我骨头硬，不怕痛的。萧鹤川见到对面这俩人，心下了然，这两位来头可不小，一个是皇亲贵族，一个是名门望族，都是京都来的大人物。他上辈子还和他们交情匪浅呢。面前这位男子，甚至算是他为数不多可以交心的人和好友，如今撞了个面对面，还得装作不熟不认识的样子，当真是为难他了。美人儿，你笑起来可真好看。美人儿，你身上香香的，我也好喜欢。既然如此，咱们也是缘分使然，不如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我叫夏婉宁，晚风徐来，肤若凝脂。你呢？听见夏婉宁这个名字，江穗也不困了，立马来了精神。这不是女主的名字吗？他今天居然阴差阳错的碰见了原书的女主夏婉宁，那他旁边这位，那就是男主贺连景了。巧了，江穗这人没什么爱好，就喜欢抱大腿。这么大的腿，那不抱白不抱，反正跟着男女主混，肯定不会有错。好呀，我叫江穗，岁岁长安宁。夏婉宁表示被磕到了，刚刚在楼上他就注意到了江穗，当时他还和贺连景说楼下有对小夫妻，看着真是登对呢。虽然贺连景总是一副死鱼脸，万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你的名字可真好听，现在还早，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吃好吃的吧。江穗见状，回头又看了一眼萧鹤川，萧鹤川点头，示意他可以去。他知道夏婉宁是个好人，所以不担心他会对江穗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于是四人辗转去了一家酒楼，夏婉宁弄了个雅间，点了一桌子的好菜。等上菜的间隙，他们开始聊天。江穗却在想着，第一次认识就让人这么破费，来这么好的酒楼，那他日后怎么还得起这个人情呢？总不能请他吃碗酸辣粉吧？以他现在的财力，搞不起高消费啊。你也喜欢听戏吗？夏婉宁此刻已经把面巾摘了下来，托着腮问江穗。江穗这么近距离地观看到了女主夏婉宁的美貌，她不愧是作者笔下的第一美人呢，这颜值无可挑剔。那些寻常的闺秀和她站在一起，显得死气沉沉。怪不得这高岭之花贺连景后来会爱她爱得深入骨髓。夏婉宁是嫡出，却被继母陷害送往庄子长大。她回京以后，便用自己的雷霆手段在京都大展风采，斗倒恶毒继母和恶毒女配，整顿名媛圈，肃清家风后宅，后母仪天下。江穗自认为自己这条咸鱼是和人家没法比的。我还行吧，就是觉得这戏的内容有些千篇一律了，传导的都是一些贬低女子抬高男子的思想。我就觉得女子为什么不能独当一面呢？谁说女子不如男？哦，英雄所见略同，怪不得我第一眼就这么喜欢你呢。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萧鹤川和贺连景坐在一边也不说话，光听他俩说了。雅间里有个棋盘，贺连景见萧鹤川这气质，应该是个读书人。会下棋吗？要不要对弈两局？现在俩人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萧鹤川上辈子经常和他下棋，势均力敌的那种。既然今生提前相遇了，那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略懂一些，行吧。于是两个男的开始面对面坐在一起下起了棋来。
我姓贺，单名一个景字，兄台贵姓啊？贺连景在外比较低调，贺连是国姓，他只能这么介绍自己了。免贵姓萧，名贺川。萧贺川也是简洁明了。贺连景就喜欢和话少的人相处，他感觉萧贺川这人应该是个聪明人。很快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眼前这位兄台很谦虚啊，他这棋艺可不算是略懂一些。贺连景在京都下棋可以说没有对手，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冀州碰见了能和自己打成平手的人。人生能碰见一个真正的对手可谓是一件幸事，人都是遇强则强的。这俩人下棋还下上头了，一局接一局的，这饭菜都上来了，他俩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的都在破局。贺连锦越来越觉得有意思了，他这趟来冀州算是捡到宝了。对弈的期间他们也聊了几句。贺连景了解到萧贺川是读书人，准备参加下一届的科举。他现在越发确定，此人将来若是入仕，必将是个人才，若是能为自己所用，将是个不错的助力。从他破局的棋路来看，此人心思缜密，条理清晰，出手果断直接，让人防不胜防，好几次差点让他一子定输赢了。他觉得夏婉宁这个女人可算是给他带来了点惊喜，今天这个朋友倒是交到了点子上。婉宁也懒得等他们了，和江穗先吃起了东西来，俩人也不断的聊天。江穗告诉他自己准备开个铺子卖酸辣粉，还告诉他自己的酸辣粉有多好吃之类的，整得夏婉宁十分好奇，迫切的想要快点吃到了。在这雅间里，四人一待就待到了夜幕降临，那两位还是没有分出个胜负来，还有点越战越勇的趋势。饶是夏婉宁精神头这么好的主，都忍不住歪在椅子上打瞌睡了。江穗呢就更甚了，已经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萧河川看了一眼，他家这小娘子已经困成那样了，他觉得今天也差不多了，自己的目标已经达成。贺兄，卓京看样子是累了，今日便先带他回家休息了，来日有空咱们再继续吧。萧兄请便，我不是冀州人士，不过我近日下榻在飞花楼，下次若是寄养了，随时来找我切磋即可。棋逢对手，人生之幸。贺兄，来日再来讨教。江穗睡得迷迷糊糊的，萧河川来叫他。穗穗，走，咱们回家了。他这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夏婉宁此刻清醒了，在一边吃瓜，她一脸的姨母笑，羡慕的不得了。这小两口郎才女貌的，还这么恩爱。穗穗，记得我们的约定哦，过2日我来找你，你答应给我做酸辣粉吃的。我也想认识一下你的小姑子，以后可以一起玩哦。好，随时欢迎。出了酒楼以后，江穗吹着冷风，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他今天居然和书中的女主做上了朋友，何德何能啊！自己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在原著中连个名字都不配拥有呢。今天玩得开心吗？开心啊，当然开心了。夏姑娘是个很有趣的人，不过我觉得夫君你今天应该更开心吧。托你的福，遇到了个不错的棋友。他现在就搭上了贺连景这条线，日后到了京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相信贺连景对他的印象不错，他今天特意说明自己准备科举入仕，来日入京，他必然会额外的注意到自己。这俩人出去了一整天，天黑了也不回家。萧母琢磨着，这俩人这么能玩，还给他们留了热乎的饭菜在锅里。今日谢娘子已经找到了住处，都没去牙行。说来也是巧了，就在这附近的一片住宅区，有对老夫妻独自住着个大院子，家里还有几间闲置的空房，他们写了一张告示贴在门口招租。宋娘子和萧晴看到了，就顺便去问了一嘴。她呢，只需要租2个房间，一个用来住，一个用来烧饭啥的。刚好这家人就2个老人相依为命，他们母女俩要是住在这里，一来是自身安全，二来离萧家也近，日后可以常来往。不过1个月得要2两银子的租金，宋娘子直接付了3个月的，省去了牙行赚差价。那个院子比萧家这个院子好，还又大，院子里还有花花草草，水井都是单独的，平日里用水会很方便，主要是房间也很宽敞。老夫妻都是读过书的人，有素质，好相处。这么看来，这2两1个月也不贵，隔萧家就2条巷子，走路很快就到了。
江穗回来的时候，萧兰兰就立马冲上来问他和四哥去哪玩了。四嫂，你今天和四哥去哪里了？去了这么久。我们去听戏了，还认识了一位很有趣的美人儿，过几天带你一起和她玩，她对你也很感兴趣哦。江穗把今天和夏婉宁相遇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和他说了一遍，萧兰兰羡慕死了。听说他们去看了戏法，又听了一台戏，还吃了好吃的，他嘟着嘴怪他居然不带自己。江穗只好哄着他。今天晚上姑嫂两个还得在一块睡一晚上，等明天宋娘子搬走了以后，萧兰兰就能回自己的房间了。第二天，萧母带着自己的2个儿媳妇还有闺女去帮宋娘子的住处打扫卫生，又陪着她上街买这买那的。萧琴充当苦力，需要出力气的她都主动帮着干，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无微不至。萧琴是个好男人，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孩子，亦或是对自己喜欢的女子，他都是如此。宋娘子也不傻，明白他的心意。其实说实话，他对萧琴也是有意的，只是觉得自己现在这情况一无所有的，除了拖后腿，帮不上任何忙。他更希望自己能快速的壮大起来，努力挣钱，把娘亲的镯子赎回来，再存点银子。到那时，他才有资格说和喜欢的人重组一个新的家庭吧。他不能什么都靠对方的。宋娘子是一点时间都不想耽误，她才刚刚搬进来，就想着要去采购做绢花还有璎珞的材料了。她想早点把小摊给支起来，有一份收入才行。如今离过年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还能挣点过年买菜的钱。但是她不了解冀州府的情况，冀州府是不允许摆摊的，要想做生意就只能租铺面，不然就是违反了冀州府的治安，是要被驱赶的。江穗直接把事实告诉他，我这是小成本买卖，挣得少，租个铺面怕是不足以支撑租金呢。既然如此的话，我只能暂时放弃卖绢花这条路了，还不如去找点长期稳定的活干干。辛苦些无所谓，只要能付得起住处的租金，还有咱娘俩的吃喝就行了。万事开头难，但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才刚刚开始，先不要否定自己的能力。宋姐姐，你不要太心焦，放宽心。咱们从地震之中死里逃生，已经花了许多的运气，先把年过了再说。这烦心事那么多，哪能事事如意呢？虽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但他觉得凡事点到为止，帮得太过就不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吧。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想去附近找点零活干干，多少挣几个子儿不是？我还得赎回我娘的镯子呢，传了2代人了，总不能在我这里断了。也是啊，你如今一个人也难过，我们平日里也会帮你留意着的，有适合你的灵光就告诉你。萧兰兰说道。江穗想着，他马上要和小母去看铺子了，如果到时候铺子开起来生意还不错的话，需要人手便可以找宋娘子来帮忙。她做事是个麻利的，她放心，主要是她心干净。3个人正在院子里聊起这些，住在主屋的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就听见了。宋娘子，你想找零工做是不是？是呢，奶奶，我想找点零活干干，赚点买菜的钱。只是我刚刚初来乍到冀州府，实在是这边不熟，像个无头苍蝇一般，没有头绪。我看出来了，你呀是个能吃苦的孩子，也坚韧，所以呀，我可以给你张罗点活干，不过可能会有些辛苦，就要看你能不能干了。就像你说的，能挣点买菜的子儿。程奶奶，我愿意的，我不怕辛苦。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告诉你条明路啊，就是咱们这一片啊，有许许多多的像咱们这样的院子，如今都进年关了，有些人家呢，他不想里里外外的打扫，就会花钱请零工去打扫，洗洗刷刷什么的，一家能给个100-200钱的样子。主要啊，还得看活多活少。到时候啊，我就和街坊们说道，让他们请你去干活，行不？冀州府经济好，老百姓们大多生活富足，住在这城里，谁家都不会差个1两2两的。当然了，有些天生抠门的人除外。这不，有些人家到了年关了，家里里里外外的需要大扫除，锅碗瓢盆、柜子家具什么的都要擦拭。天气太冷，他们不想动手，情愿花点钱找人来干。这倒是有点像现代的家政那味道了。宋娘子心想，
这的确是个好路子呀，打扫一家卫生就能赚个100多200文，买菜买面是足够了。宋娘子就娘儿俩能吃多少呢？这1个多月下来多搞几家卫生，能赚好几两银子呢。就是会很辛苦，一般人连着干或许还吃不消。太行了，程奶奶，你可真是大好人。为表谢意，以后咱们这个院子都由我来打扫，平日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也尽管叫我就行。哎呀，没事儿，举手之劳而已。我也是看你不容易。你那女儿是叫旭旭吧？生得真俊呐，小嘴也甜，你教得真好。以后啊，让小妮儿经常来陪我这老婆子玩就行。这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就会感觉到空虚孤独。这时候身边若是有小孩子在，他们总能被吸引目光，因为缺少陪伴。说来，程奶奶和程爷爷也是命苦。早年战乱，他们一双儿子去参军了，去了便再也没回来。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战场上，临了连媳妇都没娶上，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亏得他们立了些军功，靠着朝廷的帮扶补贴，这么多年才能安稳度日。旭旭昨日和娘亲刚刚搬进来的时候，看见老夫妻2个就很嘴甜的叫他们，还把远哥给他的点心给太太和太爷吃。小妮儿自己都舍不得吃呢，但是心善的她却舍得给老人家吃，光是这一点就足够程奶奶和程爷爷的心都化了。就这样，宋娘子十分好运的找到了过渡的事情做。有程奶奶这么多年在这附近几条巷子里的口碑，街坊邻居都愿意相信她。而且宋娘子的活儿干得麻利，她去了以后就埋头干活，洗洗刷刷的，从不多嘴，把人家家里里里外外的打扫得一尘不染，锅碗瓢盆还有家具这些都擦得能反光的那种。她本人也十分勤快，能吃苦，一天能去2家人呢，但仅限于户型小的。一天下来，手都被水泡得发白了。天冷水还动手呢，可是看着一天能赚个200来文，她乐此不疲。因为自己要做事，没空管旭旭，就只能暂时先把他放在萧家，和远哥一起玩，有时候还跟着哥哥学习写字呢。他也没让孩子在萧家白吃白喝，每天都硬要留下一点饭钱，也不多，20文左右的样子。萧母都说了不要了，一个3岁的孩子能吃多少呢？可是宋娘子坚持要给，萧母也是没办法，只能变着法儿弄点好吃的，别亏待了孩子。连着3天，宋娘子早出晚归，每天回来都累得要瘫软在床上了。她这么辛苦，江穗他们看在眼里，心有不忍，但是他们也不会去插手。人生在世，有些苦难是必须要经受的。最心疼的莫过于萧琴了，他想帮忙，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帮忙。他嘴笨，也只能在后面默默的付出。每天早上，宋娘子出门以后，他就上门主动去井里打水，把他的水缸填满，再顺道把程奶奶厨房的水缸也填满。完事以后，自己再去码头找事做。这几日呢，江穗也同样没闲着，他准备在年前把铺子的事情给定下来，简单装饰一下，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等年后就能选个日子直接开张了。他盘算了一下，他们手上现有的红薯粉条不多了，红薯淀粉倒是还有100多斤，但是这些做生意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去收购大量的红薯回来，继续做红薯淀粉，多出些粉条和粉皮。市场的环境不同了，冀州是超大市场，开张以后的需求量肯定不是白马镇能比的，所以货源必须要充足。去亚行之前，得先把租金准备好，一个好的铺面租金肯定不便宜，这时候就得把金元宝拿出来换成银子了。这件事情，萧母交给了江穗和萧鹤川去做。出门带着个10两的金元宝，2人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什么穷酸的人家。因为古代钱庄大都是看人下菜的，你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还能随手掏出一个金元宝，他们可以合理怀疑这钱来路不正，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帮你换钱。钱要是来路不明，到时候出了事，他们可不想负责任，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你这是偷的还是抢的。他这么打扮一下，更是显得他人比花娇。萧鹤川在门外等他，江穗打扮好出来，还在他面前特意提着裙子转了个圈。夫君，你看我好看吗？他表情十足俏皮。萧鹤川眼前一亮，只觉得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好看，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两人总算是能出门了。果然好好的打扮了一下，去到钱庄的时候，那些钱庄的伙计对于他们掏出来的金元宝没有露出丝毫的怀疑，而是仔细的把规矩说给他们听。10两金子换成100两白银，需要抽取1两银子的水钱。最终他们得到了一张面值50两的银票，以及4个10两的银锭子和9两碎银子。俩人拿着钱回去和萧母交差，萧母让江穗继续保管这些银子。明天他会和江穗还有萧鹤川一起拿着50两银票去一趟牙行看铺面。家里人除了萧父和萧兰兰知道这笔钱的存在以外，其余人都还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等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去了牙行以后，还是找到上次那个给他们找院子的牙行小哥。一段时间不见，他如今已经不是食物链的底层了，在牙行已经吃开了。他会做人，且能说会道的。自从做成了江穗的生意以后，他这运气就蹭蹭的往上走。后面又陆续成交了几笔单子，如今牙行没人再敢对他使眼色了。江娘子，你要做点什么生意啊？想要宽敞点的铺面，还是说小点的也行啊？稍微大点宽敞点的吧，尤其是厨房必须要能施展得开。我们准备做小吃生意，地段的话稍微靠前一些，最好是周围卖小吃的店得多。江娘子，别人都是要求租的铺面周围同行得少，这样才不会被抢生意，怎么到您这儿还和人家相反呢？因为要有对比才能有竞争啊，没有竞争的话，顾客们怎么知道到底哪家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呢？江穗既然来了这繁华的冀州府，虽然起步点低了，但是他定下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要干翻这西街小吃一条街，成为这街上生意最好、味道最好、口碑也最好的小食铺子。哟，那江娘子您得是这个，听您这口气，想来在做吃的上面是把好手啊。到时候您这铺子一开张，我绝对得经常来捧场啊，还得叫上我牙行的兄弟们来一品什么叫人间美味啊。小哥，那可真不是我老婆子夸大话，我这个小儿媳妇儿在做生意和研究美食这块，那可真是没得说。到时候开张了，请你来吃东西，保准儿把你的胃牢牢抓住了。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巴不得你们早点开张大吉呢。小哥有几分说场面话的意思，但是他也是真的有点好奇了。根据江穗的要求，小哥在心里面有了几个预选，西街符合要求的一共还有4间没有租售出去的铺面，他带他们一一去看。江穗和萧母商量了一下，选定了一个铺面，离家里近，也比较靠前，厨房还算宽敞，到时候3个人在里面忙活也能走得开。小哥，这间铺面的租金是怎么算的？我们打算长期在这做买卖，那这个租金方面，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便宜点？我们还打算以后赚了银子直接买个新园子住呢，到时候这生意也来找你做。以后要是周边有熟人要租屋子、买园子啥的，我们也介绍给你呗。江娘子，您的确是个会做买卖的，这话说的我都心动了。要是不给你们争取点便宜啊，我都不好意思。小哥继续说着场面话。但是呢，这一条街上的铺子有一小部分是公家的，公家说是多少那就是多少。这不正巧，几位看上的这铺子就是这公家的。要是私家的话，这租金我还能替你们找东家说道说道，但是这公家我也没这么大脸去跟人家谈呢。哎呀，最主要的还是咱人微言轻，您几位见谅啊。这铺子其实租金也不算高，半年就50两银子，租1年的话那就是90两。没办法，咱这热闹呀，前前后后都是人，压根不愁没客人上门的。这做生意的铺面不比家里住的，地段好，方位好，那是能发财的。要我说，这租金当真是可以了，还得多亏咱冀州的父母官们体恤老百姓，知道这城西城北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物价啥的不让涨太高啊。但换做城南城东那边的，这么个大小的铺子，1年小200两呢。牙行小哥说的毫不夸张，一座城分2半，一边是极尽奢靡，另一边还能保持安居乐业，没有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这算是那些当官的会干事了。但有一说一，人家那边租金高，那是因为精装修，这边可没法比。半年50两确实不贵，但是3人还得商量商量。租金半年就是50两，江穗有自信开张半年就能回本。这50两一交之后，做些简单的装潢，添置些锅碗瓢盆、桌子椅子之类的，还有购买原材料、各种佐料之类的，这些成本加在一起就算30两，尽量往多了估计。也就是说，他们要想不亏本，就得在半年内赚回这80两的本钱，此后才是真正赚钱的开始。
江穗把这些细细的算给萧母听，里面的利害关系啥的，他也都分析的仔细，头脑清晰。就这，你敢说他是个大字不识的村姑？谁信呢？萧母可能信，他觉得这是天赋异禀，但是萧鹤川是不信的。算起来50两租金付完，家里面所剩下的所有银钱加起来大概还有70多两的样子。以后开张盈利了，一家人的吃喝住行是没问题的。萧琴他们3兄弟在外面也有收入，不定期的上交伙食费。3个人商量过后，江穗和萧母觉得完全可行。以酸辣粉的好吃新鲜程度，再加上冀州的行情，1碗肉粉卖到了10文，就这人流量，保守估计1个月下来赚个10两不成问题。萧鹤川也觉得可行，家里面就算是以后赚不到钱，他也有办法养活他们。大不了他就干他上辈子最擅长的事情，调香制香。他随便调个香出来，找个渠道一卖，少说也够一家人啥也不干吃1年的。既然没有问题，那这铺子也就定下来了。江穗爽快地付了半年的租金，文书一签，手印一按，齐活。得亏天天和萧鹤川练字啊，他现在可以自己上手签名了，不用装文盲了。文书到手，铺面的钥匙也到手，美滋滋。穗穗，你说咱们的铺子以后叫个啥名好？这个简单，反正是小吃生意，那就接地气一些，就叫萧记粉面馆。到时候让鹤川来写个板，再找木匠照做就是了。粉面馆？穗穗，你还打算卖面呢？是啊，铺子都有了，光卖酸辣粉太单一了些，咱们再搞点面条卖。我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就这2天的，给大家露一手。行，娘相信你，你说咋办就咋办。萧母对于江穗的决策是毫无反对意见的。晚上回到家里，萧母把这钥匙还有文书往那桌上一放，直接宣布了他们拿下铺面的事情。不知情的几位全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们很疑惑，娘这是哪来的银子呢？还真是门生干大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瞒着他们的了，于是萧母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交代了个清楚。他们才知道，原来早在白马镇的时候，他们家这福星4弟妹就给他们找到了这么长的一条后路了。这娘儿几个也真是能瞒人的，这么久愣是一点风声都没有泄露出来，怪不得当初说来冀州逃难，说走就走的，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也好，有了铺面，以后就能做生意赚钱，大家都有了盼头。哎，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虽说咱们现在的铺子有了，但是这铺子里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忙活。你们兄弟3个还是该找活干就得找活干，一个老大还有个儿子要养，也没个媳妇儿。老3也是20出头了，也赶紧存点家底儿，以后再讨个老婆。老2就更别说了，你每个月总得给你媳妇儿交点压箱底儿的银子吧，可不能懈怠了去。说不定明年你还得养孩子呢，可别瞅着家里头有点营生了就能万事无忧。你们4弟妹常说的那个词儿叫啥来着？居什么什么危险来着？娘，那叫居安思危。对对对，居安思危，是不是意思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过得还算安定，但也得考虑这后面发生的不测，提前做好准备。居安思危这样的词汇都能常挂嘴边，他家这小娘子丝毫都不像是没读过书的人呢，漏洞百出。但也是正因为他总把这词儿挂在嘴边，所以才能完美的避开了诸多的灾难。娘，我们知道的，肯定不会养成怠惰的性子，也不会给家里拖后腿的。这铺子能开起来，说到底和他们几个没多少关系，都是人家4弟妹的功劳。日后生意做得好，家里条件好了，他们还能跟着占便宜，吃好喝好呢。往后呢，老大老3，你们2个在外面赚的钱呢，得上交1大半给家里。老大呢，你上交的钱我都给远哥攒着，日后读书用。老3呢，我都给你攒着以后娶媳妇儿用。至于老2，你的钱就全都给你媳妇儿收着就行。哎，月梅啊，等铺子开张了以后，往后家里也少不得你帮忙，帮着磨红薯淀粉、晾晒粉条，这些都是辛苦的。就算是不干这些，可能做饭啥的也得麻烦你。这往后每个月呀，娘不会让你在家里白干，还和从前在白马镇的时候一样，每个月赚得多就给你给的多，如何？娘，您说了算，我没意见。我又没做出什么贡献，您还能这么为我考虑，当儿媳妇的满足了。黑的周氏不是个贪心的性子，他这话也算是说到了萧母的心窝窝里面。
四嫂，这也太好吃了吧！你快说，你还憋着多少稀奇古怪又好吃的吃法，藏着没拿出来呢？萧兰兰这猫咪胃都干完了一整碗的土豆泥拌面，还有8个煎饺，可见这个味道有多赞。那可多了去了，明天中午咱们就吃抄手和焖面，如何？焖面又是个什么吃法？明天您就知道了。一会儿宋姐姐过来接旭旭，我再给她煎一盘煎饺，让她带回家去吃。眼看着天色已经渐晚，宋娘子也差不多到时候来接旭旭了。说曹操到，江穗话音刚落，这宋娘子就过来了。连着这么多天，每天给人家搞卫生，手长时间的泡在冷水里面。她原本白嫩纤细的手已经冻得红肿，有些地方已经破皮开裂了。萧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在心里头默默地记下了这事儿。萧琴把娘儿俩送到家，回来以后，萧母给她塞了一个小瓷盒子。娘，这是啥？这个呀是冻伤膏，你瞅瞅宋娘子那手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这个榆木脑袋，既然心里中意人家，你就要拿出10分的诚意来，让人家看到你的心意。明儿个找个机会，把这冻伤膏拿给宋娘子，就说是你买的，听见没？你在后面做了那么多事儿，可人家不知道啊，上哪儿去明白你的心意呢？你得让人家看在眼里，知道不？娘，您都看出来了。那能看不出来吗？你这都多明显了！你娘我又不是傻子，我呀可精着呢。其实萧琴原本的心里已经有了想法，打算拿自己攒的钱去给宋娘子买点擦手的药膏的，但是她想的是去药铺买。现在她娘给的这个冻伤膏不一样，用这么漂亮的小瓷瓶装着，打开以后还香香的，果然还得是女人比较了解女人。一夜过去，冀州府居然下了一场雪。早上起来，屋檐上、瓦上还有院子里都落下了薄薄的一层白色，空气中带着初雪的味道。城外传来了好消息，朝廷补发的救济粮已经陆续到位了，还有赈灾银也在专人的护送下送往各个受灾的区域，从现在开始进行重建。城外已经滞留了上万的灾民，上头来的人组织了底层官员，把这些难民们聚集到一起，一一登记造册，问清楚他们是从何处逃难过来的灾民。事后朝廷会安排军队将他们分几路集体送回老家，参与有偿重建。也就是说，难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暂时有吃的有住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朝廷的民兵一起重建家园，可以拿到工钱的那种。女人们可以做饭，男人们可以干活。等到家园重新建立起来了以后，受灾地区可以免除2年的赋税，以恢复老百姓的元气和当地的经济。年前，冀州府在短短几天内已经遣散了所有滞留在城门口的难民。据说还有好心人私掏腰包定制了很多过冬的棉衣发给这些难民，让他们在回乡的路上能少挨点冻。难民营也开始拆了，在年前，冀州便能恢复至从前的样子。萧河川一大早和江穗出门买菜，也是在路上听说这些的。他知道这些都是贺连景的手笔，他做事向来如此，迅速果断，滴水不漏，既能完美的完成任务，又能照顾到老百姓的方方面面。他面冷，但内心却是火热的。至于那位自掏腰包的好心人，估计就是夏婉宁了。毕竟他母亲的母族可是江南首富，更是家中的独女，随便出手就是几万套棉衣，也只有她有这样的魄力了。夏婉宁带着2个丫鬟，按照上次江穗给她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她现在住的院子。她还是比较低调的，出行的马车选的是比较普通的那种。她知道江穗只是很平常的平民家庭，而且还是刚刚逃难到冀州的，她搞得太高调了不好。这次过来，除了是找她玩的，还有别的事情要提醒她。江穗对于夏婉宁的突然造访也是措手不及，她来的时候萧家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她和萧鹤川在外面结识了新朋友这事儿，只有萧兰兰知道，萧母都还不知道呢。来者是客，那既然已经到了，就先把人给招待好。哎，穗穗，这就是你的小姑子吧？果然是个大美人。夏姑娘，你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人了。你也很好看啊，如此朴素的样子都这么好看了，若是仔细打扮一番，就是放在京都也没有几个能胜过你的女子。
兰兰，你明明说我才是你见过最好看的姑娘的。四嫂，你和夏姑娘的美不一样，但是在我心里，你也是最美的。萧兰兰这小嘴甜的嘞。江穗小小的一番活跃气氛，一瞬间便扫光了略微有些尴尬的场面，拉近了三个姑娘的距离。夏婉宁表示自己这次是专门来吃酸辣粉的，江穗就知道她今天必定是要露上一手，把酸辣粉、土豆泥拌面、煎饺全都给她安排上。夏婉宁对什么都好奇，跟着钻到厨房里和江穗忙活，看烧柴火的灶也有趣，看着从来没见过的红薯粉也感觉有趣，甚至还和萧兰兰学起了烧火。她穿的这一身粉白粉白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把两个贴身丫鬟可急坏了。萧兰兰教她烧火，她乐此不疲。周氏今天也刚好要去一趟积善堂找秦大夫看诊，萧母便陪她一起去了。萧家4个兄弟今天也都各自有事不在家，刚好把空间留给3个女孩，这样一来他们还能玩得自在一些。做饭的途中，夏婉宁把重建补偿的事情和江穗说了，让萧家最好在年关之前把该准备的文书准备好，去官府登记造册，然后领银子。不然等到了明年，他们这儿离白马镇又远，肯定不会知道有补偿银子的事情。趁着现在朝廷逼得紧，没人敢贪墨，不然去晚了，这些银子可就拿不到了。也是多亏了有他专门上门提醒，不然江穗一家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萧母要是知道了，铁定会很高兴。据说最少能补贴50两呢，这事儿还得和宋姐姐也打声招呼，让她也想办法能领到补偿银子，缓缓燃眉之急。半个时辰以后，酸辣粉还有土豆泥拌面以及煎饺都端上了桌，堂屋里全是香味儿，把夏婉宁馋得直咽口水，一点都不顾及自己名苑千金的仪态了。吃了一口酸辣粉，他似乎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他吃辣不是很厉害，可是这酸辣粉实在是太好吃了，这桌上的每一样他都爱得不行。最后他实在是吃不下了。穗穗，你开铺子是不是就准备卖这个呀？我过几日就要回京城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把这铺子开到京城去？这样我就能时时刻刻吃到这个美味了。婉宁，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还是个芝麻呢，你就让我干西瓜的活，这不是为难我吗？穗穗，我觉得你可以的。你家夫君不是要科举吗？那个赫连，不对，贺景说了，通过和萧公子1下午的对弈，他看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非池中之物，日后入仕的可能极大。将来他要是高中，你必定也要去京城的。到时候来了京城，你就接着做生意，有我给你做遮掩，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大庆有个规矩，识路者不与民争利，一旦入仕，这官员的配偶以及子女便不可以继续做生意了。要是被发现，这条路就走到头了。所以夏婉宁才会说替他遮掩，她是侯府嫡女，确实有能力说这个话。那不都是后话了，到时候再说吧，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才能考虑更长远的事情。江穗算是委婉地拒绝了夏婉宁。夏婉宁明白，江穗若是那种喜欢占人便宜的人，那自己这么说了，他肯定会立马答应下来，但他没有，说明他踏实。对了，穗穗、兰兰，我后日想邀请你们2位去飞花楼看戏，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赏脸过来。我马上就要回京了，下次再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而且我请你们看的戏可是我自己写的戏本子哦。夏婉宁平日就这么点小爱好，那就是写戏本子，她还挺不好意思的献丑了。好，到时候一定来。江穗很乐意捧女主大人的场子。夏婉宁这一趟过来还是很愉快的，她走的时候还麻烦江穗再准备一份酸辣粉，还有土豆泥拌面以及煎饺，打包带走，说是要给贺连景那个大冰山也尝尝。江穗心想，可网络小说 CP 磕到了真人怎么破？那当然是大磕特磕了。这回子这2人一趟冀州之行，感情应该升温了不少吧？这不，夏婉宁出来玩都想着给贺连景打包了。殿下，我今天吃到了特别好吃的小食，专门给你带了一份回来，快来尝尝。什么味道？它不是说食物的香味，而是来自夏婉宁身上的那股子奇怪的味道。说白了，就是她身上自带的香味混合着油烟味，显得怪怪的。殿下，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我出门一趟，眼巴巴的想着给你带好吃的，你倒是好，还嫌弃我身上有味儿。夏婉宁翻了个白眼。贺连景放下了公文，看了眼那几碗重口味的粉面，
脸上虽然表示嫌弃，但是心里却莫名愉悦。你去找江娘子了？碎碎做的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咽下不吃，也许会后悔哦。入夜不宜使心了。贺连锦口嫌体直，他就是要和夏婉宁对着干。明明啊，他都快被香迷糊了。但是夏婉宁和他认识这么久了，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死德性。天下爱吃不吃，我先不奉陪了。贺连锦看着桌上那香气四溢的粉面，一开始还真的在克制，后面还是没克制住，他吃了第一口就再也没有停下来。夏婉宁蹑手蹑脚地跑了回来，门口的侍卫正要行礼，却被他阻止。他悄悄地探出脑袋看了一眼，贺连锦吃得正香呢，他在他脸上看到了满足的表情。哼，小样儿，任何的端架子在美食面前都不值一提。近日贺连锦为了冀州难民的事情操心不已，已经许久没有好好吃过饭了，想来这一顿能让他吃个饱饱的美美的了。美食永远是最治愈人的良药。肖母一回来，江穗就把补偿银的事情和他说了。肖母立马把一家人的户籍文书还有房屋文书都拿了出来，反正都不打算回白马镇了，这补偿银不要白不要。他同时也通知了宋娘子，宋娘子现在也有了户籍文书，是苏燕青找人给她办的，可她拿不出祖宅证明啊，也不知道去了能不能分到银子，但不管怎么样也得去试试。于是宋娘子第二天特意没有去打灵宫，而是拿着户籍文书和萧母去了一趟官府。或许是夏婉宁打过招呼的原因，他们一来，这冀州府衙的官员还亲自出来接待，何德何能啊，不到100两的事情还劳烦一个6品官员前来招待。萧家有10口人，房屋面积大，但是他们家没有人出意外，满打满算的算下来赔了有70两银子的补偿银。宋娘子是沾了萧家的光，按理说他没有祖宅证明是拿不到赔偿的，但是官府还是给他补偿了20两，总比没有的好。有了这20两，宋娘子离赎回镯子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是萧兰兰萧姑娘吧？我家夫人有话要同你说。萧兰兰不明白，她在冀州又不认识什么夫人，找她干嘛？她有些防备地看着这个中年妇人，或许是这个妇人看出来了萧兰兰有所防备，于是便告诉她，她家夫人是苏燕青的母亲。听说是苏燕青的母亲亲自来找自己，萧兰兰更加惶恐了。她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去他们家呢？而是堵在这巷子口，专门等她。夫人，萧姑娘在这儿，您有什么话也和她说吧。苏夫人安好，我是萧兰兰。我知道，今日过来，我是特地来寻你的，有些话想和你说，说完就走。您说吧。我呢，也明神不说暗话，我今日来找你，就是为了我儿子苏燕青的事情。下人们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张画像，那画像上的女子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对他是何心意，可他已经和我承认他心悦于你了。但你也知道，我们苏家在冀州城也是有名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日后我苏家的儿媳，不论是家世还是教养，都必须与我苏家门当户对。我知道你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可这救命之恩可以有很多种回报的方式。你们想要银子或者是大宅子，说个数，我们都能满足你们，不一定非要以身相许的。我看萧姑娘的性子也不错，我倒是可以帮你做个媒，寻个条件还不错的人家。我听说你还识文断字，这对于众多读不起书的乡下女子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苏家认你们萧家是救命恩人，平日里在这冀州府，你们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只要不触犯我们的底线，不论是钱财还是势力，我们苏家都能满足你们。但唯有一点，只能是恩人，至于旁的，还是不要多想了。苏夫人，我想您是误会了，我对成为苏家儿媳妇的事情没有一点想法，也不感兴趣。令郎喜欢谁，更是与我无关。还有，我们萧家人都是有手有脚的，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不需要苏家的银子去帮扶。如果他们是冲着钱财来的，那之前的500两他们就收下了。不可否认，他们当初看上了的确是苏燕青的身份，
想着救了他能落下个人情，日后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能求助有门。但如今看来，这苏夫人十分看不上他们这样的人家，觉得他是想攀高枝儿。萧兰兰承认自己对苏燕青有情，但是她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情况，从来没有幻想过要嫁给苏燕青。而如今这苏夫人亲自来找她说了这么多，她更加不会有什么幻想了。萧姑娘，冒昧来找您，于情于理我们也不能空着手。这是我们家夫人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你喜欢。不用了，我是个粗鄙之人，用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苏夫人的好意心领了，您今天对我说的话我也记下了，家中还等着我回去呢。我们家的院子简陋，就不请夫人上门喝茶了，告辞。萧兰兰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可不是那唯唯诺诺的性子。你都这么不待见我了，我还能上赶着巴结你？他转身离开，步履平稳，背脊挺得笔直。他倒是个有骨气的，今日算是我低看他了。其实他这样的样貌确实不差，怪不得燕青喜欢。我刚刚说的话也挺伤人的，他还能做到不慌不乱。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家世背景差了些，上不得台面。要是出身再好些，当我儿媳妇儿也不是不可以。苏夫人跋扈，出言伤人。她本以为萧兰兰和一般的狐媚货色差不多，在她儿子面前一贯装柔弱谋利益，但没想到今日一见，她还是个有骨气的，也稳得住脚跟。夫人，您就是太善良了。如今这世道艰险，人心叵测，您怎么能通过这简简单单一次交谈去认定一个人的本性呢？说不定他就是在欲擒故纵给您看呢。先改变您对他的不满，日后才好更进一步的套牢咱们公子的心呢。哎呀，您瞧着吧，这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去找公子告状，公子就会来找您闹的。这刘嬷嬷可真不是什么好人，唯恐天下不乱。这苏夫人呢，平日里在深宅之中接触的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深宅妇人，他们眼界高，只在乎门第，平日里啊就是太闲了，这不很容易就被这种圆滑势利的老嬷嬷给左右了。这刘嬷嬷这么一番添油加醋，成功的又让苏夫人对萧兰兰的一点好感荡然无存。四嫂，我一直知道自己和苏公子不相配，我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不曾和他承认过自己的心意。如今我也更加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把簪子还给他，也算是表明了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们不可能，让他死了这条心。往后我们还是可以来往，但我会主动避嫌的。兰兰，我支持你这么做，咱们命不苦的，你还有4个哥哥，还有爹娘，还有我呢。对了，四嫂，明日夏小姐的约我就不赴了。你看我如今这模样，去了也是失态，我暂时也不想出门，你帮我和她说一声，就说我身子不适，不去了。萧兰兰这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一样，人家夏姑娘这么精致，听说飞花楼也是冀州最好的酒楼了，她就不去了吧？去了也是不在状态。江穗知道她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便答应了下来。